住口！现在跟我哭有个屁用！你不是王妃吗？自己孩子还能被人抱走，身边伺候的是一群废物！姐姐，你别这么说娘，娘也不想这样的。娘已经很伤心了，你还要在娘的伤口上撒盐吗？齐平乐，一个鸠占鹊巢的冒牌货，这有你说话的份儿。那些失职的下人怎么办？全部杖毙！那倒不至于，全都罚去做苦工就是了。不可！再废话，弄嘎你！娘，我是为了王府好。若是让旁人知道咱们如此苛待下人，还不知道要怎么议论。那些人该罚。我回来了，他怎么办？娘，玉儿，你说，我做什么决定都没问题。没问题。好，把他赶出去。瑞王府的东西他不能带走，身上的绫罗绸缎、珠宝首饰全都留下，给他一身粗布衣服，赶出去。娘，还愣着干什么？给齐平乐换衣服，赶出去。玉儿，你还满意吗？满意的，娘。哎呀，娘，咱不用这么热情。谁把齐平乐给赶出去的？锦溪，我怎的？你有意见？干得好！不愧是我妹，做事就是干脆利索，是我齐家人的风格。你不生气？她可是当了你14年的妹妹。那又如何？她一家还害了你14年，你可是我亲妹。知道妹妹回来，你还过来这么晚，不像话。娘，这可不怪我，是大哥。大哥明明给妹妹准备了礼物，非让我转交，他自己不出来见妹妹。我去找他，连院门都不让我进。大哥的腿伤很严重，御医没办法。王妃，出事了！何事如此惊慌？李嬷嬷带着人堵在世子爷的院门口。李嬷嬷是齐平乐的奶嬷嬷，娘，咱们过去看看。李嬷嬷真的是胆大包天，去打扰大哥清静。世子爷，小姐1文钱都没有，就这么被赶出去了，老奴不放心啊！万一要是遇到了坏人怎么办？李嬷嬷，你干什么？李嬷嬷跟府里签的是死契吗？既然是死契，杖毙得了。质疑主子不听话的奴才留着干什么？王妃饶命啊！老奴一直尽心尽力。主子决定，轮得到你在这里聒噪。这些人一起处置了。世子爷，救命啊！吵！还都傻站着干什么？把人拿下，全都杖毙！住手！陈儿，这李嬷嬷以下犯上，确实该罚。那也不能罚他。哥，你什么意思？你帮着假货欺负咱亲妹妹！二哥别急，大哥那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他们也是户主。世子爷说的是，老奴就是心疼小姐。小姐是被您几位千娇百宠长大的，就这么身无分文的赶出去，小姐遭了罪，世子爷您几位心里也不好受啊！世子爷，您千万不要被小人蒙蔽呀！发卖了，跟牙行说清楚，他们为何被发卖，不敬主子，犯上。这个大哥杀人诛心，还得是大哥。世子爷，你还不如干脆要了老奴的命！还等什么？压下去！今日我才知道，原来李嬷嬷是你们主子啊！我知道了，大哥，你是不想让外人误会咱妹，让别人知道那些家伙是罪有应得。妹妹刚回来，考虑不周正常。你呢？平日里让你学东西，你就是不学。我又不是老大，干什么我要那么操心？下次我注意。玉儿，是娘疏忽了，见到你回来，娘太高兴，一时没注意，差点害了你名声。娘，我从来不在意名声这种东西，可娘你们这么替我在意，我很开心。爹什么时候回来？按理说这个时辰也该回来了。王妃，王爷还没有回府，说不定是爹被什么事情耽误了。二哥，咱们去迎迎爹吧。娘，大哥，我们去看看。哼，晨儿，你笑什么？妹妹倒是挺有意思。妹，真让你说着了，她还有脸来这里？王府千金这身份，不是人人都能轻易放下的。妹啊，我咋感觉你不是很在意呢？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我妹。她开始表演了。爹，恕女儿不孝，以后无法在您跟前侍奉，还请爹爹以后多多保重身体。女儿愿爹爹喜乐安康。妹啊，
你有没有觉得他说话哪里怪怪的？以退为进，想让爹问问他为何如此。他来堵爹，不就是想让爹带他回去留在家里吗？那他为什么不直说？直说了，不显得他贪恋王府的荣华富贵。他是要离开王府的，但是咱家爹非要留下他，他也没办法。好无耻！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好一些，用手段很正常，我能理解，并不代表有人可以动我的东西。坏了，爹，你别犯糊涂！你怎么在这里？这个问题不重要，爹，这才是我亲妹妹，你亲女儿。二哥，我知道我身份卑微，不配当你妹妹，我只是想告个别。毕竟14年的父女情，我割舍不下。你是想跟爹告别，还是想跟爹告状？说我们把你赶出去了？你其实就是想指责，是因为我妹回来容不下你，才赶你走的，让爹觉得妹妹心胸狭隘。二哥，你怎么能这么想我？你为何把我说得如此不堪？齐平乐，14年的父女情，你割舍不下。是，爹，女儿舍不得爹娘还有兄长。你在享受你割舍不下的亲情时，本王的女儿在乡下当牛做马，被人搓磨。玉儿仁慈，只是赶你出去，你尚不知足，还在本王面前挑拨离间，真是上不了台面。玉儿，爹，你哭了？你恼羞成怒啊！你个混账东西！玉儿，回家。好。齐之于瑞王，你们都等着！齐之玉，是你一回来就把齐平乐给赶出去的？没错。你就这么容不下他？容不下。你可知道，你这样回答让朕怎么想你？陛下如何想我，跟我有何关系？放肆！你怎敢如此对你皇祖父说话？皇祖父，你说话的时候，别人可以随便插嘴了？还是说，太子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行使他当皇上的权利？父皇，儿臣绝无此意，还得是我妹啊，太彪悍了。玉儿是吧？你这丫头模样随了你祖母，性子也像。就是瘦了些，孩子，这些年你受苦了。确实过得很不好。多谢皇祖父。齐之玉，那些东西你怎么敢要？皇祖父，你以后赏赐的时候，先跟太子一家商量商量才好，不然他们该不高兴了。父皇，儿臣知罪。朕倒是不知道，朕赏赐个东西还需要东宫同意。齐荣瑶，你如今可以做朕的主了。皇祖父，是瑶儿做了。瑶儿也是心疼那些珍贵药材，她是想留给父皇滋补身体，为人子女孝为先。哟，老绿茶登场了，想踩着我上位。原来如此，玉儿，你怎么看？我当笑话看。哦，怎么个笑话法？他们怎知我不会把那些补品孝敬给皇祖父？皇祖父赏赐给我，我依旧可以再给皇祖父。更何况，齐荣瑶若真是如此孝顺，为何不用自己手中的好东西来换那些药材？孝心是动动嘴皮子就空手套白狼，自己什么都不付出，来个借花献佛不说，自己还落个好名声。我今日算是见识到了太子家的行事风度，能成为太子，果然与众不同。皇祖父，我是建议你好好的查一查，有些功劳到底是太子的，还是下面臣子的？被人冒领了功劳，长此以往积怨颇深，不利于朝廷稳定。朝廷不稳，社稷不稳，社稷不稳，人心溃散，人心溃散，百姓遭殃。百姓活不下去的话，亡国不过是弹指间。父皇，儿臣绝无此意，儿臣绝没有做过夺宫的事情。太子，你是储君，东宫也该好好的管一管。回家吧。好孩子，来到这边来。当年换孩子的人如何处置？斩！爹，不可，让他们跟齐平乐团圆，也算是我们顾念跟齐平乐的多年亲戚。你这丫头鬼灵精，比你爹强多了。齐之玉，刚刚我是太担心皇祖父的身体安康才说话过激，我给你道歉。这是我最喜欢的头面，送给你，你原谅我好不好？你的歉意我收到了，不过以后不要叫我齐之玉。玉儿皇姐。不对哦，以后你可以叫我陈安皇姐，或是陈安郡主。郡主？你怎么可能是郡主？皇祖父封的。凭什么封你陈安郡主？那你去问皇祖父啊。我这就去问，一定是皇祖父搞错了。太狠了，借刀嘎人，兵不血刃，还得是我妹。
王爷，我家夫人让你过府一趟。二哥，这人谁啊？魏远侯夫人的丫鬟，她可是出事了。好，我这就去。王爷，咱们走吧。你干什么？二哥，把爹给弄屋里去。戚之玉，你上！玉儿，你把他给打了。我打不得一个丫鬟？不是你打不得一个丫鬟，而是不能打魏远侯夫人的丫鬟。魏远侯夫人是什么人？我的庶妹，也是你爹的心爱之人。这消息有点震撼啊！娘，我爹可是皇子，还是嫡长子，他连自己的婚事都左右不了，不能娶自己心爱之人，非要联姻。不是，当年的亲事，你爹并不反对，可只要一碰到魏远侯夫人的事情，就像变了一个人。我也想过要成全他，但是你爹就是不合理，我甚至都让他休了我，他也不同意。娘，是不是我爹平日里对你挺好的，你也能感受到爹对你的情谊？可只要魏远侯夫人有什么事儿，我爹立刻打变样。没错，我懂了，这边的天道出了问题，我爹被强行降至控场了，不能直接杀人抢气运，让对方身败名裂，把气运耗光。这会儿本尊熟啊。玉儿没事，这丫鬟是娘让人嘎的，就算是你爹生气，也不会冲你发。娘，我既这么做，自然有我的道理。你回去休息吧，这个丫鬟我来处理。玉儿，娘，你让妹妹去处理。晨儿竟然肯出他自己院子。好，二哥派人给大哥送信了。你打算怎么办？大哥，跟我说说情况。整个京城都知道咱爹对魏远侯夫人爱而不得，甚至纠缠她。全京城的人脑子都被狗啃了。堂堂瑞王，正宫所出嫡长子，对一个庶女爱而不得，还纠缠。总之，父亲行事癫狂，暴虐成性，因此失了储君之位，还令人厌恶。大哥，有什么你直接跟我说好了。妈也因为嫉妒，成为刻薄毒妇。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儿，不就是名声不好吗？小意思。瑞王府这是要干什么？抬着个死人游街！去把门砸开。何人胆敢在魏远侯府门前闹事？叫你们老夫人来见我。放肆！我们老夫人岂是你说见就见的？杀了！瑞王府好大的威风，姑娘面生是瑞王府刚找回来的千金。正是，不愧是瑞王府千金，威风凛凛，在我威远侯府门口杀我府主。门口，老夫人，我在我瑞王府也杀了你们威远侯府的人。要说威风，谁也没有威远侯府大。威远侯府一个丫鬟就敢跑到我瑞王府，让我爹过来见你们侯夫人，怎的？我爹其实不是瑞王，就是一个可以被你们威远侯府丫鬟随便使唤的低等小厮。去把夫人叫来。就这，若不是天道气运影响，我爹能看上这种货色？你让你丫鬟去请瑞王了。魏老夫人，我纠正你一下，不是请，是命令，颐指气使的命令。魏老夫人，你若是不信的话，就去打听打听。当时这丫鬟就堵在我们瑞王府的前院，院门还是开的，总有人看到。你说，娘，儿媳主要是想问一问，为何瑞王府找回自己亲生女儿之后，就把养了14年的养女给赶出去？14年的感情啊，就这么说断就断了？难道瑞王府的人都没有心吗？放肆！区一个侯夫人，胆敢以下犯上。老夫人，威远侯府好大的威风啊！是老身管家无方。娘，齐之玉，你敢打我？长嘴！齐小姐，你这有些过了。过？区一个侯夫人，胆敢对本郡主出言不逊，长嘴都是轻的。郡主，皇祖夫亲封，陈安郡主。你们想以下犯上？果然，这声音比什么乐声都好听，我喜欢。姐姐，求求你住手，放过魏夫人吧！你有什么不痛快，冲着我来就是了，何必牵连无辜？他竟然不叫停，这一巴掌分明就是在打我。牵连无辜，怎的？老夫人，你家儿媳以下犯上，她无辜？不无辜，
这是他该受的。魏老夫人疯了吧？竟然背刺我！听到了吗？老夫人都觉得她儿媳该打。好了，停吧。本郡主怎么也要给魏老夫人个面子。多谢郡主。不过魏老夫人，以后你家中的人可是要好好的约束约束。一个有夫之妇，派个丫鬟去找别的男人，这是要干什么？老身一定好好管教。不是说瑞王一直缠着魏远侯夫人吗？现在看似乎情况不太对啊。郡主，你不要误会侯夫人，侯夫人是知道我被赶出府，她想问问情况。这4年的亲情，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我只是想问问。老夫人，你家儿媳平日里就是这样办事的，放着自己的嫡姐不问，反倒是去问姐夫，而且还是随随便便的派个丫鬟过去，叫姐夫过来见她。我虽说是刚回来，但也听说我爹一直痴缠侯夫人，如今看来似乎传言有误啊。来来来，谁跟我说一说我爹是怎么痴缠的，都做了什么事情？你们谁在何时何地看到过？王爷总是以一些我无法拒绝的名义送我东西，所以呢？这还不够？你以为我想收那些东西，还不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东西本来就是因为那些名义需要送的？魏夫人，自恋是种病，你最好找个好大夫看一看。我看你病得不轻。你说的那些事情，反正没人见到。不过你这丫鬟去我瑞王府指名道姓的要让我爹过来见你，这可是有人看的。也是，我娘是嫡女，你不过是个庶女，想要面子，想要超过自己嫡姐的小心思，我能理解。你休要血口喷人！住口！那些事情不谈也罢。不过齐平乐在王府生活了14年，你们说赶他出去就赶出去，你们怎么忍心？威远侯府宅心仁厚，本郡主十分佩服。那请魏老夫人为本郡主解惑。若是有敌国细作罪臣家眷，不小心被威远侯府给收留了，你们也会一直包庇的，是吧？绝无可能。我威远侯府虽然心善，但绝对不会因为心软而包庇，是吗？那怎么一样？当年抱错孩子的时候，齐平乐只是个刚刚出生的婴孩，他何其无辜！罪臣之子很多都还在襁褓之中，抄家灭门的时候也不全都杀了。你的意思是，律法以及历代帝王都错了？侯夫人果然是大善。郡主，老身会好好教导他。老夫人明事理，如此，本郡主就不打扰了。当年我娘怀有身孕，是你非要邀请我娘去山中祈福，路上我娘马车发生意外，这才在附近农户早产。我跟齐平乐才被那农户偷换。魏夫人，你说怎么就这么巧？娘，我回来了。玉儿，你爹要是醒了，你别跟他犟。凡事有娘，还有你2个哥哥在，你爹脾气犯过去也就过去了。我跟我爹谈谈。大哥，把齐平乐的家人送去威远侯府。好，妙啊！那魏夫人不是喜欢收留齐平乐吗？那就连齐平乐的家人一起收留。妹可是真猛啊！你爹那脾气要是上来了，不行，我得去看看。娘，让妹妹自己跟爹沟通。我爹在妹妹手里，应该占不到便宜。爹，醒了就睁眼，喝口水吧。爹，你为什么喜欢威远侯夫人？大人的事情，小孩子不要问。爹，我从小到大的生存法则就是弱肉强食。回到了家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家人的关心，所以谁想破坏我享受家庭温暖，我就除掉谁。你不才，女儿我略通拳脚。你跟谁学的武功？你才14，你怎么有了这么一身本事？是爹没保护好你。爹，我受了这么多年的苦，到底是因为谁呢？顺便提醒一句，爹，你也查一查娘在娘家的情况。毕竟我外祖母早逝，后来的继母可是我外祖的妾室，她也是如今威远侯夫人的娘。我会派人去查当年的事情。玉儿，娘，你担心什么？难不成爹还会打我？他敢！他要是敢动你，我跟他拼命！有娘在，爹不敢的。他怎么会如此重视他？娘，我刚刚旁敲侧击了一下，好像爹那么重视威远侯夫人，完全是因为娘。你也知道，爹这人不善言辞，可能是误会一场呢。好，我看看。玉儿，你也累了，先回去歇着吧。王爷不在府中。威远侯，见你还需要我爹出面？怎的？这瑞王府是你做主了？你还真说对了。当真？王府让一个小丫头做主，你们这是……没错。威远侯，你还知道这是王府？王府如何做事，需要你区区一个侯爷来指手画脚。这威远侯府的威风果然够大。二哥，走进宫。好，我倒要问问皇祖父，是不是以后这皇子皇孙见到威远侯府的人要3拜9叩？郡主，本侯并无此意。侯爷何必自谦？太子是侯爷表弟，侯爷身份高贵也是应当的。毕竟以后这皇位是太子的，我们应该识时务。郡主息怒，是臣鲁莽。鲁莽？
侯爷如此鲁莽，还在朝中任职，真的没问题。本郡主若是任由一个臣子欺凌到头上，本郡主不要面子，皇室难道不要面子？栽了，彻底栽了！郡主，你想如何？让你夫人唐静柔对外承认，她是嫉妒我娘，虚荣心作祟，才对外营造我爹痴缠她的假象。不可能！不让他们备车，咱们进宫！不可！王爷不在府中吗？郡主，你可知道你昨日大闹威远侯府，你姨母有多伤心？难道不担心王爷知道你做的事情之后怪罪？威远侯果然是大气，自己的夫人被传得跟别的男人不清不楚，你还挺得意。对他好，郡主慎言。慎言什么？侯爷不就是靠着自己夫人做局，为自己捞好处吗？若不是如此的话，现在那东宫之主还会是那位吗？郡主，你可知？别废话，要么去澄清，要么本郡主就去找皇祖父问问。郡主，你别欺人太甚。既然侯爷不选，那就本郡主来。竟然没躲开，怎么会这样？我可是武将啊，竟然挣不开一个丫头手！郡主，你干什么？放开我！干什么？自然是让大家伙好好的看看威远侯有多厉害，用自己的夫人来换好处，真是好买卖。还得是我妹啊，厉害，实在是厉害！开门。等下，我同意。等会儿，威远侯，你最好说话算话，不然的话，别怪我不客气。好，妹啊，你太牛了，痛快，实在是痛快！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威远侯吃瘪。二哥，你们太惯着他们了。不是我们惯着，是爹。爹不爱说话，你们也不问，这不就误会了？我觉得爹应该已经找人要去调查娘当初在娘家的情况。啥？真的？爹要是因为娘才对那唐静柔好的话，为何爹不说？你觉得爹那闷葫芦会说什么？爹确实不爱说。就是，所以啊，有些事情就是误会。幸好我爹是个闷葫芦，不然这瞎话我都圆不回来。天道影响又如何？保住我爹名声，本尊说到做到。妹啊，威远侯会按着你说的做吗？先答应下来，然后再反悔又能怎样？威远侯就是那么不要脸。他要是不按着我说的做，我就去找皇祖父，然后给他宣扬出去，他卖妻求荣。这么多年，京城的人可全都看在眼里，咱爹对那唐静柔有多痴缠，那不都是人证吗？妹啊，还得是你！你没发现咱爹一直没出现吗？以前要是威远侯府的人过来，咱爹早就第一时间冲出去了。去看看爹，爹！王爷进了书房一直没出来。爹，我们叫了这么多声，你怎么不答应啊？爹，你没事吧？没事。爹，你知道刚刚威远侯来了吗？我妹说的是真的，我们真的误会我爹了。唉，看来咱妹真的是没说错，咱们确实误会爹了。应该是吧。你想做什么？爹，我觉得太子并不适合那个位置，而且从一开始，皇祖父属意的也是爹。你想多了，没可能了。爹甘心？没有什么甘心不甘心的。看来爹也不甘心。也是，本来是被皇祖父悉心培养，以后要继承大统，却因为唐静茹乱了心神，总是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爹，你这是撞邪了？你能看出来，你的本事最好不要让外人知道。刚才玉儿去书房跟我说威远侯来了这句话的功夫，都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就全身动不了，被强控在椅子上了。为何？朝中臣子已经拥护太子，若是有变数发生，那个变数则是最容易被铲除的。爹，你在担心我啊？你是我女儿，当年追随爹的臣子，现在应该转投太子去了。爹，你想没想过，以后皇祖父不在了，太子继位，咱们一家人都会意外身亡。爹，你可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我知道，爹你抗争过，但是一遇到唐静柔就会不受控制。所以说啊，爹，你中邪了。当真？肯定啊，我有办法来处理。不过这种事情，咱们爷俩知道就行了，别让娘跟哥哥他们操心。太子背后是不是有能人？你能对付得了他们？不如请你师父出手。如果实在不行，就算了。我早就准备来了最后脱身之计，假死隐姓埋名也能活下去。爹，我是不会让家人受委屈的。你护着我，那么瑞王府本尊保了。郡主，外面，威远侯府的人在外面。交给我。娘，别冲动，闹起来，外面的人又要说您刻薄夜读了。开门！不可，妹啊，让他们闹吧，闹过去就好了。闹过去就好了？这情况经常。明明我们什么都没做，却被全京城当成恶霸。这家人也太老实了，被欺负到家门口还忍。开门！
求求王爷，求求王妃，放过我家夫人！我家夫人不过就是心善，收留了王府被报错的小姐。瑞王府不能因为给郡主出气就迁怒我家夫人，求郡主开恩啊！威远侯府的丫鬟，奴婢是，奴婢看不惯瑞王府如此仗势欺人，哪怕是豁出去自己的命，也要为威远侯府鸣不平。带你妹妹进去。娘，您放心，我能处理这种事儿，我熟。妹，解释不清楚的。哼，二哥，这回有人信我。秋儿，快去叫大夫，叫大夫！王妃，你有什么不满，冲着我来就是了，为何要如此迁怒？唐静柔，你眼瞎吗？杀他的人是我，你找我娘干什么？若不是有人授意，郡主又怎敢杀人？败坏王府名声，本郡主只是一刀要了他命，都是便宜的。郡主，秋儿也是为……别跟我说那些，我没时间跟你掰扯。刚刚威远侯来府上，我已经跟他说过要怎么做，看来他还是贼心不死，觉得你来就能把脏水泼我瑞王府身上。哼，行，既然你们威远侯府不要脸，那咱们就直接来。二哥，带娘进去换衣服。哎，妹啊，换衣服干什么？进宫面圣，让陛下来断一断孰是孰非。好嘞，齐之玉，你要干什么？看来你是在我家人面前嚣张惯了。本郡主的名字是你能直呼的？凭什么你这么嚣张？等瑞王一到，看你死得多惨！郡主，你非要如此吗？你要……齐之玉，你干什么？救命！救命啊！走，换衣服，进宫面圣。孩子是为了我出头，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齐之玉，你放了我！郡主，您这是？齐之玉，你要干什么？齐之玉，你放开我！侯爷，齐之玉，你疯了，还不赶快放了我们！老夫人，你听到了你的好儿媳怎么对我说话的？老夫人，本郡主在宫中等你。好，老身随后便到。齐之玉，你放开本侯！皇祖父，给他们松绑。还请陛下给臣做主。请陛下为臣妇做主。陈安，怎么回事？皇祖父，请文武百官进宫，我一次把话说清楚，省得总是为了这点破事纠缠。宣百官入宫。陛下，瑞王还没有到。陛下，王爷身子不适。陛下，此事关系到瑞王府与臣威远侯府，还是瑞王来了才能做主，不然最后结果有人不认怎么办？哼，威远侯，你是傻子吗？郡主慎言！我慎言个屁！你，陛下在此，谁敢不认？怎的，在你心里，陛下说话就跟放屁似的？臣子可以说不认就不认了？陛下，臣绝无此意。威远侯，你这是觉得刚才说错了？臣万死！起来吧，既然你没异议了，那就说一说到底怎么回事吧。陛下，臣府上的人几次三番被陈安郡主所杀，今日陈安郡主更是绑了微臣夫妇一路拖行入宫。陛下，还请您为臣做主。陛下，陈安郡主如此肆意妄为，绝不能姑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陈安郡主目无法纪，还请陛下降罪。请陛下降罪。我们明明什么都没做，却被全盘否定。陈安，你怎么说？皇祖父，我斩威远侯府的下人，无非就是因为他们以下犯上。我堂堂郡主，在我面前放肆挑衅皇权，不该斩吗？第一个丫鬟跑到瑞王府，让我爹去见唐静柔；第二个侍卫明知道我是瑞王府的人，要见他们老夫人，竟然呵斥于我；第三个丫鬟造谣污蔑我。我斩他们三人，有何问题？魏元侯，陈安所言是否属实？陛下，陈安郡主这是迁怒，因为臣内人收留了瑞王府报错的女儿，郡主心有不甘，所以才处处刁难。魏老夫人，你怎么说？陛下，是臣妇教导无方，郡主杀了那几个以下犯上的奴才，理所应当。娘，住口！那日是唐氏的丫鬟冒犯了瑞王，被陈安郡主所斩，
那是他罪有应得。家中侍卫见到瑞王府的马车，明知道来人身份还不知道守礼，也是活该。我让你去赔罪，你干什么去了？让丫鬟跑到瑞王府门口哭诉瑞王府的人迁怒威远侯府，这不是造谣污蔑是什么？老夫人明事理，各位大人听到了吗？连事情始周未都不知道，各位就下结论，不知道是各位大人耳聋眼花，是非不分啊，还是说这朝堂之上是威远侯一言堂？臣当死罪。不对，我说错了，威远侯不过就是一个侯爷，他就算是想要一言堂，身份也不够。那为何各位大人这么推崇威远侯，以他马首是瞻呢？陛下，臣绝无此意，绝对没有不臣之心。陛下，一切起因都是因为瑞王把齐平乐赶出瑞王府，臣妇不过是可怜的孩子，想问一问情况，哪里想到君主竟然怀恨在心，这才会处处针对臣妇一家。对，一切都是我的错。陛下您听，君主自己都承认了，是我让他的丫鬟以下犯上，叫我爹跟叫个小厮似的，是我让你不找自己嫡姐，反倒去找痴缠你的姐夫，是我让他往我们家泼脏水，让别人觉得我们瑞王府都是仗势欺人的恶霸。皇祖父，我可真是大错特错。唐氏，你给朕解释解释。装可怜扮无辜假善良，倒是一流。尤其是你勾引男人的手段，我娘绝对是自愧不如。君主嘴下留德，那是本侯夫人魅力大，瑞王自己情难自纵，难不成还要怪在本侯夫人头上？威远侯，本君主这说的是你啊！你当年可是堂堂侯府世子，放着那么多名门闺秀嫡出千金不娶，非要娶一个庶出转嫡出的，这还不足以说明你夫人的本事？胡说！唐氏一直恪守本分，从未有过越矩之举。如此，我就不得不多想一下了。当年我爹是东宫太子，威远侯娶了唐静柔之后变故突生，比如说我爹痴缠唐静柔，比如说我爹行事荒唐，比如说我爹被废，如今的太子上位。而如今的太子呢，这背后的种种细思极恐啊。果然权势动人心，皇位更是如此。别说了，皇家的脸面要被你撕碎了。赶走个妹妹，怎么就成了揭露太子篡位？这跨度太大了。我的女儿，她是在用命洗刷我们背负的恶名啊！如此，朕倒是要问问太子了。去，把太子叫来。挨板子了？以前从没出过错，唯一的变数就是齐之运这个煞星。儿臣拜见父皇。太子啊，看来你对朕的这个位置筹谋已久，最近是等不及了吗？父皇，儿臣惶恐。难怪太子的好女儿会质疑朕册封陈安为郡主，原来太子早就部署好了，倒是朕不识趣，没尽早的退位让贤，耽误了朕的好太子。父皇，儿臣知罪。皇祖父，我的父王冤啊！我父王宅心仁厚，为了家人一再退让，甚至扶自己兄弟上位，最后还要步步紧逼，被人敲骨石碎，这是何其残忍！还请陛下做主。皇祖父，我冤啊！好啊，看来这太子位置捧的你是不知天高地厚了。来人，拟旨。陛下三思啊！太子看来是众望所归。吴王接旨吧，接旨吧。儿臣谢。韦远侯，你家中该好好的管一管了，别让你父亲死不瞑目。臣领旨。好个臭丫头，朕真是小看她了。本以为她是为了给老大洗刷恶名，没想到剑指太子，够狠够绝，不愧是我齐家的种。就是可惜了，不是个男娃，不然起风了。母妃，母妃，救命啊！母妃，救命啊！都退下。本宫已经听说了，先起来。陛下只是废了你太子之位。只是，母妃，那是太子之位，儿臣被废了，您竟然说只是……你慌什么？瑞王当年不也被废过？那怎么一样？瑞王是皇后所出。母妃，儿臣不是那个意思。
你没说错，本宫的身份确实不如皇后。母妃，陛下封你为吴王，不过是让你退到和瑞王一样的位置。如今你最该做的，不是哭，也不是怕，而是好好表现。只要你稳住，太子之位依旧会是你的。可瑞王的母后，父皇念着当年的情分，必会偏袒他。那又如何？你做了10几年的太子，与朝臣的利益早已绑在一起。那些人就算曾经拥护过瑞王，又有谁敢拿自己的身家性命，拿子孙后代的前途，去赌一个被废多年的皇子？瑞王有皇后的旧情，可你有满朝文武，有10几年的根基。对，他拿什么跟我斗？父皇只是废了我的太子之位，又没有把我贬为庶民，我还有机会，而且我的机会比瑞王大得多。母妃，儿臣以前太过仁慈了，瑞王本就不该活着，只要他死了，父皇就不会再顾念旧情。只要打得稳，怎么打都是赢。儿臣谨记母妃教诲。记住，稳住自己，展现能力，不要忤逆陛下。那个位置，迟早非你莫属。儿臣明白。皇后都死了这么多年，陛下竟还对那个贱人念念不忘，还要处处护着他留下来的贱种。本宫的儿子一定会坐上那个位置。本宫要让他看看笑到最后的人到底是谁。来人，娘娘，给本宫好好盯着齐之玉。是，这次的意外全因他而起。齐之玉太不稳定了，这样的人还是死了最好。德妃不会放过你的。爹，看你这话说的，就跟我会放过他似的。爹，你在想什么？玉儿，你过得很难吧？你心疼我？是我没保护好你。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爹，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你们还没有回来，我就感觉那种奇怪的束缚轻了很多。唐静柔气运削减，对爹的影响自然会小。他越是不好过，我越不会被控制。详细说起来太复杂，爹只要知道你们气运相连，此消彼长。唐静柔确实更加不好过，他对我的影响，我现在可以控制。爹，咱们要的不是可以控制，而是彻底摆脱。彻底摆脱？你还要继续对付唐静柔？不然呢？她现在可还是侯夫人，无非丢了钟会，魏老夫人不待见她，威远侯对她不冷不热，这有什么惨的？你要杀了她？爹，你说什么呢？她可是侯夫人，更是我娘的庶妹，我怎么能杀了她？不过，她若离去，也是她自己的选择，跟我有什么关系？是吧，爹？王爷，陛下宣您入宫。知道了。爹，皇祖父除了是皇上，还是你爹。儿子对爹，其实不仅仅是君臣。皇祖父除了是皇上，还是你爹。你倒是有个好女儿。陈安心思缜密，做事一环套一环，先讨来见君不贵的特权，再借齐荣尧算计太子，赶走齐平乐，最后迁出威远侯府。威远侯府迁出太子谋逆，旁人只当他容不下齐平乐，谁知他盯着的从来都是东宫。齐平乐、唐静柔不过是他的棋子。爹，
唐静柔收留齐平乐，魏远侯咄咄逼人，齐荣瑶记恨玉儿，这些难道都是玉儿逼他们做的？他流落在外14年，究竟经历了什么，才会有这般心性，这身武功？他本该被儿臣娇养着长大。那你就争气些，已经浪费了这么多年，别让他白白为你谋划。儿子不会让爹失望的。当年儿子受唐静柔影响，才逐步退出，也是爹成全，让爹费心了。朕不过为了江山社稷，何况如今早已不是10多年前了。儿子是爹教大的。哼，混小子也学会拍马屁了，起来，丢人！又是你那好女儿提醒的吧？这么大的人，还不如一个小丫头聪慧。那是我女儿，那还是我孙女，你得意什么？女儿，我的。爹，我都多大了？再大也是我儿子！站住，别跑！不跑才是傻子！陈安可以解决那玄之又玄的事，朕便帮他们一把。来人，让那个逆子去皇后宫中反思1个时辰。娘娘，御书房传来消息，陛下震怒，瑞王被罚了。看来这两父子是谈崩了。今日大殿上全是齐之玉在蹦跶，毁了我皇儿的储君之位。现在看来是瑞王有事没来，才没能阻止。只要瑞王还对唐静茹痴心不下，他就必输无疑。去给吴王送个信儿，唐静茹还有用。夫人，您可算醒了，先把药喝了吧。喝什么药？让我死了算了。管家全没了，脸面也没了。我熬了这么多年，难道还要看那些贱奴的脸色？齐之玉，都是因为他。侯爷，侯爷，是妾身无能，让您丢脸了。与你无关。今日这事儿是瑞王妃和陈安郡主逼得太狠。侯爷的意思是，瑞王不知道？瑞王将入宫，就与陛下不欢而散。陛下罚他去皇后宫中反思。我就知道，他心里还是有我的。有瑞王压着，我倒要看看齐之院还能翻出什么花样。吴王若败，我们这些人一个都跑不了。换条路。是。王爷留步。王爷，你害得我好苦。你苦不苦，与本王有何关系？你滚！救命！救命！快来人啊！有人调戏我家夫人！王爷，请你自重。怎么回事？大人，妾身好好的坐着马车赶路，却被瑞王拦下调戏，还请大人救命啊！侯夫人，此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大人觉得我会用自毁名节来污蔑瑞王？大人若是不信，就请瑞王出来说一说，我们可以当面对质。王爷，您看。大人，我们王爷并不在马车内，魏远侯夫人所言实在是荒谬至极。王爷，你自己做过的事情，你自己不清楚吗？大人，我爹可不在马车里。侯夫人，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可能？瑞王明明就在马车内。本郡主好好坐马车出府办事回来，却被侯夫人在巷子里拦了下来。她莫名其妙的扯什么让我爹不要跟吴王争太子之位，不然的话就要毁了我爹。大人，我可以走了吗？郡主请。齐之玉，你不能走！刚才明明是瑞王在里面，我还听到他说话了。证据呢？我的人都听到了。你也说了，是你的人。他想方设法的送我东西，还对我处处照顾，这不是因为他对我别有心思？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爹做这些都是因为你是我娘的妹妹，我爹吩咐下面人对你多加照顾，完全是看在我娘的面子上。侯夫人，亲情关照不是你自作多情的资本。胡说！要真是这样，为什么以前瑞王不澄清？澄清了，你会怎样？让外人知道你如此恬不知耻。走，
若是有人敢拦，撞过去，生死不恋。是，驾！侯夫人，原来你也怕死啊，倒是会装。大人，你看到了？看到了。大人就没有什么想做的？他当众羞辱我。侯夫人若觉得郡主所言是污蔑，可以来衙门报案。只要拿出证据，本官一定公平判决。不，什么看在瑞王妃的面子上，都是齐之羽给瑞王找的遮羞布。我一定要确定瑞王的心意。回家，回娘家。怎么样，清照引过去了吗？去了。二哥这一手引得漂亮，今天这场戏才算唱全了。我就说别人看我像纨绔，那是他们眼神不好。是，二哥最有本事。走，爹娘都等着呢。娘，我回来了。刚接到宫里的消息就急着出门，我还当出了什么大事，原来又是替别人收拾麻烦。王爷对他照顾有加，是因为我。王爷，静文伯夫妇来了。爹娘，咱们去见一见。对，咱们去见见。下官见过瑞王、瑞王妃、世子、郡主。静文伯，不用多礼，坐吧。玉儿是吧？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受苦了，外祖父无能啊，没能早些发现你被报错了。我不是报错，我是被偷换。至于你说的早些没发现，你如今的夫人应该听她女儿唐静柔说过这件事情。玉儿，你误会了，你姨母绝对没有做过。是吗？那她为什么非要鼓动我快要临盆的娘去给我过世的外祖母祈福？那是因为当时有高僧正好云游到此，你姨母也是为了你母亲。玉儿，你不要误会你姨母，你姨母一直把你母亲当成亲姐姐的。哦，按照你这么说，那唐静柔怎么还会误会我爹对她的关照是痴缠，而不是因为我娘才多照顾她？是啊，为何侯夫人那么想？玉儿，我知道这些年你受了很多苦，你要觉得是你姨母的错，那就是她错了。玉儿，只要你心里好受就行，我们怎样都可以。既然你这么说了，那就让唐静柔去衙门投案，当年是她安排人偷换了我。玉儿，你这是要逼死你姨母啊！刚刚不是你说的，只要我好受，你们怎样都可以吗？那你说话是放屁，还是说你们就等着我原谅，不追究了？齐之玉，你敢打你外祖母！我还第一次见上赶着挨打的。京城的风俗真不一样。你放肆！放肆？这话该我说。我乃堂堂郡主，你区区一个薄夫人，在我面前大放厥词，还戏耍于我，我打你算轻的。唐志柔装模作样的坑我爹，你们不阻拦不说，还推波助澜。京城里那些我爹痴缠他的风言风语，别跟我说没你们的手笔。王爷，你就这么看着他打我？玉儿，这就是你的错了。家里这么多嬷嬷小仙你不用，非要自己动手，难道你不知道你手打疼了，我跟你娘还有你两位兄长会心疼？你有话说。疼！爹，你没被什么东西附身啊？蠢货！那能怪我吗？你以前一直都纵着他们。以前那是我觉得他们对你娘好，如今我才知道你娘在娘家受了多少委屈。你们面慈心苦，嘴甜心和，偏偏我夫人是个不喜欢诉苦的人，让我误以为你们是她真正的家人。别怪我太过疏忽，直到最近才调查清楚你们做下的那些恶心事。王爷，您在说什么？本王倒是没想到，那些后宅手段静文伯用的格外熟练。王爷，其中一定是有误会。王爷，我们知道自己身份卑微，不配攀晤王府。若是王妃嫌弃，我们自会离开，以后绝不踏入王府半步。可王爷不能如此羞辱。不用说那些，我就问你们一句，你们今天过来是干什么？别跟我说你们不知道唐静柔在街上众目睽睽之下攀扯我爹。静文伯，你不如那套迂回想要我们瑞王府托底的办法不管用了。以前我爹他们处处忍让纵容，完全是看在我娘的面子上。如今知道你们用阴招欺负我娘，你们还想得到我们瑞王府的关照，做梦去吧！打出去！以后静文伯府的人不许踏入瑞王府半步。是，以后再来瑞王府，见一次打一次。抱歉，这些年是我疏忽了，是我失察，让你受苦了，错在我，我认。走了。不是，还没看完呢。这种时候留给爹娘自己说。原来爹都是为了娘，爹也真是的，为什么不跟娘说？娘也是，早些把自己的不满表现出来啊！我当初还想找爹问清楚，娘一直压着我不让我去问。大哥，你确定二哥出生的时候没有报错？应该没有，而且他容貌太像爹娘了。妹啊，我是在府中出生的，不会弄错的。那就好。老二，
你去陪陪你娘。是我疏忽了，下一任帝王人选能是什么好人？有些事情简单一些更好。况且我会帮唐静柔，也不是出自本心。爹，你调查静文博他们是怎么回事？都是一些明着为我娘好，实则是让我娘吃干哑巴亏的事儿。这也算是一报还一报，也让他们尝尝有苦难言的滋味。玉儿，幸亏你回来了。皇祖父站在咱们这边，太子被废，魏远侯他们肯定慌。那些大臣这些年跟吴王捆绑太深，爹，吴王是有能力的，就算他比爹差，那些大臣也会拥护吴王。那些慢慢解决。大哥，爹要当太子有个致命弱点，子嗣。爹可就3个孩子，还没有妾室通房，孩子少没问题，有个可以传承的也行。对，这也是他们会攻博爹的地方。老二不行，妹妹是姑娘，至于我，还没见过哪个残废能当皇上。对，玉儿，只要我跟爹运作得当，你可以当女帝的。虽说以前没有先例，但是妹妹有这个能力。爹，咱们好好的合计合计，到时候让他们接受妹妹。若是有人不接受，就换。儿子，我觉得你先担心一下你的小命吧。啊？我现在就送你上路！你多恨我，让我去当女帝！妹妹，女帝那是帝王啊！11年到头，就在1亩3分地，天天看奏折，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干得比牛多。坐牢还有个出狱的时间，当皇上那是一辈子无期徒刑，干好了是应该的，干不好就是昏君。大哥，你放心，我会治好你的腿。等爹成了太子，登基之后，你就是板上钉钉的下一任太子。玉儿，为什么我觉得当储君也不是什么高兴的事儿？你见哪个牛马开开心心的去干活的？爹，您要是当了太子，以后登基了，一定要多当几年皇上。你可真是我的好大儿。要不是不争那个位置，咱们就活不成了。其实我觉得当个闲散王爷也挺好的。过几天我把药材准备好了，开始治腿。谢谢你。大哥，其实你可以期盼一下，爹娘再给咱们生个弟弟。你别想了，与其你想着有个弟弟，还不如想着你生儿子来培养，到时候可以越过你传位给他。爹，你所言甚是，娘年纪大了，再生产确实危险，而且也不能保证一定生出来的是弟弟。倒是，你还真想自己负担这份责任？从小到大，我怎么教你的？爹，妹妹太黑了。哼，那不是挺好？至少不会被欺负。还装？现在都知道你污蔑瑞王，这么多年，你故意的放出瑞王痴缠你的谣言，人人都知道我威远侯府有个你这样爱慕虚荣、不知廉耻的侯夫人。我当初怎么娶了你这么个祸害？侯爷，妾身已经去娘家找了妾身的爹娘出面。靖文伯，你确定瑞王会出面澄清？这是夺嫡之争，更是生死之争，输就是死。肯定会，他很敬重我爹。你知道的，你的名声毁了，侯府也会跟着败丧。我心疼侯府，也心疼你啊。侯爷的难处，妾身明白。侯爷，靖文伯，是我爹娘来了吗？肯定是瑞王要出面澄清了。就算是瑞王出面，侯爷，妾身觉得咱们也不能轻易原谅，要让齐之玉上门来认错。到底怎么回事？靖文伯夫妇被瑞王府的人给打出来了。你在说什么？而且什么？瑞王殿下有令，威远侯府若再一意孤行，休怪王府不讲情面。这就是你说的瑞王澄清？侯爷，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误会？你去跟全城百姓说，你去跟勋贵世家的人解释。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是你们不知好歹，享受了庇护不说，还要污蔑瑞王。侯爷，妾身也不知道为何瑞王会如此。哭有什么用？没用的东西！侯爷，吴王派人来了。我是担心唐静柔还会弄出什么幺蛾子。
他不过就是吴王他们推出来的弃臣。当年威远侯之所以会迎娶她，无非就是看到我对他的关照。威远侯以为我是痴迷唐静柔，殊不知我完全是把她当成亲人。咱们把他们当亲人，他们却把咱们当傻子耍，实在是可恶。以后我就当没他们这些家人。娘，这就对了，他们不配。以后有什么就直接跟我说，不用觉得我忙。你的事情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麻烦。孩子们还在，你胡说八道什么？没有，绝对没有。爹娘感情越好，我们越开心。娘，不用担心唐静柔，她区区一个马前卒，不用爹来操心。她有什么，我们兄妹来处理就是了。爹需要对付的是吴王。王爷，是齐平乐拦车求见。齐平乐，我大哥的养女，看在大哥的面子上，本王也得见一见。民女拜见王爷。何事找本王？王爷，求求您带我去见一见瑞王。我不想见到，因为我害得威远侯夫人身败名裂，一切都是我的错。还请瑞王不要再针对收留我的侯夫人了。陈安，你知道本王要来，好大的阵仗，这是心虚了？主要是被人泼脏水泼多了，提前准备一下。毕竟我爹喵担心我亲自打人手疼。郡主，我知道你恨我，但你也不能因为威远侯夫人收留了我，就这样诋毁她，坏她名声。你可知道女子名节高于一切？你这是想要侯夫人的命啊！王爷，你也是这么觉得？本王不知事情始末，不予评判。王爷这话说的可不对。王爷若是觉得齐平乐的话毫无道理，在他拦路之时就该呵斥他，而不是带他来对峙。如果王爷不是认同他的话，那王爷带他过来干什么？故意的来污蔑我爹？本王见齐平乐很是可怜，这才跟过来看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一个鸠占鹊巢的假货被赶出去，可怜。王爷，你的是非观很有问题啊。他们毕竟有14年相处的亲情啊，王爷还容易被儿女情长所左右。就算是要赶他离开，也不至于逼死他。王爷果然是心善啊，设身处地的为侵害自己利益的人考虑。平乐，你这是干什么？你这个傻孩子！这么多年，姨母一直当你是亲人，就算是姨母被赶出侯府，姨母也不会让流落街头的。威远侯，你这个蠢货！齐之玉真是把我所有的路全都给堵死了。丫头！你个小人！当初你说过会让我家丫头吃好喝好，过富贵日子，现在你要把她赶出去，我不答应！你胡说八道什么？娘，你误会了，侯夫人没有要赶我出去，你先回去。我呸！谁胡说八道？当初要不是你说让我家丫头去享福，我才不会把我家丫头给你调换的。大家伙快来看呀，欺负人了，没法活了，我的命好苦啊！哦，原来当年调换孩子，果然是唐静柔你指使的。我没有，我怎么知道她怀的是个姑娘？你当时找了好几个快生的，谁生了丫头就报给你。你闭嘴！你还要害我吗？唐静柔，你最好给我个解释，不然的话，混淆皇室血团这个掉脑袋的罪名，你担不起。他胡说的，谁胡说了？这就是当初你给我的。齐之玉真正要对付的人是我，把偷换瑞王子嗣的阴谋按到我头上，让我彻底失去储君之位，好狠，好绝！他胡说的，随随便便的拿出来一根簪子就说是我的，说是谁人家来害我的？这事情还是直接禀明皇祖父吧，毕竟我不相信一个侯夫人会因为嫉妒有胆子去偷换王爷的子嗣，这背后说不定还有什么大阴谋，可是要诛九族的。就凭一个乡下老妇的胡言乱语，郡主你就信了？哪里来的破单子也能做物证？谁说是破单子？这是你当年赏给我的，这上面有字。
是会。瑞王妃的闺名中可是有这个字的。原来是瑞王妃的簪子，原来这一切都是瑞王妃自导自演，故意来陷害我的。此事一定要禀明陛下。瑞王妃为了对付我，不惜与人合谋偷换亲生女，为人母冷血无情，身为皇家妇，混淆皇室血脉，陷害朝廷大臣，岂能轻饶？休要胡说！我娘为何要换掉我？她就是嫉妒我，因为瑞王痴迷于我，他得不到自己夫君的心，他不惜用自己亲生女儿来陷害我。我是真没想到，姐姐为了坑害我，可以隐忍这么多年。姐姐怎么能如此糊涂？王爷，你怎么说？此事事关皇室子嗣，本王自然是没法评断，还是进宫请父皇定夺为好。样式倒是老旧，这是当年威远侯夫人给你的酬劳。娘，陛下为你画呢，说民妇。民妇。娘，你说这簪子的主人是让你换孩子的人？对。齐平乐，你这样误导可是没用的。唐静柔拿着这簪子给他，你扯什么簪子主人，在这儿跟我偷换概念呢？当年是他让你偷换孩子的吗？对，就是他。看，这样多清楚。姐姐如此恨我，为了害我，连自己的骨肉都不顾，我认了。可姐姐，我夫君一家是无辜的，请不要牵连他们。这簪子到底是谁的？姐姐有的。当年这种款式，京城很是抢手。爹最宠爱姐姐，有什么好东西肯定给她买。不信可以去问问其他人有没有印象。不用问了，这簪子确实是我的。不过这簪子我就戴过一次，是我及笄之时，然后这簪子就被你要了过去。当能来参加我及笄议的人全都能作证，侯夫人若是不信，可以请他们来证明一下。那些所谓给我的好东西，都是从我这边过了一遍，最后全都落到你手里。你胡说，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让人去搜一搜不就得了？皇祖父去威远侯府找一找。是。皇祖父站着好累，坐吧。谢皇祖父。朕让你做了。父皇，瑞王可以做，我就不配吗？这么多年，在父皇心里，真正的太子只有瑞王是吧？是儿臣鲁莽了。父皇，里面的东西都对。唐静柔，你还有什么说的？不是的，陛下，这些东西臣妇多年没有查看，也许是什么人偷走了。这一切都是瑞王妃嫁祸给我。我母亲过世，父亲以你母亲跟我熟悉，照顾我为由将她扶正。其实你只是极恨我的，所以有什么好东西，你才会找各种由头要走。父亲有了你们母女，心中自然没了我的位置。他要一个好名声，营造对我格外宠爱的假象，实际上就是哄骗我。所有好东西全都落到你手里，唐静柔，你真的以为我不清楚你们的小把戏？姐姐，你怎么能这么想我？想爹，你真的是……我真的是给你们脸了。以前我不说，是因为我还小，没有能力反抗。我不说，并不代表我不知道你们的肮脏心思。我娘的东西，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全都抢走。你就是喜欢这种把我娘踩在脚下的感觉吧？毕竟以前你可是庶出，你的身份就算是你娘被反正了，也改不了。郡主，你在说什么？你们非要这么污蔑我吗？威远侯，你怎么看？陛下，臣有罪。侯爷，真的不是妾身做的，是……闭嘴！混淆皇室血脉，好大的胆子！先关起来吧，让朕想想怎么处置你们。罪臣谢主隆恩。不是的！闭嘴！退下吧。爹娘，二哥，救救我，救救我！当年我被你爹娘搓磨的时候，你说有人救我吗？可你不是已经回来了吗？还成了郡主。我女儿回来了，10多年受的苦就可以当没发生过吗？齐平乐，你怎么能这么无耻？你就是自私冷血，
你去威远侯府，不就是觉得他们跟吴王有关系，可以继续保你荣华富贵？你害完我们，现在你哪来的脸求爹娘救你？好了，别在这里加戏了。从一开始我就没把你放在眼里。滚！老四，你怎么说？是儿臣不察，被人利用。罢了，你回去吧。是。哼，真是烂泥扶不上墙，手段如此拙劣。若不是当年老大一个劲儿的退让，何至于让老四坐上太子的位置？混账东西！我不退让怎么办？受制于人吗？老头子纯粹是火没处撒了。我的爹呀，你太惨了，谁都能欺负你啊，现在还要被骂。我是在皇宫吧？我不认识这个人。我的爹呀！闭嘴！你想干什么？我的爹啊！住口！你爹还在，不用你来号丧。行了，你想要什么？我爹没做错，都被皇祖父骂了。那吴王是非不分，更该骂，不然不公平。哈哈哈哈！不愧是你儿子，儿臣的孩子维护儿臣乃是人之常情。哼，好一个人之常情！给朕滚！你看我干什么？我看二哥好看。那当然，我走到哪儿都有姑娘偷偷瞅我呢。吴王有百官，我爹有皇上，更何况有我在，我爹又怎么可能会输？小的时候，老大也是这样，对着我各种撒泼打鬼。呸！长大的那个混账就会装了。撒泼耍赖，妥妥就是老大的翻版。来人，拟旨。圣旨到。我是谁？我在哪儿？到底发生了什么？吴王殿下，接旨吧。殿下，父皇这是何意？雷霆雨露皆是君恩，父皇啊！你可真是儿臣的好父皇，你的眼里就只有老大吗？不认可我，我偏要那个位置。到时候父皇，你就能彻底的看清楚谁才是最适合的人选。我要把瑞王彻底踩在脚下。什么？父皇给瑞王府赏赐？是。父皇，你真是太偏心了！一道圣旨来斥骂我，转过头来给瑞王送了那么多赏赐，父皇这是什么意思？是想告诉世人他大错特错，而瑞王受了委屈？瑞王他们要嘲笑死我了吧？威远侯有靠山，德妃主要是威远侯的儿子，如今他在边关，那边战事正紧。他儿子打仗挺厉害，太子挺有本事的，支持他的人都不简单。而且，魏老夫人也不是个善茬，她看似不管威远侯府的事情，其实她是支持的。娘说的是，她要是真看不上唐静柔他们做的事儿，早就阻止了。吴王登基，威远侯府跟着得利，在足够的利益面前，什么对错手段都不值一提。威远侯手中还有兵权，要直接处置他不容易。那就慢慢来。那咱们分工一下。如何分工？爹主要展示自己的能力，得到百姓的认可。娘呢，就继续让人知道我爹的仁慈宽厚，布施帮百姓。玉儿，你会觉得娘心机太重了吗？我做那些事情，想法并不纯粹。那又如何？百姓确实是得到了好处，娘也确实帮了很多人。论心不论迹，论迹寒门无孝子；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凡人。玉儿说的对，这些年让你费心了。大哥，我会尽快让你康复，到时候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至于二哥，继续跟那些旁支庶出交往，有机会取代那些跟吴王交好的世家子弟。啊，妹，你以为你的伪装咱妹看不穿？不是妹啊，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宫中能养出来单纯的孩子，那样的不是应该早就没了吗？那我们都分派完了，妹啊，你负责哪块？我打辅助，
哪里需要去哪里。我妹是个多面手，其实真想把他们全嘎了，可惜实力暂不允许，只好徐徐图之了。玉儿，那簪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娘，你不知道簪子的事儿，这事不是你俩商量好的吗？当然没，若是商量了，当时娘的反应不真实，很容易被人看出来破绽。我不过就是去了一趟威远侯府，翻出来那个有代表的东西。至于齐平乐亲娘，只要告诉她唐静茹要把齐平乐赶出去，为了继续过富贵日子，她自然知道拿着这个东西要如何做。等会儿，我有些乱。你怎么知道唐静柔把娘的东西压箱底？还有齐平乐的亲娘怎么就会听你的话？万一其中出了什么差错呢？二哥，你不会以为我只有一套计划吧？更何况随机应变不是基本操作吗？对不起，是我单纯了。朝中总会有中立的大臣吧？中立派以那些大臣为主，他们……我明白了，我回房去想想后面如何布局。玉儿，以前到底是过的什么日子？韬光养晦。若是咱们没把妹妹找回来，应该过不了几年，妹妹也会离开那个戚家。只不过，那个时候，我们恐怕就再也找不到她了。该死的齐平乐一家，真是恶心！他们跟那家人居然是一个姓氏，我收拾他们去！站住！不用。哥，你要放过他们！应该有人会替咱们下手。你们干什么？放开我！就这么点东西，真是没用的东西。行了，别挣扎了。以前你的那些姐姐没一个逃出去的。我还有姐姐？有啊，怎么没有？不过家里日子过不下去，他们就去给家里换钱了。你们把他们给卖了？你们还是人吗？我不要被卖！好的，别打他脸，打伤了卖不出个好价钱。年纪差不多，应该能卖得更高吧？肯定能，就这大户人家养出来的，水灵灵，肯定受欢迎。你们要把我卖到什么地方去？你们不是人！你是人，占着人家的位置享福。我那是不知道，又不是我要被换的，我是无辜的。得了吧，你10岁的时候娘就过来找你了，你给她的首饰银子我又不是不知道，你真觉得自己没错？你跟人家王爷说你被报错了啊？没说，还不是想霸占那富贵日子？你放肆！还放肆？真以为自己是王府的千金大小姐了？你个假货！爹，早点卖了她，省心。别乱动，要不是你，我们至于昨天就跑出来在这个破屋子里躲着吗？就知道惹事。傻站着干什么？快走！别叫我，把他们带走，我永远都不想看见他们。齐小姐，你家人都在这里了。没错，带走，这辈子都不想再看到他们。动手！这是你们逼我的，戚之韵、瑞王府，你们给我等着！你们是威远侯府的人，是需要我做什么吗？是要对付瑞王，我一定竭尽所能，不管什么代价，我都愿意帮侯府办事。是，所以还请姑娘一起上路吧。为什么？因为你死了就是对付瑞王最好的办法。都弄好了，点火。陛下，今早威远侯府的魏老夫人来投案自首，她在宫外候着。哦，宣，罪妇拜见陛下。事情不是还没调查清楚，老夫人倒是自己去投案了。罪妇不知道就算了，但知道那凶案现场有我威远侯府的腰牌，自然不能当不知道。更何况那葬身火海的还是齐平乐一家人，他是从威远侯府离开的，此事总跟侯府脱不了干系。此案查到什么了？凶手是先杀人再放火，现场痕迹全被烧毁，只有门口遗留的烧掉大半的威远侯府腰牌。如此看来，确实跟威远侯府关系很大。陛下，罪妇绝对没有派人做过此事，但有人若是想让罪妇一家去死，罪妇可以成全。陛下，承安郡主求见。宣，皇祖父，怎的这么早进宫？可是有事？父皇果然偏心，从未对我如此效果。
听闻有人杀了齐平乐，我把杀人凶手给带来了。怎么可能？那些是侯府的死士，他怎么会知道是谁杀的？一定是在故弄玄虚，哗众取宠。老身也想看看，到底是何人拿着我威远侯府的腰牌去杀人。魏老夫人，你这话真是有意思。拿着你威远侯府腰牌去杀人的，当然是你们威远侯府的人啊。郡主可有证据？要不咱们先把凶手带上来看看。皇祖父，杀了齐平月一家的就是他们，他们呢，则是威远侯府的侍卫。郡主，你休要胡说！这些人确实是我侯府侍卫，但他们怎么就是杀人凶手了？你这样说可有证据？陛下面前可不能诬告。我有证人啊，他们杀人的时候，有人亲眼。郡主所说的证人是谁？纵火杀人，此案动静不小。那人既然亲眼目睹，为何不早报案？还是说那人刚刚知道现场遗留了我侯府的腰牌，才迫不及待去找你？为何不去衙门，不去威远侯府，偏偏去找跟此案毫无关系的郡主？还是说是郡主主动找到的这个证人的？为何郡主要对一个不相干的案子如此关心？魏老夫人，你太激动了。不是老身激动，而是郡主所言疑问太多，老身的问题还请郡主一一解释，不然令人难以心服。不用一一解释这么麻烦，老夫人看看那证人，你的所有问题便有答案。好，烦请陛下宣证人入宫。张阁老，麻烦了。郡主，你这是何意？我的意思就是老夫人想的那样，证人就是张阁老啊。老夫那日亲眼见到殿上这几个人杀了齐家满门，放火之后将威远侯府的腰牌扔到门口。杀人放火，栽赃嫁祸给当朝王爷，威远侯府好大的威风！废黜威远侯爵位，贬为庶民，一干人等押入天牢，等候发落。谁给威远侯府的胆子，竟敢陷害当朝王爷？父皇这是就差指着我鼻子骂了。皇祖父，威远侯都没了，那他手中的兵权也该给我爹作为补偿吧。陛下，万万不可！此事关系着京城安危，岂能随意交给他人？怎的？你的意思是说，我爹想要弑君杀父？郡主，臣的意思是，这位置至关重要。所以就是吴王的亲戚可以担任，而我爹这个皇子没资格。原来吴王的外戚比皇子都可靠啊！陛下，臣绝无此意。瑞王，你要尽快接手，不要闹出来乱子。父皇，是儿臣的错，儿臣不知道威远侯府竟然会做如此荒唐之举，是儿臣不察。你全然不知？儿臣不知。陈安，你怎么看？皇祖父，我觉得呢，也许吴王说的是对的。他以前是在东宫，又怎么可能时时跟威远侯府联系？只要把我摘出去，威远侯府还能再拉起来。要我看啊，就是有的人心大。吴王当初当太子当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把我给偷换了？我被找回来之后还弄这么多事情出来，他们什么意思？齐之运，好狠！踩死威远侯还要坑死我，让我的人心动摇！你必须要死！放心，皇祖父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罢了，既然此事与你无关，你也不用自责，起来吧。王爷，走吧。张阁老，怎么站在瑞王那边？张阁老一向不参与夺嫡，此事恐怕真的是被他碰上了。可，王爷，瑞王他们怎么知道张阁老看到了？本王如何知道？张阁老，王爷倒是有个好女儿。是，郡主把老朽带去城外，王爷就没什么想说的。玉儿，怎么回事？张阁老，你这就不讲诚信了。你是不是答应过我，只要我能缓解你夫人的病痛，你就跟我去个地方？我想吃碗汤面。那老朽也没想到，郡主是让我去看一处隐秘的事发地点。阁老，最开始你也没问啊。老朽相信，以郡主的能力，肯定有办法在不嘎人的情况下达成目的。张阁老，难道你觉得那些人不该嘎吗？把亲生女儿卖到那肮脏地方的畜生，还有被我家养了14年，为了利益毫不犹豫转过头来对付我家的白眼狼，嘎那么痛快，都是便宜他们了。王爷，郡主果然非同一般。本王也是觉得玉儿太过善良心软，本王时时担心，生怕她这性子吃亏。王爷觉得郡主心软？玉儿的能力足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要了吴王性命，可菊儿为了江山稳固，为了不让社稷动荡不起战乱，按部就班地去做事。张阁老，如此，本王的女儿还不心软吗？真有道理啊！老臣还有事，不耽误王爷跟郡主了，告辞。阁老，请。是谁气到阁老了？这得抓起来打顿板子。瑞王，陛下把他抓起来打吧。他
他怎么惹到你了？当年的太子回来了，用最优雅的姿态做最不要脸的事儿。那个表里不一的太子又回来了。这小子，陛下不担心吗？吴王当太子这么多年，朝中大部分臣子可都是跟他捆绑在一起的。若是真的换人，吴王当太子多久了？这么多年都没把位置坐稳，何止是不如老大，简直是没法比。当皇上的能有什么好人？无耻不可怕，可怕的是能力不够，手段跌劣还没用，才真是无可救药。瑞王这一仗毁了威远侯，夺了兵权，赢得漂亮。下一步他要如何走？玉儿，你自己闯张阁老家了，你这孩子要是被他们侍卫发现，伤到你可怎么办？娘，你多虑了，咱家侍卫都没发现妹妹半夜出去，我妹厉害着呢。玉儿再厉害也是个孩子，你们也是的，不知道提前把张阁老家的布防图给玉儿吗？娘，我妹也没给我们这个机会啊。那个，我插一句啊，玉儿，你说区别对待。张阁老家的布防图，咱家也有吗？不光是张阁老家的，但凡是京城里你说得上来的，咱家全都有。你也知道咱家这些年的处境，我不求咱家能走到什么位置，但自保的能力总是要有的。爹，你是怎么好意思用这么委曲求全的神情，说出来那么丧心病狂话的？这也是逼不得已，没办法。行吧，这很对味儿。看不出来，二哥平日里还挺忙的。妹啊，你怎么看出来是我做的？也就只有作为纨绔子弟的你，才有机会没事去人家溜达。这种事情，只有二哥你最适合。我就是这么厉害，但我终究没有妹妹你彪悍，直接对张阁老下手。我喜欢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魏老夫人不是想要栽赃嫁祸吗？那我就找个绝对权威的证人，亲眼见到，这不就完事了吗？证据、反驳，哪需要那么麻烦？雨儿做得好，谁跟他们去扯皮？魏老夫人那个老盘婆用那么龌龊的手段来害咱家，还得是我儿厉害，把她的计划从源头就给掐灭了。齐之玉，瑞王，该死的！这次交锋我损失惨重，现在到底怎么扭转局面？王爷，进！王爷，娘娘让人带来口信，长公主的小宴就要到日子了。知道了，下去吧。对，我怎么忘了长公主的小宴？齐之运若是身败名裂，也好让追随我的人看看我的手段，让他们知道我手里的底牌不是区区一个村姑能撬动的。瑞王，你根本没有胜算。玉儿，你看这个好看吗？这些全都送到瑞王府。郡主，您是说这些新品全都要了？对。好嘞，小的现在就给郡主全都装好，稍后给您送到府上去。娘，咱们走吧。娘，哼，郡主真是好大的手笔，你这样花钱，想过王府吗？轩儿见过王妃。郑明轩，我女儿如何花钱，还轮不到你来指责。王妃，我是一片好意，我只不过是为瑞王府考虑。郡主如此花钱，可曾体谅过王爷王妃？哦，这就是我大哥救了的那个未婚妻。大哥每次见完她就更消沉，原来是个道德绑架的极品。笑话，本王妃给自己女儿花钱，那是天经地义，需要你在这里多管闲事？郡主刚回来，肆意挥霍可不是个好习惯。若是王妃不管教，反倒纵容，真是害了她。郑明轩，你还没嫁给我大哥，就想管我瑞王府的钱财了？你惦记的够多的。郡主，我只是觉得你不该如此浪费。我堂堂郡主，买点首饰就浪费了？买可以，但是你一口气买这么多，实属没必要。郑小姐，你管得够宽啊，还管人家买多买少。怎的？谁要花自己家的钱，还要去找你先报备一下的才行？你们说你们呢，一会儿买东西先跟郑小姐禀报一下，她同意了，你们才能买啊。郡主，你又何必曲解我的意思？你难道没看到刚刚你说完全要之后，你母亲在发呆吗？她都没想到你会如此贪慕虚荣，简直是……女儿是你能说的？我女儿跟我没有隔阂，让我买东西，我是开心的呆住了。我的孩子没在我身边长大，我怎么都弥补不了我错过了他的成长时光。现在他跟我撒娇，花我的钱，我怎么能不高兴的呆住？是啊，孩子失而复得，恨不得把命都给他，区花点银子算什么？我给我孩子花点钱，好不容易有机会买点东西，还要被你说嘴，你还要指责我的育儿，你怎么能这么狠心？你不贪慕虚荣，你来首饰铺子买什么首饰？育儿，咱们走。遇到这种人真是晦气，真不知道郑家是怎么教的。这人是我大哥的未婚妻，两家有那个意思，也交换过信物，但是还没来得及提亲，你大哥就出事了。以前觉得他还挺不错的，谁知道竟然这样。这亲事我看就算了，回去我跟你大哥说去。玉儿，咱们去看看衣服。好呀，娘，你刚刚厉害了。没什么厉害的，我是你娘，保护你是应该的。大哥，找我有事儿？我听说今天郑小姐出言无多，
我替他跟你说声抱歉。大哥，你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娘跟我说的，而且娘想让我解除婚约。大哥不想。京城早就知道我们两家有婚约，更何况我的腿还是因为救他而伤。要是解除婚约，他的名声就毁了。大哥倒是挺为他考虑的。大哥，你喜欢他什么？不畏强权，傲骨铮铮。只是我总感觉哪里违和。他的傲骨铮铮不过是为了接近你的伪装。大哥，你上当了。咱家全都中邪了。可我的理智告诉我你说的没错，但心里总有个声音在提醒我，我没有被蒙蔽，它就是那么美好。没事，这个世界没有修行之人，哥哥自然无法反抗天道，反抗不了就把源头解决掉。既然还没有提亲，咱们先观察观察，若是误会了那更好，若是有什么不合适的，在提亲之前弄清楚，对谁都好。娘，二哥可有喜欢的姑娘？还没有，你二哥那个名声不是太好，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那就好那就好，至少二哥没有恋爱脑，目前只需要集中火力解决大哥的就行。月儿怎么想起来问这个了？因为我看大哥对郑明轩挺上心的。哼，以前还觉得他是个好的，现在看来也是个拎不清的。就算是长嫂如母，那我这个亲娘还活着，轮得到他一个没过门的大嫂来说？你大哥也是不同意毁了婚约，他说你的意思是再观察观察。娘，大哥毕竟是投入感情了，生硬的分开，他为了咱们肯定会同意，但我不想他心里别扭。若是大哥觉得亏欠郑明轩，以后他要是求大哥办什么事情，大哥因为愧疚替他办了。你说的对，这个可能绝对不能有。娘也看出来郑明轩不是个好东西，咱们呢就彻底的揭穿他，让大哥看清楚，到时候分开了，大哥只会厌弃，不会愧疚，如此也就不会有以后的麻烦事了。见过公主，免礼，坐吧。这就是陈安，倒是长得水灵，不像是受苦的模样。长公主觉得我应该是个什么模样？放肆！齐之玉，谁给你的胆子敢这么跟本宫说话？殿下息怒。瑞王妃、陈安郡主，这就是你们的规矩。长公主，难道你不知道我可以见君不跪？怎的？你比陛下还要尊贵？你可以不跪，瑞王妃，你呢？长公主，你找茬想干什么？按理说你是我的姑姑，怎么也应该关心我，你还来句我不像是受苦的模样，怎的？我受的苦多了，你看着开心？自然不是。不是，那你那么问是几个意思？还是说你想隐身一下，觉得我没吃苦，那齐平洛就不应该被赶出去？他不被赶出去，唐静柔也不会收留他，也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我闺女真敢说啊，直接把他的底裤都扒了。难道不是？你别那么不懂事，不过是一件小事，却惹出来。长公主，你要是觉得魏远侯，不对，他现在是庶民，你要是觉得魏家冤枉，你可以去找陛下，去跟陛下说张阁老老眼昏花做了伪证，说陛下老糊涂了，处罚不公。郡主，长公主。齐之玉，你住手！来人，把齐之玉给我拿下，生死不论。齐之玉，你也有今天。月儿，血！齐之玉，你竟然敢杀长公主的侍卫！齐之玉，你好大的胆子！来人，立刻将齐之玉斩杀！还是腾出位置，别影响我闺女发挥，不自量力！齐之玉，长公主，当年你出生之时，正是皇祖父他们夺嫡最激烈的时候，而你的母妃更是早就成为争斗的牺牲品。是我皇祖父护着你，是我皇祖母把你当成女儿般养大，这些你全都忘了是吗？谁不知道父皇最疼我了？皇兄护着我，那是为了讨好父。长公主，你没良心，讨好先皇。那个时候先皇身体已经不行了，继位的人本来就该是陛下。若是你这个先皇最疼爱的小公主惨死，你猜先皇会不会被气死？只要先皇驾崩，陛下立马名正言顺登基。这种情况下，陛下为何要费心费力护着你？放肆！瑞王妃，你怎敢如此跟本宫说话？哎呀，歪了！哎呀，力气大了的点，正过头了，再来！哎呀呀，长公主，你怎么还是摔了？我可是好心想把你扶正的。来人啊！陈安郡主要造反！造反！我大个公主还跟造反联系上了？什么时候长公主坐上皇位了？我怎么不知道？报官！陈安郡主以下犯上，殴打长公主，当诛！齐之玉根本不是人，说动手就动手，现在谁敢动一下，绝对会被送上路啊！
驸马！皇兄，你要给我做主啊！陈安，怎么回事？长公主这个小燕就是要毁我名声，一来就先说我不像受过苦的样子。我听到她这话，就知道她后面要说因为我小气没有容人之量，把齐平乐赶走，才会有了后面一系列的事情。我先一步把长公主的心思戳破，长公主就恼羞成怒，要让侍卫拿下我。陈安所言是否属实？皇兄，我只是觉得是不是？是，但陈安嘎了我的侍卫啊，那可是我的人，他说动手就动手，谁给他的胆子？你让侍卫来抓陈安？对啊，他冒犯我呀，就该抓起来好好教训教训。陈安，你有什么说的？长公主下令拿下我，生死不论，保命啊！我哪里还有时间去管他们是死是活？胡说！你的武功明明可以不杀他们也能自保。我可以杀他们，为何不杀？他们都要杀我了，我还留着他们？我有病啊！皇兄，他真的是无法无天，而且他还打我。皇兄，你看，他以下犯上，目无尊长。陈安，真是你打的？皇兄，满屋的人都可以作证，当时就是陈安打了我。哦，是吗？谁能作证？陛下偏心都偏到胳肢窝了，这时候谁主动谁死？陛下，臣女可以作证，确实是陈安郡主打了长公主。王妃，我知道以我的身份不该如此，可事实就是事实，我不能视而不见。白眼狼，养条狗都比你强。皇兄，你听到了，陈安打我，你要怎么处罚他？是给他白绫，还是毒酒？好歹他也是郡主，我就不让他杖毙了。长公主，你忘了当年瑞王是如何照顾你的？瑞王照顾我不是应该的，我可是他姑姑。瑞王都是我的晚辈，要对我恭恭敬敬。陈安是我晚辈的晚辈，要叫我一声姑奶奶。他竟然敢扇我耳光，本宫没将他碎割万段，已经是仁至义尽。我一心护着的小妹妹，竟然毫不犹豫的要杀了我最看重儿子的女儿。好，看来是我太给他脸了。姑奶奶，皇宫之中别说是公主了，就是皇子，死的还少吗？你能平平安安活下来，是我皇祖父费心维护。谁都知道皇祖父对我有多好，你竟然半分不给皇祖父面子，设宴要毁我名声不成，立刻要我的命！长公主，你还是人吗？简直是蠢！不如这只妖，来人，给我嘎了他！谁想动我女儿？有本事从我尸体上踩过去！好，本宫连你一起嘎了他们两个！专宁，朕的御离军是你能命令的？皇兄，你为了他落我的面子！面子？眷宁，你与世隔绝的，连基本的礼数规矩都忘了不成？陛下息怒，公主并非有意冒犯。皇兄，你看不到我的脸吗？陈安打我，当众扇我耳光。眷宁，你好好的不好吗？皇兄，这是什么意思？长公主，你还不明白吗？陛下是失望，对你失望。你少在这里胡言乱语，本宫有什么可让陛下失望的？陛下失望的当然是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是没长脑子。齐之玉，你才没脑子！你有脑子，会远离我爹，亲近吴王。你敢说不是你驸马在你耳边念叨，让你改了主意？看我干什么？不打自招啊，蠢货！你管那些干什么？你今天打了本宫，就是你的错。这种极品到底是怎么养成的？先皇惯的，我能怎么办？皇祖父，长公主的事不能再拖了，该处置了。长公主为何偏向吴王，总有个理由吧？驸马总不会无缘无故的在她耳边说吴王好。我一直相信一句话，无利不起早。驸马无缘无故的亲近吴王，怎么会没有好处呢？荒唐！本宫的驸马还需要从别处拿好处，果然是没见识的乡下村姑。有谁会觉得自己钱多？就是因为你是长公主，你的驸马才能仗着你的身份去敛财。驸马，我没说错吧？郡主，今日的事情确实是有些，但你也不能为了跟长公主作对，就往我身上栽赃啊。没错，你想陷害，你找错对象了。找错对象了？那当年碾死的怨魂，他们可不会找错仇人。驸马，午夜梦回之时，他们可曾来找你索过命？你说什么胡话？驸马心善，胆子又小，你吓他做什么？陈安，你手中可有证据？我手里没有。齐之玉，你没证据，你在这里污蔑本宫的驸马。皇兄，你看到了，他先是打我，后又栽赃驸马，今天他必须嘎。证据没在我这里，不过我可以带陛下去拿。好！你真的听他胡说八道？让开！皇兄，从来没有这样对过我，刚才那一瞬间，就好像一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他在虚张声势，对，事情过去这么多年，绝不可能出事。陈安，你有把握吗？皇祖父，没把握的事儿我从来不干，但凡我出手，绝对按死对方。这是长公主的住所。陈安，
就算是驸马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也应该藏在书房或者是自己的院子，藏在长公主的房中，不太合理。合理不合理重要吗？找到证据不就好了？咱们需要关心他藏证据时候的想法吗？真有道理。来人，去搜！陛下，没有。皇兄，你听到了？齐之玉就是故意跟我作对，故意陷害我。皇兄，你竟然还信了他的鬼话！床下，去挖。皇兄，你怎么还真的信他？都没有搜到这件事情，齐之玉只能以死谢罪。陛下，找到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这东西一定是你们带进来陷害我的。来人，将驸马拿下！皇兄，你做了什么？你不能因为骗他齐之友就害驸马呀！他可是你的妹夫。入宁朕是真的没想过你会这么蠢。朕以为给你足够的富贵，给你无上的尊崇，你可以当个闲散之人，平安喜乐的过完一生，这也是父皇对你的期许。朕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但你千不该万不该，蠢不自知！来人，从今日起废除长公主之位，发配皇陵，终身不得回京。皇兄，你怎么可以如此对我？怎么可以让我接受皇当年堤坝决堤，肯定是驸马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驸马都要被处死了。长公主，你觉得你无辜？荒唐！就算是驸马犯罪，跟本宫有何关系？长公主，那你觉得驸马能成事是借了谁的势？不是的。不是什么？长公主，你是在皇宫长大的，就算是皇祖父再怎么护着你，你如今都当祖母了，你还能真的不谙世事到什么都不懂的地步？本宫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知道不重要，我知道你是个自私冷血唯利是图的家伙就行。放肆！怎么还不承认？证据要是不足，皇祖父是不会下令抓你驸马。皇兄，我是被蒙蔽的，跟我没关系，都是驸马背着我做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阮宁，你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皇兄，你这是何意？皇祖父心累啊，他从小宠到大的你，怎么能这么虚伪？谁虚伪？我爹不是太子，吴王上位，你后来亲近吴王，固然有你驸马吹枕边风的因素，但你敢说你没有趋炎附势吗？吴王当时是太子，那是未来的帝王，你跟吴王打好关系，才能继续享受荣华富贵，生怕被我爹牵连，自然转头偏向了吴王。你简直是莫名其妙！瑞王这些年深居简出，情分淡了，那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看似你被养得单纯没心机，实际上你最是阴险，好处你享受了，最后所有事情全推到驸马身上，是他害你亲近吴王，是他贪赃枉法，而你最是无辜。你真是好无辜的一朵人间富贵花。你胡说！从小在皇宫长大，皇位争夺最激烈的时候，你真的什么都看不懂。你只是比别人更有心机，利用身边所有资源，甚至越是真心对你的，你越是利用。说你一句蠢不如，都是侮辱了蠢。齐之玉，押走。皇兄，你不信我吗？我可是你妹妹，你是最疼我的，你忘了吗？淑宁，你觉得朕很蠢吗？传大理寺卿进宫见朕。皇祖父可以啊，够清醒。娘，回去了。好。郡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不应该给大家伙一个交代吗？毕竟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你而起。这天道到底是多恨我们家，让我大哥爱慕上这么个玩意儿？郡主，你不说话，是不是因为你心虚？太狠了！这一脚是往死里踹啊！郑明轩以下犯上，打30板子。郡主，你要打我？你刚刚叫我什么？郡主，臣女不是有意冒犯。有意无意，重要吗？王妃，呸！刚才你落井下石的时候，怎么不记得认识我了？不是的，我只是实话实说。玉儿，咱们走。嬷嬷，盯好了，1板子都不能少。要是半路晕过去，拖醒了继续。王妃，你不能这么对我！难道我说实话还有错了？各位请稍等片刻，我家郡主说了，还请各位观行完毕再离开。怎么样？怎么样？长公主没刁难你们吧？刁难了，不过我当场就还回去了。怎么还回去的？是骂了还是打了？以后没有长公主府了。妹啊，你这是啥意思啊？长公主被废，发配去守皇陵，终身不得回京。这事不就是应该这么干吗？这样的进度我已经很克制了。妹啊，你这个有点吓人。驸马呢？被抓了，过不了多久，应该就会人头落地，跟当年淹死百姓的事情有关。爹，后面的事情你来。放心，驸马倒台牵连甚广，拔出萝卜带出泥，
吴王铁桶般的朝堂将被彻底撕开裂口。吴王应该要气死了，想对付玉儿拉我下水，偷鸡不成蚀把米。王爷，陛下宣您进宫。老四，你要好好的看一看我的手段。太子之位，当年我可以让出去，如今依旧可以收回来。娘，我跟大哥谈吧，别伤了你们的母子情。哼，没事，他要是执迷不悟，我可以揍他。这个恶人，我来当。我也可以。玉儿动手也不是不可以，那个不省心的玩意儿。行，玉儿，你费心了。没事，揍人这事儿我擅长。娘，到底怎么了？哼，你大哥喜欢的是个恶心人的玩意儿。啊！大哥，你要做好准备，郑家可能会来找你。郑家？郑明轩家？他怎么了？保持理智，这是圈套。他是你的挚爱，他是美好的。我大哥挺厉害的，一个没有任何修为的凡人，还能跟天道气运抗争到这个地步，可见其意志力之强。不愧是被原本天道选中的人。大哥，说不定咱们对郑明帆有什么误会。大哥，你先换身衣服。好。对抗天道啊！原世界的天道想弄死我，能奈我何？同样的，这个世界诡异天道划下的规则，我也能一一粉碎。臣妇见过郡主。郑夫人，免礼。他怎么敢说的这么理所当然？郑夫人的礼数倒是比你女儿好不少。天道居然选了这种没脑子的蠢货来偷走他家的气运，不对，这天道就是在恶心人，这是明晃晃的满是恶意的侮辱。怎的？郑夫人觉得本郡主说的不对？你的意思是，你女儿的礼数跟你一样好？自然，臣妇的女儿一直规规矩矩，礼数周全。哦，那么规矩的郑明轩，却以下犯上的顶撞本郡主。那郑夫人的意思是说，郑明轩是故意看不起本郡主。不，郡主误会了。郑夫人，看你吓的，我知道郑小姐不是看不起本郡主。是了，我女儿可是齐敬晨挚爱，未来的当家主母，齐之令以后还要指望兄长撑腰，怎么敢得罪我女儿？肯定是回来被齐敬晨训了。她是看不起陛下呀。不是，哎呀，我说错了，应该用更准确一点的说法。郑明勋是在蔑视皇权，他呀，压根儿就没把皇室放在眼里。必须把一辈子所有难过的事情全都想一遍。玉儿在唱戏，绝对不能笑场拆台。郑家真是好大的胆子，今日郑明轩胆敢如此对待我女儿，看来平日里你们郑家私下没少鄙视皇室。王妃明鉴，我冤枉！臣妇一家对陛下、对皇室是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啊！绝无二心？本郡主可是陛下亲封，怎么郑明轩就可以在这么多人面前对我横加指责？今日谁说今天了？前些日子在首饰铺子，他当众说我什么，你不会不知道吧？上次我没计较，这回长公主的宴会他还来，怎的？觉得他跟我大哥有婚约，就可以为所欲为？郡主，郑明轩在大门外求见，他说他行动不便，烦请郡主去门口见他。郑明轩还能来啊？看来是板子打轻了。郑夫人，你女儿好大的架子。郡主，臣妇女儿身上有伤，这伤全都是你命人打出来的，你在这里装什么？原来是这样啊，那好吧，闹大，只要闹得瑞王府没了脸面，我女儿就是受害者。等她带着吴王的撑腰嫁进来，我要把瑞王府捏在手心里。来人，去把人抬进来。不可！郡主，臣妇女儿身上有伤，怎么能让她如此狼狈的被抬进来？这以后让她可怎么做人啊？郑夫人，你好有意思，你只考虑你女儿，却没考虑当朝郡主去门口见一个臣子的女儿，合理不合理？就这，
你刚刚还信誓旦旦的说你们郑家没有藐视皇权，你们确实没有藐视皇权，因为你们郑家把自己放在皇权之上。郡主，臣妇绝无此意，郑家绝无此意。那让人把郑明轩抬进来，有问题吗？没问题。去吧，这点痛我忍了，马上我所受的屈辱，全都可以加倍还给齐之玉。小姐。王府的人出来了，跟本小姐有婚约的可是瑞王府世子齐之玉，区一个郡主又算个什么？你们干什么？怎么了？你是何人？齐之玉呢？奴婢是瑞王府的下人，郑小姐求见我们家郡主，奴婢们这就抬郑小姐进来。我受伤了，动不了。郑小姐，正是因为你受伤了，奴婢们才抬你进去啊。也是我们郡主心善，怕你们人手不够，这才让奴婢们出来帮忙。放开我！放开我！我说过别动我！怎么说我也是大臣之女，瑞王府的下人还敢对我用强不成？郑小姐挣扎得太厉害，我要是强行带她出来，会伤了她。你们几个把马车车厢给拆了，这样方便抬郑小姐。你们干什么？你们简直是欺人太甚！雪儿，娘，不哭。你们母女哭什么？在我们王府门前跟哭丧似的，真是晦气。就是这样，齐之玉，你越嚣张越好。我要让全京城看看你的真面目，逼其静寒表态。只要他站在我这边，郡主，你为何要这么逼迫臣妇的女儿？我怎么逼她了？我女儿受伤趴在马车里，你府中下人竟然拆了马车，让我女儿狼狈模样暴露人前，这还不是逼她是什么？是她说她进不了我家的，我让人抬她进来有什么问题？荒唐！非要抬进去，难道不可以让我们马车直接进去吗？哦，原来郑夫人也知道你女儿的马车可以直接进王府啊。那本郡主就奇了怪了，为何你女儿就想不到可以坐马车进王府，非要让本郡主出来见她？一个臣子的女儿，非要当朝郡主出门来见。不得不说，郑大人好大的官威，郑家好大的排场，竟然都排在皇室之前。郑家的女儿让郡主出来见她，这是好大的胆子，这可是杀头的大罪。郑夫人现在才认错，是不是晚了点？天道的宠儿，呸！我要是不把天道这些宠儿一个个弄得身败名裂，那我只能一头撞死，丢不起内神。郡主，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不好意思进去，是我冒犯了郡主，让郡主打了我板子。郑小姐这一身伤是因为郡主，这郡主够狠的，这么个娇滴滴的姑娘被打板子，这不仅是伤痛，更是羞辱啊！什么仇什么怨？我来，就是想要解除跟世子的婚约，是我不配。你确实不配。这话让我怎么接？他怎么能这么说？我怎么就不配了？郡主，谁不知道世子双腿残疾，一辈子只能坐轮椅？是我女儿不离不弃，要履行婚约。郑夫人怕不是忘了我大哥为何会双腿无法站立？那是因为我大哥救了他。若不是房梁掉下来的时候我大哥推开他，被砸在下面的人就是你女儿郑明轩，说不定你女儿早就被砸死了。你哪还有机会来这里说我大哥不配？这样也好，正好让我们知道你们郑家人的想法。原来对于你们家来说，你嫁给我大哥是委屈你们。且不说当初的救命之恩，就说这些年我大哥给了你多少好东西，别现在弄得跟我大哥有婚约多委屈你似的。郑明轩，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碗骂娘，你这操作也太不要脸了吧！不是的，不是的，那些东西不是我要的，真的不是，都是世子非要给我，我不想要的。可我不要，我怕世子非觉得我看不起他，所以才暂时收下。不想要？好呀，现在还回来吧。还回去？送出去的东西还能要回去？他是穷疯了吗？真是不要脸！怎么？
你不是说你不想要吗？不是说暂时收下，还是说你那些都是托词？实际上你就想要，还非要弄一个被我大哥硬塞给你的理由？你真是厉害啊！东西收了，好处拿了，最后还是勉强你不想要，高明啊！这样的好事，下回要是有的话，麻烦郑小姐你通知我一声，我也想体会体会。郡主，你误会我了。你要是介意的话，我可以把东西全都还回来。好呀，一会儿我就让人带着清单去郑家。好，郡主，我自觉自己配不上世子，所以想要解除婚约，劳烦郡主请世子出来，我们当面说。这才是我的底牌。齐之玉再能蹦掉又如何？齐敬晨心悦我，他绝不会同意退婚的。是啊，郡主，麻烦你请世子出来一见。若是世子不方便的话，我们也可以进去。玉儿，此事不是你该管的。我就说齐敬晨离不开我，他来骂齐之玉了，他要来维护我了。当年婚约玉佩，原物奉还，以后男婚女嫁，互不相干。进去吧。好呀，看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哥的感情不用一直被天道绑架了。世子，为何？什么为何？大哥，你这还不懂吗？郑明轩是问你为何要解除婚约，不是他要解除婚约的。是啊，我也不是很明白他为什么这个反应。哦，难不成他要解除婚约也是说说罢了？郑明轩，我该不会是猜对了吧？你是想以退为进的拿捏我大哥？郡主误会了，我是真的来跟世子解除婚约的。输了，我万万没有想到瑞王府这块踏脚石竟然割断了我的脚。扶着小姐上车。大哥，看来郑小姐跟你解除婚约的决心很坚定啊！看看，受了这么重的伤，忍着这样的痛都要亲自过来。大哥，幸好你同意了，不然郑小姐得多伤心啊！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小姐，你醒醒啊！快恢复！郑小姐真是不容易，为了跟大哥解除婚约，这是强撑着过来啊。咱们进去吧。玉儿，你费心了。以后我跟他就没有任何关系了。真是不知所谓的一家人！你为了救他伤成这样，他们还觉得不跟你解除婚约是你高攀了。茅厕里的东西没地方放，全都塞进他们一家子脑子里了是吧？娘骂的对，我举双手赞成。是我以前识人不清，还没有正式提亲，把损失降到最低，挺好的。大哥，让你院中的人整理一下单子，他不想要你的东西，我去拿回来，别让他看到那些东西，恶心。好。玉儿，你大哥这是真的放下了？今天的冲击挺大的，不过嘛，我总感觉这感情的事儿不是那么容易说放下就放下的。没事儿，我可以给大哥介绍好姑娘。你混账东西，你哪认识那么多姑娘？我认识的兄弟，他们家总是有姐妹的呀，我让他们打听打听嘛。我又不是大哥，那些不正经的，我一眼就能看穿。我跟大哥可不一样。哦，那是我误会你了，算你识相。别给我去外面认识乱七八糟的女人。二哥的气运千疮百孔，就不知道是因为他自身，还是因为家人牵连，才会命不久矣。娘，我去找大哥要单子，我亲自去一趟郑家，让你二哥跟着。非上女人的事情，让我二哥介入不方便。多带点侍卫过去，咱家的东西早点要回来，早省些。我感觉郑家还能挖出来不少好玩的。郑家这些年往上爬得很快，背后要是没有吴王的手笔，才真是见了鬼了。吴王暂时动不了，那就把他的爪牙一个一个砍断。大哥的情感是被天道绑架的，只要郑明轩身败名裂，气运消散，大哥自然解脱。妹啊，你是想闹大，还是你黑呀？哎呦，娘，干啥又打我？你说你妹什么？我妹真是足智多谋，心思缜密，为了这个家呕心沥血。我妹真是人善心美，是世上最最可爱的姑娘。算你明白，千万要保护好自己，千万别一冲动把郑家全灭了，御史会弹劾的。二哥放心吧，
嘎人肯定会嘎得正大光明，让人挑不出理去。不知道顺势而为的，早就嘎得不能再嘎了。轩儿，你可算醒了，别怕，我已经叫你爹回来，他会给你做主。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夫人，出事了！陈安郡主带人来要账了。怎么会这么快？快关大门，别让他进来。郡主没进来，他在大街上要账。他在大街上怎么要账？瑞王府侍卫在外头敲锣打鼓，几十个人一起喊让小姐还钱。齐之瑜，欺人太甚！扶我出去，我再不去就不用活了。郑家还钱！臣父见过郡主。说一套做一套，郑家真是家学渊转，不然郑明轩也不会一边攀附瑞王府，一边又装清高。郡主何出此言？我郑家绝不会做这等事。不会，我大哥的腿不是为救郑明轩伤的。两家就算无缘，也不该交恶。郡主如此，实在有失体面。郑老夫人，你在教本郡主做事？臣女不敢。不敢？那你方才的话是什么意思？世子的伤，我们郑家并未否认。可你儿媳不是这么想的。瑞王府门口的人都能作证，女儿嫁谁，做母亲的都会心疼，都会觉得委屈。高嫁成这样还委屈，皇子龙孙也委屈郑家了。郡主，你大哥身份再尊贵，可对女子来说，夫君如此也是。老爷，你在胡言乱语什么？郡主，都是臣治家无方。郑夫人这种想法，夫君和婆婆定都不清楚。是老身疏忽，郑大人也不清楚。郡主，这都是我的想法，与我家夫君无关。郡主要怪就怪我。原来如此，郑大人不知道你的意思。对，没错。闭嘴！我都揽下了，他为何还骂我？郑大人连家都管不好，还在朝为官。郡主，郑明轩收银子是不委屈，一边收东西一边还委屈。郑大人是教育有问题，还是家风如此？不是的，郡主，那些东西都是世子非要给我的，所以你是被迫收下的。是。那正好，我今日来就是收账的。现在把东西还回来吧。银子能凑，可那些东西怎么拿得出？郑家库房小，东西混在一起，确认清楚需要几天？不用这么麻烦，清单我带来了，念一样，郑家拿一样。来，让他们听清楚。白银10万两，书籍孤板若干，名家古画若干，锦琴。郑大人，听清了吧？臣听到了。那就别跪着了，照清单拿东西吧。不少东西，府里根本没有了。当年修建堤坝之事，是你举荐的他。父皇，儿臣当真不知他竟敢如此胆大妄为。你不知道，押下去。陛下，罪臣有罪，罪该万死。可罪臣的儿女是皇室血脉，还请陛下宽恕，饶他们一命。皇室血脉就可以让千千万万的百姓被活活淹死，让万万千千的家庭支离破碎。你到底是怎么有脸替他们求情的？户部侍郎的位置空下来了，你们可有人选推荐？老大，你说。父皇明察秋毫，自然有最合适的人选。哼，老四，你有什么人选？父皇，上次儿臣已经看错了人，如今不敢再胡乱举荐。怎么，满朝上下竟连一个合适的人都没有？老四，你对朝堂的了解让朕很是失望。儿臣觉得户部郎中郑鸿山或可胜任。说说。郑鸿山做事严谨，为人清廉，这些年多桩差事交到他手上，都办得漂亮。郑鸿山当年的文章写的还算中规中矩，五品升的倒是不慢。正是，更何况郑鸿山与皇兄还是亲家。老大，是吗？儿臣家与郑家小姐确有婚约。父皇，皇兄既认可郑家，便可见郑鸿山没有问题，确实是合适的人选。父皇，与郑家的婚约，儿臣想解除。为何？是啊，皇兄，为何？因为郑明轩没规矩，顶撞我。陈安，御书房岂是你能擅闯的地方？朕允许的，你有意见？父皇恕罪，儿臣不知。老四，你都多大年纪了，还这般不沉稳？陈安怎么进宫来了？哼，被恶心到了。郑明轩臭不要脸的，我大哥为了救他受伤，他一边拿着我大哥的东西，一边在外面装出情深意重、受尽委屈的模样。郑家有一个算一个，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外头还传他不畏强权、仗义迟严，原来这就是他的正职。老四，郑家的家风挺好，这样的人应该补上户部侍郎的缺。也许只是郑鸿山爱女心切，一时糊涂。爱女之心，
爱女之心就是觉得朕的孙儿配不上他家的女儿。皇祖父，在郑家人眼里，我大哥算什么？整个皇室他们都未必看得上。这些年，郑明轩一面假装不肯收我大哥的东西，一面又拿着那些东西替他爹疏通关系。郑红山近来那些漂亮差事，是有人看在郑家送去的好东西份上，故意给他喂功劳。拿着我大哥的东西替自己谋前程，还敢嫌弃我大哥？我呸！可有证据？有啊，人我全都带来了。那些人收了郑红山贿赂，给他喂功劳的人。审，臣遵旨。皇祖父，若是没事，我就先回去了。可是累着你了，给这个拿去玩。皇祖父，这玉佩，见此玉佩，如朕亲临。谢皇祖父。妹啊，我，二哥，你干什么？我激动啊！这回郑家惨了，那些收了他们东西的人家，全都被他们家给牵连了。他们收受贿赂，暴露在众人面前，想遮掩都没法遮掩。他们不得恨死郑家？让郑家又吃又拿还嫌弃，现在倒霉了吧？该，确实是他们活该。皇祖父挺生气的，估计郑寒山应该会被贬官吧，成为普通庶民。肯定的。娘，爹在宫中没事，估计今天会回来很晚。没事就好，只是你这一下子可是把那几家也给得罪了，小心以后他们给你使绊子。哼，娘，他们要对付我妹，那他们最好先想想长公主跟郑家的下场。二哥，你想什么呢？他们要是没其他的事儿，我也不可能把他们弄得灭门，或者是贬为庶民啊。针对你的人，能是什么好东西？二哥所言甚是，我从来不会跟对手客气，就算是没有罪，我也可以让他们有罪。我可不是心慈手软的好人，那些人投靠吴王，必然坑害我爹。对敌人心慈，就是害自己。对方嘎还是自己嘎，答案从来只有一个。大哥怎么样了？我把事情跟大哥说了，大哥当时挺平静的，就说想自己静一静。娘，二哥，我去睡一会儿。爹，当初你对唐静柔也是这种感觉。其实我说要解除婚约的时候，整颗心就跟被挖了出去似的，疼得我受不了。但是等到玉儿拿着清单去找郑明轩，没过多久，我突然的不难受了，甚至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就好像以前我双眼蒙了一层的东西被突然的撤走。玉儿这本事，别管那些，你只要知道她是你妹就行。这个我自然知道，可我担心玉儿会因此有什么损伤。这种玄之又玄的事情，你我没那个本事参与，她如何做，我们配合。但若是玉儿需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以赴，哪怕是万劫不复。不过我觉得玉儿不会把自己逼到那个境地。拆郑明轩马车根本就是玉儿的意思。郑夫人过来的时候，他就料到郑明轩会过来，早就提前吩咐了下人。不然的话，那些人拆马车的工具也不会准备的那么齐全，简直像是等着卸活羊一样。长公主宴会的帖子一到，玉儿应该就已经有计划了。玉儿真不容易。看看，这就是朕的孙女。从婉宁发难，郑明轩找茬开始，外头那些蠢货还以为陈安只是胆大包天在跟长公主叫板，实际上呢，他这是一记绝杀，直接让婉宁再无反击之力。郡主要的根本不是长公主府消失，而是在为瑞王殿下争取朝堂的势力。驸马的户部侍郎，郑红山的户部郎中，这两个官将位置一空下来，只能是瑞王推荐的人来补缺。郡主心思之缜密，简直算无一策。算到了驸马失势之后，吴王必然会举荐他战阵营的郑红山，所以郡主便趁着郑明先去瑞王府闹事的由头，顺水推舟，彻底掀翻了郑家。老子接二连三的看走眼，举荐补缺之人的事儿，现在只能落到老大头上去。陈安这丫头用的全是阳谋，而被他惦记上的猎物全都不得不按着他的计划走。陛下，郡主在外长大，这般手段，这般心计，你有没有想过，他若是想对朕不利，想对朝廷不利，还需要如此费劲的铺设阳谋吗？朕可是清楚的很，他嘎起人来有多干脆利索。陛下所言甚是，是老臣糊涂了。那孩子重情，对老大一家好着呢，他可是格外的护短啊。如今老大开始往朝堂上安插人手，那些跟吴王利益牵扯过深的老油条是该感到危机了。
陈安这丫头硬生生砸开了一个突破口，真是个好孩子。事情怎么会从长公主组的一场小宴变成了这样？瑞王的人进去了，像铁桶一样的朝堂被撕开了，全进去了。娘，我的儿！娘，救救我！我不想死，你去求求陛下放了我呀！我没办法，你爹犯了大罪，罪不容恕啊！那娘呢？我们要被处斩，要去行刑了，娘你就不用吗？什么？享受的时候是一起享受的，为什么行刑的时候不是一起？你不是最疼我吗？为什么你不跟我们一起？你给我放开你个孽障！我享受的是我自己的钱财，跟你爹有什么关系？娘，你疯了不成？就你平日里那样的奢靡，你自己的钱哪里够？还不是我爹偷偷贴补的？要不是为了供养你，我爹也不会落到如今被处刑的下场。我就说今天有热闹看。长公主平日里可是格外疼她儿子，总吹嘘儿子多孝顺。原来他们的母慈子孝是拉着一起下地狱，我可真是长见识了。但凡她顾念一点当年的情分，也不会在宴会上当着那么多勋贵世家打压你。没欺负成就想当无事发生，做什么美梦？他没打压成，那是你自己有本事，他欺负你就是欺负了。走，二哥，下楼去送送长公主。你哭什么？你怎么还有脸哭？我马上就要嘎了！陆可，你怎么能这么对姑奶奶说话？瑶儿，姑奶奶对你们有多好，大家全都知道。若不是我姑奶奶一心为你们，她为何要找我爹，给你爹找差事，让他立功？你怎么能这么没良心？爸，一切都是命，是我一片真心错付。算了，姑奶奶，不要跟他说这些。姑奶奶，你性子太过直爽率真，看不清楚他们，被蒙蔽，太正常了。以后，姑奶奶你就要去皇陵过清苦日子。瑶儿也没有其他的，只能拿了一些俗物给姑奶奶，只希望姑奶奶可以好过一些。齐之玉，你干什么？没规矩的东西！你爹吴王没教过你长幼尊卑吗？论年纪，我是你皇姐；论身份，我是郡主。你敢直呼我姓名？你还敢不服气？看来吴王真是心大到连基本的礼数都不教。我妹是真够狠的。齐荣瑶来洗白吴王，我妹兵不血刃，几句话一个动作，直接把吴王钉在不同教化的耻辱柱上，绝杀！见过陈安郡主，看，这不是学不会，是以前没学过吧？郡主，那包袱是我给姑奶奶的，那都是姑奶奶的救命钱，请你还给我。金子，真是大手笔。姑奶奶要去皇陵，那边清苦，若是再没有点傍身钱，就太难了。你的姑奶奶真够可怜的，她只是清苦，那些死去的百姓连清苦的日子都没有机会过了。皇祖父让她去守皇陵，是去忏悔，去赎罪。怎的？你是在质疑皇祖父的决定，觉得你的姑奶奶不该去皇陵？你还要接这个包袱？看来你一点都没觉得你有罪，你该罚，该去忏悔赎罪。不是这样的，姑奶奶完全就是因为太过深情才会被驸马蒙蔽，不然的话，深情啊！那你知道皇祖父找到当年罪证的时候，你的姑奶奶当场立马跟他的驸马划清关系吗？那个时候连审都没审，还没有定论，他自己就做出了选择，抛弃与他恩爱无比的驸马。喏，看到了吧？不是他儿子对不起他，而是他们母子一脉相承，都是这样自私。你还真有脸接这包袱啊！不是我要接的，是他要给我。喏，但凡发生事情，你的姑奶奶会立刻撇清关系。所以这样的人，吴王为何要如此帮衬？是吴王蠢笨到被蒙蔽，还是那贪污修缮堤坝银子的事情，吴王也参与其中呢？不是的，这是我的主意。姑奶奶以前对我好，我只想回报姑奶奶，这是我的一片孝心。孝心啊？那你真是孝顺。难道孝顺可以大过律法，大过人命？你若是真的孝顺，舍不得你的姑奶奶，你可以去皇陵陪着她伺候她呀，只是给她金子。好了，我们现在都知道吴王家里很有钱了。二哥，咱们走吧。哎，郡主，你不能走。为何？我看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忙，便不耽误你了。行了，赶快走。回家。不愧是我妹，这回吴王在家里非得气得七窍生烟不可。玉儿，你今天这临场发挥着实不错。我倒是没想到吴王会走这么一步臭棋，他竟然让齐荣瑶出去挽回名声，咋想的？就这脑子还能压过爹爹当太子？哼，还能咋想的？还不是看齐荣瑶年纪小，万一真说错了什么，
可以推说是小孩子不懂事。小吗？再过几年都可以说亲嫁人当娘了。反正我是从来不会因为对方年纪小就轻视，所以哪怕我知道祁荣瑶不是我的对手，我也绝不会轻敌，更不会手软。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这种低级错误，我才不会犯。你个蠢货！王爷，不能再砸了！瑶儿在外面已经被齐之玉当街羞辱的丢了半条命，您再不动怒，孩子就要被吓疯了。我宁可他疯了，我的全盘计划全都被他这个废物破坏了。王爷，要不传府医来看看？孩子年纪还小，王爷您慢慢教。再说了，这事也不是不能挽回，咱们可以对外解释。解释什么？解释我吴王没教好自己的女儿，让她目无法纪，非要去孝敬一个被废黜的戴罪之身的长公主。瑶儿年纪还小，身为皇子龙孙，别人不会觉得她年纪小，别人只会想到这就是我吴王的种。我平日里就是这么对她言传身教的，我的名声全毁了。不怕瑶儿，有娘在。娘，明明是爹让我去的，是爹让我去表现对姑奶奶的孝心。爹说这样可以让别人知道咱家念旧情，我都是按爹说的做的。谁知道齐之玉他简直是个疯子，他一字一句都在往我心窝子里捅刀子，当着全城百姓的面把我扒得一干二净。娘，我疼，我心好疼啊！哑巴了，你说怎么办？王爷息怒，外面的人现在怎么看本王？说本王是非不分，无视律法，轻视百姓。王爷，陈安郡主用的是阳谋啊，避无可避。此时咱们也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就当是一时心软，考虑欠朵了。齐之玉，他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怪物？不是说他是个乡下村姑吗？现在的村姑都已经进化到这种地步了吗？去，给我查，把他以前的事情给我查个底朝天。是，殿下。此局如何破？父皇失望，民心尽失，我拿什么去争那个位置？王爷，陈安郡主再厉害，她也终究只是个女子。瑞王世子是个残废，二儿子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瑞王拿什么跟王爷您争？对啊，一个没有优秀后代传承的皇子，坐上那个位置有什么用？王爷，若是瑞王那两个儿子也做出让百姓失望的事情了，好一个齐之玉，他给咱们打了个样，利用本王的女儿插刀，那本王自然也不能辜负了他。是时候让百姓们好好看一看瑞王世子是个怎样的残废了。此事得好好安排安排。我要不是认识咱爹，我差点以为咱爹成神了。外面把咱爹捧的，那是恨不得给他供起来。你这话让爹娘听到，后脑勺又要挨揍。就爹现在这威望，弄得跟马上要登基似的。幸好咱皇祖父没有杀仙，不然的话，这不就是吴王的目的之一？捧杀。世上有几个帝王能忍受自己的位置被人觊觎？11妹，他们还想干什么？让咱爹失去夺嫡的资格。他们笃定了，咱爹没有合格的继承人。太阴险了，在外人眼里，我是纨绔，大哥是残疾。妹啊，大哥那腿现在咋样了？只要大哥站起来，吴王的阴谋立马碎成渣。进展顺利，到时我会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极致的绝望。太好了，大哥一好，就让他大摇大摆的走出去，吓死他们。那多没意思。二哥，你见过神镜吗？站住！爹啊！你干什么？给我站直了，好好说话。跟我来，这是怎么了？爹，我真没用，妹妹好厉害，我都没法保护妹妹。儿子，你对你自己的认知是不是有些偏差？我觉得要是玉儿有什么需要你做的，你做好了就行，不要去想你做不到的。爹，你这么说，我一点都没感觉被安慰到。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滚！好嘞，给我站住！玉儿是什么计划？计是什么？我妹说，到时候随机应变，反正肯定会有。行，你就按着你妹说的做。齐庆熙那个蠢货，他自己还找人在外面推波助澜，难不成他以为他爹名声越好，越有机会坐上那个位置？王爷，齐静熙不学无术，但瑞王怎么会放任他如此做？怎么可能？这2天齐静熙就没在外面出现过，肯定是惹祸被关起来了。瑞王这些日子一门心思扑在朝堂，家里失火了都不知道。瑞王早就废了，跟我斗，他们配吗？老四手段挺脏的，陈安郡主医术了得，吴王的算计恐怕是要落空了。陛下，老臣夫人的身体经陈安郡主调理，确实大好了。那瑞王世子的伤，郡主是不是也能治好？不用怀疑，肯定会好。那吴王这次又是白忙一场。老大的儿子可不是蠢货，他在背后推波助澜，自然有他们的深意。这回老四估计又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这不是跟瑞王世子退婚的郑家小姐吗？她怎么穿成这样跪在这儿？还能干什么？瑞王现在声望高的像神仙，他肯定是来悔过的。齐之玉，你毁我全家！今天我就要让你们瑞王府彻底身败名裂，烂进泥潭里！郑明轩，你来做什么？你我两家不该再有交集才是。民女一家要离开京城了，民女今日前来，只求亲自当面跟世子道谢，感谢世子当年的救命之恩。同时，民女也觉得愧对世子。若不是因为民女，世子爷也不会一辈子只能坐在轮椅上，无法站立，成为了一个废人。算你还有点良心。来人，请大哥出来。世子，都是民女的错。若不是为了救我，也不会变成一个废人。我真是罪无可恕啊！瑞王明理公正有什么用？他只有2个儿子，一个纨绔，一个废人。以后要是瑞王继承大统，谁来当继承人？难不成让一个残废当太子，还是让那个不学无术的当皇帝？对啊，世子为何是个废人？我们一心敬佩瑞王，可瑞王妃如此善妒的不纳妾，连个健康的儿子都没有，难道平日里的贤明都是装出来的吗？瑞王，民心反噬的滋味如何？本王看你这次还怎么翻身？齐之渊，这么多快失去理智的贱民，看你怎么安抚！今日瑞王府必将万劫不复！你们想造反？陛下圣体康健，本郡主的父王还好好的，你们竟然在这里关心起本郡主大哥的继位问题，你们想的够长远啊！好一个齐之玉，好一张利嘴！郡主，百姓只是关心瑞王跟世子，瑞王在他们心中如同神命一般，是天命所归，自然世子也同样重要。我大哥腿脚不便，是昨天刚开始的，还是前天？我大哥是为了救人才受的伤，怎的？他无惧危险的救人，在你们嘴里反倒成了罪过了。大家只是可惜世子如此，天命所归之人怎能身有残疾？天命所归，这是谁认定的？老天爷给你提示了，其他的王爷就不说了，就说吴王，他认同这个说法吗？来人，去那边请吴王过来。王爷来了怎么不现身，还躺在那边？本王路过，看到这边有动静，过来瞧瞧是什么情况。吴王看到什么了？百姓心中敬佩瑞王，这是民心所向。哦，吴王的意思是觉得储君之位就应该是我爹的。没错，瑞王确实是众望所归，无论是能力还是品性，都应该成为太子。吴王大气，没想到你也认同我爹。本王自然是认同的，只可惜瑞王本来是不二人选，可为何老天不眷顾他？他若真的是天命所归，瑞王世子又怎么会不良于行？而且全太医院的御医都束手无策，瑞王再优秀，这也是天意。老天不让他当储君，天意不可违。瑞王若是没有合格的继承人，那只能是退位让贤了。当年世子若不是为了救我，也不会受伤。我承认是我的错，可事实已经如此，那就顺应天意，辅佐他人。我想，就算是老天，也会佩服瑞王的选择。瑞王不愧是老天选中之人。老天看中了瑞王，可惜世子不行啊。但如果瑞王去辅佐吴王，有瑞王在，咱们日子也不会差呀。郑明轩，你倒是挺本事的，老天的心意你知道的一清二楚。怎么，老天爷亲自告诉你他是这么想的？那你问问老天爷，陛下还能在位多少年？齐之云这个疯子想害我。郡主，我不过是猜测罢了，不然你说为何世子如此？也许老天真的就是想让瑞王辅佐他人，否则世子的伤应该早就好了。吴王真是好算计，踩着我们上位。玉儿，这该怎么破局？老天是这么想的，没错。也许你还没有猜到老天的真正用意。那是什么？大哥，我瞎了吗？你的腿怎么好了？原来这才是天命所归。瑞王世子是天命所归啊！郑明轩，还真的是要多谢你提醒，不然我们也不知道天意如此。原来一切上天早有定数。大哥，你还好吗？感觉怎么样？这分寸拿捏的，要不是我自己的腿，我都信了。还好。快，大哥，咱们进去，让府医好好看看。回去！心术不正的人啊，就该这样。天命所归之人送到手里，还亲手推出去。
福之人，就算金子掉进手里，也会当成垃圾扔掉。儿啊，你真是娘的福星，咱们全家的福星。娘，这是大哥的气运。大哥，你腿真有知觉了。啊！大哥，你打我干什么？你掐我干什么？我就是看看你有没有感觉啊。你脑子被狗吃了！我都走进来的，腿能没知觉吗？也是啊。你别我腿一好，你的脑子就成摆设了。大哥，你都好了，还用我干什么？我想当个废物，我不努力了。我知道了，以前我偷懒也没咋样，干啥非要我努力？哼，那是以前，现在你也是哥哥了。对哦，我也是哥哥了。妹啊，放心，以后二哥罩着你。就你还照玉儿，别添乱就不错了。大哥这腿以后再调养调养，每天睡前泡上1刻钟。娘，那我回去换衣服了。快去吧，我们也去。哎，换衣服干什么？你给我自己用脑子想。哦，皇祖父要传咱们进宫。雷电没有伤你半分，倒是让你双腿康复。果然是天命所归。老四啊，你说是不是？父皇说的是。天命所归，朕还活着呢，就有人看出来天命所归了。来，跟朕说说天命所归是怎么回事。父皇，也许这就是天意。本来那天命所归的说法，不知为何在民间流传，如此大逆不道，儿臣本该受罚，可偏偏老天降下雷电，治好了臣儿的双腿。父皇，这是上天明示替您选好了继承人。难怪是我亲爹，这脸皮果然厚。吴王想要我们家的命，硬是让他坐实成了上位的助理。爹，你真牛！当年太子那种冠冕堂皇、没脸没皮的熟悉感觉又回来了。哼，老大，你倒是实在。儿臣自知才疏学浅，可这若是上天交付的责任，而就算能力不足，也不敢后退半分，定当迎难而上，当仁不让。皇兄，你若是天命所归，父皇算什么？父皇自然是父皇，我能做到的，就是在以后守住江山社稷，让百姓安居乐业，如此才是对父皇最大的孝顺。上天觉得父皇太累，所以让我来为父皇分忧。老四，你觉得民间传言是得到上天启示，还是否认父皇天子身份？老四，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自然是上苍启示。唉，我也没想到会被上天选中，本来我是想辅佐你的，不过既然老天非要如此，我也不得不与你争一争。老四，你不介意的吧？王爷，我不过就是说了一句想要辅佐四弟，不用直接降下天罚吧？哼，这混账东西，不要脸的境界又突破了。你到底是怎么用正义的脸说出这么无耻的话的？明明是吴王计划失败被气吐血的，硬被你说成是老天降罚。好，不要脸，无耻到家了。天命所归，陛下，陈安郡主非同一般啊！世子的腿能好，定是郡主的医术，可被雷劈中，竟能毫发无伤，这雷电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真的是天命所归。老大当年步步退让，必然有他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如今从陈安回来后，老大正常了，他儿子的腿也好了。陈安就是老天派来的，雷电怎么来的重要吗？只要对江山社稷有益，一切又回归正途了。我弄出这么大阵仗，不仅没捞到好处，反倒把瑞王弄成了名正言顺的天命所归，这绝对不可能！巧合，全是障眼法，迷信，绝对要让瑞王彻底失了迷心才行。我们跟吴王绑得太深了，下不了船，只能一条路走到黑。吴王必须上位，瑞王只能嘎。妹啊，你调查外祖父一家干什么？他们最近挺安分的呀。吴王都气吐血了，吴王不行啊。吴王是不行，但这回会让吴王阵营的人格外团结。神迹太震撼，百姓多认可咱爹，他们就多恐惧。极致的危险会让他们不惜代价齐心对付咱。可这跟晋文伯有什么关系？天命所归之人却大不孝，这反差是不是挺强烈的？无耻！神迹加持下再来个逆天反转，正是老百姓最爱看的热闹。妹啊，你怎么一点都不生气？不觉得他们太过分了吗？咱们是对立关系，他们无耻很正常。至于埋怨，比起这个，我更喜欢直接把对手给埋了，让他们挣扎不出，活活憋嘎的同时，看着我踏上他们最渴望的高处，这多有意思！妹啊，你能别这么笑了吗？我心慌。怕了，
我就是觉得自己还不够强，让你如此操心。这是妹妹啊，本来应该是哥哥保护妹妹的，现在反倒是你什么都考虑到前面去了。咱们分工不同，若是没有二哥，我也没这么详细的信息。如此短的时间，二哥就调查得如此清楚，二哥厉害。妹啊，不是哥跟你吹，这都小意思。好可爱的二哥，吴王他们想要出手，我得提前做个准备才是。王妃，求求您去见见您父亲吧，他病得很重，就想见见您。哪来的脸还敢来？没问题，我也跟着去。伯夫人，你紧张啊？郡主说哪里话，臣妇不过是担心伯爷罢了。凭什么投了个好胎就高高在上？这回无论如何，定要把瑞王一家毁掉。慧儿，是爹错了。爹想着你们是姐妹，想让你多帮帮他，没想到他对瑞王有那样的心思。威远侯夫人在外面闹得满城风雨，都知道我爹心悦于他。你不知道，你这装傻也装得太傻了吧？这样可不行哦。这臭丫头，你到底是因为我娘不理你病了，还是因为你想要的山全都没了才病的？吴王找上你，承诺只要让我娘背上不孝的恶名，他就给你当靠山是吧？你怎么会如此想我？你们明知我娘不会原谅你，这不孝的恶名肯定要按在我娘头上。我娘为了不牵连我爹，必然会委曲求全。你又可以继续摆王爷老丈人的谱。我爹若是出手对付你，就会被吴王抓到把柄坑死。无论是怎么选，对于瑞王府来说都是死路。你知道了又能怎样？我可是你的外祖父，是你娘的亲爹。无论如何，这层血缘关系就是他一辈子都摆脱不掉的，他也得孝敬我。我可以跟王爷和离，如此你还能怎样？你疯了！和离？你怎么想的？娘，干什么要委屈自己？其实解决这事儿很简单呀，他嘎了不就好了？玉儿，休要胡说。还是慧儿懂事儿，知道什么是孝道。你这孩子，他烂命一条，你那么金贵，何必用玉器去碰瓦砾？我没听错吧？这是那个从小最听话的女儿。娘，放心，我是不会让自己置于危险中的。不孝女，你竟然想弑父！亏得我养你这么大，还给你找了一门好亲事，自己攀上了瑞王，终于露出本来面目，翻脸不认人了。怎的？觉得我娘不好？那你让你夫人求我娘过来干什么？还不就是想攀上我娘，好保住你的荣华富贵？谁不喜欢荣华富贵？我不过是遵循人之本真罢了。反倒是你们，长辈病了，不说悉心照料，还口出狂言要害我，真是畜生不如。怎么照顾？怎的？你夫人还伺候你喝药？自然，我病了这些日子，都是她在悉心照料我。难道你忘了，你会病，完全是因为他女儿引起的？住口！伯爷，别动怒，药不烫了，先喝了吧。又不烫了，一口喝干了不好吗？一勺一勺的，不嫌苦啊？你懂什么？我身子弱，喝太快容易呛到。你外祖母这是会照顾人。哦，真不知道你们这是恩爱还是做戏，有意思。你不用在那边说风凉话，我告诉你。你别告诉我了，你还是先交代交代你的后事吧。你不用逞口舌之快，你敢嘎我？你不用操心我家了，我说的是，你喝了这么多天毒药，再不交代后事后没机会了。放肆！这药全都是你外祖母给我抓的，亲自盯着人煎煮，怎么可能被人偷偷下毒？你脑子确实不正常，他需要偷偷放吗？他就是直接放的。你说他给我下毒？不然呢？这其至于啊！我看你是黔驴技穷，连这样的谎话都说得出来。郡主为何要如此污蔑我？我知道王妃心中对我一直有恨，可我只能说继母难当啊。行了，不用跟我演了，是不是你马上就知道了？知道什么？你不用在这里故弄玄虚，我是不会听信你的。伯爷，怎么会这个时候发作？父爷，伯爷，您这是中毒了呀？什么解毒？给我解毒！在下医术不精，解不了此毒啊！去找大夫，立刻滚去外面给我找大夫！求求郡主大发慈悲，把解药赐给伯爷吧，伯爷一直好好的，却
主一来，伯爷就突然中毒。刚刚郡主还说要了伯爷的命，这……你干什么？他毒发与我女儿有何关系？溥仪，你可看清楚毒物来源。回王妃的话，伯爷的毒来自刚才喝的汤药。王妃、郡主，你们一声令下，这府里谁敢不听你们的吩咐？这个你倒不用担心，京兆尹马上就来，是非曲直他自有决断。他什么时候报的官？京兆尹一来，查出药渣，我全完了。真是你给我下毒！伯朗，这怎么可能？您是妾身的天，您若是没了妾身，以后要依靠谁呀？你嘎了，他才更能煽动百姓。毕竟百姓绝对不会允许我爹有个弑父的王妃。要是处置我娘，我爹必然不干，这对我爹来说是致命的。再说了，又不是说你一嘎，家里的银子全都跟着消失。以后这唐家是他当家，手里握着大把的钱，还不用伺候你个糟老头子，岂不快哉？哟，这怎么又吐血了？你可要保重身体啊！你最心疼的女儿还在牢里没出来呢。以前的药渣不见了。伯爷，毒虽能解，但您的身体无法彻底恢复，最后的发展只能是瘫在床上。不可能！你们都是庸医，庸医！我还有钱，还有美妾，瘫在床上和活死人有什么区别？我不答应！大人珍重，老朽各位，等一下，把枕巾给大夫。晋文伯府没个懂事的，我们瑞王府可不做这无礼的事儿。您出诊，我们给枕巾，乃是天经地义。晋文伯府仗势欺人，连枕巾都想赖，还是陈安郡主明理大气。这晋文伯府名声彻底臭了。去宫中请最好的御医过来，给晋文伯看诊。我的外孙女还是心疼我的，血缘这种东西果然是断不掉的。不把御医请来给你看看，你怎么能死心呢？我这人一向乐于助人，让御医来确定一下，确定你就是要瘫了，是个废人了，这也省得你心里不踏实，整日的胡思乱想。对，御医一定有办法，外面那些都是庸医。这臭丫头嘴硬心软，到底还是渴望亲情的。等我好了，随便给她点好脸，她还不感恩戴德。劳烦您了。郡主，是下官医术不精，晋文伯的毒已然深入五脏六腑，无法彻底解除，可保命。但以后晋文伯会渐渐失去行动力，最终瘫在床榻之上。只能如此，没有其他的办法。天下间还有其他神医吗？毒已入骨，药石无效，世间最好的结果便是如此了。劳烦了，那就请您开药方，尽量救治吧。不可能！我不要瘫在床上！不要！按住你们伯爷，别让他伤了自己。快，让御医过来给看看。这下毒的凶手还没找到，伯爷可不能出事。大人，趁着人齐，还是尽快审案才是。只不过晋文伯的身体情况，只好委屈大人在此审理了。这陈安郡主请御医来，根本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彻底断绝晋文伯的希望，杀人诛心，不留余地，够狠，够绝！大人，臣妇没有理由这样做啊！伯爷喝药一直没问题，偏偏郡主和王妃一来就出事了，而且郡主刚刚还说要了伯爷的命。你觉得呢？大人，此事我也说不准，陈安郡主也很有动机。我女儿从进门开始就没接触过你的药丸，连这屋里的东西都没碰一下，她怎么下毒？王妃，那可是郡主啊，郡主想要做什么事情，谁拦得住？大人救命啊！求大人救救奴婢家人，求你让陈安郡主放过他们，不要嘎他们。发生了何事？你如实讲来。是陈安郡主的人。陈安郡主怎么了？郡主的人威胁奴婢，若是不把毒药放进老爷的药里，就要了奴婢全家人的性命。奴婢是被逼的。是你，难怪你会给我请御医，为的就是掩人耳目。以为你积极给我找大夫，就不会给我下毒。胡说！玉儿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儿。王妃，事实摆在眼前，人证也都有，你难不成还要包庇郡主？郡主是您的亲骨肉，伯爷也是您亲生父亲啊！王妃，你为了女儿就要舍弃牺牲掉自己父亲吗？王妃，您父亲对您也是一片真心，您怎能如此辜负他？大人，且不说这丫鬟我不认识，就说在我们来之前，给晋文伯的药都是煎找好的。是，我知道你想说
几天之前，在晋文博最开始吃药的时候，我的人就来威胁你了。咱们也就不问了，为何我的人随随便便过来威胁了一下，他既不禀报晋文博给他做主，也不去报官。奴婢是担心说了之后，奴婢家人活不下来。有道理。我只是奇怪，既然是我派人威胁你的，那你在报完之后，他们都嘎了，不就是坐实了我威胁你的事情吗？那样，我想不承认都不行了。看来，在你的心里，你的家人比你的主子更加重要。你是宁可你家主子嘎，也不让你家人承担一点风险。还有一点，你一个煎药的内宅丫鬟，我的人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进来威胁你的？那是我知道，一定是我的人威胁了这晋文伯府的其他人，让他们传话给你，是吧？我的人还真是本事啊，通过别人层层传话进来威胁你。这晋文伯府的下人平日里就这么听外人的话，发生了这样谋害他们主子的事儿，竟然没有一个忠心想要禀报的。真不知道是我的人太厉害了，还是晋文伯你做人太失败了，竟无一人想要保住你的命。这浑水太深，神仙打架。其实呢，我觉得与其怀疑我，还不如直接调查一下最想让晋文伯嘎的晋文伯夫人吧。郡主，臣妇是最不想伯爷出事的，没了伯爷，臣妇怎么活？你可以跟你的夫君还有你儿子好好的活着啊。晋文伯一嘎，就再也没有人阻止你们一家团圆，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哦，对了，你还可以甩锅给我，完美。你没听出来？你什么意思？他另有夫君，而且你儿子也是他跟别人的。胡说！伯爷，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我没有，绝对没有，我对老爷一直是忠贞不二。你有什么证据？他竟然怀疑了这个冷血自私的怪物。也不算是证据，就是你夫人有个表哥，他表哥的日子随着他在伯府的地位变化越来越富裕，他表哥甚至他表哥家的家人都对他言听计从。我亲人对我好有什么问题？那就要问问你爹娘呢，还有你家的下人，当初你们两家的长辈可是有意让你跟你表哥结亲的。那都是长辈的意思，根本就没有到提亲定亲的程度。但是你否认不了，你跟你表哥青梅竹马，你们感情很好。那我们两家是亲戚，亲人之间走动来往有什么问题？伯爷，您不要多想。真是奇怪啊，你一直标榜你不是一个贪财之人，那你跟你表哥感情这么好，怎么不嫁给他，反倒当了晋文伯的妾室？当人妾室比当正妻更风光吗？不太理解呢。夫人能否为我解惑？不是的，我是心全意爱着伯爷的。当年见到了伯爷之后，我整颗心里全都是伯爷，所以我才自愿入伯府成为妾室的。好可怕！你跟你表哥10多年的感情，竟然敌不过见到晋文伯你一面啊！一面就可以舍弃10多年的情分，也蛮有意思啊。这是一见钟情呢，还是见异思迁？我反正也不懂。郡主慎言，伯爷气度不凡，我为之倾倒有何问题？至于10多年的情谊，那不过是我年少不懂感情而合物，直到见到伯爷如此优秀的人，我才明白，那比晋文伯优秀的人何其多，你见一个爱一个。郡主休要胡说！哎，你不讲理啊，这明明是你说的，一见就爱上了。伯爷，妾身冤枉啊！一把年纪了，这样并不好看，好吗？这都是你的揣测罢了，你还有什么证据？听说你儿子喜欢吃炖肉加醋，真是特别的吃法。哦，对了，你夫人的表哥也喜欢这么吃，你也别多想，都是亲戚们，有个相同的爱好，不是挺正常的？你说你儿子怎么长得这么像你夫人的表哥呢？他们都是亲戚，有些相像也正常的。我真没有！贱人！大人，我要滴血验亲。哎，这不好吧？那可是你夫人，你爱了这么多年，不顾世俗眼光，把她从妾室扶得当正妻的夫人，你怎么能这么怀疑她呢？这不是亵渎你们二人之间那感天动地的真爱吗？郡主您快别说了，嫌疑人没审完，原告要先被您气嘎了。大人，晋文伯已经没法滴血验亲了，毒性深入，验不准了。这也不是什么大事，有什么好验的？反正也疼了这么多年，谁的孩子不是孩子？养在身边这么多年的亲情，还比不过血缘吗？再说了，
也不见得不是亲生的。晋文博，刚才我说他们是一家3口，是我随便猜测的，你不用当真啊。荒唐！血缘怎么不重要？你说的还是人话吗？啊，重要吗？你女儿唐静柔支持齐平乐，跑到瑞王府指责我家，说我家人不顾念14年亲情陪伴的时候，你不是挺支持的吗？你儿子跟你可是几10年，远超齐平乐跟我家的14年啊！这臭丫头竟敢拿我的血脉逼我！大人，我是做不了，但是别人可以做。把他表哥叫来，滴血验亲。王爷，你竟然不相信我！这么多年，真是奇怪啊。娘，你说除了你这个继母生的儿子之外，其他的庶子不是早夭就是废了，以后这晋文伯府就得你这继母的儿子继承啊。也许有的人真的是为他人做嫁衣吧。大人，此事本官自会调查，只不过伯爷，你最好看看下人的供词，这是府上账房的账本，还有煎药采买人的供词。用我的银子养你表哥一家，还说你跟他没关系。他不是伯爷，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大人，我的毒就是他下的。伯爷，你最好看看你家下人的供词。虽说那些药材你夫人经过手，但是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他买过毒药。要想定罪，还需要更加明确的证据。不需要了，家中的庶务一直都是他在打理，他想给我下毒，简直是轻而易举。伯爷，此事不是说你认为他是他就是的，一定要调查清楚。哼，好，大人，你查。大人，我们就先回去了。此事既然与我们无关，我们留在这里只会打扰大人办案。你们不能走！怎么回事？晋文博好端端的，怎么就中毒了？京兆尹都上门了，到底出了什么事？晋文博的儿子可能不是他亲生的，大致就是这样了。晋文博的儿子居然不是他亲生的，谁知道呢？不是啊，妹，这话不是你先撂出来的吗？说他那儿子不是亲生的。我说了吗？我只是提了几处不对劲的地方，顺口怀疑了一句。至于到底是不是，我哪知道。倒是晋文博夫人这些年对他表哥一家格外照顾，这可是千真万确。二哥，这不还是你查出来的吗？那些是我查的没错，可我哪想得到啊，他跟表哥不清不楚，连儿子都不是亲生的。我不过是顺手把几句话递过去，撩起了晋文博那本就多疑的性子罢了。我这妹妹厉害的让人发怵啊。对了，晋文博夫人那毒药是打哪儿弄来的？总得有个出处。吴王肯定早把痕迹抹干净了，就算真是他给的，也绝不会留下把柄。那咱们何不把那有毒的药材反手送进吴王府去？凡事别光等着现成的，得自己主动点儿。我跟我妹对主动这俩字的理解好像不太一样。哼，那药材不算稀罕，我已经让人去备了。那我找人偷偷给他塞进吴王府去。妹啊，你又想干啥？哈哈，要说这个坏字还是属你，黑，真黑。娘，我的意思是说……行了，别说了，我也没指望你那脑子能憋出什么好。对，是我才疏学浅，我这一上头怎么顺口怎么来。玉儿，这东西交给娘，我让人替你送进吴王府。娘，您在吴王府还有眼线？也算不上什么眼线。打从嫁给你爹那年起，我就一直在外头舍粥帮衬穷苦人家，日子过不下去的，总想着把孩子送进大户人家做工，挣几个钱养家。娘，您可真行，东西我都备妥了，随时能送进去，不必藏着掖着，粗糙些反倒好。我猜吴王还留着后手呢。妹啊，你可真是坏透了，这么粗手粗脚的送进去，反倒让吴王觉得他这王府铁桶一块，谁也钻不进来。他一松懈，咱们真正的眼线可就更稳当了。你还好意思说你妹坏？你又是什么好东西？真要那么单纯，你怎么一眼就看穿了你妹的心思？娘，
您可真是我亲娘。哼，生在皇家，单纯的早就死绝了。我这纯属生存本能。行了，没工夫在这听你贫。我这计划全废了，两手准备，靖文伯拿孝道压人，靖伯夫人来个釜底抽薪，竟一个都没成。两个废物，怎么会？养了这么多年，孙子都成亲了，如今倒说那根本不是他亲生的。王爷，咱们得早做准备。既然如此，那就兵行险招，按原计划进行。区一个靖文伯，我原不放在心上，偏偏这案子牵扯着两位王爷，就难办了。跟瑞王那头刚撇清，靖文伯夫人转头又咬出吴王，我这一个脑袋两个大。皇祖父，你爹娘还站着呢。我爹娘敬重皇祖父，自然不敢坐。你就不敬重朕？尊重啊，可我年纪小，站久了累。陈安，你都快极寒了。可能是小时候伤了身，不能久站，不能累倒。这臭丫头真会拿捏朕。你是说，是吴王给你的毒药，让你害靖文伯嫁祸瑞王妃？是。王爷说过，只要瑞王出事，他做了储君就会庇护我。父皇，儿臣绝无此事。瑞王是靖文伯府的女婿，关系比谁都近，他们怎会舍了瑞王，听命儿臣去害瑞王？父皇，唐静柔可还是儿臣夫人的妹妹，如今威远侯一家还在牢里呢。皇祖父，我娘的继母心疼的是自己女儿，我娘在娘家就是个小可怜，他们偏帮吴王来对付我们家，太正常了。若真是本王做的，本王会留下把柄。这就是吴王高明的地方了，故意做到极致，反倒能把脏水泼回我们身上，说这是我们在使苦肉计栽赃你。空口无凭，要证据就搜本王府邸去。当然，你也可以说，本王早把毒药处理干净了。啊，那就搜搜吧，怎么都要找证据吗？父皇，若真是儿臣做的，怎会这般不小心？这种东西烧了岂不干净？偏偏埋在树下，还用瓷瓶装着，这不就是等着被人发现来给儿臣定罪吗？吴王，你说你与此事毫无关系，对吧？自然。既然毫无关系，你怎么知道这瓷瓶里的就是害靖文伯的那味毒药？这么奇怪的东西，不是有人埋来陷害我，还能是什么？也可能是你自己埋下，故意装成被陷害的道具吗？皇祖父，不如请御医验一验。启禀陛下，此物并非毒药，只是一种寻常粉末。我早交代田氏事后全推给我，自会保他。可这瓶里怎么会不是毒药？新奇了，你一口咬定这是害靖文伯的毒药，他却偏偏不是。那敢问吴王，你怎这么就确定它是毒药呢？除非这本就是你凿凿背下，故意来陷害我们家的道具。你才奇怪，你怎么就想到它不是毒药？莫非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我不用想，那瓶子从我面前一过，我就知道里面不是药。天生对药材敏感。你会医啊？我知道了，你这是急了。你想拿这瓶假药诈我们，我们白受冤枉，急着解释，你就能反咬一口，说我们心虚，心里有鬼。只可惜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它不是毒药，你的算盘被我识破，急了吧？这套话本该是我用来指责瑞王的，怎么反倒扣到了自己头上？你休要颠倒黑白！哟，气急败坏了。齐之玉，哎呀，这是恼羞成怒了。想用阴谋夺嫡也就罢了，偏偏赢也赢不了，输又输不起，什么废物玩意儿！查！皇祖父，这还不明显？田氏只认吴王，吴王又跟牢里的威远侯是表兄弟，论夺嫡，论替女儿报仇，他们动手的理由都足。只可怜我娘被继母搓磨多年，嫁了人还要被算计。我爹连太子之位都让了，吴王坐不稳，反倒来迁怒陷害。皇祖父，怎么全都欺负我家人呢？陛下，臣妇都是听命吴王啊！臣即刻再赴吴王府，查个清楚。怎么会在这儿？说吧。陛下，奴婢是夫人身边的嬷嬷，
那毒药是夫人让奴婢弄来给伯爷下的。你胡说！你方才不是认了是你下的毒，这会儿急什么？毒是我下的，可药是吴王给的。夫人，都到这一步了，认了吧。您要报复伯爷，报复瑞王，报复吴王，奴婢都懂。所以您要药，奴婢就替您弄了。吴王，是你说失败就让我全招的，你不能不管我呀！原来你是记恨女儿的事，你这个局做的，本王真没想到。还好本王留了后手，明面上摘干净了。陛下，是吴王给的毒药，让臣妇害伯爷，嫁祸瑞王妃啊！陈安，你说该怎么罚？他若逼父皇杀田氏满门，本王就传遍京城他大义灭亲，冷血无情。瑞王养的女儿能是什么好东西？皇祖父，留他们一命吧。陈安，不能因为顾念亲情就枉记律法。吴王，你脑子有问题吗？他不过是晋文伯的妾室，连我正统的外祖母都算不上，我跟他有什么亲情？至于田家其余人，皇祖父哪儿缺苦力就打发去哪儿，杀了太便宜，让他们把这些年的荣华慢慢还回来。行吧，那就这样。陈安，你越来越有本事了。我从来不惹事，但是有人惹我，他们就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你个丫头，滚吧！这回不是吴王输了吗？晋文伯也中了毒，后半辈子只能瘫在床上去折磨田氏。咱们赢了也不高兴吗？不是不高兴，只是会引起反弹。水浑了，不正是咱们的机会？二哥说的对，你不担心啊？我不担心啊，大不了就鱼死网破，同归于尽嘛。反正咱爹娘都做好这个准备了。虽说有了最坏的打算，但不到万不得已肯定不会用的。如今吴王输了，那些人一定会力保吴王，以后咱们的压力会更大。阿北，这么多年咱家也没垮了，现在咱们可以反击了，正好把这么多年他们加注在咱家身上的还给他们。二哥，你这样可不好。太锋芒毕露了。也是，我是个纨绔，刚才不太符合我的形象。纨绔不就是不管不顾吗？哎，怎样都无所谓。我说不好，是说二哥你呀，太善良了。他们在咱们身上做的，自然要千百倍的还回去。毕竟咱们注重礼数，人家送来的礼物，咱们要加倍回敬，才不失礼。还是我妹懂事，是我考虑不周，差点失礼。爹，你们商量一下后面的事情吧。我去一趟晋文伯府，晋文伯确实是中毒了，我总要带一些东西过去探望一下。我跟你一起去。娘，你恶心他，不想看他，可以不用去的。而且，娘你有正当的理由，亲生父亲身中剧毒，娘亲悲伤过度，不方便去。妹啊，你这理由说的也太假了。娘跟晋文伯的关系如何，京城中的人全都知道，但凡不是傻子，都不会相信。他们信不信重要吗？难不成他们还会跑到咱家来跟我当面对质？还得是我妹，佩服。玉儿来了，快坐。伯爷，这是怎么了？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家伙，不重要。爹，别叫我爹！你亲爹家被抄了，你还不赶快过去找他？混账东西，都是你娘那个不知羞耻的混账！若不是因为你，我何至于忽略我的亲生女儿？我都对不起她这么多年了。如今你们的阴谋败露，我再也不会被你们蒙蔽。来人，把他们全都给我拖出去！玉儿啊，让你见笑了。我真是没想到田氏竟然会这么对我，我以为他善良端庄，没想到竟然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狼。伯爷，你的戏演得太拙劣了。玉儿，你在说什么？伯爷，都是聪明人，你还在装，有意思吗？你那儿子是不是你亲生的，你心里清楚。可为了保住你的未来，你选择了牺牲他，来向我们卖好。玉儿，你在说什么？你心里明白，这毒就是吴王让田氏给你下的。你知道，在吴王心里，你已经是个死人。你想活命，只能选择我们这边。所以，你要将田氏打压到底。至于当年我娘还没出嫁前，在你府中受到的搓磨，你妄想将一切都推到田氏身上，所以你为了自己，毫不犹豫地把你曾经最疼爱的儿子给舍弃了。放心吧，我不会让你嘎的。我娘的仇，总要有人报。对，他背着我偷人，而且还做出种种恶事，
我自然会好好的折磨他。怎么能是折磨呢？主要是田氏没有好好的伺候你，赎罪的心不成，你自然要好好的教教他。没错没错，还是月儿你说的对，看我真是老糊涂了，不会说话。伯爷，你身子不好，我娘很是担心，忧心过度，无法前来。让他不用担心，好好的养着。我娘可是孝顺女儿，她不能过来，自然是让我带了礼物来探望。瑞王府出手，绝对是极品好东西。这，伯爷有何不妥？月儿，这些锦盒是空的。伯爷，你再仔细看看，这些锦盒怎么能是空的呢？伯爷，你真的是太让我失望了。难道你看不到那锦盒里装着的是我一家人对你深深的敬爱跟关心吗？那是我们满满的心意啊！伯爷，你真的感觉不到吗？感觉到了，我真是太感动了。伯爷能感受到我们的心意便好。对了，当年我外祖母还有几间铺子，伯爷没有给我娘，我这就把房契给你。对了，这是可以缓解你毒性的药方，伯爷可以照着这方子抓药喝。我可以好，以后不用瘫在床上。那自然是不能。不过这药方可以延长伯爷你的寿命，不至于让你的身体因为毒药侵害快速的垮掉。当然，伯爷要是不想要的话，可以不要。不，我很需要。伯爷，我也就不多待了，我娘身子还不舒服，我要回去照顾。你娘身子不舒服，我这里有些补药，你拿去给你娘。让你娘好生养着，不要因为惦记我伤了身子。你娘孝顺，你们都孝顺，我知道。可恨我这么多年被恶人蒙蔽，亏待了你娘。你娘不怪我，还总是这样惦念我，我心疼她呀。不用总来看我，你们好好的就好。放心，这些话我一定带到。好，赶快回去吧。齐之玉，又是齐之玉！齐之玉的情况还没有调查清楚。王爷，那些就已经是所有的信息了。混账！一个被欺负搓弄的村姑，你跟我说是如今的齐之玉？王爷，有没有可能，齐之玉不是齐之玉？对啊，如此性格迥异的两个人，怎么会是同一个？胆小怕事，这4个字哪个跟齐之隐有半分关系？沉默！他话不仅多，而且还毒，说出来的每个字都跟刀子似的要人命。可齐之仪回来的时候，看着是挺瘦弱的，双手粗糙。哪有丝毫在乡下受搓磨、懦弱村巫的样子？甚至比本王还要霸气逼人，确实不对。本王的外祖家应该已经通知我那侄儿，他在战场立了大功，只等他凯旋。到时候威远侯一家的事情也不是不能出现反击。先把齐之玉给按死，这个人绝对不能留。这胭脂不错。这胭脂没货了。看什么？我说没货就没货了。陈安郡主，你这么看我做什么？难不成你堂堂一个郡主要跟我抢胭脂不成？你喜欢，归你了。陈安郡主，你什么意思？你想要就要了，我不跟你争，你还问我什么意思？那我倒要问问你了，你什么意思？这是铺子里最好的一盒胭脂，也只有1盒。你喜欢就买啊，跟我说什么？陈安郡主，我真的拿走了。那恐怕不太行。你是打算用郡主的身份压我，让我把胭脂让给你吗？陈安郡主，你仗势欺人！齐荣耀，买东西花钱，这个粗浅的道理，你家里人没教过你吗？这铺子是我家的，我为什么要花钱？掌柜的，小的见过郡主。来，告诉你家小姐，这铺子是谁的？小姐，这铺子在几天前就已经转给了瑞王府。听到了，你以后再想不花钱拿东西是不可能的。给钱吧，你该不会是不想要了吧？刚才看你的架势，可是很喜欢啊。怎么，不花钱就喜欢，花钱就不喜欢了？哎，堂堂吴王的千金大小姐，该不会连这点银子都拿不出吧？给钱！多少钱？5000两银子。陈安郡主，你故意的！这胭脂怎么可能这么贵？
贤贵，你别买呀，我看这胭脂挺好的，就觉得应该卖个好价钱。你非喜欢要买，那我只能是忍痛割爱让你买了。怎的？你想买又买不起啊？我明白了，下回啊，你再买什么东西，先问问价钱，别到时候你很喜欢，却拿不出银子来，丢人哦。谁说我买不起？我只是出来没带那么多银子，你让人跟我去家里拿。好呀，你去跟着吴王千金去吴王府上拿银子。是。吴王千金平日里这么嚣张的吗？看清楚了，1文钱都不少你们的。是。怎么哪都有齐之瑜啊？王爷，父王肯定是来安慰我的。父王，你在家里不能消停待着，非要出门去给我惹祸。父王，我什么都没干啊，我还被齐之玉欺负了呢。你被欺负？你知道不知道外面的人都在怎么说我？你遇到了齐之运，为什么不绕着走？你为什么非要去招惹他？我在外面防着瑞王一家，谁成想被自己女儿坑了。你给他找不痛快，你有那个脑子吗？你有那个本事吗？我就是想给他找个不痛快。不是的，不是这样的，父王，我不知道那胭脂铺子给了齐之玉啊。别管铺子是谁的，你也不该主动去抢。好歹当初我也是东宫太子，我教养出来的女儿竟然众目睽睽之下去抢他人看中的胭脂，你是没见过什么好东西，连一盒胭脂都要去抢。你还记不记得你是什么身份？一身的小家子气，你到底是跟谁学的？目光这样短浅，让你娘给你多找人好好的教教你。郡主，魏国公府的蒋淑仪蒋小姐求见。魏国公，老狐狸见风使舵，让他进来。见过郡主。免礼。郡主，刚刚臣女在街上听到了一些说法，关于吴王的。蒋小姐，你家下人不认路吗？关于吴王的事情，你应该去吴王府。郡主，您是聪明人，您知道我是什么意思。齐荣瑶还是个孩子，你又何必这样对他？吴王被废了太子，齐荣瑶心里有气，见到了郡主耍了小孩子脾气，郡主就不能包容一二吗？不能。齐荣瑶是我生的。郡主真是说笑了。既然你知道她不是我生的，我为什么要包容她？她到底是郡主的堂妹，郡主是齐荣瑶的堂姐，难道不应该对她多关照几分吗？蒋淑仪，唐静柔他们夫妇被关进大牢这么长时间了，你作为他们家未过门的儿媳，怎么就没去探望探望？并非是我不想去探望，实在是不许探视。你哭不会鼻塞流鼻涕吗？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啊？那算了。蒋淑仪，你祖父让你过来探探我，你用错方法了。郡主，你这是何意？臣女不过是觉得郡主如此对待齐荣瑶，实在是有些过了。小姐，快去叫大夫！郡主，你何故如此？蒋小姐，你跑到我的雅间来，对着我说教，觉得我让齐荣瑶受委屈了？你是用什么身份来指责我的？郡主误会了，并非是臣女指责，而是规劝。郡主与齐荣瑶本就是堂姐妹，何必要弄得势同水火？更何况齐荣瑶年纪还小，郡主若是不爱听，下次臣女不说便是了。是臣女多嘴。蒋淑仪，第一，我是陛下亲封的陈安郡主，你跑到我跟前来指责我，是以下犯上。第二，齐荣瑶先抢我看中的东西，我不过就是实话实说。那我问一句，我要怎么包容她？如你所言，我跟她是堂姐妹，难不成我应该纵容她肆意的仗势欺人，还是说放纵她强取豪夺？蒋淑仪，我就好奇，今天你来找我，是你祖父魏国公的意思吗？罢了，我能理解你为何如此。前威远侯跟吴王的关系，你跟前威远侯府的关系，我懂，我都懂。看来为了自己利益，魏国公可以无视事实的颠倒黑白。魏国公啊，手握兵权，到了关键时刻，那些将士真的是保家卫国、护卫百姓，还是会为了利益调转利刃，成为他达到目的的刽子手？陈安郡主，我祖父绝无那样想法。事情还没发生，谁知道呢？你可是魏国公最引为傲的孙女，你的想法都对吧？这是恼羞成怒，
看来是被我猜中了。郡主，你好了，蒋小姐，不用说了，你家丫鬟请的大夫来了，你还是先让大夫看看伤势吧。毕竟你若是有了什么意外，国公爷可是要心疼死了。孙女儿这么坏，全靠爷爷教得好，魏国公名声彻底烂大街。放肆！还不赶快扶我下楼！这就是魏国公最看好的孙女。大夫客气了，我家郡主说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百姓吃亏。你是疯了不成？我是让你去探探齐之玉，不是让你给他送把柄去的。你知道现在外面都怎么说魏国公府吗？他们说咱们魏国公府跟曾经的威远侯府是蛇鼠一窝，魏国公府跟曾经的威远侯府都是吴王的爪牙。幸亏吴王不是太子了，不然的话，吴王登基，众生必然苦不堪言。谁敢这样诋毁吴王，诋毁咱们国公府，他们不要命了！众生就说了，你能把他们都嘎了吗？坐实魏国公府拥兵自重，手中的兵刃不是保家卫国，而是挥向众生的无耻恶霸。祖父，这一定是有人要害咱们家。陈安郡主，齐之玉，你还不明白吗？从你去找他开始，他不仅反击了你扣在他身上的污名，还成功的拉了吴王下水，顺便把咱们家也给踹下去。我最得意的孙女啊，把你教成一个颠倒黑白、目无法纪、无视规矩礼数的牲畜。牲畜？明明是我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谴责齐之玉啊！可齐之玉站在国家大义，站在百姓那边。张阁老，朕这孙女果然非同一般吧？魏国公这回算是栽了，主要是陈安这孩子办事果决，判断迅速，他那个脑袋瓜啊转得快。老臣原以为瑞王就已经够睿智，没成想郡主青出于蓝胜于蓝。谦虚谦虚，陈安年纪还小，还需要历练，需要打磨。不管怎么说，陈安倒是会掌握先机，他做的每一步都有目的的。那一脚踹的不仅仅是出气，更重要的是让蒋叔仪受伤，影响了他的应变能力。后面的发展尽在陈安掌握。陛下，吴王也好，魏国公也罢，不会善罢甘休的。张阁老，你说老大一家把魏国公吃下需要多久？老臣也挺想知道的，老臣拭目以待。妹啊，我得知吴王跟魏国公私下见了一面。二哥，你的眼线可以啊。嘿，不算什么，我可是京城有名的纨绔，三教九流的认识一些，正常。妹啊，他们见面肯定是要算计你，两个臭不要脸的。我感觉他们见面应该也不会太愉快，反正都是敌对的关系，不算计才奇了怪了。那倒是，蒋淑仪跟齐荣瑶都够丢人现眼的，他们是时互相想要埋怨，可是为了利益又忍住了。他们在等魏一峰回来，他已经在回京的路上，最多半个月。没事，等他回来再说。反正这段时间他们也不会消停的，总要做一些事情挽回魏国公跟吴王的名声。他们还想要针对你，贬低你，这不是最直接的方法吗？因为我的存在，撕掉了吴王跟魏国公多年维持的伪善谦和假象。但要是我本身就有问题，是个十恶不赦之人，那我说的一切便可以不攻自破，他们完全不需要洗，就已经白了。无耻！这不是常规操作。常规操作？二哥，要是让你围剿一个势力，那个势力还挺有实力，直接进攻需要花费很多力气，牺牲很大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制定计划，寻找他们的弱点，找准突破口。若是可以打入内部，从中瓦解，来个里应外合最好。妹啊，你笑什么？那要是你呢？要是我呀，我就让大家都觉得那个势力的存在会对他们有威胁，会让所有人都觉得留着那个势力，他们夜不能寐，食不下咽。在大多数人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他们会想干什么？除掉那个势力，不需要我亲自出手，民间就会有人主动发起攻击。势力再强，他们抵得过一波接着一波源源不断的人跟他们拼命吗？随着嘎区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势力已经是臭名昭著，天下人会众志成城，团结一心地铲除掉这个势力。
这个时候我再出手，那是高举正义大旗，为民除害。吴王跟魏国公的那些小算计，压根儿就不够看的。这边的杀戮气跟原世界比，还是太温柔了。我去！哎呀妹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什么？你在胭脂铺子跟祁荣瑶发生冲突之后，你没有立刻离开，而是跟掌柜的交接点货，为的就是等事情发酵。你就是在钓鱼了。果不其然，就让你钓到了蒋淑仪。跟蒋淑仪交手，你又掌握了主动，把魏国公拉下水。蒋淑仪被你连打带说，弄得反应不过来，完全跟着你的节奏在走。你又安排人给枕巾，暗中引导百姓，一场针对吴王跟魏国公的风暴已经形成。二哥，你激动什么？这不都是顺手的事儿？我去街上闲逛也是逛，在铺子里看那些胭脂水粉也是看，都是消遣，没什么差别的。妹啊，对你没差别，但是对吴王跟魏国公差别可大了。他们怎样，跟我有关系吗？干什么？你松点儿！你想勒死我？怎么了，老二？你抽什么风？玉儿遇到危险了？哥，咱妹太苦了。你说，玉儿到底经历了什么？不知道，去调查了，没线索。以玉儿这本事，她完全没有必要换到咱们家个火坑来。玉儿太可怜了，咱们都没在她身边，她怎么就遇到那些事儿了？但凡要是我在，我拼了命也不会让人欺负她。别想了，以后尽力就是了。亲弟弟，我忍。反正以后谁都不能欺负咱妹。那些狗眼看人低的，我还能不知道他们什么性子，准欺负玉儿。别人想欺负玉儿也挺困难的，不过玉儿倒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方向。咱们先弄魏国公，干！一定要斩草除根。你们听说了吗？陈安郡主至下。郡主，外面把您都要夸上天了，说连宫中御医都束手无策的毒，您居然想到了办法，说您医术了得，简直是神乎其神。娘带出来的丫鬟嗅觉果然灵锐，不肤浅，让人推一把。现在这程度还不够。是。陈安郡主简直是神医在世。若是陈安郡主治好的，那瑞王世子的腿就不算奇迹了吧？所谓的天命所归，根本是一场障眼法。瑞王心机太深沉了。住口！皇兄，不用理会外面的流言蜚语。流言蜚语？外面又说什么流言蜚语？皇兄没听到，那真是太好了。我还以为皇兄听到了会心里不舒服。关于本王的没听到，是很重要，关系到百姓社稷的事吗？最近本王一直忙于公务，没注意外面的流言蜚语。老四，外面都在说什么？爹，玉儿来接爹下朝。这是一方面，我找吴王有些事情。吴王，最近京城流传的那些闲随语，都是你弄出来的吧？陈安，你在说什么？本王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吴王，你怕不是忘了，我爹我大哥可是天命所归，你还利用这个来造谣，你就不怕老天爷惩罚你吗？陈安，真不知道你为何如此误会本王。不过你若是觉得一切是本王做的，那就是吧。若是老天想要惩罚本王，那就来惩罚。本王倒要看看老天怎么降下惩罚。爹，退后！我实力不足，没说不能借力啊。快传御医，快走！你四皇叔伤了，不知道怎么样了。瑞王，你个不要脸的，储君之位非你莫属，这脸皮厚度绝对碾压。爹，你干什么？爹，你还没看出来吗？这就是吴王暗中派人诋毁你跟大哥，老天看不下去了，你还要去关心害你的人。你四皇叔他……爹，咱们回去吧，伤了你们的真心，不值得。老四没有性命之忧，休养1个来月也就好了。距离老四近的几个人受了一些皮外伤，你原本站立的位置也不会被波及的。陈老了，上了年纪，胆子小了。那阁老可是有什么想法？陛下，臣真的老了，没几年好活了，自然不会逆天而为。阁老还是如此睿智，老臣不过就是惜命罢了。毕竟不是谁都能承受得住被雷劈的。瑞王深不可测，陈安郡主更是神乎其神。老夫又不傻，好好活着不香吗？上梁不正下梁歪。陈安，你怎么过来了？
我来探望四皇叔，让你挂心了。昨儿个御医看过了，也开了药。半夜的时候，王爷便醒了，只需要好好静养几日就好。那真是谢天谢地，四皇叔没有大事。那雷劈下来，真的是吓到我了。我长这么大就见过2次，只是结果截然不同，倒是挺稀奇。京城就是不一样，让我长见识。齐敬晨被雷劈站起来了是天命，我家王爷被劈晕了是天罚是吧？我医术还不错，不如我给四皇叔看一看。陈安，此事我要问问你皇叔。你是一片孝心，但你皇叔心疼你，怕你累倒，我私心还是想要麻烦你的。皇婶，请便。你皇叔请你过去，真是麻烦陈安了。皇婶说笑了，咱们都是一家人，何必见外？天道偏心啊，没劈嘎真可惜。我有一个药方，若是皇叔服用的话，3天就可以下地。3天？御医说至少要10天，就看皇叔怎么选了。我就不打扰皇叔休息了。陈安，皇叔也没有什么感谢你的，府中有一套红宝头面，正好适合你，是曾经的贡品。你皇祖父赏赐给我母妃，我母妃又给了我，你让人给陈安拿来。好，那就多谢皇叔了，我不打扰皇叔了。皇婶，我去前院等着。王爷，那头面怎么给他？说好要留给咱们女儿的。我也没想到他连客气都不客气一下。陈安郡主，请你以后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这套头面，这是皇祖父赏赐的，我们一家人都很珍惜。放心，我会的。其实我也没想到皇叔这么客气，不过长辈赐不敢辞，我只能是勉为其难的收下。陈安，你上马车小心。多谢皇婶。他真的拿走了。爹爹宅心仁厚，我自然要不计前嫌来看诊。只是那药嘛……齐之玉，混账东西！真的是随了瑞王那个伪君子，卑鄙无耻！王爷，药方可是不对症。你个蠢货！那陈安何事惹恼了王爷？齐之玉给本王开的药方效果太好了，好到本王3天就可以下地，不出7天便会痊愈。齐之玉有这么好心？当然没这么好心。按着他开的药喝下去，5脏6腑宛如刀绞，骨头好似被人敲碎，痛不欲生。王爷，这个药咱们不能喝。不喝的话，难不成真的让我休养1个月？1个月的时间，瑞王那个混蛋东西肯定会把属于我的公务给揽过去。到时候等我康复了，手中权势不知道被瑞王给抢走多少。可是父王是受伤了，就不可以歇一歇吗？关系到社稷百姓的事情，怎么能歇？齐之玉实在太可恶了，他就是在逼王爷你。你想错了，从齐之玉一开始过来，他为的就是折磨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不会放权让瑞王钻空子，他笃定你必喝这个药，他用的一直都是阳谋，来龙去脉我全都看得透，可就是没法破局。我不仅要受折磨，还赔了一套父皇御赐的红宝人头面。王爷到底怎么样了？王爷引发内伤，用陈安郡主的药方效果会更好，只是什么呀？你倒是快说啊！痛苦会加倍，是吧？王爷饶命！又与你没有关系，下去吧，让人去煎药。你这孩子，给我做什么？这是好东西，你自己留着。因为我想给，娘都没给过你什么。你有了好东西，就知道想着娘。娘给我安排贴心的下人，衣食出行都安排的妥帖，就连饭食都会按着我的口味调整。那些其实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在我跟齐平乐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我的儿啊！这孩子到底是遭了多大的罪？亲娘选择亲生孩子这种本能的事情，对他来说竟有这么大的触动。这10几年，孩子是被泡在苦胆汁里长大的吗？我娘咋哭了？不懂，但是好舒服。爹，你回来了。没事，玉儿，不用管他。睡好了吗？睡饱了。娘，我回去了。去吧。怎么哭了？你怎么知道？老夫老妻的，你哭没哭我能不知道？咱家玉儿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孩子终究是回来了。回来了。对了，今儿个玉儿去探望吴王了，顺便给他开了药方。这丫头，这就好了。我们被波及的皮外伤还没好利索呢。皇兄，代我向陈安道谢。要不是他的药方，我也不会好这么快。都是一家人，何必说这见外的话？能帮到你，玉儿很开心。瑞王这个伪君子，父皇怎么就偏爱这种无耻之徒？也真是多亏了陈安的信任。毕竟服用药物之后的副作用，真的是一般人不见得能挺过来，会活活疼死。几次我都疼得想结果了自己。
不活了。你说这个我倒是知道一些，似乎是激发什么身体潜能，反正我不会医术，我也不太懂。不过靖文博的情况跟你类似，玉儿就是为了延长靖文博的寿命给了他药方，服药之后也是挺痛苦的，但活的时间会更长一些。靖文博倒是挺感激玉儿的。我吃了明亏，还要感谢他煞费苦心的折磨我是吗？其实吧，玉儿给你去看诊的时候也是犹豫，她担心你承受不了那种恢复的痛。可她转念一想，你是皇子，又当过几年太子，应该心境坚韧，不会因为那些痛就放弃。百姓社稷，在你心中应该重过身体上的痛。哈哈哈，果然玉儿没有猜错，老四，你是真男人。其实玉儿也是很愧疚的，她自责自己医术不够好，没法用更温和的办法让她的皇叔跟外祖父吃苦了。这孩子在家总是愧疚的夜不能寐，哭了一场又一场。皇兄，让陈安不要多想，他小小年纪已经有如此医术，实在了得。就算是御医，也没有如此好的办法，他很厉害了，我是很感激他的。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不然这孩子得内疚死。放心，你的感谢我一定转达。5天，最慢8天，戚之羽，你距离身败名裂、死无全尸的那天不远了。魏将军大败司云，这可是保家卫国的绝世英雄啊！妹啊，你让我也在背后推动干什么？这不是助长魏一峰的气焰吗？魏一峰这回可是立了大功，到时候唐静柔他们说不定会被放出来。威远侯府到底是德妃的娘家，前朝后宫被德妃吴王这对母子把控的死死的，不斩断德妃的后路总是麻烦。难，废了威远侯的爵位已经很不容易了，彻底的毁掉魏家，哪是那么容易的？慢慢来嘛，这回想把魏一峰彻底的打压下去，让他翻不了身。二哥，怎么了？妹啊，我觉得咱们两个对慢慢来的理解不太一样。我以为的慢慢来是先从魏家的旁支入手，砍掉他们家的生意，一步一步的蚕食魏家。你直接把魏一峰压得翻不了身，这算哪门子慢慢来？要是按着你那么说，不慢慢来是怎样的？全都嘎了，挡我者死，臣子不服，嘎了，换一批。谁敢说个不字，送他去见阎王。剑锋所指之处，不是臣服便是死。妹啊，咱控制一下啊！要是你那样的话，血流成河，民不聊生。所以我才说慢慢来嘛，我只是想想，又没有真的那么做。我看你们挺在意江山社稷的，所以我才没打算直接洗牌重来。二哥，我乖吧？乖，真乖。那你打算怎么按死魏一峰？其实魏一峰已经对我出手了。妹啊，你直接说这里是啥玩意儿就行。一种虫子还达不到蛊虫的地步，昨个晚上要钻进我身体里。他们想干什么？思云部落来弹劾，你说我这个刚刚被找回来的瑞王府千金，陛下亲封的郡主，若是个思云部落的细作，还有比这个更有意思的罪名吗？我弄吴王那个混蛋玩意儿去，用那么个丑虫子对付你，恶心不恶心？二哥，别冲动，还让你背上细作的恶名。这么生气是为了我啊？二哥别激动，嘎了他太冲动了，后面还有不少麻烦事儿，不如送给吴王。妹，你的意思是？细作肯定是有的，但那个人要是吴王呢？二哥，你说这是不是挺有意思的？还得是我妹，可是这东西你怎么弄到吴王身上？我自然有办法。这回真是有劳大巫了。王爷尽管放心，只要以后王爷答应给我们思云部落的东西准时送到，那我们就是一家人。区一个女人，倒是让王爷格外在意。也不怕大巫你笑话，这陈安郡主回来之后，真的是各种风波不断，好好的京城被弄得人心惶惶。唉，王爷你也不容易。不说了，只等这边的事情了结，该给你们的东西绝对一样不少送过去。娘，吃这个。好。抱歉陛下，在下失态了。在下只是感慨此地繁华，我们部落实在是太穷了，这才不得已在过不下去的时候想办法。过不下去就去烧杀抢掠，想办法合作，提供劳力换取物资，或者是祈求施舍，办法何其多，你们怎么一个都不用？畜生不如的玩意儿，也配在这里装可怜？混账，你算个什么东西，竟然敢如此辱骂我部落！部落不过就是个大点的村子，坐井观天时间长了，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陛下，这就是你们对待我们部落的态度。使者何必动怒？不过是小孩子心直口快罢了。当朕心里没有火吗？要不是攻下思云部落得不偿失，以为朕会坐在这里跟你们这群蛮淫废话？
这陈安郡主每一步都踩得恰到好处，她的嚣张不仅是恃宠而骄，更是精准劈在了陛下最迫切的痛点上。陛下恨不得把思云部落全砍了。郡主这番怒撤，简直是替陛下拔了心头的刺，正中下怀。陛下都是直率的人，这样谈起来大家也方便。陛下，多谢你的款待，但我们一路过来实在是乏累，便先去休息了。如此，请便。动你们几只蝼蚁易如反掌，但若逼得思云部落玩命反扑，边境百姓便要遭殃。这盘棋朕且忍你一时。陈安郡主，说话请注意场合。边关将士不知牺牲多少，才打了这场胜仗，逼得思云部落前来议和。若因你让议和功亏一篑，边关百姓往后怎么办？你说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把思云部落给平了，不就得了？陈安郡主，你根本不了解思云部落，他们身处群山，地势险峻，山路四通八达，朝廷将士总不能为一个小小部落倾巢而出。所以呢？陛下，陈安郡主此言会寒了边关将士的心，他们的殊死奋战，在郡主眼里就是一场笑话不成？陈安，陛下，区区一个思云部落，为何要跟这样的无耻小人议和？只要按我说的，提拔几位将军上来，绝对可以踏平思云部落。不可！魏将军，陛下还没说话呢，你就替陛下做了决定，你太着急了。陛下，臣绝无此意，只是将军任免关乎社稷安危，岂能如此儿戏？那魏将军又怎么知道本郡主提议的人就不能胜任，不能踏平思云部落？此事岂能随便乱试？陛下，你有何好人选？人选自然是有的。我从一开始就不赞同跟这种无耻部落议和，他们贪得无厌，只会觉得咱们是怕了，往后只会得寸进尺。郡主这样胡乱揣测，没有道理。没道理吗？魏将军，思云部落的人连宴会都没结束就走了，真有诚意议和，会因我几句话就走？一个小小思云部落，一言不合就拂袖而去，怎么咱们还得求着他们不成？魏将军，你总不会想对思云部落卑躬屈膝吧？顺着他，就等于提拔换将的陆铺平。德妃与吴王密信里那句“齐之渊是心腹大患”必须除掉。陈安，跟朕来。老大，你如今真是越来越厉害了，这一手行云流水，把自己的人推上位，连支持老四都挑不出理。父皇，您夸错人了，不是你们事先商量好的，儿臣事先当真不知情，也挺意外的。陈安，这是你自己的主意，你怎么想到要这么部署的？部署？话赶话，不就这样了？这孩子到底随了谁？爹，你该不会没人可提拔吧？自然有，你要几个人，要多少我给多少。我还坐这儿呢，将领任免，你俩就这么定了？爹，这可是要铲除思云部落一些小细节，就别在意了吧。行吧，反正这位置早晚是你的。换将的前提是真能除掉思云部落。陈安，正事别忘了。这个简单，交给我就行。爹，你大大方方安排自己人，剩下的我来。好，好什么好？陈安说什么办法了吗？你也不先听听可不可行？她一个姑娘家，万一出了事没做成，你以为老四会放过她？爹，你就信你孙女？老四想要玉儿的命，他是痴人说梦。哎呦，我说句实话，怎么了？皇祖父是觉得没面子，那恶心部落他没解决掉，我却有办法。儿啊，你太低估你皇祖父了，只要能达到目的，他从来不在乎脸面。我爹哪来的资格看不起皇祖父，倒像他自己多要脸似的。我看啊，皇祖父是真生爹人的气了。你生的孩子有本事，他生的孩子不争气。啊，爹，你踹我干什么？我觉得你说对了，所以用你皇祖父的方式表达一下对你的亲近。玉儿啊，你今天跟那使者对上了，吴王他们就没法污蔑你了吧？娘，你不觉得这样他们更好污蔑我吗？你是故意的跟思云部落的人对上，从而隐藏你的身份。所谓的针锋相对，其实是你跟他们在做戏给外人看。妹啊，你又笑什么？你们说，要是魏国公出事了怎么办？魏国公当年在边关跟思云部落交过手，也算有血含仇。他们这回过来想趁机报仇，不是很正常？可他们不是来议和的。那是他们想的呀，跟咱们有什么关系？他们表面议和，暗地报仇，宴上都敢那般放肆，私下对付魏国公太正常了。妹啊，你这计划可真长远。计划这些需要计划吗？在宴会上，我就是看不惯思云部落的人放屁，至于后面的，不就顺理成章？爹，我有点我的女儿啊，她到底是怎么长成这样的？到底吃了多少苦啊？我还说要好好的对孩子，可是呢，一直都是孩子在保护我们，尤其是现在她还要去做那么危险的事情，我真没用。咱们做孩子的后盾就好，孩子为了我们在前面拼杀，我们也不能拖后腿。那个位置我要定了。陛下，这些日子我们感受到了你们议和的诚意，为了双方都好，条件就按着你们说的来。既然你们没异议，那就开始吧。陛下，既然以后我们是盟友了，那我就坦白了，
其实，在京城有我们的眼线。哦，既然是你们眼线，为何你自己揭穿？主要是陛下你们给出的条件不错，我们也不想整天的打打杀杀。既然有安稳日子，谁想每天都提心吊胆的？那个眼线我们也想收回，省得以后被发现了，毁了这平静日子。你们倒是有心了。你们的眼线是谁？你们的陈安郡主席之玉。放屁！父皇，陈安才回来多久啊？他怎么做细作？可怜儿臣的女儿在外受了这么多年的苦，儿臣还没有好好的补偿她，有人就想要她的命。父皇，陈安不过是一个弱女子，怎么会成为他人的眼中钉？神特了弱，一切根源不过是在儿臣身上。恳请父皇将儿臣贬为庶民，儿臣只需要薄田几亩，可以养活一家人，平庸清贫的度过残生，也好过在京城成为他人的绊脚石。不知何时，儿臣的家人都要被除掉。你说陈安郡主是你们安插在京城的细作，可有证据？陛下，你们不觉得奇怪，陈安郡主为何有一身好武艺？还有她的胆识，哪里像是一个普通的村姑？实际上，当年我们部落的人无意中路过陈安郡主长大的村子，知道了这个秘密。那个时候，陈安郡主还是襁褓中的婴孩，我们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把孩子给换了。换了，容貌还能这么像？你们部落倒是有本事，能从婴孩就看出来以后长大的模样。说，你们是为了谁如此陷害陈安？陛下，你若是不信的话，可以叫陈安小主过来，我们可以当面对质。他是我们思云部落的人，我自然有办法证明。陛下，我们也是为了双方好，更何况我们不会无缘无故做此事的。父皇，此事既然已经发生，那就让陈安来一趟，把这个嫌疑解释清楚，也好过以后被人诟病。而且儿臣也不想背负着莫须有的罪名，儿臣不想让人怀疑这一切都是儿臣在幕后主使。老大，让陈安进宫，把眼泪给朕擦干净。堂堂王爷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有朕这个皇祖父在，你还以为陈安会被欺负？父皇，陈安不在家，已经出门好几天了，说是这2天就回来。不过儿臣进宫之前，陈安还没有到家。哼，怕不是自己身份要被揭穿，提前跑了？有谁会没事把自己的眼线给暴露出来？你们的举动实在反常。瑞王，那你是不了解我们思云部落。我们既然停战结盟，那么就会坦诚一切。对于盟友，我们是毫无保留的，我们就是如此真性情。哼，简直是荒唐！瑞王，该不会陈安郡主根本就在瑞王府，只是你也知道她的异常。她若是有问题，你这个王爷也会被牵连，所以你才故意的说她没在家。陛下还是派人去瑞王府看看，省得被人骗了。皇兄，为了洗清陈安嫌疑，还是让他进宫一趟吧。不用去请，本郡主来了。陈安，皇祖父，什么情况？我在殿外就听到有人要找我，这是有事儿？刚刚朕听到了一个很好笑的笑话，他们说你是思云部落安插在京城的细作，确实挺好笑的。齐之玉，不用继续潜伏了，既然双方已经结盟，以后你就不用再做什么，跟我们回去吧，也省得以后你身份被发现，让陛下误会咱们部落说话不算话，破坏这难得的平静日子。跳梁小丑，齐之玉，你还装什么？那天宴会上你我故意吵架，不就是为了撇清你的嫌疑？若是这次议和不成，以后也方便你行事。行了，别说这种似是而非的话，拿出证据来，证明我是你们思云部落的人，不然的话，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陈安郡主，你非要证据的话，你别后悔。拿不出来，就把你们的脑袋留下。陈安郡主，你还不知道吧？从你被送过来，你的身上已经被种下了蛊虫。只要我激活蛊虫，你便会痛不欲生，甚至蛊虫不除，你以后就是日日夜夜忍受钻心挖骨剧痛的废人。陈安郡主，你确定让我激活蛊虫吗？当然。父皇，其实双方已经结盟，有些事情不必非要弄清楚。激活蛊虫实在太过残忍，何必呢？吴王，你非要做局害我。陈安，你怎的如此说话？本王何曾害过你？没害我，你非要阻止思云部落的大巫，你这样做不就是已经认定我是他们的细作？皇叔，你这手段真的挺低劣的。好，你别后悔，到时候蛊虫激活痛不欲生，看你怎么熬！别摆出来一副我把你好心当成驴肝肺的委屈模样。你什么目的？这里的人都看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呢？罢了，你非要执意如此，本王也不再多言。正所谓好言难劝该死鬼，你随意。陈安郡主，
这是你自己做的选择，你别后悔。我还真不知道什么叫后悔。你快别吹了，吹得这么难听，听着叫人反胃。这他妈是怎么回事？细作。吴王给大梁湾部落当细作，世上还有比这更荒谬的事吗？雨衣，按住他！父皇，四云部落狼子野心，儿臣以为先把他们拿下，关入大牢，其他事情再从长计议。大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陈安郡主，好手段！你竟然偷学了我操控蛊虫之法，将蛊虫转到了吴王身上。你会转种蛊虫？你若是会的话，给我们现场表演一下。你是想说你没有蛊虫，让你表演给我们看？你住的地方不会没有吧？你猜，现在我们的人去你住处搜一搜，能不能给你把蛊虫拿过来？该死的混账东西！微臣看看。臣医术不精，无能为力。大巫，你若还想活命，就把蛊虫给弄出来。陛下，蛊虫一半激活，我也没办法。陛下，陈安郡主医术了得，不知道是否有办法保住吴王性命？陈安，你可有办法？有啊。既然郡主有办法，为何刚才不说？你也没问我。人命关天，吴王更是郡主皇叔，郡主当真不顾念一点亲情？那吴王对我可曾有过亲情？此言差矣。别说郡主是吴王的亲人，就算是毫无血缘关系的我等，也会拼死一救。拼死一救？若是牺牲了你，就可以救下吴王，你会牺牲吗？只要吴王可以安然无恙，就算是牺牲掉老臣性命又如何？守护皇室，这本就是臣子本分。哦，郡主，魏国公，你有事？郡主，既然你有办法，该去给吴王看看。凭什么？你是臣子，那是你的本分，我又不是臣子。陛下，陈安，你诊治需要什么条件？皇祖父，我也不懂救一个王爷需要多少诊金，应该比治好普通人贵吧？应该是这样，不过具体诊金需要你跟吴王自己谈。其实我也不想出手，毕竟这种东西我没接触过，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也更不清楚需不需要我诊治。需要啊，那好吧，咱们先谈谈。那根本不是穴位啊！来，吴王，咱们谈谈诊金报酬的问题。郡主，现在你给吴王看诊要紧，还谈什么诊金报酬？哦，那不谈了。不用管他放屁！魏国公，很显然吴王更希望谈一谈，那我只好听吴王的了，你不介意吧？还请郡主快些为吴王诊治。位置变了，效果居然一样，为什么？玉儿，你给你皇叔好好看，总是蹲着累着怎么办？爹放心，就凭他是爹的弟弟，是皇祖父的儿子，我也会尽力的。好孩子，你呀就是心善。老大真是越来越不要脸了。刚才毫不犹豫拔针折磨人的活阎王是谁？神特别心善。皇叔，我要是出手，可是救了你一命，你觉得你需要付出什么样的报酬才够抵消你这条命？你想要什么？狮子大开口吧，让全天下看看你们妇女趁人之危的嘴脸。只要你敢要兵权要钱财，全天下都会看清你们妇女趁人之危的嘴脸。就算我交出底牌，这一局我也不是全输。你想要什么？皇叔，你也知道，我二哥呢一直没个事情做，你看是不是能给他安排个差事？什么差？朝中的事情我也不懂，具体什么差事还是我爹跟皇叔谈吧。反正职位也不会太高，毕竟我二哥的能力就在那里，肯定不会让皇叔为难的。你也知道我家老二整天的招猫抖狗的，也不用多大，力不源于阳就成。好。
从五品掀不起风浪。太好了，皇叔，你真厉害！安排个差事真简单，我爹就不行。混账玩意儿！父皇还在呢，你这是在诛我的心啊！刚好有个人身体不适，正想找人顶替他，也是赶巧。老四，这次真是谢谢你了。皇兄，客气了。郡主，还请你快些为吴王诊治。好的。幸好蛊虫还没有太深入，我可以把它引出来。那我就能好了？是，不过引出蛊虫过程挺凶险的，若是到了一半的时候，蛊虫又退了回去，就会引发强烈的反噬，到时候那痛苦不只是翻倍这么简单。怎么能保证蛊虫不退回去？这个很简单，蛊虫被激活了，它喜欢血肉气息，找个人来当它的嗣储就是了。牢中有死囚？不行哎，这个需要族主心甘情愿，不能有半分抗拒才行。若是抗拒，蛊虫就会察觉到族主换人了，脱离族主对于蛊虫来说是很危险的，他一感觉到不安全，立马便会退回去。皇叔，你不用为难啊，刚刚魏公说了，这都是臣子的本分，他一定会为你分忧的，对吧，魏国公？好厉害，杨某！毁了魏国公，就是砍掉了吴王一大助力。无论魏国公怎么选，都是陈安郡主赢。郡主，老臣死可以，但是请郡主容老臣一段时间处理一下身后事。军中一些事情，只有老臣才能安顿好，不出差错。不用你去死啊！啊！只是让蛊虫到了你身体，我会提前给你服用药物，到时候你不会这么疼的，顶多就是偶尔发作一下，疼痛的程度就跟抽筋差不多吧。唯一的问题就是不确定什么时候发作。不过魏国公你可以放心，我保证将发作时间控制在1刻钟之内。郡主既然可以做到这样，为何不直接减轻吴王痛苦？毕竟蛊虫转移也是有风险的。郡主为何如此看老臣？我第一次见一个傻子当国公的。嚣张，太嚣张了！他就真不怕把人得罪了？既然郡主有针对蛊虫之法，为何不给吴王服用药物直接根除，反倒要用蛊虫转移如此凶险之法？这对王爷来说太过冒险。皇祖父，他是怎么当上国公的？魏国公年纪大了。好吧，药呢作用是不同的，就好比你在绿豆上放了一块布，再撒上红豆，两种豆子就掺和不到一起去，总不能两种豆子混到一起了。你放块布，那些豆子就能自动分开。现在我的药提前服用可以，中了蛊虫之后无效。魏国公，你到底喝不喝药？不行就换人，别口号喊得那么强亮，到正事的时候就怂了。别说一套做一套，那样还算人吗？那就请郡主开药方。这才对嘛！好一个齐之玉，他就是利用了我表忠心的心思，这本是基础操作，却成了他挥向我的利刃。我们注定不死不休。郡主，如今你可以为吴王诊治了吗？过来，把你们手腕割开。别动。好了，我再开几副药，吴王要服用，去除残留的毒性；魏国公则是压制蛊虫发作。陛下，既然你们王爷没事了，那我们就不多留，回去了。回去？你们回哪儿去？冤枉完我就想走吗？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谁给你们的脸？陈安郡主，我在跟陛下说话，你插什么嘴？这关系着双方是否和平相处。若是因为你引起双方大战，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这帮卑鄙无耻的蛮夷，若是大军进山中了埋伏，或者他们化整为零潜入府城，后果不堪设想。陈安郡主，此事可能就是个误会，你就不要揪着不放了。误会？魏国公，你眼瞎吗？看不到思云部落的狼子野心？明明我不是他们的眼线，他们非说我是。最后苦的人是吴王，他们议和根本就是毫无诚意。你跟我说这一切都是误会。瑞王，陈安郡主一个姑娘家，可以先回去了。若是闯了祸，可不是她能承担的。陈安说的何错之有？思云部落根本就是目的不纯，那些事情本就是误会，相信吴王也是这么觉得。一切以和为贵。和个屁！都被人欺负到跟前来了还和？魏国公，你喜欢跪着那是你的事儿，别带上我们。如此胆小怕事，你当初到底是怎么带兵的？陈安郡主，陈安，你说过
只要用你举荐之人，就能解决思云部落。圣旨，朕给你这么多天了，你是不是该给朕一个交代了？陛下，我们给陈安郡主发圣旨吗？边关将士任免当儿戏吗？陛下，你想灭了我们思云部落？好，既然你们没有诚意，此次议和就此作罢。这么多侍卫围着你们，能让你们离开？你们蠢，也不能觉得我们跟你们一样傻呀。陈安郡主，你就算是杀了我们也没用。但凡我们超过时间不回去，我们部落的人就知道我们发生了不测，到时候你们的安稳日子也到头了。陛下，陈安郡主行事鲁莽，还请陛下责罚。我怎么鲁莽了？就因为骂了思云部落几句，就因为在他们面前我没有卑躬屈膝。魏国公，你骨头软，别想别人跟你一样。郡主，你可知道百足之虫死而不欢，后患无穷的道理？郡主，你年纪太小，做事考虑不周。你呢，若是跟我们回去赔罪，此事我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盟书还是作数。郡主请慎言，少说两句会死。陈安郡主，你听到了吗？你们的大臣都觉得你话太多了，说多错多的道理你不懂。盟书是你们部落签书的那份盟书已经没用了。怎的，郡主，你要撕毁盟书？盟书那是双方或者是多方结盟才有用，可如今只有一方，还有什么意义？我们思云部落也是用印盖章了。盖章了有什么用？你们思云部落都没了，那印章不就是块破石头？喏，你们部落首领跟管事吃饭的家伙都在这里了，你们不会不认识吧？不可能，我们的首领长老齐志云。死吧！废物！真不理解你们这帮人的脑子是怎么长的。你们部落全都被我给灭了，你们俩怎么还会觉得能打得过我？陈安，这思云部落我都查过了，思云部落的人都在这上面，我是按着名册确认才去嘎的。至于他俩，刚好补上。一家人最重要的是整整齐齐。陈安辛苦了，这才是我们齐家子孙该有的样子。你立下大功，有什么想要的？陛下，虽然这二人已伏诛，但思云部落上万人是否真的全军覆没还不确定啊！若无万全准备，受苦的是百姓。你的意思是，朕老糊涂到分不清真假？臣并无此意。皇祖父，魏国公会这么想也正常，毕竟他自己做不到嘛。不过魏国公，你这也太狭隘了，自己做不到，还见不得别人做到。你这样的人身居高位，得压下多少有能力的新人啊！陛下，臣绝没做过这种事。其实都是为了百姓，什么赏赐不赏赐的不重要。好一个心机深沉的无赖，以退为进，郡主真是立了大功。哎，要说立功，就吴王那次，魏国公你功劳更大。刚刚要是给吴王转移蛊虫的话，死囚给打晕了，他也不会反抗啊。忘了。不过还好魏国公深明大义，肯牺牲自己。魏国公大义呀！不愧是魏国公，果然是大气。魏国公这是怎么了？那蛊虫不该发作才是啊！老大，陈安这孩子了不得呀！半个月的时间，奔走千里，全歼思云部落，这绝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若是没有陈安，咱们还要受思云部落的气，被他们拿捏。父皇，陈安这功劳无人能及。这顺杆爬的本事真是越来越娴熟了，你就不能谦虚两句吗？说得好，就是不知道陈安到底想要什么赏赐，朕也犯愁啊，不知道给孩子什么好。能为父皇分忧，是陈安最开心的。瑞王一家实在是太会了，每一步都踩在陛下最在意的地方，把百姓放在最前面。这样的瑞王若是不成为储君，老天都没长眼。国公，您身体还好吗？还死不了。宫中发生的事情你都知道了，你怎么想？我觉得此事极其荒谬。我跟思云部落交过手，他们有多棘手我最清楚。就齐之玉自己跑过去，把思云部落给灭了，这不是开玩笑吗？齐之玉敢当着众人的面说，那肯定就是真的，谅他也不敢说假话。那您遭罪了。为了吴王，我做出一些牺牲也没什么。倒是你们的封赏还没有下来，你可以用你的军功
去换回你父亲的爵位。威远侯府不能倒。蛊虫怎么会到我身上？王爷，那陈安郡主齐之玉太邪门了。王爷，魏国公也属于让我父亲拿回爵位。有你的战功，再加上魏国公你父亲的爵位回来，是十拿九稳。只要威远侯回来，后面的事情本王才好运作，才好对付齐之玉跟瑞王。如今齐之玉灭了思云部落，我的战功，陛下还能赏吗？这个你尽管放心，父皇一向赏罚分明，该赏还是会赏。可是那花名册正反面密密麻麻全是血手印，齐之玉快马加鞭赶过去，留给他动手的时间连4天都不到。从活捉到动手，再按上手印，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他还是人吗？哥，你算清楚了吗？除非玉儿有非凡的能力，用雷劈死他们！你以为随随便便就能把雷电招来？那2次咱妹不就是做到了吗？那也是有前提条件的。什么条件？我怎么会知道？哎，说了半天你也不知道啊，装什么高深莫测？等明天问问玉儿吧，她累坏了，让她先睡。妹啊，那册子他们怎么那么听话，给你按手印啊？谁说那册子是思云部落的人写的？你是找人代笔的？不是啊，爹的人不是在边关吗？我在出发前就给他们送信了，让他们写个册子出来。思云部落号称上万人，谁去数？把知道的重要人物名字写上，剩下的胡乱写，真真假假就行了。使者能认全他们部落的人。那手印呢？爹的人有好几个呢，找信任的人一起按不可以吗？一个人10根手指，外加10根脚趾，交替着按，只要一页上不重复不就得了？脚也可以？二哥，脚趾也是有指纹的，你不能歧视脚趾头啊！感情是假的，我妹才是真阎王啊！妹啊，还得是你啊！这么弄真的是谁都想不到，你真是太聪明了！你这孩子说的这么轻松，这一路赶过去又嘎那么多人，不得累惨了？还行，奔赴千里去嘎人，前世做多了，那些人只会高呼我厉害，但有人关心累不累的感觉，真的不赖。玉儿，确定思云部落没有漏网之鱼了？还是你安排完，剩下的有人接手扫尾？没有，都嘎了。我可是顺着那些人的亲缘线去嘎的，但凡跟他们有牵扯有关系的，我一个都没放过。黄姐，我送了拜帖，黄姐没有时间见我。黄姐很忙吗？忙。黄姐连见我一面的时间都没有？没有。没时间见我，有时间吃着油饼。主要是黄姐帮了我父王，我想感谢一下黄姐。黄姐避而不见，是因为嫌我烦吗？对啊。郡主，你太过分了！你们好歹是姐妹，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伤她的心？蒋淑仪，是因为你祖父为吴王引蛊虫上身，心有不甘，所以你才如此记恨我吗？那也是魏国公自己选择的。他说他身为臣子，忠于皇室，难不成他只是说说，其实心中并非这么想？都怪我，是我当真了。你迁怒于我，我也能理解。蒋小姐，抱歉，我并不知道你祖父魏国公口是心非。郡主，我祖父绝无此意，这是你们姐妹的事情，为何要扯到我祖父？你也知道这是我们姐妹的事情，你一个臣女掺和皇家女的是非中，这是你祖父魏国公给你的底气。郡主，臣女失言。我呢，也不太懂这要怎么罚，你还是回去问问你祖父吧。黄姐，蒋淑仪也是因为看我伤心，咱们是姐妹，你为何要烦我？难不成就因为黄伯父想要储君之位，你就厌恶我吗？难道在黄姐心中，那个位置胜过血缘亲情？是啊，黄姐灭了思云部落是大功臣，我不配见黄姐，不配耽误黄姐时间。没错。郡主，你要的东西已经调配齐了。那挺好的，都送过去吧，别耽误了。齐荣瑶，你在王府里是不是不知道最近几天京城挺热闹？我知道，都在讨论黄姐的丰功伟绩。这几天医馆在免费赠药，京城及周边的百姓全都去领，这才是京城最大的热闹事儿。
我的功劳跟百姓比起来算得了什么？齐荣瑶啊，百姓在你眼中就这么不值一提吗？赠药，哪家医馆赠药？你不知道吗？京城所有医馆都在赠药，又不是什么特殊日子，搞什么名堂？当然是因为我娘拿了银子让他们赠药。黄姐，你们怎么想起来赠药了？还能是因为什么？谁让我嘎了上万人？啊，黄伯母是因为黄姐杀戮过重，所以赠药为你祈福赎罪吗？干什么这么看我？你笑什么笑？齐荣瑶，我理解，你是想要打压我，所以口无择言。胡说！谁说我要打压你了？我祖父到底为什么要支持吴王这种蠢货的女儿？小姐，你叫什么？黄姐，你别为了给我泼脏水，胡言乱语的污蔑我。毁灭吧，爱咋咋地。你刚刚不是口无择言？当然，我娘给百姓赠药，确实是因为我嘎了上万人，灭了思云部落这个大祸害。如此喜事，自然要普天同庆。只可惜我瑞王府银子不多，只能惠及京城周边百姓。郡主，臣女家愿意出银子。蒋小姐有心了，臣女这就回去，让家中准备银子。你这故意害我！完了，我同情思云部落，我父王也同情。哎，这是心理想法被不小心公之于众，羞愤后悔的晕了。郡主，求你别说了，给我们留条活路吧。算了，你们赶快扶你家小姐回去吧。娘，玉儿，你怎么还来了？在家里歇着不就得了？歇的差不多了。我听说娘这边药材不够用的，我让人又去买了一些。娘，吃口。真好吃。娘，估计一会儿会忙一些，其他夫人应该会过来送银子。我在街上把蒋淑银坑了。玉儿，还是你厉害，这下子那些人为了表现也会积极出钱的。普天同庆的事情只在京城附近就没意思了，其他地方也应该照顾到。而且啊，京城的达官故人都出手了，地方上的权贵难道不跟着？灭了思云部落可是大喜事，这个风向他们若是感受不到，不跟着出钱，他们是什么意思？祖父，齐荣瑶，齐荣瑶，到底要干什么？吴王怎么养出来这么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此事也是赶巧了。赶巧？你以为真的巧？如今京城百姓谁不夸齐之玉？齐之玉灭了思云部落，大快人心，百姓是交口称赞。不止，齐之玉还救了吴王。你以为这些事情是谁传出去的？瑞王府给自己造势，不怕被人拆穿？瑞王府的人手段高明，他们传齐之玉救了吴王，并非直白的夸齐之玉，主要是凸显思云部落的人多么卑鄙无耻，想要挑拨离间，还害了吴王。多亏齐之玉出手，吴王才被救回来。如此，思云部落的阴险更容易激起民愤。人人唾弃的思云部落被灭了，不是大快人心？百姓谁不为齐之玉叫好？每一步瑞王府都是想好的。齐荣瑶上街，听到的是齐之玉被奉若神明，就连他的父王都是多亏了齐之玉才活下来。你说，齐荣瑶怎能不气？见到了齐之玉，他怎么会不上前？可就算是这样，齐之玉也没法保证一定会碰到齐荣瑶吧？就算是没碰到，对齐之玉来说有何损失？还有，齐荣瑶性子冲动，他递过帖子给齐之玉，齐之玉不见他，再加上百姓都把齐之玉捧上天了，你觉得他会不盯着齐之玉？齐之玉出门，齐荣瑶就得到了消息，他是特意去堵齐之玉的。齐之玉不见齐荣瑶，这是计划中的一环。他算准了齐荣瑶的性子，更别说他还故意的引导齐荣瑶，吴王就不能派人看好齐荣瑶吗？都这个时候了，还把齐荣瑶这个破绽送到齐之玉跟前，让齐之玉给吴王制造把柄。祖父，瑞王他们心机深沉，可以揭穿他们啊！他们故意的隐藏赠药的事情，齐之玉还故意的提京城热闹，让齐荣瑶入套。祖父，我并没有听说瑞王府赠药，我也路过医馆了，都没看到。揭穿什么？后门，他们在后门赠药，普通百姓就算是过去排队，也不会在大街上。
更不会引起齐荣瑶的注意。瑞王府赠药干什么放在后门？他们就是故意的坑害吴王，咱们可以揭穿他们的险恶用心啊！你个蠢货！我费心培养你这么多年，你的脑子呢？为何要放到后门？那是为了不耽误医馆正常病人来看诊。在瑞王他们布局的时候，每一步就都想过了，还用等你去质疑？瑞王他们好无耻！这手法明显就是齐之玉的。瑞王妃喜欢靠做善事为瑞王赚个好名声，但是齐之玉更加擅长这种挑不出错的阳谋。让人准备银子吧。赠药做善事，咱们也算是出了一份力，功劳也有咱们得。咱们出了银子，最后风光全都会算到齐之玉跟瑞王他们身上。就因为是瑞王府带的头，咱们是被带动后加入的。那提起来，咱们也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啊！如果赠药的事情所有府城县城的高门大户全都参加呢？咱们府上跟上了，京城其他家不跟，京城都跟了，其他府城的人不跟。灭了司云不佐，解决了这么大一个隐患，让边关百姓不再被提心吊胆，让边关将士休养生息。如此普天同庆的事情，但凡有良心的大户人家，谁敢不跟？如此多的人家，名单长到看不到头，谁还记得谁有具体捐过多少？最后只会留下记载：陈安郡主灭司云，瑞王府赠药，举国上下随之同贺，功劳美名全都是瑞王府跟齐之玉的。而咱们无名无分，还不得不花钱，直白又狠辣的阳谋啊！这就是齐之玉。祖父，咱不能离开吴王吗？怎么可能？这条路一向都是路无悔，让人准备银子，省得落于人后。以后非必要不许齐荣瑶出门。是。老大，你家这事儿办得好，能借着玉儿的由头为百姓做些事情，乃是儿臣一家本分。好一个厚颜无耻之徒！瑞王消耗了吴王一派众人的钱财，为陈安郡主以及瑞王府扬了名，你没什么想说的？百姓多了一个保命的机会。真好啊，真好啊！张阁老不是一向都不参与其中的？吴王殿下此言差矣。瑞王造福天下百姓，如此贤能，老臣眼还不瞎。张阁老，你现在下结论是不是太早了？哈哈，吴王殿下，老臣相信自己的这双眼不会看错人。张阁老表明态度了。哼，就看明天了。边关的人已经到了附近，他们是不是带了人头过来？他们送不来了。陛下，眼看就要到日子，边关将士还没有回来。皇祖父来了，快坐吧。皇祖父，没茶水吗？你这丫头真是心机，喝什么茶？你这年龄的孩子不是最喜欢甜汤？还是皇祖父好。禀陛下，边关将士求见。你们怎的如此狼狈？陛下，末将等人住宿的客栈夜间走火，末将等人带着的东西全都被烧得一干二净，那司云部落的人头也全都烧了。混账！让你们运送如此重要的东西回来，半路竟然全都被烧了，你们怎么还有颜面来见陛下？国公，你此言差矣。那人头岂能这么轻易的烧掉？只要好好的找一下，客栈里肯定能找到。那客栈被人泼了油，除了一些砖块之外，里面的东西全都烧没了。这是有人故意为之，谁这么大胆？郡主，你所说的证物全都没了，可怎么办？你说这事情怎么就这么巧？那些人头可是证明你确实灭了司云部落的证据，可偏偏的就没了，是烧没的还是真不好说啊。魏国公，你想说什么？我只是觉得瑞王府才刚刚昭告天下，可如今最能证明郡主做了此事的证据没了。郡主，你不担心？郡主因何发笑？魏国公，我倒是没听说那蛊虫还会影响脑子，你是傻子吗？郡主何出此言？思云部落是不是被灭了？边关的百姓会不知道？往思云部落那里看一看不就行了？这点屁事也值得你当个正式的说来说去？看，自然可以去看，可没有思云部落的人头，如何确定思云部落真的被灭了？说来说去，还是魏国公不相信我。老臣只是好奇，老臣不知道郡主是如何将他们全部抓到。可就算是他们站着不动，让郡主一个一个去砍，这时间也对不上。老臣只是想不通，郡主是如何快速的把他们的脑袋砍下来。
为何要我砍？活下来的希望就是嘎了身边人。你说，为了活命，他们会不会自己动手？如此，还需要我亲自动手吗？郡主如此行事，实在是有失大国风范。郡主可以等边疆事过去再斩杀，亦或者慢慢来，让他们自相残杀，实在是……魏国公，你该不会当真了吧？郡主刚才是在戏耍老臣跟文武百官？不会吧？我刚才说的魏国公以及众位大人，你们还真当真了？各位也知道，思云部落的人从小便习武，个个骁勇善战。就算是他们自己动手，你们不觉得耗费的时间同样不短吗？好可怕的掌控力！一颦一笑皆是算计，直接将全场玩弄于股掌之中。幸好老夫站的是瑞王这边。既然不是刚刚郡主所言的那样，那郡主又是如何在短短时间内嘎了思云部落上万人？我只是给各位大臣示范一下我做了什么，只不过对待思云部落的时候，我手中是弓箭，而且箭雨直接划破脖颈，如此对力量的损耗最小。皇祖父，我可是没有破坏这大殿的东西。好孩子！怪物！王到底招惹了一个什么怪物？唉，其实这办法也不是最省力的，最省力的本应该是下毒，只可惜思云部落那边情况不太允许。我到的时候他们刚用过早饭，等到中午的话时间太长了，若是用药粉吸入的，山中风大，效果不好，我只好自己费力气了。没等到饭点儿，连一上午都不想等，阎王转世啊！王爷，要不您就认栽，输给自己皇兄也不丢人不是？再说了，丢人也总比丢命强啊！看什么看？那些不过都是起之于自己吹嘘的，谁亲眼见到？好武功，只可惜要想求证，还需要赶到边关，这一来一回，恐怕是需要不少时间。而思云部落的人头作为证据，已经全都烧毁，要怎么证明？人头被烧没了。魏国公，你听谁说的？他们！魏国公，末将可从来没有说过人头被烧毁了。刚刚不是你说？末将可没说过什么人头，只是说客栈烧成了废墟。你们没运送人头过来？兵分两路啊！思云部落突然被灭，人头处理好了之后，让几个兄弟跟着与镖局商队一起过来。末将等人则是随后赶来的。该死，差点把烧客栈的底牌自爆了。好，做得好，万岁！魏国公，你是一直都在怀疑我啊？并非是老臣怀疑郡主，实在是此事关系边关百姓安危，老臣不得不谨慎。魏国公，你从心里就看不起我，也难怪你孙女蒋淑仪在外面敢随便参与到我跟齐荣瑶的事情中。怎的？蒋淑仪回去让你们魏国公府出钱一起赠药的时候没跟你说？她自己都承认自己失言了。我跟她说过怎么罚她，我不太懂，让她回去问你。魏国公，你不知道此事？也是，我不过就是陛下亲封的区郡主而已，怎么跟魏国公的孙女比？两个皇家女争执，她来做评判定对错，也是有那个资格的，不然她怎么能那么自然而然的开口？回去不说，肯定是觉得不值一提呀。我都懂，在外面她承认自己失言，那是给皇家面子。陛下，臣家教不严，还请陛下责罚。魏国公，你劳苦功高，朕怎么能因为小孩子家的几句争执就罚你？罢了，既然魏国公如此，那便罚俸1年。蛊毒，是蛊毒发作了。没事的，只要魏国公按时服药，发作肯定在1刻钟之内。如此便好。吴王，魏国公救了你，你可不要忘了魏国公是因你才变成这样的。儿臣不会忘记。皇祖父，用不了几天，你就在朝堂上看不到魏国公了。会嘎人？嘎人倒是不会，他嘎了，岂不成了因我医术不惊害的？但是蛊虫发作，可是会影响他处理公务跟上朝。这不到1刻钟的时间，也不会耽误太多。可我没说1天就发作一次啊，这段时间他应该是1、2天才发作一次。对蛊虫这种东西，我也不太懂，计算的时间不是太准确，大概差不多。我倒是可以保证，每次发作都是1刻钟之内。哎，皇祖父，你怎么了？那最后他会怎么发作？会不会半个时辰就发作一次？皇祖父，你阎王转世啊，这么狠！到底谁才是活阎王啊？你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种话呢？1天发作个5、6次，7、8次，反正肯定不会超过10次的。万一哪天运气好，1次都发作呢？这都说不准的。不
不然太频繁的话，魏国公要是受不了，想不开走了呢？这事儿也不能做太绝，就算是施压，也要缓口气儿嘛。如此一来，用不了多久，魏国公就要放权了。陈安啊，真是委屈你了。看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丢人！娘，这是我丢人吗？这都是皇祖父私库里的，独一份的，我稀奇，太正常了。二哥喜欢，搬你屋里去。不行，这是皇祖父给你的，我肯定不能要。你非要送我点什么的话，东珠给我好了。让王爷费心了。若不是为了本王，魏国公也不用遭这个罪。都怪本王，此事与王爷无关，都是陈安郡主。他明明有办法，可他知道老臣是王爷的人，他是故意的坑害老臣，来削弱王爷的势力。蒋老不必担心，陈安不敢太过分。以后本王还需要蒋老助力，能为王爷效力是老臣之幸。来人，把少爷们都叫来，我们要快。宣老四进宫。老四，黄承思去抄了思云部落的使馆，顺藤摸瓜调查了一番，查出那使者曾暗中与人勾结，意图用蛊虫对付陈安。父皇，儿臣冤枉，儿臣对此事一无所知，绝对没有勾结外族。朕还没说是你，你急什么？正好瑞王跟陈安也到了，大家一起看看黄承思查出来的东西。陈安，黄承思查出那蛊虫本是冲着你来的，有人想借思云部落的手害你性命。皇叔，你这也太过分了！就算是你跟我爹争那储君之位，你也不能害我呀！要害你去害我爹啊，害我算怎么回事？老四，玉儿说的是，大人之间的事情，你牵扯小孩子干什么？这对父女没救了。皇兄，我绝对没有做过，这必定是外族贼人故意留下的迷阵，想害咱们内斗。现在不算内斗吗？哦，也是，还没见血，没到滥杀无辜的地步。你能不能闭嘴？父皇从来没有如此对过我，等物证一上，我看你们还怎么笑得出来。陛下，在使馆密室中查获了与蛊虫一同存放的信物。这扳着看着眼熟，终于来了。这可是我故意让人从瑞王府偷走，暗中放在使馆栽赃的。只要指认这是瑞王的扳指，就能反咬瑞王勾结使者陷害我。是儿臣的，我的扳指丢了有一段时间了。皇兄，你的贴身扳指怎会被查抄出来？莫非你与那使者早就达成了合作，故意让他给我下蛊，以此来除掉我？皇兄，你竟如此狠心！四弟，我就知道，咱们兄弟情深，你这般聪慧，绝不会上了那贼人的当。不，皇兄，这扳指，这贼人偷了我的扳指，临死还要将他藏在密室，挑拨离间，试图让你怀疑我陷害你。四弟，你刚才不是说外族之人只会挑拨离间吗？哥哥相信你，绝不会顺了那贼人的意来怀疑亲生大哥，对吧？还是皇叔明理，咱们都长了脑子，不上他这个当。黄承思查得好，这种包藏祸心的外族死有余辜。皇兄所言甚是，臣弟自然是信你的。父皇，这死去的使者伙同残党想要挑拨我们兄弟，他哪里知道我们兄弟情深，根本就不会让他们得逞。父皇，儿臣恳请立刻将使馆查获的残党悉数斩首示众，对外言明思云部落意图用失窃的扳指污蔑吴王，离间天家，已被陛下彻底识破。皇兄，这贼人其实也污蔑了你，你不也不信那贼人的挑拨？自然。好兄弟，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愚昧之人。这贼人留下这等卑劣的陷阱污蔑你，咱们总要给百姓一个交代。我们相信你是无辜的，也会跟百姓为你证明。四弟，你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没有。贼人污蔑你，为兄也是气愤，可人都死了，也没法给你出气，我真是愧对你啊。皇兄言重，臣弟愧不敢当。也幸亏黄承思去抄了使馆，不然我这丢失的扳子还回不来。四弟，你说这死去的使者，倒也是有点用处的。瑞王，好手段。四弟，你到底是年轻，你很得意。自幼父皇将我抱在腿上，传授帝王之道，每一位老师都是父皇亲自挑选，每日3问我功课，传国玉玺，不过就是我幼时砸核桃的工具罢了。四弟，你拿什么跟我比？爹，你真是个反派大魔头啊！自幼你皇祖父就教导我，帝王本就不是好人，当皇上就要比所有恶人都要恶，为了大局绝对不能心软。爹，你就没想过以后史书如何写你，后世之人怎么评价你？后人对我评价好，我可以活过来。爹，我喜欢你。玉儿才刚刚喜欢爹吗？爹的心都要碎了。唉，我要回去告诉娘，爹你除了娘之外，还在意其他女人是否喜欢你。你这孩子怎么能胡乱编排？再说了，你娘岂能不信我？爹，你猜娘是信你还是信我？玉儿啊，这事儿吧，其实咱爷俩也没啥矛盾，不是？
确实没啥矛盾。爹，下次跟我演的时候，考虑考虑后果哟。哦，闺女太厉害，一点成就感都没有，还是家里那两个笨小子好斗啊。陈安郡主太厉害了，瑞王真是教导有方啊！齐之玉才被找回来，瑞王养个屁！齐之玉厉害，跟瑞王有半文钱关系？不能冲动，瑞王那个不要脸的就等着我送把柄，他们是故意的，借百姓之口，一刀一刀往我心上扎。齐之玉瑞王好狠，弄不了你们，难不成还弄不了齐静熙那个纨绔？郡主请稍等，玉山房的点心甜汤马上就送上来。2份，我娘也在呢。是，奴婢这就去。这也太区别对待了吧！皇兄，怎么陈安不让御膳房的人给你们上一份？我又不是姑娘家，吃什么点心甜汤？怎的？你想吃啊？你想吃找皇祖父要啊？皇祖父可不会因为你嘴馋就训斥你的。看到了吗？什么？这东珠你有吗？不回答就是没有了。这是皇祖父赏赐的吗？皇兄，不是我说，这东珠男子戴固然没问题，但是陈安还没有。皇兄，你就不担心陈安觉得皇伯父不公，偏袒你吗？毕竟陈安在外吃了这么多年的苦，你府上有什么好东西，该紧着陈安才是。下次知道真相再说。你这样混乱猜测，只会惹人发笑。这东珠啊，是皇祖父赏赐给我妹，我妹又转送给我的。我妹啊，直接把一匣子都要给我。不过呢，你刚才说的对，男子用不了这么多，我就拿了几颗。一匣子？凭什么赏给那个村婆一匣子？对了，你那么骄傲，你妹给了你什么好东西？说来听听，让我也羡慕羡慕。是比皇祖父赏赐还好的东西吗？皇祖父也太偏心了。皇兄说笑了，我妹妹自幼在家中长大，不像陈安让皇祖父这么心疼。她得到的赏赐自然是没法跟陈安比，没有适合送我的。齐之玉现在得到那么多好东西有什么用？他还不是在外面遭了10几年的罪，这是瑞王一家怎么都抹除弥补不了的。我绝对不能让你们好过。也许陈安就是担心他再次被你们抛弃，所以才会有什么好东西都给你们。皇兄，你们可要好好的心疼陈安啊，他太不容易了。红儿，小孩子心直口快，皇兄别介意。小孩子嘛，怎么会介意？别什么话都往外乱说，你看你皇兄多伤心。皇兄，是我的不是了，我只是心疼陈安流落在外这么多年。我伤心倒不是因为陈安，而是因为你，齐惊鸿，你太可怜了。我怎么可怜了？小小年纪就瞎了，这还不可怜？你好了，你皇兄说笑的，坐好，别。皇叔，我可没有说笑。齐惊鸿要不是瞎了的话，怎么会觉得我妹可怜，生怕我们不要她？不说别的，就灭了思云部落这样的本事，已经碾压所有武将。这样的人，我们还抛弃他？我们该担心的是，我妹不要我们。你说错了一点，我妹送我东西，那是在告诉我，她是把我当家人，安我心的。不过也是，你家没出来过这么厉害的人物，你体会不到这种感觉。毕竟皇祖父总是给我们家好东西，那是因为皇祖父在告诉我们，就算皇祖父是高高在上的帝王，他心中依旧有我们。这种事情，你家没经验，难怪不明白。再说了，一个人心里有对方，总会想方设法对对方好的。我妹是想把孤品直接给我，我没要，我妹才退而求其次的给了我东珠。皇祖父还赏赐了齐之玉比东珠还要好的东西。你妹妹没有适合你用的东西，她要是真的想送你，自己去买不行吗？她手里的其他东西去换你需要的，再送给你不行？齐惊鸿，你妹手里到底是没有适合你的，还是不想送给你？换言之，你还没重要到需要她费心思。小孩子家家的，说什么胡话呢？幸好你皇叔不介意，这俩孩子真是胡闹。皇兄说的是。陛下，臣想用自己的战功换父亲无恙。如何无恙？把他们放出来。臣还想请陛下让臣的父亲恢复爵位。
用你的战功来换。是。传他们上殿。若不是齐之玉捣乱，我就是最大的功劳。陛下若不赏我，就是寒了将士们的心。魏一峰要用战功换回你威远侯的爵位。魏成江，你有个好儿子，魏一峰，你用战功来换，朕准了。谢主隆恩。好孙孙，还是我的乖孙孙有本事啊！我有个好儿子，用战功换回了爵位。唐雅慧，你拿什么跟我比？威远侯夫人，你这么看着我娘，是在挑衅吗？郡主误会了，我不过是太过想念姐姐了，以后想要跟姐姐多多走动。你的身份跟我娘走动，你配吗？郡主，我夫君已经恢复爵位，以后我依旧是威远侯夫人，跟瑞王妃多走动，有何不可？可是我娘不想见你。姐姐，我们是亲姐妹啊，你就不能看在爹的份上，与我多亲近亲近吗？这样也好安父亲的心啊。你该不会还不知道娘做的事情吧？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那你问问你的好儿子，让他跟你说说。别看才从边关回来没多久，他应该清楚。风儿，你外祖母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是外祖母，她给外公父下了毒。这不可能，我妈绝对不会给我爹下毒的，不会的。你是不是忘了，他还把此事推到吴王身上？哎，你娘对你是真好啊，为了给你报仇，铤而走险。用自己夫君的性命来陷害当朝2位王爷，他可真是个狠人。不，你胡说，我娘不会这么做的。我的爵位才刚刚回来，这蠢妇的娘又闹了这么一出，这是见不得我好吗？人证物证俱在，京兆尹审理皇祖父刺判，你不觉得你娘冤枉？你的意思是觉得京兆尹审理不清，还是觉得皇祖父是非不分？完了，我的娘，我的外祖家全没了，我以后成罪人之女了。陛下，臣不知田氏竟然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臣请罪。罢了，你岳母也是爱女心切，朕能理解她的心情。朕也是当爹的，若是朕的孩子出事了，朕也会倾尽一切要对方付出代价。父皇是看着瑞王说的，父皇心里的孩子只有瑞王是吧？我根本就不作数。多谢陛下，多谢陛下不杀之恩。我娘出事又如何？只要我儿子在，我依旧是威远侯夫人，我不会被休。姐姐，是我娘做事荒唐了，以后我会多去探望姐姐，咱们姐妹多多联络感情。一些隔阂误会，终究是抵不过我们姐妹感情的。你这身份，怕是没机会登我家的大门。郡主，不管我娘如何，我终究是威远侯夫人。威远侯夫人，皇祖父，我要废除威远侯侯爵之位，将他贬为庶民，永不启用。你要废除侯爷爵位？那爵位可是我儿子用战功换回来的，你有什么资格？怎么回事？为什么没人帮我说话？战功换啊，谁还不是呢？我的战功可比你儿子大多了，你说是不是啊，魏一峰？这怎么可能？你一个女子，战功跟你有什么关系？难不成是瑞王把他人的战功按在你身上了？原来还能这么办吗？威远侯，你以前经常这么办事吗？不然的话，你夫人怎么会如此门清，熟练得很呢？嘘，威远侯夫人，威远侯的爵位会不会被收回，要看陛下，不是你撒泼就能成的。陛下，臣妇的儿子可是……娘，你别说了，输了，彻底输了。他明明可以一开始就阻止，却偏偏等我交出战功后才出手。他不仅打压了魏家，还毁了我九死一生换来的筹码。齐之玉，他还是人吗？陈安，你想好了？这丫头实在是顽皮，真像老大小时候，不，比老大小时候还淘气。当然了，不过就是个战功，没什么的。好，朕准了。那魏家就不能住在威远侯府了。皇祖父你心软，没有收回侯府，可现在他们还住着，不合适了吧？唉，魏一峰，其实你功劳够的，虽说不能弄个侯爵，但是伯爵的话，你只要开口，以我皇祖父心软程度也能给你。可你为什么非要去换你爹的爵位呢？难道你不知道我这个人最记仇吗？他自己心胸狭隘，还到处宣扬，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不是你撒泼就能成的。陛下，臣妇的儿子可是……娘，你别说了，输了，彻底输了。他明明可以一开始就阻止，却偏偏等我交出战功后才出手。他不仅打压了魏家，还毁了我九死一生换来的筹码。齐之玉，他还是人吗？陈安，
你想好了？这丫头实在是顽皮，真像老大小时候，不，比老大小时候还淘气。当然了，不过就是个战功，没什么的。好，朕准了。那魏家就不能住在威远侯府了。皇祖父你心软，没有收回侯府，可现在他们还住着，不合适了吧？唉，魏一峰，其实你功劳够的，虽说不能弄个侯爵，但是伯爵的话，你只要开口，以我皇祖父心软程度也能给你。可你为什么非要去换你爹的爵位呢？难道你不知道我这个人最记仇吗？他自己心胸狭隘，还到处宣扬，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他从灭了四云部落，放弃讨要奖赏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在算计今天了吗？还是从我立功开始就已经布局？我到底招惹了什么可怕的存在？吴王的大业真的能成吗？你这孩子，好了，你的功劳朕可是赏过了，以后别再用这个找朕了。放心，皇祖父，我是不会让你为难的。陈安郡主这是彻底学善了。最可怕的是，他想要什么功劳就能拿出什么功劳。四云部落说灭就灭，他丫的还是人吗？郡主，德妃娘娘有请。玉儿，娘跟你一起去。瑞王妃，德妃娘娘只见陈安郡主。不见。郡主，你说什么？我说不见。耳朵不好，你怎么在宫中当差的？郡主，还请不要为难奴婢。若是郡主不去，娘娘会怪罪奴婢的。跟我有什么关系？郡主眼睁睁看着奴婢受罚，都没有同情心吗？德妃要罚你是德妃的事情，我还能管得了她？你不去怪会罚你的德妃，反倒责怪我，你脑子是不是有病？郡主，你实在冷血无耻！娘，你们先回家。玉儿，你干什么去？我去跟德妃探讨一下下人的管理问题。爹，你们先走。带路，去找德妃。有事的肯定是别人。齐之玉，见到德妃娘娘，你怎么不行礼？德妃娘娘，看好你家的狗，别乱吠。你妈谁是狗？魏一峰，魏将军，管好你娘！一介平民冒犯郡主，魏一峰，你还有什么战功来保他？郡主，是末将母亲的错，还请郡主高抬贵手。有本事你就嘎了我！郡主息怒。魏将军，这是你母亲要求的，她也算是我的小姨，她都这么要求了，我若是不满足她，岂不是不注重亲情？她平时根本不认我娘，现在认亲就是想找个正大光明的理由，直接嘎了我娘。好了，陈安，都是一家人，闹得太难看，岂不是伤了感情？感情？我跟你们之间有感情？哎呦，真是稀奇了。本宫派去的宫女怎的没跟着你一起回来？哦，她啊，嘎了，我干的。陈安郡主，本宫的人岂是你随随便便可以干的？德妃娘娘，你若是觉得不服气，可以去找皇祖父告状。区一个宫女跑到本郡主面前，说我要是不跟她来，她就要被责罚。我害她被责罚，是我冷血。既然她被责罚会活不成，而我还要背上一个冷血无情的恶名，那不如我直接嘎了她。反正怎么恶名都是我的，那还不如来个名副其实。齐之义，你无法无天到如此地步，竟敢在宫中随便打杀宫女，你眼中还有没有陛下？看来一时半会儿说不完，我可没有一直站着的癖好。陈安郡主，德妃娘娘没有赐座，你就贸然坐下，你的礼数呢？郡主恕罪。这二人在干什么？为何要下跪请罪？德妃娘娘，这是在你的宫中，你怎么说？愚蠢至极的嫂子，魏家爵位都没了，你区一介民妇，竟然敢端架子教训陛下最宠爱的郡主。陈安，你看他毕竟年纪大了，他非要这么逼我是吗？我掌管后宫，他就不掂量轻重？德妃娘娘就是如此待客的，连茶水都没有。一群眼瞎的玩意儿！陈安郡主来了都不知道上茶，本宫吩咐才知道动，一点脑子都没有，要你有何用？来人，给本宫打！娘娘饶命，奴婢知错了。怠慢了郡主，不罚你难消本宫心头之怒。郡主，奴婢错了，求你饶奴婢一命。陈安，你看，我看什么？德妃娘娘平日里不会教导下人，让他们连基本的礼数都不懂，这不是德妃娘娘在为自己往日的疏忽教导下人吗？
跟我有何关系？平日里你们家主子都不教你们待客之道？还是说德妃娘娘以为自己已经不需要基本的待客之道了？德妃娘娘不愧是掌管后宫，权势滔天啊！都是她平日里偷懒，不好好学规矩。德妃娘娘，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宫中不懂规矩的，怎么敢往各宫主子跟前送？好你个贱婢，竟然故意的陷害本宫，故意的怠慢郡主，还要栽赃到本宫身上！来人，拖下去，杖毙！陈安，都是那下人荒唐不懂规矩。德妃娘娘最是懂规矩的，那是自然。所以区区一个民妇，竟敢跳出来指点本郡主，德妃娘娘你怎么看？胆敢对郡主口出狂言，给本宫掌嘴！我风光了一辈子，你是我亲小姑子，你居然要掌我的嘴！来人，给我掌嘴！德妃娘娘，在郡主面前休得放肆！德妃娘娘，她被打是因为她不懂规矩。今日是我不较真计较，不然的话，她如此傲慢无礼，别人可不会觉得是她老糊涂了，只会以为是德妃娘娘你给她撑腰，才让她如此嚣张无礼。最后被牵连的人是德妃娘娘你啊！所以德妃娘娘，你让人打她是因为什么？自然是教她规矩。那她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就跟她被掌嘴是因为我是的。放肆！你还敢记恨郡主？民妇不敢。齐之玉，若不是你，我还是高高在上的侯府老夫人，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德妃娘娘，你慢慢的教你家亲戚吧。哦，对了，德妃娘娘，你派人找我来是要干什么？总不会是为了向我展示你家亲戚多不懂礼数，不知分寸吧？主要是本宫这里有一株上好的珊瑚，想送给你。哦，德妃娘娘怎么想起来送我这个了？本宫就是想送你个礼物，还需要理由吗？确实不需要理由，毕竟我人见人爱。不过德妃娘娘，你还应该谢谢我呀，要不是我，你派去传话请我的宫女，还有刚刚那个不知所谓的宫女，都有可能害了你。我这是帮你剔除掉2个大隐患啊，这就是救了你2命。这救命之恩，德妃娘娘就没有什么表示吗？她脸呢？弄嘎了娘娘的宫女，害得我们被扇耳光下跪，她还有功了。陈安说的是，母妃，你该给陈安谢礼的。皇叔，你也在啊？母妃，自然。除了珊瑚之外，还有……我听说德妃娘娘手中有一副玉制的围棋，我喜欢那个，德妃娘娘送我那个就好了。不行，那围棋乃是陛下所赐。德妃娘娘，你这宫中的东西不都是皇祖父给的吗？陈安，你换一个谢礼吧。那是父皇知我母妃喜欢，特意派人寻来的。那副围棋是父皇深爱母妃的证据。啊，那是皇祖父对德妃娘娘的爱意啊。这还是个恋爱脑啊，在皇宫这种斗兽场竟然还相信爱情。皇祖父既然如此深爱德妃娘娘，那这作为德妃娘娘救命之恩的谢礼，皇祖父一定乐意至极。毕竟什么都不如德妃娘娘重要，不是吗？还是说德妃娘娘觉得在皇祖父的心中，那围棋死物胜过你安危？怎么可能？好，那副围棋给你。陈安，利用我母妃对父皇的深情，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卑鄙吗？你母妃深情，关我屁事。她想害我全家，我便会让她充分的体会体会什么叫绝望。齐之玉，皇叔，明知道我武力值的情况下，你还想要动手，你真的是跟你母妃一样的愚蠢。我什么都做不了，在这个怪物面前，我连反抗的资格都没有。王殿下，王殿下，您快去看看德妃娘娘吧，娘娘晕过去了。母妃怎么了？齐玉，你做了什么？吴王，我离开德妃娘娘那里就再也没有去过。你就算是想要冤枉，也得切合实际，不是？皇叔，我这人从来不说大话。父皇竟然也在。父皇知道母妃不适，立马就赶了过来。父皇心中还是有我们母子的。陛下，德妃娘娘身子无碍，不过是一时急火攻心，吃几副药调养一下便可康复。都是齐之玉，若不是他咄咄逼人，母妃何至于此？下去吧。陛
陛下，德妃娘娘醒了。去看看你母妃。是，母妃，您好些了吗？您别难受，陈安会理解您的苦心的。老四啊，就这点拙劣的手段，还想往陈安身上引火，简直是朽木不可雕也。刚刚母妃送了陈安一株珊瑚，因为魏家的事情，母妃担心陈安心里不痛快，想修复一下关系，但因为两个宫女不懂规矩，里面发生了一点小插曲，母妃恐怕是担心陈安误会什么，也是母妃太过担忧，这才急火攻心晕过去，还惊扰到父皇亲自过来探望，实在是罪过。哼，此事跟陈安没有关系。父皇连问都不问，就这么无条件信任齐之玉？不，他信任的是瑞王。朕过来的时候，你母妃没有任何事情。母妃没事，那父皇为何过来？你也放心，陈安并没有误会你母妃什么，你不用随意的揣测陈安，相反，陈安还很关心你母妃。关心我母妃？刚才是谁嘎了我母妃的宫女，还敲诈了我母妃的心爱之物？齐之玉关心我母妃？陈安知道你母妃喜欢下棋，特意送了一副围棋过来，让朕转交。看，还是上好的玉质棋子，陈安有心了。那是我母妃刚刚送给齐之玉用来买命的围棋，齐之玉竟然转手借着父皇的手送回来，难怪母妃会被活活气晕。怎么，觉得陈安的礼物不上心？陈安还担心你母妃不收，特意的写了一封信让朕转交。他到底写了什么？德妃，这礼物你不喜欢？妾身很喜欢。喜欢就好，陈安那丫头有心了。后宫事情繁杂，你也要注意身体。妾身多谢陛下关心。母妃，齐之玉欺人太甚，父皇竟然还站在他那边。父皇根本不记得这副围棋是当年他送出来的，他在意这围棋，只是因为这是齐之玉送的。母妃以为的情深，不过就是一场笑话。齐之玉把这血淋淋的现实撕开，母妃怎能不晕？谁动他家人，他就让谁绝望。他果然说到做到。我去问问父皇。别去，你父皇实在是太忙了，他记不得这些事情也正常。齐之玉说的这是什么屁话？其实他说的也不无道理。你父皇日理万机，送给我围棋都过去几十年了，不记得太正常了。母妃，你能别笑了吗？傻孩子，刚刚是我想差了，还是陈安说的对。母妃，父皇并不……住口！齐之玉赢了，母妃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中，正因为太过绝望，所以拒绝承认。我累了，你先回吧。去瑞王府。父王，请进去。齐之玉，皇叔怎么这么大的火气？让丫鬟给您上一杯清热去火的茶水。齐之玉，你少说废话！你想干什么？皇叔，我想干什么不是已经告诉你了？你还特意过来问，果然是够蠢。我要是你的话，就不会过来。来了，你也不能嘎了我。你过来一趟干什么？向我展示你的失败。不得不说，皇叔，你这癖好确实有些奇特，让人无法理解。齐之玉，你很得意是吗？得意？吴王，你会因为不小心踩死一只蚂蚁而得意吗？蝼蚁？我母妃在齐之玉的眼中居然只是蝼蚁。齐之玉，皇叔真的不用提醒我，我知道自己叫什么。只不过你们知道自己是谁吗？齐之玉，你知道不知道我母妃对父皇是怎样的感情？你知道不知道，就因为你利用了我父皇，如今我母妃已经被打击的整个人都要碎掉了。齐之玉，你怎么忍心？你怎么能这么残忍？我对你们残忍，不是应该的。你要是觉得我不该这么残忍，那你就直接把自己的人脉权势双手奉上啊！来，咱们什么时候交接一下？齐之玉，你伤害了我母妃，这不是废话吗？我不伤害她，我还留着她呀！你跑到我这里来要同情，你是病得不轻。还有，少跟我说什么你母妃对皇祖父有多深情，她要是真的那么深情，别为自己谋利益啊！别让你跟我爹争储君之位啊！结党营私，掌控后宫，这不都是他干的事儿？他要的是皇祖父这个夫君的宠爱吗？他要的是帝王的偏宠。真是可惜了，皇祖父不是昏君，不会为了一个女人不顾江山社稷。好，齐之玉，以后咱们就不死不休。王爷，请上车。我要让所有人看到瑞王府是如何欺凌我的。皇叔，罢了，我要是
是早知道德妃娘娘并非诚心送我礼物，我也不会真的收下。我以为德妃娘娘是真的喜爱我这个晚辈才送我礼物，原来不过都是做做样子。我从乡下来，不懂这京城的规矩，是我糊涂了。既然皇叔说这是德妃娘娘的心爱之物，就请皇叔拿回去还给德妃娘娘吧。陈安，我何时说过？我知道皇叔没有明说，只说德妃娘娘都晕过去了，这还不是因为送给我礼物心疼的？难不成还是因为被我气的吗？我若是气到德妃娘娘，她为何还要送我礼物？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啥玩意儿？等会儿，齐之玉无耻！我母妃是因为你的算计才晕的，跟送珊瑚有什么关系？既然德妃娘娘不喜欢我，又何必送东西给我？最后还闹了个我强夺德妃娘娘心头之爱，这样的恶名，我可是担不起。皇叔，东西已经还你，我不要了，还请以后皇叔跟德妃娘娘不要再这样算计我，我承受不起。王爷，原物奉还。天哪！德妃娘娘竟然送礼挖坑，算计一个刚回京的孩子。吴王还上门来要，真是不要脸！不能任由事情发展，必须补救。齐之玉的心怎么这么黑？他还是人吗？王爷，东西都还您了，您就别为难我家郡主了。我家郡主单纯，德妃娘娘说了，郡主就信了。她没想到……你去跟陈安说，他误会了，这是我母妃的心爱之物。但是我母妃觉得诚意不够，还让我再送一些东西过来给陈安，是我没说清楚，才让陈安误会的，是本王的错。这样啊，那王爷请稍等片刻，小的进去禀报郡主。你将话转达给陈安便是。稍后，本王会让人将礼物送来。那株珊瑚确实是本王母妃的心爱之物，正是如此，母妃才会想要送给陈安。小的一定如实转告。好一个齐之玉，听到了？齐之玉的心思太过深沉，王爷他是算好了您的路子啊。难怪我过去的时候，他让人早就准备好了迎我进府，他算好了，他全都计划好了。我去瑞王府，为的是摆出失魂落魄的姿态，为的是让旁人看到瑞王府如何咄咄逼人。没成想他预判了我的预判，他连我出宫后的每一步都算死了。这么私密的事，我怎么跟百姓解释？我只能吃这个哑巴亏，我还得送上厚礼来证明他那些狗屁推论的真实。齐之运怎么不去告？王爷，怎么办？齐之运留不得，既然不能对齐之运直接动手，那就从他身边人下手。他不是很在意自己家人，到时候用他家人的命换他的命。他若是不愿，就可以揭露他的冷血无情。有道理，那就从齐静熙下手吧。父王，是齐之玉又作妖了。木已成舟，着急并不能解决问题，小小的损失一下也是为了降低敌人的警惕心。说的不错，如今正好有件事情让你去做。妹啊，你这一辈子什么都不用干，光收礼物就足够够你活的了。哎呦，娘，打我干什么？该打！你妹妹怎么就挥霍了？那小姑娘家的，不就应该过挥霍的日子吗？爹娘你们还有大哥跟我，咱家4个人了，还能让妹妹过不上挥霍的日子？那咱们也太废物了。这话很难评。你这小子，什么挥霍不挥霍的？你说陈安稳富足日子不行吗？真不知道这么多年的书你是怎么念的？那意思不是差不多？哦，不对，还是不一样。挥霍说明咱们更宠。娘，我觉得二哥说的挺对的，咱家有实力，为什么不挥霍呢？更何况二哥现在也是官神，还是在吏部。吏部那是什么？那可是天官，掌管着官员任免。妹啊，还是你通透。这要是闹大了，娘不怕，真出事了，不是还有爹跟大哥吗？娘干什么又打我？你惹了事就找你爹跟大哥啊，你就不能想着自己努力一把？你也是当哥哥的人了，就没点责任感？娘说的对，我要努力，我也要给妹妹当靠山，以后有那不开眼的惹到妹妹，我灭了他们。这才对。郡主威武，恨不得吴王多来几趟送钱啊！郡主来了，没眼力劲儿的东西，不知道上茶吗？我怕他在吃食里动手脚。你还敢动手脚？他呀，就是个废物东西，什么都做不好。不用了，外祖父，我想给你单独说会儿话。魏义峰用自己的战功换了他父亲恢复爵位。什么？怎的，晋文伯？你还想再去跟魏成江联络感情？哪能呢？我现在已经这个样子了，全靠郡主才能苟活，我怎么会有那个心思？幸好你没那个心思，因为啊，我又让皇祖父把他的爵位给收回去，永不启用。他不光手段多，而且够狠辣。幸好我没选错。我看田氏挺安分的，可是他真的安分了吗？外祖父，你可以试试看，不然我担心等以后你彻底下不来床了。他若是有个什么心思，危险的是你啊。妹啊，怎么了？
你放心，盯着威远侯府这事儿包在我身上。皇兄，该做事了。说是来学东西，整天的就盯着我，让我好好的干，不要辜负皇祖父的信任。小小年纪弄得跟我爹似的，还监督上我。二哥，你先去忙吧，有什么事情晚上咱们回家再说。王的人又要倒霉了，我真的是很难不激动啊！皇兄，很多事情需要处理，你怎么就算是拉磨的耕牛还要喘口气？怎的？我出去说几句话的功夫，吏部就要完了？没我，吏部所有事情都办不成了。我怎么不知道我这么重要？皇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你现在在吏部当值，就应该……行了，我还用你教？来，我妹给我送来的，让我分给大家伙吃，都来拿。哼，瑞王就算把你安排进吏部又如何？这里全是我父王的人，这种纨绔对付起来不要太简单，就等着身败名裂吧。皇兄，一起走。皇兄，总不能是因为我人缘比你好，你就心里不痛快吧？主要是我好学，做事勤恳。皇兄若是像我一样，我相信皇兄也能很快的跟大家打成一片。你是来嘲笑我的？怎么会？我只是觉得皇兄你应该多多努力，既然到了吏部做事，就应该全力以赴。皇兄，我是为了你好。报复，找不到理由打我，就故意站住让我撞上去。皇兄，我真的是为了你好，你既然在吏部当值，就要用心。齐静红，欺负我二哥是吧？不是的，我只是想劝一劝皇兄。来得好，我就是要让京城人知道，你们瑞王府的人根本无所作为，难堪大任。你劝我二哥什么？我哥只要安安分分的做好自该做的事情就好了。陈安，你怎么能这么说？咱们是皇室子孙，不能如此松懈的。我觉得至少要对自己要求严格一些，不要得过且过。我平庸怎么了？我只要不惹事儿不就得了？皇兄，你怎么能如此不求上进？你这样会让皇祖父失望，是愧对皇祖父对你的信任。难不成是因为平日里皇祖父对你要求就如此之低吗？所以你是觉得我们瑞王府家风不行？陈安，我可没这么说。站住！女儿，柔儿，救命啊！那人不是田氏，魏成江的岳母。等下，不知不觉间，我竟然追着齐静熙到了威远侯府门口。放开我！我们瑞王府的家风不好，齐静红，看样子这德妃娘娘的家风也不怎么样啊。世子，救我啊！你不救她吗？她的女儿可是魏成江夫人，而魏成江可是要叫德妃娘娘一声姑姑的。齐静红，你刚刚追着我叭叭个不停，你不就是想说我不求上进，是我爹没教好我吗？那我也比你家强啊！你家这亲戚谋害自己夫君，要坑杀两位王爷，确实挺厉害的。这样的上进，我还是别了。田氏，你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为什么要出来？你不出来，根本没人记得我们家还有这种罪犯亲戚。干什么？不许欺负人！齐静熙、齐之玉，你们的规矩呢？这边的天道果然是有病，竟然偏爱这些蠢货。我爹这样的大气运者，是刨了天道的祖坟吗？被这么恶心。田氏，你一个罪人，哪里来的底气在这里指指点点？我女儿是威远侯夫人。别管你女儿是谁，你犯了法也是要受到惩罚的。怎的？是你女婿告诉你有他给你撑腰，你就可以无法无天的无视律法了？当然不是，我有罪，我该怎样赎罪就怎样赎罪。只是你们这样欺负人，我看不惯。齐静红，你家人确实上进啊，自身难保了还要匡扶正义，我真是自愧不如。德妃娘娘前段时间晕倒，是因为见到了唐静柔，就想到了唐静柔的亲娘陷害自己亲儿子无望吗？一边是自己的侄媳妇，一边是自己儿子，德妃娘娘这是左右为难啊。德妃娘娘果然仁义，哪怕自己难受的晕过去，也没说要让魏成江休了唐静柔。陈安，你说田氏就说田氏，扯德妃娘娘做什么？那你跟我解释解释，魏成江被放出来，德妃娘娘见过他们之后，为什么会晕倒？我怎么解释？难不成说我祖母是被你齐之玉送回来的为妻给活活气晕的？田氏，你尽管放心，德妃娘娘恩怨分明，就算你是戴罪之身，也不会影响到你女儿的。魏成江怎么能忘恩负义的休了她？毕竟唐静柔可是给他生了那么一个有本事的儿子魏一峰呢。行了，魏一峰，你在门后听了这么久，该出来了。去你的！把田氏拿下，送回晋文伯府。风儿，他乃戴罪之身，在晋文伯府赎罪，让晋文伯好好看管，不要徇私。郡主，你在我家门口闹了一出，你想干什么？你就这么走了？我不走干什么？你这人真奇怪，本来就是齐静红追着我二哥，指责我二哥，我不过是帮着我二哥反驳几句。至于你的外祖母偷跑出来找你娘，跟我有什么关系？怎么就成我闹了？怎的？你家大门口不许过人，还是说大街不能吵架拌嘴？
魏一峰，魏将军，你管得可真宽。这绝对是齐之玉设计的，可是我没有证据，但凡有一丝机会，我都要一剑劈死他。你呀，真该跟德妃娘娘学一学。田氏犯错，她都没有迁怒唐静柔。田氏，你可别再给你女儿找事儿了。你这么冒冒失失的跑出来，想害死他们，还是说你想让你女儿捞你出来，把你接到身边去孝顺？我只是想孩子，想看看他好不好。她是侯夫人，我只是一个罪人，只要侯夫人好就好了。田氏，以后不要乱说，这里可没什么侯夫人。魏成江如今只不过是庶民，可不是什么侯爷。不是风儿用战功换回爵位了吗？二哥，别把齐惊鸿的话放在心上。哼，我才没有，我本本分分的做事，问心无愧。就是，他倒是上进，家里亲戚都上进的被抄家了。就是，该死的齐之玉！我本想休了唐静柔，可齐之玉当众夸赞德妃大度容人，直接把我的借口堵死了。我现在休妻就是自毁名声。齐之玉就是故意把唐静柔留在我跟前，给我添堵。田氏这个污点要跟着我们魏家一辈子了，一个废物！我让你去吏部，都告诉好你要怎么对付齐静熙了，你怎么还会上当？我让你规劝齐静熙，让你激起他的逆反心理，不是让你去嘲讽他的。你读书的时候不懂规劝是什么意思是吗？父王，你什么？我早就跟你说过，齐之玉不是好东西，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有深意。你明知道在吏部看到你了，你还不多加提防，你竟然往他挖的坑里跳，你脑子呢？可这一切也太巧了！你个蠢货！你以为田氏会无缘无故的跑出去？齐之玉肯定是跟靖文伯联系了，故意让田氏知道唐静柔出来。魏一峰还用战功换回了爵位，再特意透露靖文伯要对田氏严加看管，稍稍露出一个机会，好让田氏逃走，他有翻身的机会。你觉得他会不跑去找唐静柔？可齐之玉这么做有什么意义？你还不懂？他一直在提谁？齐之玉，他怎么敢？他怎么不敢？他毁了吴王府的名声，如今还又开始拿你祖母开刀了。你祖母在后宫知道不少嫔妃家中的把柄，若是你祖母出事，必然会牵连那些嫔妃家里，到时候我就成了那些大臣一起攻击的对象。一个人若是身处危机的情况下，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自救。没错，你想想看，若是你祖母被逼到绝境，会不会拿有用的东西来换自己一条命？那些有把柄在你祖母手中的大臣会怎么做？洗好了脖子等着被你皇祖父清算，还是先发制人，投靠瑞王，来个戴罪立功？可祖母也不见得会说出来他们。这就是齐之玉高明的地方，因为他料准了那些大臣绝对不会让自己处于被动，而会选择主动出击。到那时，你祖母说不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会拿我当向瑞王投诚的投名状。如今我跟那些人所有的利益捆绑，到时候全都会变成要我命的利刃。好一个借刀杀人，好一个避无可避的阳谋！闺女太厉害，显得自己这个当爹的好没用啊！天！哥，你打我干什么？吵到我了。咱妹这么厉害，我叫两声不是正常的？妹啊，你是特意过去设计田氏的？我总得把魏成江跟唐静柔绑死，不能让魏成江休妻。其实唐静柔在魏家也不会闹出来什么大事，要利用她对付魏一峰的话，价值不大呀。她唯一的价值就是让魏成江一倒霉就看到造成他悲惨生活的罪魁祸首。要不是当初他欺负娘牵扯爹，咱家也不会对魏家下狠手。魏家对上咱们没有胜算，那些憋屈的火气去哪里发泄？好歹以前魏家也算是有些功劳。我身为郡主，皇室中人，总要顾及一下当年的有功之徒，不能让他们憋坏了。妹啊，说实话，你跟阎王真的没亲戚关系吗？爹，为什么我又挨打？玉儿跟阎王是亲戚，咱们算什么？说的就跟咱家是好人似的。好，我不说了。不过妹这事儿干得漂亮，让唐静瑞在魏家吃足苦头，都不用我们动手。老二，你小心点，吴王肯定是从你这边入手，都把齐静红给安排过去了，目的太明显了。放心，我心里有数，想把我当突破口，这是看不起谁呢？我会让齐静红知道什么叫偷鸡不成蚀把米。娘呢？你娘去看给边关将士的棉衣准备情况了，每年咱们府上都会贴补一些。我就是觉得只咱们一家不太够啊。我刚称赞完德妃，她是不是也应该意思意思？妹啊，还是你厉害，就要把他们的价值给榨干。但是德妃肯定不会随便出宫的，你要怎么做？最近没什么机会接触德妃啊。城外寺庙香火昌盛，总会遇到有家人在宫中为妃的人家吧？妹啊，你这是主动出击，寻找受害者。我比较喜欢掌握主动。德妃在宫中这么多年，手脚不会干净，她拿捏着其他嫔妃，其他嫔妃手中不见得没有一搏的东西。若是成了，坑了德妃，断了吴王一份势力，还能给爹拉回一个助力，咱们是稳赚不赔啊！
那咱们就分析一下，找一下目标。不过具体在哪里能碰到他们，还得问你娘。京城那些夫人小姐的动向，你娘了如指掌。爹，你按我干什么？看你不顺眼。玉儿，有什么需要的跟我们说，别光自己扛着。他还是个孩子呢。这京城啊，豺狼虎豹太多，危机重重的。为了那个位置，他们是无所不用其极。你一个小孩子一定要小心，他们都阴着呢。娘，我知道了，我会小心的。这得多少香火钱啊！在元世界，那些名门正派也是有不少信徒，各个宗门全都不缺钱。郡主，您要不要去用素斋？你看我像傻子吗？花那么多钱去吃顿素斋？我家郡主就爱说实话。施主请留步。施主，前方是住持休息之所，请勿靠近，不要打扰住持清修。不是让你们提前跟住持说一声，我要见他。施主，住持不是谁都能见的，还是要看缘分。我也不行。施主见谅。你知道我是谁吗？施主是什么身份都是一样的。臣妇见过郡主。你是何人？郡主，这位是臣女娘亲。蒋夫人，起来吧。多谢郡主。郡主，住持清修不便打扰。若是郡主想要找人探讨佛法的话，还有几位高僧可以与郡主一起畅谈。这几位高僧也是精通佛法，就连朝中阁老都对他们称赞有加。蒋夫人，我不信这些的，我找住持有要事，其他人代替不了。郡主，既然住持不见，显然是有住持的原因，又何必强人所难呢？蒋夫人，我是谁？陈安郡主啊。蒋夫人的意思是说，我堂堂郡主要见一个寺庙的住持还见不到，怎的？他住持就不是百姓了？他是住持就可以不把我这个郡主放在眼里？还是说郡主在他这个住持面前卑微至此，还需要求着他？可郡主，就算是吴王来见住持，也是对住持敬重有加。那是吴王乐意自降身份，本郡主不乐意。为什么他那双眼睛那么吓人，有一种死亡的窒息感？郡主，小僧进去禀告一声。本郡主进皇宫都不需要通报，进你们这里需要通报。小僧为郡主带路。娘，您看到了吧？齐之玉就是这么嚣张。他嚣张才好啊！来上香对住持都是无比敬重。齐之玉如此冒犯住持，那些夫人若是知道了，会怎么样？娘，我知道了。齐之云害了祖父，现在祖父每天蛊虫发作越来越频繁，这样下去，祖父早晚要把手中的权力交出去。若是没有祖父，兵权没了，家族就要没落，都是齐之云害的。齐之云，该死！施主有礼。住持，你这称呼有问题吧？贫僧见过郡主。我过来呢，也没别的事情，以后这寺庙就归我了。郡主，你别太过分！休要放肆！郡主见笑了。借着管教人的理由站起来，挺会顺坡下驴啊？怎的？你跪着影响你嘴说话了？郡主您来寺中到底是所谓何事？哟，这是拒绝回答呀？到底是心气高啊？皇家郡主在你面前，你都可以不当回事儿。行了，这种小事我也不与你计较。以后寺庙的收益就是我的。郡主这是强取豪夺吗？不是啊，是你上赶着要送给我的。郡主的想法，若是让陛下知道，陛下会说什么？老衲纵然身份卑微，但若是求见陛下，也是能有幸得见圣颜的。那若是陛下知道堂堂住持娇妻美妾在怀，儿孙满堂，住持，你猜陛下会说什么？胡说！就算你是郡主，也不能如此污蔑住持。你先出去。郡主话可不能乱说。老衲只是没想到郡主会如此胡言乱语。是吗？我胡言乱语？让我来说说看。你夫人给你生了2个儿子，你有3房小妾，哦，还有2个外室。住持玩得挺花呀，还把外室养在城外村里，还不在意一个村子，庶子庶女不少啊。这些年你过得挺精彩啊。郡主在说什么？老衲不明白。确实不用明白。比如说这寺中池塘里还有那后山的金银珠宝，既然不是住持的，那肯定就是无主之物。我这就让人带走。住持，你没意见吧？你呢，要是大大方方的跟我承认听话，我还能留你一条性命。你要是不承认呢，你多年的积累没了，你的命也没了。你放心，你若是去了，你一家人一定会整整齐齐的陪着你。郡主饶命！你对你家人感情还挺深的，难得。虽说你贪财，但还不到十恶不赦的地步。起来，以后这寺庙的香火钱全都是我的。你还挺精通佛法的。是。人有7情6欲，很正常。你想多弄点钱，又想有个家庭，这是人之常情，我能理解。至少你还没用肉身活佛，没找人来配合报应，体现佛法无边，所以你可以活着。老衲不曾做过那丧良心的事。我知道，起来吧，不用跪着了。你刚刚不还挺硬气的，现在膝盖怎么这么软了？行了，给你3天时间，把账目财物都整理出来，到时候我会让人来跟你交接。还有，
我给你个方子，你现在用来制香的原材料太贵了，要想赚钱就要降低成本。我给你的方子可以让你成本降低70%，而且用我的方子做出来的香更加淡雅。还有你的素斋，给我认真弄。茶水都如此粗糙，你这不是把你圈钱摆在明面上？你只用什么在佛前供奉过的来当噱头是不够的，分出来不同的档次，卖不同的价位。还有普通的茶水什么的，免费给百姓，赚钱就直接从那些高门大户身上赚。百姓的仨瓜俩枣你也赚，浪费时间不说，你还让百姓本就不富裕的日子雪上加霜。以后普通百姓来了，寺庙免费给香，口碑上去了，那些大户人家会舍不得砸钱吗？你要让花钱的人觉得他们花出去的钱值，懂吗？全凭郡主吩咐。既然你有真本事，也精通佛法，就好好的利用起来，一定要把寺庙的档次拉上去，让高门大户的人彻底的感受到他们的与众不同，他们才会为这份情绪价值花钱。事情办好了，自然不会亏待。多谢郡主指点，郡主，贫僧给您去换杯热茶。去吧。外面的人聚起来了，倒是没有普通百姓，只有勋贵世家来礼佛祈福之人。有些人啊，就是懂事，知道我缺钱，这不就上赶着送过来了？郡主，需要贫僧为您证明您精通佛法吗？我不通佛法。不通佛法，却对那些黑心手段如此清楚。我便是法，何须知道其他的法与道？这才是赚钱的行家。外面那些人为何非要惹这位活阎王？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娘，郡主如此鲁莽，主持以后怎么看皇室中人？真是丢人！陈安郡主，我们这么多人，你看不到吗？本来看你们好歹是臣子家眷，我不想跟你们计较，我倒是没想到你们还能蠢成这样。你们围在这里做什么？郡主刚刚强行进了住持的院子，我们担心郡主惹住持不快，毕竟住持是得道高僧，若是……各位，我很忙，没时间浪费跟你们做这口舌之争。你们随我一同入宫面圣，在陛下面前一次说清楚。谁要是敢走，刀剑无眼，出现伤亡，可是你们咎由自取。看好了人，但凡不去的，嘎了。这丫头啊，张阁老，你也要去？如此大事，老臣自然要去看一看，是否影响社稷安危。陈安，这是怎么了？皇祖父，有人意图造反。哦，谁要造反？这些都是老四那边的家眷，陈安这是想一口气全灭了，动静有点大啊。当然是这些人了。陛下，臣父冤枉，还请陛下明察，臣父绝无此意。皇祖父，我刚才说的不太准确，确实不是他们想要造反，是他们的家人要造反，那些在朝为官的大臣，还有就是他们家在宫中当嫔妃的，应该也是造反的帮凶。陈安郡主，你到底想干什么？就因为我拦了你一下，不让你非请勿入的去住持的院子，你就记恨上我了吗？我真的是好意，是因为敬重住持，不想让德高望重的住持被打扰。其他夫人也是跟我一样的意思。郡主，你就这样恨我们？就因为这个，你便要我们满门抄斩？这丫头办事真是直击要害啊！宣众臣住持觐见。臣贫僧叩见陛下。听说你们要造反？陛下，臣绝无此意啊！我们在衙门干活，被叫进宫，劈头盖脸就是造反，天降横祸都没这么荒谬的。来，蒋夫人，你跟他们说说。住持也在这里，住持可以作证，是不是陈安郡主飞请硬闯？蒋夫人所言属实。他疯了吗？他在可怜陛下。皇祖父，你真是够可怜的。哦，怎么说？如今一个住持都可以爬到皇室的头上去了，我一个郡主见他还冒犯他了。我想见他，让他立刻来瑞王府见我，都是应该的。我去寺庙亲自找他，已经为尊降爵，给足了他体面。怎的？皇室郡主在这些夫人眼中如此卑微，这些夫人为何会有如此想法？是因为他们在朝为官的家人，平日里就是这么告诉他们的吗？郡主，走，别说了行吗？脖子上横着刀啊！我们不想被抄家灭族。亦或者是皇祖父你后宫的嫔妃给他们的底气？哦，对了，听说那些嫔妃跟德妃娘娘关系挺好，当初吴王可是太子，格外的敬重住持。这我就不得不多想一下了。吴王看重的人，可以超越尊卑，越过礼法去。朕平日里倒是没注意这些，原来朕亲封的郡主如此不堪，还不如一位得道高僧。贫僧惶恐。住持倒是没有如此，只是蒋夫人他们一个劲儿的叫嚣，要让我重新的明白一下高低尊卑。他们让我知道了，在吴王看重的住持面前，皇家郡主不值一提。皇祖父，不如请各位娘娘过来一起对证一下，省得冤枉了他们。皇祖父，
让嫔妃们上殿对证似乎不太好，还是要避讳一些的。不如直接叫吴王过来吧，反正一切源头都来自于吴王。齐之玉，你怎么不去死？哼哼，陈安说的有道理。来人，传吴王。皇祖父，这里没住持什么事儿，我不过是让住持过来做个证。魏国公家的人都没长脑子吗？没事去招惹齐之玉干什么？他们难道不知道他就是一条疯狗吗？要不是为了兵权，我真想杀了这群蠢货。父皇，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误会？皇叔，这可是魏国公的儿媳蒋夫人亲口说的。而且啊，她为了规劝我，还把其他夫人叫来，想来个人多力量大，一起教训我呢。她若不是存着这个心思，见到我去主持院子之后，直接离开不就好了？那其他夫人是怎么过来的？还特意等着我。蒋夫人，你到底为何如此？他们要让我娘来背锅，不要脸！蒋夫人，你说话呀！对了，你别晕过去啊，我可在这里呢。我的医术，相信就算是你立马咽气了，我也能给你拉回来，把问题回完了之后再晕。蒋夫人，你污蔑教训我的时候，我可没恨你。你这么看我是几个意思？是觉得我没按着你说的认错，你心里不服？臣妇不敢。哎，蒋夫人，别这么谦虚，你敢得很。想要教训郡主，这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蒋夫人就敢，多与众不同啊！魏国公给你这么大的底气了，不见得吧？能给你当靠山，让你如此肆无忌惮的。这明明是后宅的手段，你为什么非要扯到夺嫡上？你一个女子操什么心？魏国公求见。陛下，犬子尚在军中，暂时无法过来。老臣知道此事惶恐不安，只能厚着脸皮进宫面圣。你糊涂，就算你是心疼女儿，那她也还没有嫁，你又何必做这种荒唐事儿？是孙女不好，是因为我太心疼魏将军，所以我娘才因为心疼我，做出这种糊涂事。笑了，魏国公的话到底犯了什么忌讳？不对，是魏国公又跳进他挖好的哪个坑里了？我绝对不信齐之玉闹这么大阵仗，为的就是跟蒋夫人做什么口舌之争。荒唐，糊涂！陛下，老臣惭愧。蒋淑仪心疼魏一峰，她为何要心疼魏一峰？魏一峰到底是怎么了？要让蒋小姐这么心疼？是因为他爹没有恢复侯爵之位，而他爹会这样，完全是因为我。所以你记恨上我了，不然你娘为何会盯上我？我这个逻辑没问题吧？不是的，郡主，臣女只是觉得魏将军不容易，他在战场杀敌，九死一生。然后他好不容易为他爹争取恢复侯爵之位，还被我给打回原形。只有这个原因，才会让你娘仇视我。不然的话，你娘没事仇视皇室郡主，是不把皇室放在眼里吗？蒋淑仪，你竟然因为情爱如此是非不分！不是的，父亲，其实怡儿什么都不知道，一切都是我的主意。怡儿只是心疼魏将军杀敌凶险，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知。是吗？那这些夫人齐聚主持院外，蒋淑仪是瞎了，看不到。怡儿开始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后来知道了，想要劝我，但是当女儿的怎么可能忤逆得了母亲？陛下，一切都是臣妇自作主张，与他人无关。陛下，都是臣管家不严，慈母之心，朕倒是能体谅，但皇室威严被如此践踏，朕的列祖列宗应该不能体谅。臣妇愿意以死谢罪。哎，倒也不必如此。你身为母亲，爱女之心，我也是能体谅的。更何况魏公曾经的功勋摆在那里，怎么也不能让你去嘎。不过呢，死罪可免，活罪难饶。魏国公，不如让你儿子休妻吧。毕竟这样的儿媳来当你们魏国公府的家，你们家的家风可是容易出问题的。到时候就算是你再有天大的功劳，也不够保你全族性命的。好一个齐之玉！小小的后宅女人冲突，你竟然被发挥到砍掉我的钱袋子！你甚至把魏国公保命的功劳浪费在这个蠢女人身上，你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你怎么能把芝麻大的小事变成砍向我们的大刀？功劳是越用越薄的，我庇佑子孙的功勋就这么被浪费了，可我不能反驳，只能硬咽下这个哑巴亏。哈哈哈哈哈！陈安，你是真心善，真大度。他们如此不知礼数的对你，你还能体谅他们这片母女之情，难得，实属难得。朕甚感欣慰。陛下这是欣慰郡主仁慈，还是欣慰瑞王的储君之位稳了？不敢说，不敢问，您说什么就是什么吧。皇祖父宅心仁厚，我也不能给皇祖父丢脸，不是？我知道必须牺牲我，但亲耳听到公公如此毫不犹豫，真如针扎一般。郡主大度，
老臣回去之后就让犬子休妻，这样的女人，我们魏国公府要不起。皇祖父，我还有一事不明。何事？蒋夫人一招呼，这些夫人就过去堵我，还觉得蒋夫人说的很有道理。他们为何如此？蒋夫人一招呼，这些夫人就过去堵我，还觉得蒋夫人说的很有道理。他们为何如此？是他们没脑子，蒋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呢？还是因为他们忌惮蒋夫人的身份，不得不听话？他疯了！有个蒋夫人揽下一切还不够吗？他非要拖着我一起下水。朕也想不通，陈安，不如你直接问问他们，相信他们会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皇祖父，你看看这些大臣娶的都是什么妻子啊？都说妻贤夫祸少，他们娶的妻子如此不知尊卑，不懂礼数，那么这是他们本身就够蠢，还是他们夫君也是这么想的？皇祖父，我看你坐的那个位置可不太稳啊。臣子眼中没有对皇室的敬畏。皇祖父，你这个皇上当得挺失败的。老夫年纪大了，耳朵不好使了，刚才什么都没听见。陛下，臣绝无此意啊！陛下，臣惶恐。好了，也许真的是朕太失败了。看来朕这个皇上当的确实没什么威严。这不是要我们的命，这是要送我们九族去地府啊！陛下，臣妇的夫君绝无此意，我们只是听了蒋夫人的话。蒋夫人是魏将军未来的岳母，臣妇不敢不听啊！陛下明鉴，臣妇真的是形势所迫呀！蒋夫人权势这么大吗？魏一峰不过就是区一个将军，他的岳母这个身份很厉害吗？这丫头演技比老大还要好，不怕嘎又气人，真是我齐家人。我知道了，魏一峰跟吴王可是亲戚啊，这是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难怪他们听蒋夫人的。原来是吴王跟德妃娘娘给他们的底气啊！白牺牲，一件小事被他榨干了所有价值，又绕回吴王身上了。父皇，都是儿臣的错。以前儿臣还是太子时，诸位大人给儿臣几分面子，他们也是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儿臣有罪。皇叔，你没罪，储君之位谁都想要，我还想让我爹要呢。这话是能直接说出来的吗？不过呢，你现在不是太子了，大家都有机会嘛。这些大臣习惯了拥护你，我也是能理解的。只是啊，皇叔，蔑视皇权可不行哦。万一他们要是形成了习惯，以后对你也如此，就不好了。完了，这下就算我们对吴王尽心尽力，吴王是会体谅我们，还是觉得我们有了二心？这裂痕补不上了。郡主，你误会了，蒋家与魏家结亲，并非因为魏家是德妃娘娘的娘家，而是两个孩子情投意合。不解释清楚，陛下就会觉得我有不臣之心，到时候蒋家先有命在。魏国公，你跟我说干什么？他们如何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们怎么做，只要不冒犯到我，我是无所谓的。但是我这人呢，不喜欢受委屈，拿出一些诚意来给我道歉，没问题吧？你多少诚意，就看你们送多少银子了。我在瑞王府等你们的赔礼啊！要钱都这么直白了吗？都不包装一下，找个体面的说辞吗？皇祖父，我的事情解决了，那我先回去了。去吧。老四，你们暗中怎么争，朕不管，但是分寸你应该懂。父皇，儿臣知错。陛下，郡主真是有意思，这丫头啊，太皮了。吴王这回损失大了，陈安郡主那是在吴王跟他的追随者之间生生的撬出来一道裂缝啊！曾经固若金汤的合作，以后可不一定了。陈安跟住持要干什么？郡主去礼佛嘛。陈安郡主礼佛，他弑神杀佛还差不多。他去寺庙一定有原因。陛下，郡主做的那些还不够吗？坑了魏国公跟吴王，毁了信任，这还不行？别人的话足够了，但是你知道陈安这丫头的，她可是特意的跑到城外，还上山了，费了这么大的力，她只收回这些，对她来说可是吃亏了。妹啊，你这是干什么？一会儿有人送银子过来。妹啊，你这么看我干什么？二哥，现在这个时辰，你下职了吗？哦，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反正我是纨绔嘛，我这样不是很正常。怎么，齐静红又在不停的规劝你要好好的当值做事？吏部的同僚都听到了他的苦口婆心。是呢，我就喜欢跟我妹说话。以前那个齐平乐怎么那么单纯？果然不是亲生的，就是不一样。妹啊，
还是你高，狠，真是太狠了，听着真解气啊！该。不过你还撮合蒋淑仪跟魏一峰干什么？你不怕他们强强联合？强？好歹魏家也是德妃的娘家。魏家就剩一个魏一峰了，其他的旁支跟庶出根本不值一提。蒋淑仪嫁到这样的人家，她会心里没有怨气？有怨气就对了，我就是为了让她不痛快呀。谁让她仗着自己是魏一峰的未婚妻来找我麻烦？我这人没别的优点，就是记性好，尤其是记仇。妹啊，你这样就对了，可千万不要心软，绝对不能轻易放过他们。我最讨厌那种让我放下仇恨、让我大度的家伙。那种劝人的，要么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么就是自己没任何损失。当然，还有一种是受害者没有能力报复回去，只能原谅。就如同那句话，吃亏是福，那不过是没有办法时的自我宽慰。我有能力可以反击，为何要吃亏？谁要是敢劝我吃亏是福，我就祝那人福如东海。他们能送多少银子过来？这边库房不够用的话，咱们还有偏院，那边也能放。他们要是知道你为他们准备这么大的地方，他们估计恨不得把你大卸8块。恨呗，反正他们又不可能真的做到。应该是少不了。到时候把银子全都换成棉衣、粮食、肉、药材等等，送去军中，尤其是边关贫苦之地。不光是站咱爹这边的，哪怕是站王王那边的也送。还给他们送？二哥，他们也是朝廷的将士，咱们怎么能厚此薄彼？以后咱爹登基了，还不都要归咱爹管？你说的是没错，问题是咱家银子不够啊，咱们就算是一点不留，还要搭进去不少。这要都照顾到，估计也不能面面俱到。不用面面俱到啊，二哥，你该不会以为我说的送物资是全都一样的吧？啊？追随咱爹的将士自然是全都送，至于吴王那边的，送一些紧要的，比如说伤药、救命的东西，没有人会拒绝吧？肯定不会拒绝啊。他们要是知道其他军中有新棉衣，可以顿顿有肉，他们会不会羡慕？他们怎么会知道？咱们送物资过去的人，就不能一不小心说漏嘴吗？我靠，我妹是魔鬼吗？唉，二哥，你说都是跟着王爷，咋跟着吴王比跟着咱爹的待遇差这么多呢？尤其是啊，咱爹还给吴王的人送保命的伤药，吴王可没给咱爹的人送过东西，这就是格局差距啊！妹啊，吴王惹咱家，他怎么敢的？我们有你啊！憋屈了这么多年，终于站起来了。我的家人，我护着，到时候就算是吴王想跟再给军中送东西，也落了下乘。就算是被人嘲笑吴王学咱爹，他也得送。而且啊，他送的东西还要比咱们送的好。吴王刚没了个钱袋子，马上要花大笔银子出去，关键是送出去了，人家还不见得领情，谁让他学咱爹？妹啊，你真是杀人诛心啊！吴王是银子损失了，好名声一点都没落着。基本操作而已，不患寡而患不均。还有就是人啊，最受不了的就是对比。同样是朝廷将士，怎么跟了不同的主子，待遇就这么不一样？要我也会有想法，具体怎么实施，二哥就你们安排了。放心，绝对办得漂漂亮亮的，就算是贴钱，这事儿也得办好了。不用贴钱啊，除了那些人送来的赔礼银子，二哥，过2天你跟我去趟寺庙。去那里做什么？收钱啊！以后寺庙就是咱们的一个暗中营生。那是香火，是供奉神明的。神明能做什么？保佑天下苍生。那不就是了？咱们用那些银子造福天下苍生，不是一个意思？既然一个意思，为何不能用？就感觉我妹说的好有道理，我竟无法反驳。那住持能答应？他再怎么好说话，也不会这么轻易的把整个寺庙的收益交给你吧？没事啊，我跟他友好的沟通了一下，随后他就欣然答应下来了，而且还挺开心的。你一家人整整齐齐。那就好，那就好。咱们财不露白，寺庙的生意咱们悄悄做就好了。这回咱们家给将士们送了那么多东西，可是元气大伤，咱们要节俭一些了。我晓得了，那就麻烦二哥了，剩下的事情我就不管了。放心，绝对办得漂漂亮亮的。二哥，你忙，我回去了。哎，快去吧，我妹可是累坏了。别看她嘴上说的那么轻松，
但是这每一步都是要经过最精密、最耗神的计算，不然的话，根本达不到他想要的结果。他为了这个家，真的是殚精竭虑啊！不能直接用武力解决，还是累心啊。我错了，我该死。祖父，求求你别让我爹休了我娘。不休他，拿什么给陈安郡主交代？我去求陈安郡主。这话你自己信吗？总有转圜的余地，不一定非休了我娘。在寺庙堵陈安郡主，是你娘的主意还是你的？祖父，不重要了，反正你们都做了。陈安郡主是什么人？你们拿寻常人的心思去算计他？大家都敬重住持，陛下也称赞过他。称赞过就能越过皇权，无视尊卑？你把皇家当什么了？父亲，给我一封休书吧。我走了，魏国公府才保得住。只是走之前，儿媳想求您一件事。你说能办到，我一定答应。别让怡儿嫁给魏一峰。娘，不可能。齐之玉下一个就冲着魏叶峰去，魏家是火坑，怡儿嫁过去这辈子就毁了。瑞王势头太凶，吴王胜算太少，父亲早跟吴王割舍才是活路啊！这些我会想不到。瑞王步步紧逼，吴王岂会放魏国公府下船？我这一割舍，谁担保我不转投瑞王？你说吴王会怎么收拾我们？会了，你懂就好。怡儿是我孙女，我能不疼？可眼下只有跟吴王绑得更死，才不被他猜忌清算。这条路没有回头。好在魏一峰跟怡儿还是有起几分情谊的。情谊在利益面前算什么？你们母女这2日好好说说话吧。我追随吴王错了吗？都怪齐之玉，他不回来，吴王早顺顺当当登基了。该死！盯死瑞王府所有人，事无巨细全记下来。是。他好端端去寺庙礼佛，分明冲着蒋夫人设的局。这丫头开始主动来咬我了。齐静熙最近在吏部怎么样？我时常规劝他，他近来当职总不见人影，同僚早有微词了。做得好，他这么擅离职守，早晚要出事吧？那是自然，还得是他兜不住的大事。需要我出手布置吗？齐静熙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收拾他还不是手拿把掐？我定全力以赴，绝不让父王失望。好，为父就等你的好消息。那边走，那边走，排好队，别抢啊！发财了，还得是我妹。寺庙宫里转一圈，银子自己飞进门。大人，宫中德妃娘娘遣人送银来了。齐大人，奴婢奉德妃娘娘之命来送银子。他就这么闯进来，你没拦？公公说是德妃娘娘身边的人，小的不敢拦。德妃身边的人进了瑞王府就能这么没规矩？齐大人，这可是德妃娘娘的银子。你，妹，跟这种奴才废什么话？一个太监敢来瑞王府撒野，不杀留着过年。我这纨绔是装的，我妹是真火阎王啊！备马车进宫，把他抬上，跟在我车后头。妹啊，你进宫做什么？找德妃要个说法，到底是他的意思，还是这奴才自作主张跑我瑞王府撒野，当我瑞王府没人？通传一声，就说我给德妃娘娘把人送回来了。送人？奴婢这就去禀报。郡主，娘娘有请。陈安郡主，本宫的人怎么得罪你了？娘娘给我送银子，是我逼的吗？并非，本宫问的是，既然不是，那他一口一个这是德妃的银子，那些夫人巴结娘娘的娘家才敢漠视皇权，我受了委屈，娘娘才补偿银子。娘娘要不肯给，那就是认下自己是他们的靠山，认下依附吴王的大臣能骑到陛下亲封的郡主头上。本宫不曾说过，不曾说过。那替娘娘送银的太监凭什么这么横，擅自不让我收，3番5次强调是德妃的银子？不想我拒收是什么？可能是本宫送的太少了。那你杀本宫的人，不该给个说法。娘娘，你可别太感激我。感激？这奴才没规矩，几次3番暗示娘娘赏的少，没情义。这般狂妄的东西，我替娘娘除了，娘娘不该谢我。娘娘，本宫无事，没事。如此，本宫倒该好好谢谢陈安，谢你替本宫教训这不懂事的奴才。确实该谢我，这种隐患留在娘娘身边，谁知哪天闯出大祸牵连娘娘，也就我好说话，换个人可就不好收场了。陈安，没别的事就先退下吧，本宫乏了。娘娘是不是忘了点什么？什么？您宫里的太监都嫌您赏的少，我替您教训了他，送的少，我又替您除了隐患，娘娘就没点表示？来人，给陈安郡主拿银子。娘娘太客气，那我就却之不恭了。娘娘您可不能出事啊！娘娘醒了醒了，
娘娘没事了吧？我还当娘娘是不想给银子故意装晕呢，感情是真晕了。哎呦，这点小事至于气成这样？德妃娘娘，您这气性也太大了。郡主，您别再说了，我一家被你们母子欺负这么多年，不也活得好好的？给他银子。娘娘既然身子不适，那我就不打扰了。谢娘娘的银子。妹啊，耗到多少？就翻了个倍，我没太狠。哈哈，还得是我妹，又大度又给人留面子。娘，这阵子要辛苦你了。银子足，备物资不算事儿，回头运过去。这些年我这纨绔的名声可深入人心。爹，这些事儿能串一块办，您先想想最近缺什么，好跟他们开条件。你们这么看我干嘛？妹啊，八字还没一撇，你就先把人家该赔的都算计好了。这种事无非几个结果，怎么走都随机应变，还能拿不到赔偿？哥，咱妹太厉害，衬得我太笨了。不用衬，你本来就笨。你还是不是我亲哥？我可以不是。爹娘忙着，我先回了。我从不觉得以前过得多苦，适者生存罢了。可这种被人惦记的滋味，是真不赖。妹啊，这些都是咱的了。有这笔钱省着点，够咱爹招兵买马造反篡位了。二哥，你挨打真不冤。我就嘴欠，爱说实话。也是，皇祖父待咱这么好，哪能造反呢？不好不好。是不好，就这么点钱，有什么好乐的？造反哪能省着来？要么不做，要做就资源拉满，一鼓作气，直接拿下皇位。我跟我妹这境界差太远了，我格局不够啊。往后寺庙这摊，你们来交接。放心，全包我身上。就是眼下寺庙来钱还是太慢。妹啊，这寺庙香火早排进京城前3了，你那制香方子又把成本压下来，能多赚老多了。那天临时起意，没准备充分，光靠上香香油钱还不够。还要怎样？卖点配寺庙的东西呗，平安符、静心符、入睡符。平安符寺里就有啊，也不值钱，添不了多少进项。要是这符效果显著呢？显著？辗转难眠的人求一道入睡符，当夜就能睡到天亮。二哥，这样的符就算贵，你要不要？所以妹啊，你能画？能啊，不光我，旁人也能画。二哥你怎么了？没事儿，腿软了一下。好好的，你腿软什么？妹啊，你知道你这话有多惊世骇俗吗？哦，原来卡这儿了。其实那玩意儿不难，世间万物都有气场，所谓符咒多半就是顺势推一把，逆天改命难办，让人睡个好觉，静静心，简单。妹啊，求你下回别拿聊天气的语气说这种事，这一点都不简单。行吧，我下次注意。在外头千万别乱说，你本事太大，漏了容易被人盯上，被人利用。我也就跟你们说说。妹啊，我就知道你跟我最好了，二哥好感动。哭这么丑，丑剧。这就是静心符的效果。妹，这个咱不卖，这么好的东西自己留着。留着干嘛？好东西啊，我这不变聪明了吗？二哥，一道符哪能让人变聪明啊？可我刚刚神清气爽，脑子清亮多了。那只是替你去了杂念，静下心，人专心起来，感受本就不同。静心符就这点用，能提效率。至于最后成什么样，还得看个人。那也挺厉害了。二哥，你真觉得这是好东西？等等，你这么一问，我倒要想想，这玩意儿要是依赖上了，往后自己是不是就静不下心了？看人，应急偶尔用用无妨，可要彻底依赖，丢了本心，连自己静心做事的能耐都废了，这人也就废了。当然，只要银子给够，咱可以一直卖它。妹啊，你这东西上瘾。还是那句，看个人。酒色财气害死多少人，可大多数也没沉进去。静心符不过是个辅助，何况寺里卖的没这么好的效果，就跟喝茶提神一个理。谁能天天灌茶不睡觉？这要批量卖，你一天得画多少？太累了。我干嘛自己画啊？这不得沐浴焚香，心神合一的画吗？其实没那么玄，刻个印章，蘸朱砂往裁好的纸上一盖就成。二哥，你听我说话没？妹啊，我就问一句，这符真能跟盖章似的随便盖？能，不过得先布置一间屋子，在里头盖才行。二哥，给我寻几块品相好的玉石。没问题，包我身上。这边我也捂得死死的，绝不让人查出寺庙生意跟咱有关。二哥，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啊？啥？妹啊，这摊事我都能安排妥当。我不是说这个，我是问你不想要到平安符，关键时候能保命的。这么灵，那能卖天价呀！发了发了！寺里卖的没这效果，我能画更好的，足以保命那种。不要，我不要，爹娘大哥也不要，我们又不傻，会护好自己。真不要？不要，坚决不要！行了，不说这个，我安排事儿去了。怎么了？为什么不要能保命的平安符？信不过我？你怎么会这么想？你这么厉害，我哪能信不过你？那为什么不要？回答我！那么厉害的保命符，你得付出什么代价？我才不要！爹娘大哥也不会要的。我们会小心，不会出事。我绝不是信不过你的本事。
晚了啊！打我动了卖符赚钱的念头起，就在你们身上都种下新符了，保平安的。这符没有实体，丢不了。有是没有？到底有没有？没有。那就好，妹啊，咱家不兴牺牲谁成全谁，一家人谁都金贵。我喜欢这个家，照这个刻盖出来就是符。你先寻个地方，我布置好，咱就能开张卖符了。二哥，魏家今儿搬家。皇祖父够宽厚了，给足时间让他们另寻宅子。你干什么？齐之玉就在外面，在外头又如何？他是郡主，你我如今不过平头百姓。你要下车去自讨没趣，想去尽管去，你敢去，我立马给你一封休书。休书？他真要休了我？父亲要休了我。你若没做那等事，他为何要休你？母亲，我做什么了？我不过……我老了，乏了，往后有事别跟我说，说了我也管不了。娘，怎么了？怎么都杵在院里？屋子都给你们收拾好了。风儿，你爹要休了我。方才齐之玉在街上，你娘要下车去寻他晦气。娘，您就消停会儿吧。风儿，连你也这么待我？别管他，你安心当差，等着娶蒋淑仪。他祖父到底是魏国公，这门亲事对吴王只有好处。只有吴王坐上那位子，魏家才能翻身，把这些日子的屈辱连本带利讨回来。到那时候，瑞王、齐之玉一个都别想跑。婚期定在下月，会不会太赶？魏国公那边，蒋家也伤了元气，魏国公巴不得早点把人嫁过来。父皇，皇兄，子弟，父皇，儿臣求了几道符，最近儿臣听闻寺庙中这些符很是有用，静心符、安睡符，真的可以让人静心安睡。儿臣也让人试了，果然是真的有效果，这才求了平安符给父皇。儿臣就希望父皇圣体康健。老四，你还特意去求了平安符，有心了。这是儿臣本分。皇兄，陈安不是跟住持上次相谈甚欢，怎的住持没送几张平安符给陈安？老四这个蠢货，从小到大就是如此，争强好胜，处处拔尖，拼命追赶老大的同时，还想要毁了老大。父皇本就是天命之人，自有上苍庇佑，何须平安符这种外物？瑞王就是那张嘴会哄人，不然父皇也不会被他哄骗。皇兄，话不能这么说。父皇洪福齐天，也不耽误身为人子想要尽孝。父皇富有四海，难不成以我手中有什么好东西，就不用想到父皇了？父皇，儿臣并非指责皇兄，只是觉得皇兄想法不对。你的意思是说，老大没有把朕放在心上？儿臣没有这个意思。那你是何意？说。父皇，儿臣只是觉得皇兄应该更在意父皇一些。可能皇兄是太过忙于公事，就没有多少心思去惦记父皇；也可能是皇兄急于证明自己。可这些在父皇面前算得了什么？一切还是应该以父皇为重才是。哼，在这最新的平安符还没有售卖开始，老大就送了一批进宫。一张平安符，老大怕朕丢了。宫中所有地方，只要是朕会去、会接触的地方，全都放了平安符。他弄了这么多平安符，那我刚才拿着一张符当宝贝似的献给父皇，我成了什么？小丑吗？皇兄真是沉得住气，做了如此大事，竟然不声不响。身为人子，惦记自己父亲不是本能，做什么不是理所应当？这样平常的事情，还需要宣扬？原来我依旧是落后皇兄一步。都是孝心，何来先后一说？父皇，儿臣想去看看母妃。去吧。老四真是不争气，荒唐！朕怎么没疼他？皇子可以正大光明的比就是了，自己比不过老大就想毁掉老大。他太想得到父皇的疼爱了。父皇，也许一切都是天意。父皇，幸好有陈安啊！父皇，心服那是陈安的一片孝心啊。寺庙赚的银子，朕不会跟你抢的。哦，你就不能多装一会儿？儿臣知道父皇体恤心疼我们。行了，滚吧！陈安丫头有本事，朕更要护着。有她在，江山社稷稳了。朕是有多蠢，才会去怀疑对付一个根本不知道实力极限的高人？与其自毁基业，不如选择相信。妹啊，看到了没？银子，这么多银子，那些人跟疯了似的来买符。有钱人最珍惜的自然是自己的性命，他们有了尊贵的身份，大笔的银子，自然会希望自己平平安安的活的时间长一些来享受。难怪你让我们先卖静心符跟安睡符。平安符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有效果，但是那两个不一样，只要证明寺庙里的符有用，那么平安符一时之间他们看不到效果，他们也会选择相信的来购买。二哥，
你抓紧时间让人多弄一些，以后来寺庙里买符的人只会更多。这个我已经让他们弄了，不过我想着还是要限制一下销售的数量，不然数量太多可以无限制的购买，会砸价。二哥，可以让人去外地卖啊？去外地卖？每天来求平安符的可是要靠运气的，不是让他们求签，看他们能不能求到才卖给他们吗？有些百姓求到了，但是他们更希望用这个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卖给别人不好吗？妹啊，你的意思是？没错，咱们从那些需要钱的百姓手里收购平安符，然后再转手卖到外地，或者是来这里的外地人都可以，不是来了就能求到的。就算是求到了，平安符这种东西，有谁会嫌弃多吗？如此一来，百姓得到了银子，解决生活困境，咱们还能赚个差价，不是更好？你连自己买卖的差价都赚啊？有谁规定不可以吗？不是不可以，是没人这么办啊！谁家会一边做源头一边当中间商啊？二哥，咱们这个货特殊啊，总不能让寺庙里的人监守自盗，自己去贩卖平安符吧？那寺庙的威严肃穆一下子就被打破，那平安符一下子从高高在上的抢手货，瞬间掉价到让人怀疑它作用的真实性。所以啊，这个中间商只能咱们做。对了，过个几天找其他人也去收购。自己跟自己抢生意。后来去收购的人给了银子，得到了平安符之后，再把银子抢回来。你说什么？最好是在寺庙交易，反正交易这个也是在僻静的地方，没有人看到，不要真的伤了百姓。百姓离开的时候，让人注意到他的情况，关心的问一句。百姓丢了平安符肯定会难受，他不会说自己想要卖，只会说被人抢了，然后寺庙里的人再重新新的送给他一张就是了，这样百姓也没损失。哦，对了，要是有人假装被抢，其实是自己想囤货，交易了之后占便宜，这个我也有办法来解决。怎么解决？那肯定是不行的，想占便宜的不见得会藏在身上，也许是藏在路边什么地方了。到时候有人想要占便宜的话，那么他们靠近寺庙，桌上一道符就会无火自燃。妹啊，你还有能检验这个的符？没有啊，但是我有可以无火自燃的符。那你怎么知道哪个是要占便宜的？二哥，你就不能找个自己人假扮吗？我操，还能这样？众目睽睽之下，有人想要占便宜，被拆穿，还有那无火自燃的符纸，你猜还会有人敢来占便宜吗？最开始跟那些想买平安符的人交易的就是咱们的人，认清楚咱们这家保真，他们就不会从其他家买了。毕竟要买的人不差钱，惜命。妹啊，要是那些人雇佣大量的百姓来求签，这样他们不就不需要咱们这中间商了？我知道了，我先雇一些人来，让他们一起都抽不中，还要造势，让他们在来求签之前泄露消息，这样就会让外人觉得是心不诚，所以抽不到。不对啊，妹，求签也不能保证绝对会抽到，雇他们的人也不会要求必须抽到。要想杜绝这个，需要时间有些长。二哥，你真善良啊！你找附近村子里生活条件一般、可信的，他们提前泄露出去的消息，不要是他们被雇佣去求签，而是让他们的家人无意中说漏嘴，表示他们家有将有外财。等到他们求签不中，回去之后走路摔跤，莫名其妙掉进河里，总是九死一生的事儿。如此倒霉，引起同村人注意，再让家人抱怨几句，这是被雇佣折损了自己福运。如此被人听了去，那还会有几个人用自己的命去赚替人求签的差事？毕竟赚点钱跟命比起来，大家还是比较惜命的。妹啊，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是彻底垄断啊！不可能防住所有，还会有人铤而走险的。不过无所谓，那点小利就不用计较了，大头在咱们手里就行。我拉拢不擅长，但是打压毁掉我信手拈来。不管怎么变，资源越多，胜算越大，我就多多的搞钱。这么多人，可不要求签求到才能买，不是人人都有好运，一天就3次机会。郡主，齐大人，郡主，我要成亲了！恭喜！他这是什么反应？他毁了我娘家，毁了魏国公府，毁了我的大好姻缘，他怎么能这么轻描淡写？郡主就这么不看好我的亲事吗？你的亲事好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难不成你不满你的亲事？当初你还不是因为对魏义风情根深重，所以来找我的麻烦吗？怎的？如今魏城江没了侯爵之位，魏义风只是一个将军，你跟他的感情就没了。所以，当初你是为了魏义风的魏家出头，还是为了威远侯府的魏家出头？郡主，我的心意从来不曾变过，还请郡主不要胡乱揣测。哦，我没想到郡主会如此误会我，质疑我的真心。你的真心也好，你的婚姻也罢，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跟你们魏国公府本来就是敌对关系，
你神经兮兮的拦住我，告诉我你要成亲了，你想我说什么？江疏仪，脑子不好就去治，真的，这个会遗传给下一代的。郡主，你欺人太甚！把我当软柿子捏，没捏好，碰到硬茬我反击回去了。你们承受不起我的报复，就想在语言上来攻击指责我。江疏仪，你祖父魏国公没告诉过你，历史永远是胜利者书写的吗？当你们蒋家彻底的没落，你觉得其他人有谁会你们鸣不平？郡主，你恐怕要失望了，我们蒋家不会没落。愿望都是美好的，毕竟每个人都有做白日梦的权利。郡主，你太过分了！郡主如此，齐大人就没什么想法？有，妹啊，我能有什么想法都表达出来吗？当然。齐大人，你要做什么还需要郡主同意。你是当兄长的，竟然还要看郡主的脸色。齐大人，你竟然过得如此憋屈。唉，我真是忍他好久了。他竟然直接踹我！二哥，下次不用忍着，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给你兜底。哎，齐大人对一个弱女子动手，实在是有失体面。虽然魏家形势不好，但他还是护着我的。怎的？你还觉得魏一峰对你一往情深啊？他要是真的对你那么好，把你放在心上，不应该是第一时间查看你的情况，带你去看大夫，确定你没事之后，再找我二哥算账吗？是啊，为何他不先询问我的伤势？他这样，无非就是拿你当个借口，好对我二哥发难。也不知道等到以后，他需要更大的利益，会不会再次用你当借口啊？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是踹一脚的问题，还是其他的了。走，我带你回去。妹，你又想对付谁？二哥，你怎么这么稳？你笑了，你一这么笑，准有人要倒霉。二哥，你介意不介意受点委屈啊？没问题，没问题，妹啊，这个也叫委屈啊！刚刚魏一峰没给你好脸色，还说你有失体面，今天没法直接回敬给他，还不是受委屈。咱们安排的事情要是都进行好了，也算是能出口恶气。我妹虽然没打魏一峰，但直接从根源上挑拨了魏家和魏国公府的合作啊，这叫我受委屈？二哥，你真大度，是个办大事的，你多多努力，以后咱爹事成了，你们可以好好辅佐咱爹。妹啊，你表扬我，我是挺开心的，可我怎么感觉你是想把我跟大哥推出去，你以后啥都不想干了？怎的？不行？行，太行了。魏国公府到，让他回去，等我下朝之后自会回去处理。自己的儿子朕最了解，这事儿绝对跟老大一家脱不了干系。进来，既然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不可耽误。谢陛下体谅，老臣惭愧。你想在朝堂上闹，只要能承受得住后果就行。自从陈安回来，朕这枯燥的帝王生活真是丰富了许多啊。国公爷，小姐要不行了，求您请位御医给小姐看看吧。怎么会？何事？陛下恕罪，臣斗胆请陛下恩准一位御医给孙女诊治。准。不是听说府上好事将近，怎的还病了？魏国公，该不会是因为你孙女嫌弃魏家丢了侯爵之位，想要装病退婚吧？老四以前没这么傻呀，这是怎么了？当年老大退让老四上位，勉强也算是可用之才。可自从失了太子之位，这蠢事是一件接着一件，难不成这就是此消彼长？以前老四的能力全靠吸老大的气运。王爷，您误会了，这不是病，而是前段时间被人打伤了。本来臣以为养一养就好了，没想到今日会突然恶化。打伤？谁人敢打伤魏国公府的千金？魏国公，怎么谁伤的人不能讲？朕要看看你们还能多蠢。若是拿不出让朕眼前一亮的招数，朕会迁怒的。魏国公，你讲，在父皇面前，没有人胆敢放肆。老四，你非要把事情闹得这么难堪吗？皇兄，你这是何意？你没看到魏国公一脸愧色，不想多提，你还非要一直追问，怎的？你非要让魏国公承认是他孙女自己嘴欠，跑到我女儿面前阴阳怪气的找茬儿，还要让我小儿子评理？我小儿子忍无可忍，给了他一脚，让他清醒清醒。老四，魏国公这么大年纪了，你好歹给他留点脸面。听听，瑞王说的那是人话吗？齐敬熙踹了人，他还成了占理的一方，这是在给我留颜面。魏国公，事实可是如此。
瑞王说如此，便是如此。魏国公，你大方承认就行。不过你这家里真的是要好好的整顿一番，太没规矩，早晚给你们招惹祸端。瑞王，臣的孙女不过是在寺庙中偶遇郡主，郡主倒是阴阳臣孙女跟魏将军的感情满是算计。臣孙女一时气愤，请齐大人评理，随后就被踹了一脚。魏国公，你儿媳已经被休了吧？瑞王，此事跟臣孙女被踹伤的事情有关系。算了，臣本已经不想多提，此事就此作罢，大家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便是了。大家看好了，瑞王多么蛮不讲理，你们若是不支持吴王，以后必定被他清算。罢了，本王可罢不了。你儿媳因得罪本王的女儿被休，你孙女儿还能开开心心的跟本王女儿做朋友，她是缺心眼儿，还是没事找事？大家都明白。本王纵然示弱，但护着自家儿女的本事还是有的。瑞王，您这是何意？臣并非什么？魏国公，你不就是记恨本王，给本王挖坑吗？他连装都不装了，直接撕破脸。魏国公，还是你家人够狠。你我两家关系势同水火，你竟然舍得用自己孙女做饵，来给本王的儿女下套。魏国公，你欺我瑞王府无人不成？你真当本王是软柿子没脾气？告诉你，本王不是好欺负的。瑞王知道他在说什么吗？软柿子，没脾气。魏家侯爵怎么没的？魏国公蛊虫怎么来的？谁毁了吴王的钱袋子？你们一家简直是活阎王好吗？父皇，本来儿臣并没有争夺之心，可如今儿臣想明白了，若是儿臣自己不强大，恐怕连自己的儿女都护不住。那个位置，儿臣要定了。想要储君之位，好，朕拭目以待。老四，我想要那个位置，你不高兴？还是说你不满当初父皇废了你的太子之位？皇兄说笑了，谁能成为储君，全看父皇的意思，这不是你我或者是其他人可以做主的。皇兄，你想要那个位置，我是没意见，只不过还请皇兄约束一下自己的子女，不然皇兄还没有成为储君，你的子女已经嚣张的无法无天，这可不好。本王的儿女自然是最好的，你不用在这里诋毁他们。皇兄，你就没想过为何齐敬熙会伤了魏国公的孙女？那是他先招惹的陈安。好，就算是如此，可齐敬熙为何会在那里伤人？那个时候，齐敬熙不应该在吏部当值吗？对啊，齐敬熙擅离职守。吏部尚书，齐敬熙在吏部表现如何？还好。父皇，若是齐敬熙占位置不做事，还不如让其他有能力的人上位。朝中不能用那样一个重要位置养个闲人。老四，你恨我，那是你我之间的事情，扯我儿子做什么？我家老二绝对是个负责懂事的。好，皇兄既然觉得我是在污蔑他，那就叫他来当面对质。父皇，此时的齐敬熙绝对不在吏部，您若是不信，可以派人去查看。父皇，请您为您孙儿证明。来人，去吏部找人。是。明明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可为什么心里这么堵？我说的时候父皇没反应，瑞王一说父皇就派人去查，偏心！我一定要让父皇看看谁才有真本事。陛下，齐大人并不在吏部。皇兄听到了吗？哼，你的好儿子确实在当值的时候偷溜出去。什么偷溜？你有证据没证据别胡说！我家老二说不定是去外面办差事。吏部并没有安排外出的差事给员外郎。绝杀！吏部可有说齐敬熙去了哪里？不曾。父皇，儿臣恳请父皇派人全区搜寻，今日一定要把他找来。儿臣相信他不在吏部，一定是有原因，绝非吴王所言那般。父皇，儿臣也恳请找到齐敬熙，当面把话说清楚。儿臣也不相信皇兄如此治家不严。准。陈安郡主，齐大人觐见。不好好的当值，这是跑到哪里去厮混了？你这是干什么去了？怎的弄得如此狼狈？皇祖父，孙儿去买鸡了。那些鸡一个个精神十足，精壮无比，都是顶顶好的。这就是你不当值的理由？斗鸡，竟然比吏部的差事还要重要？怎的？说你还不服气？现在这个时辰，你不应该在吏部当值。你在吏部这么长时间，你做了什么？不要仗着自己父亲是王爷，就随便混日子。皇叔，怎么着？你这是想立马把我二哥给弄下去，让你儿子上位？以皇叔你的本事，给你儿子安排个正式的位置，那是手拿把掐的。怎的？非得把我二哥挤下去，皇叔你们才有成就感？陈安，
没有的事情，你休要胡乱揣测。哟，你张口就来的污蔑我二哥没问题，我说你就不成啊？皇叔，你这标准可以啊，自己一套对别人一套，跟在你身边的人也真是可怜，要摸准你这双重标准，不然到时候他们嘎估计都嘎得稀里糊涂，好冤好惨哦。好恶毒的丫头，她完全是出自真心的攻击我，就是要离间拥护我的那些人。皇祖父，你说说看，吴王把他儿子安排进吏部是干什么？尤其是齐敬红做的还是跟我二哥差不多的活儿。老四，你说。父皇，儿臣不过就是想让孩子去历练历练，而且若是不行的话，好安排他去做其他的，省得以后身在要职却失位素材。那他做的如何？此事还是吏部尚书最清楚。回陛下的话，吴王家的齐敬红齐少爷做事稳重细心，条理分明。那齐敬熙呢？这怎地？他去了吏部这么长时间，你不知道他做事如何？陛下，并非臣不知道，而是……哼，有什么便说什么，看本王做甚。本王是绝对不会是非不分的护犊子。老大这个混蛋，骂谁呢？陛下，自从齐敬熙到了吏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过，交给他的事情一件都没有做。啊，就算是混日子也没这么混的。齐敬一就没想着为他父王挣个脸面吗？齐敬熙，哎，给朕一个解释。皇祖父，他们害我。哦，怎么说？该做的东西我全都做完了，而且我全都放在他们让放的地方，我怎么没做了？为何本官没有看到？你放在何处？就是吏部东南角那边的小库房里，那都是存放废弃不用的卷宗的，平日里根本就没人去。是吏部侍郎让我送去的。陛下，臣并没有如此吩咐过，明明就是你让我送过去的。我还奇怪，特意问了你为什么送去那里，是你让我不要问，让我学会听上峰命令做事。而且你还说，要是我觉得不对，让我回去跟我爹说，到时候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用听你们吩咐。你怎么能不承认呢？陛下，臣冤枉，臣绝对没有对齐敬熙说过此言，更没有威胁嘲讽过他。行，大人你没说过，一切都是我胡说八道。也是，我是我爹的儿子就是原罪，就应该被人设计陷害、打压、污蔑。吏部现在这么乱，臣有罪。二哥，吏部交代你做的事情，你做完了吗？自然是做完了。皇祖父，那就让人去看看那里是不是有我二哥做完的东西。这吏部要交给我二哥的都是什么活？吏部尚书、吏部侍郎，你们总该知道吧？不如这样，吏部尚书、吏部侍郎还有我二哥，他们一起写下来，防止有人说谎。皇祖父，你觉得呢？朕觉得你这个主意不错。我怎么感觉自己掉进齐之玉挖的坑里了？倒是一样。陈安郡主太毒了，分辨系连一点点暗箱操作和串供的空间都没了，所有的默契全废。是。这就是吏部尚书给你安排的活儿。是。吏部尚书说你整日的不在吏部。皇祖父，每天我都去吏部的，不是整日都不在。陛下，吏部给齐敬熙安排事情后，他从来没有跟同僚交流过。每天他在房中坐不满1个时辰便离开了。交给他的事情，你们都没查验，看看有没有完成。你这是何意？爹，他还能是什么意思？他不就是觉得二哥是靠爹你的关系进吏部混日子的吗？他是把事情交给二哥去办了，可他压根是心里就没想着二哥能办成办完。也难怪让二哥把冒完的东西全都放在存储常年不会有人翻看卷宗的库房里。二哥倒是没仗势欺人，有人却是心中有偏见，看不起我二哥。你还知道自己是个男孩子吗？辣眼睛！父皇，儿臣没想到，是因为儿臣才会让自己的儿子遭受这不公对待。老大演的成分居多，但是其中的坎坷与心酸却是实打实的。他是在替朕委屈啊！吏部为何要把这些任务交给齐敬熙？吏部侍郎，朕来问你，你要做这些事情需要多久？回陛下的话，若是臣的话，需要几日不眠不休的才能完成。皇祖父，吏部安排给我二哥的差事儿太难了吗？大人，你一方面不敢追问我二哥的进度，一方面又安排这么难的活儿给我二哥，你是真的不敢得罪我二哥啊，还是想逼迫我二哥知难而退，给齐敬红腾位置？郡主误会了。只要齐敬熙想要学的话，臣自然会派人教给他如何去做。
可齐静熙接到差事之后，没有问过一句，这就很难办了。倒是吴王家的齐静红完全不同，拿到差事之后，立刻去找同僚请教，不懂的还会多次询问，一直到事情解决。皇祖父，我二哥什么都没做。不，你二哥做得很好，所有的事都做到了完美。好一个纨绔子弟，不愧是瑞王的儿子，真是深藏不露，处理的简直滴水不漏，甚至比我们平日用的办法更简洁。这怎么可能？瑞王，您这样暗中帮着齐静熙，可不合规矩。吏部侍郎，你看清楚这册子上用的墨，那是你们吏部的劣墨，我们瑞王府才不会用这种档次的墨。这就是我二哥自己在吏部做完的。可他每天只在吏部待不到1个时辰啊！不到1个时辰，我二哥就弄完了，不行吗？承认我二哥能力强，这么难吗？这不可能！怎么不可能？当初教我的老师都是什么人？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话，去打听打听，那些老师对我是什么评价？他们兄弟的老师全是父皇亲自找的，全是最有本事的，而我的儿子就没这个待遇。父皇的偏心已经渗透到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对你的评价都是顽劣不堪，这有什么好骄傲的？皇叔，你傻吗？陈安，你简直目无尊长！你真是蠢而不自知，难怪刚刚你得瑟你儿子。就齐静红在吏部做的那些事情，比我二哥的容易，可他还需要去问同僚请教上峰，都这样了还要吭哧好几天才能弄完一件。反观我二哥，完全不需要问人，自己就能搞定，连1个时辰都不需要。齐静熙如何做到的？如今还不清楚？不清楚个屁！你脖子上的那个大疙瘩真的是摆设啊！陈安，你放肆！我放肆怎么了？看到你这种蠢货，就算是菩萨都要跳起来揍人了。你也不想想，当初皇祖父找来的老师都是出了考题的。吴王，你该不会没印象吧？看来皇叔你没忘啊。当初皇祖父请来的大儒以及能人异士，可是一个都没有挑你儿子，反倒是他们争着抢着要收我二哥当学生。那又如何？就算是他小时候不如齐静熙，那也是以前的事情了。那些人可是都在痛斥齐静熙不服管教还顽劣。你们别忘了齐静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就他一天不到1个时辰就能处理完吏部的事，简直是荒唐。可他们何曾说过我二哥愚钝？齐静熙被你说得如此好，那为何老师是换了一批又一批，还不是他们受不了不教了？吴王真是一叶障目，就这样的人还想当储君，难怪陛下不支持他。追随吴王的人现在恐怕肠子都要悔青了。皇叔，你就没想过，他们之所以离开的这么快，那是因为我二哥把能学的全学完了，他们教无可教。这不可能！可能不可能不是你说了算的，我二哥做的事情摆在这里，皇祖父都认可了。怎的，皇叔，你觉得皇祖父是那么容易被欺骗的傻子？陈安跟老四呛就呛，为什么要牵连朕？我倒是真的没想到，齐静熙这么多年一直在藏拙。皇兄，你们一家好心机。这有什么好心机好藏拙的？我爹是王爷，你又格外的忌惮我爹。我爹手里钱财足够我哥他们什么都不做，就能舒舒服服的过着富贵生活。这种情况下，我哥哥他们为什么要展露自己的能力？展露了能力，皇叔，你晚上还睡得着觉吗？瑞王一家隐瞒实力，处处打我一个措手不及，现在竟然说是为了我好，要不要脸？好，想不到齐静熙倒是有如此本事。既然如此，他为何不在吏部好好的做事，反倒经常往外跑？皇叔，你这问题问得好，不过这答案你要问问吏部侍郎，他为何让我二哥把做完的东西放到几乎废弃的库房里？我没有，你就有，不然我干什么把做完的东西放到那里去？我一开始奇怪问你，你就各种敲打我，话里话外都是说我要是想仗着我爹的事，就别听你的。陛下，臣冤枉啊！臣有什么理由这么做？哪需要什么理由？无非就是你依附着吴王，这样的你打压我二哥不是很正常？装什么呢？吏部侍郎，好大的官威！陛下，皇祖父，陈安，何事？吏部侍郎如此胆大妄为，想必平日里也做了不少欺上瞒下的事情。皇祖父何不好好的调查调查他？要是有因为他以权谋私坑害的无辜之人，也好为那些人做主。高明，惩罚侍郎容易落人口实，但如果查出他本身有大问题，降罪便名正言顺。不仅为齐静熙出了气，还折损了吴王的得力帮手。最重要的是，一直被吴王掌控的吏部被撕开了一道口子。陈安所言甚是，来人，彻查，禁足，不得探望。皇祖父，若是没有皇祖父，孙儿要被冤枉死了。孙儿受了委屈，
蒙冤就冤了。可孙儿难受的一直都是怕牵连皇祖父，要是被恶人得逞，让人以为孙儿办事不力，岂不是让人指责我爹以权谋私？而我爹一直有皇祖父疼爱教养，若是我爹如此糊涂，岂不是说明……太可恶了！这是谁如此的恶毒，竟然要让天下人以为皇祖父你是个老糊涂？陈安郡主，这种话真的不用说出来的，这要命啊！是啊，到底是谁非要让天下人觉得朕是个老糊涂？父皇是在责怪我吗？我被瑞王一家欺负成这样，父皇就不能为我做主吗？老大退让是你一无所长，朕也选了你。现在老大能担重任，你还要耍阴招毁他？你就是觉得朕老糊涂了？父皇，既然齐静熙如此有本事，他为何不在吏部好好待着？他去哪里？去买鸡？我买鸡怎么了？买鸡犯法呀！齐静熙，你有如此本事，就好好的收收心，不要总是想着去斗鸡斗蛐去。谁斗鸡斗蛐去了？都到了这个时候，你何必不承认？刚刚你自己说的去看鸡，在场众人全都听到了。哼，我去买鸡就是要斗鸡。二哥别气，皇叔可能想法一直都这么狭隘，买鸡是斗鸡，买刀子就是去嘎人的，思维方式太固定，没办法。陈安，你不用顾左右而言他。齐静熙自己刚刚说的，这是你们否认不了的。我是去买鸡，我那是要买来给边关将士送去，给他们夹菜的。你给边关将士夹菜？皇叔这么惊讶是什么意思？在你的意识里，保家卫国的边关将士连吃肉都不配。本王没有说过。陈安，你休要恶意揣测。这事要是传出去，武将全得跟我离心，那皇位还争个屁！哟，你都恶意揣测我二哥了，我揣测你一下有什么问题？皇祖父，你也知道的，我娘经常施舍粮食药材什么的。今年我娘准备给边关将士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忙不过来。我二哥呢，处理完吏部的事情之后，就抽空去帮忙，棉衣粮食什么的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就想着边关贫苦，多弄一些肉给将士们补一补。二哥这不就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可以买一些品质好的，到时候送过去，不用一口气吃完，可以养一养，留着以后吃肉或者下蛋什么的。我二哥忙着这些事情，到了某些人的嘴里，成了不务正业了。父皇为什么不帮我找理由？他越是看不起我，我越要拿下那个位置，证明他眼拙。陈安，本王不过是觉得奇怪，为何要在京城附近买鸡？边关附近没有吗？就近买的话，少了路上折腾，家禽存活的几率更高。吴王果然是长在京城富贵窝里，不识人间疾苦。本王怎会不知？你既然知道百姓过得不容易，那就更应该知道边关百姓很多肚子都吃不饱，还家里养鸡，大量采购的话，你觉得够吗？陈安，你既然知道边关生活贫苦，那从他们手中买鸡，还是为他们增加一份收入，你为何非要在京城附近购买？按着你的意思，京城附近就没有穷人了，他们就不需要卖鸡的钱贴补家用？本王是这么意思吗？本王的意思是说，边关的百姓更需要这份收益。让边关军营跟他们买菜，让他们给缝制衣服鞋子不行，除了成品的棉衣之外，还有大量的布匹，就是方便将士们缝制衣服鞋子。这些东西就可以让附近的村民来做，如此衣服鞋子都可以按着尺寸来，同时也让附近的村民有进项，他们靠自己赚了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吴王，眼光打开点，别总是盯着鸡。我二哥买鸡你就盯着鸡，你能不能有点自己的想法跟主见？你这样，当年你是怎么当的太子？爹，我就说你不该这么顾念兄弟情，看看你为了照顾自己弟弟的情绪，弄个这样的上位，你怎么想的？所以现在我出来争了。老四，我不是想要那个位置，而是百姓需要我。陈安，皇叔怎么了？皇叔，你这是恼羞成怒了？这可不好，就算是被我说中了，你也不能这样啊！你要么大度的让权，要么就稳住阵脚，与我爹一争高下。你这让又不让，稳又稳不住。唉，我真替拥护你的人感觉到可怜，他们不会被你迁怒吧？这坑就在我们跟前挖的，可我们不得不跳啊！吴王情绪如此不稳定，我们真的失望了。跟本小姐斗，搞笑了。父皇面前一定不能失去理智，现在跟齐秩序争执，只会让他得逞。陈安此言差矣，储君之位争与不争，不是本王说了算，不然的话，就算是成为太子，也会引起朝堂动荡。就算是父皇再偏心瑞王，也不能不管大局，执意让瑞王坐在太子之位上。这个感觉很不好，就好像我是一只弱小的猎物，随时都会被撕成碎片，而我完全没有半分抵抗之力。陈安，你这样看着本王做什么？吴王，你应该庆幸我爹人品好。你这是何意？我爹就是心思纯良，不然的话，你根本连争的机会都没有。陈安，你这话实在太过托大了。皇祖父偏疼我爹，完全可以随时下道圣旨，立我爹为太子。哼，陈安，你一个姑娘家，根本不懂朝堂之事，以后还是不要参与其中，
省得让人笑话。立为太子也要文武百官同意，若是不能服众，服众？服什么众？不服气的，嘎了不就得了？天下间有能力的人何其多，空出来的位置正好那些人上位，只要让百姓吃饱穿暖，谁会在意那些消失的大臣？荒唐！这么多人，你全都嘎了？不可以吗？为什么不可以？思云部落那么多人，陈安郡主单枪匹马就给灭了，灭我们岂不是如探囊取物？所有反对我爹的臣子能有多少？就算是比思云部落的人多，对我来说也没太大难度。当然了，我爹心善，皇祖父又是明君，我若是做了这种事情，他们二位肯定不太高兴。你到底在遗憾什么啊喂？我就希望吴王你跟我爹争，就光明正大的争，不要想着用什么歪门邪道，不然的话，皇祖父跟我爹是正人君子，我可不是哦，把我惹急了，绝对不是你能承受的。陈安，你这是在威胁本王？威胁不存在的，我不过是实话实说，我擅长收割人命，你们谁要是想不开，我可以成全你。我这人啊，最喜欢做善事，最爱成全人。打压对头的人不是正常的政治手段吗？怎么突然有了性命之忧？以后我不那么干了还不行吗？我错了。哼哼，退朝。以前以为跟瑞王争有难度，现在才知道头顶一直悬着一柄长剑，智谋正不过，无力打不过。现在下吴王的船还来得及吗？爹，这回应该有人想要断尾求生了吧？会有人做出选择。你这回事情办得好，拉下来了吏部侍郎，我正好安排自己的人顶上。还是我妹厉害，我妹让我把做完的东西放到不起眼的地方。我妹说了，栽赃陷害还要什么证据？我说是吏部侍郎吩咐的，就是他吩咐的。也得是二哥有这个本事，要不是二哥处理起吏部事情来游刃有余，也没法坑了吏部侍郎。最好是坑吏部尚书的，只不过那一下子跨度太大，吏部尚书做的事情还没到一击毙命的地步，不能一招扳倒，就暂时不动了。先把吏部侍郎弄下去，让爹安排自己人过去，一点点的蚕食吏部就是了。这种事情爹跟大哥擅长，咱们就不用管了。都是好孩子，有如此儿女，真是本王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啊！吏部侍郎这回肯定是保不住了，咱们后面要怎么办？陈安郡主一点都不像开玩笑的意思，他要是真的背后耍阴招，我们的脑袋他真的敢摘啊！你们在紧张什么？陈安不过就是放个狠话罢了，他说的那些完全是在自己找死，当着父皇的面要血洗朝堂。你们以为父皇心中会没有想法？帝王威仪被如此挑衅，父皇能忍得下他？哼，果然是从乡下来的丫头，做事不管不顾，仗着自己武艺高强，行事肆无忌惮，真是自取灭亡。陛下，真的这么想陈安郡主吗？王爷，您是不是对陛下的底线有什么误解？好个陈安，张阁老，你就没什么想说的？陛下，老臣从未见陈安君主这样的女子，老臣一时之间不知如何说。你个老狐狸，你是不知道怎么说吗？你就是不想说。陈安这样的女子没有，男子又何曾有过？胆敢在朝堂之上说出那样威胁的话，若是换个皇上，可是容不下他的。郡主必然是知道陛下的乃真性情之人，所以才说得如此肆无忌惮。郡主知道陛下有容人之量，不会怪罪。不用拍朕的马屁，陈安此举对江山社稷、对黎民百姓都是有益无害。吴王他们要是不计后果的斗起来，让无辜之人卷入其中怎么办？陈安今日此言，就是杜绝了此事的发生。想要太子之位，凭本事去争，谁是那个最无法取代的，谁就是那个位置的主人。陈安用心良苦啊！陛下能有陈安郡主，乃是朝廷之幸，社稷之幸。陛下，吴王求见。让他进来。父皇，儿臣回去之后越想越觉得后怕，这才慌忙进宫。父皇，陈安所言实在无法深思，他若是真的心怀不轨，对父皇下手怎么办？吴王这话说的真是太蠢了，我什么都没听见。朕还以为老四有出息了，想到了破局之法，没想到这么明显的事情，他琢磨半天才琢磨出这么个蠢话。你觉得陈安会嘎了朕？父皇不得不防啊！陈安脾气阴晴不定，做事肆意妄为，他日若是瑞王吴望那个位置，他会做出来什么，谁都不知道。父皇可要早做打算。老四，父皇，老四，你做事之前能不能先动动你的脑子？连着熬夜处理几天朝政，朕都没觉得这么累过。有的孩子真的都是父母前世欠下的债。我担心父皇，父皇竟然觉得我蠢。到底是哪里不对？当年他当太子时做事也可圈可点，怎么老大恢复了，老四变成这副死处？难不成真的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在吸他的智商？父皇，儿臣是担心您的安危啊！若是陈安丧心病狂的想要让瑞王坐上皇位，他真的能办到？老四，
你知道陈安要让老大继承大统最直接的方式是什么吗？弑君！十分庆幸自己年纪大了，早早就开始修身养性，轻易不发脾气。听到这种大逆不道的话，竟然一丝火气都没有。看来朕的境界又高了。老四啊，你先回去吧。父皇，退下。老四坚持不了多久，陛下所言极是，吴王的心性根本不是瑞王的对手。偏心，父皇实在是太偏心了！我连各种说辞都想好了，他竟然连一个开口的机会都不给我。既然如此，那就别怪儿臣了，我要赌一把。吴王带兵围了瑞王府。是啊，郡主，吴王还说让王爷把您交出去。给我更衣，这样的蠢货可不多见，得去瞧瞧热闹。爹娘，吴王这是干什么？兄弟相残，他该不会以为杀了我爹就能当上太子吧？皇祖父可容不下杀兄的人。陈安，本王来是为了你。我值得你这么大阵仗？我知你武功高强，不得不防。今日你自废武功，我便饶你一命，不然万箭齐发，就算你活得下来，你保得住你爹娘兄长毫发无殃吗？我这人最讨厌被威胁，不想被威胁就自废武功。念你是齐家血脉，往后荣华依旧。吴王，陛下口谕，命你速速退兵，进宫觐见。本王废了陈安郡主的武功，自会进宫请罪。便是父皇降罪，本王也要护父皇安危。陈安，连父皇召见本王都敢压后，还不自废武功？你谁呀你？二哥，我自己来。我凭什么自废武功？哪条律法写了不许习武？照你这说法，你身后这些将士是不是也该各自废？少顾左右而言他！你昨日在宫里说过什么？心里清楚。你说你会随时取百官性命。断章取义、睁眼说瞎话的本事不赖，可惜这谎太好拆。皇祖父能作证，我那话有前提，支持你的臣子只准用光明正大的手段跟我爹争，谁敢耍阴招坑害百姓社稷，我才取谁的命。荒唐！你昨日敢说杀百官，难保哪日不会弑君。本王为父皇安危，宁背大不敬之罪，也要废你，永绝后患。好一片孝心，真是皇祖父的好儿子，可惜太蠢了。今日本王为父皇，一定要废你武功，绝不留你这隐患在父皇身边。吴王，我要让我爹坐上那位子，根本不必动皇祖父，杀了你就够了。你是真想不到，还是想借护皇祖父的名头，一边讨好皇祖父，一边打压我家？荒唐！你敢在朝堂放此狂言，就是已有杀心，事关父皇安危，本王不得不防。本王只给你3个数：1、2、3。最好别动，不然下次可就不是晕过去，是没命了。我这人脾气不太好，就带这么点人也想威胁我，可笑不可笑？陈安，束手就擒！你若杀了将士，就是造反作乱。来人，拿下陈安郡主！我堂堂郡主，你有什么资格废我武功？此事得皇祖父下旨才行。怎的？你如今能越过皇祖父，替他做主了？有人怕是魔怔了，当自己是皇上呢。缠住你，再抓住瑞王妃要挟，就不信你的就范。吴王，你难道不知道，这世上除了武功，还有别的办法退敌？陈安，你做了什么？我会医，你忘了？谁说让人失了行动力，非得动武功？都提示到这份上了，你还想不到？怎么这么蠢？皇叔，咱们进宫面圣吧。放开！你想干什么？带你进宫。齐之玉，我要杀了你！吴王这是自作自受，我妹又没杀人。不过带他进宫找皇祖父评理去了，做的都对。进宫。皇祖父，陈安，受委屈了。还好没伤着，你还是个孩子，往后这种事让你爹上，你往前凑什么？我脾气不好，有人欺上门，自然要打回去。我爹是办大事的，这种小事我自己解决。你呀，你要伤了你爹娘，不得心疼死？就那种货色也想伤我，痴人说梦。父皇，父皇，儿臣是为您的安危。哼，堂堂王爷被人绑了，你还有脸带那么多人马去，输得这么难看，也不反省。吴王，这儿没外人，你装什么？不就想借着由头对付我吗？
本王是为父皇安危。皇祖父传口谕召你进宫，那是在救你，给你台阶，你却完美错过了。你但凡按部就班，虽没胜算，也不至于输得这么快。你千不该万不该，妄想挑起内乱。将士可以死于战场，死于平乱，唯独不能死于内斗。这般空耗国力的事，才是皇祖父最痛恨的。父皇，儿臣有点私心又如何？皇兄一家做事就没私心？别说老大，就是朕也有私心。有私心不要紧，得对朝廷对百姓有利。陈安灭思云部落，私心是替他父王扬名立威，笼络人心。可部落实打实被灭了，隐患拔尽，百姓不再提心吊胆，将士不必再枉死。这样的私心，谁知会？陈安，你笑什么？仗着武功高，很得意。我厉害，还不许我得意？难道要像你这般无能才好得意？我的私心在大局之后，你的私心呢？为了皇祖父就折损将士来对付我，理由单薄的可笑。你自己看看，咱俩差多远？父皇，陈安如此羞辱儿臣，您看不见吗？看见了。朕命你进宫，你当时怎么说的？连朕都叫不动你了，老四，你长本事了。那些将士你别管了，朝廷的兵是保家卫国的，不是给你谋私随意牺牲的。父皇，您要收儿的兵权？抗旨坑将士，还打着皇祖父的名后谋私，只收兵权，皇祖父真是偏疼你了。换旁人早滚出京城了。几位皇叔都在外为皇祖父分忧，吴王要不要也去？皇祖父，我没让将士伤亡，吴王这兵权是不是该给我爹？老大，你生了个好女儿，祖宗必有儿臣之幸。既然父皇如此，那我就认真争一争。这么多年的太子，不是白当的。老四，禁足1月，回府好好反省。是。陈安，你这是把他逼到绝境了。堂堂王爷被绑着拖到皇宫，这份羞辱，老四咽不下。我就是想看看他手里还有什么底牌。当了这么多年太子，不可能只有那么几张，把他彻底激怒，他才肯拿出真本事，跟我爹争着储位。这家里就我最天真。你这丫头急脾气，是不想拖太久吧？皇祖父，我真急了，吴王这会儿早不在人世了。妹啊，你这是怎么了？累。前2天对付弓箭手，伤着了，我这就去请御医。二哥，我就是大夫，我没事。那你累什么？我在说服自己，先别冲动，别弄死吴王。放心，我已经平静了。这世界就是不如原来痛快，直接武力解决多省事。对了，物资大半都送到边关将士手里了，可惜吴王兵权归了咱爹，原想让他大出血的计划落空了。妹，你笑什么？吴王是不是又要倒霉了？挖一挖吴王的财力，好不好？真能成，吴王会往里跳。肯定跳，他要名声，要证明自己，更想在咱爹面前亮亮实力。这阵子一吃瘪，正憋着劲儿呢。他越想撑面子，砸的就越寸，家里迟早兜不住。好，我这就去办。哎，大哥，你怎么不激动？咱们要从吴王身上刮下大笔银子，贴补咱爹的将士，多厉害！玉儿想出来的不正常吗？玩弄人心本就是他的强项，他费了这么多心思，咱们得执行好，别让他白费。知道。你这是，本王不过被禁足，失了兵权，何至于此？王爷，臣的身子越发不行了，蛊虫发作越来越频繁，一天好几次，说不准哪天就得卧床。蛊虫怎会频繁至此？当初陈安不是承诺过？郡主承诺的发作时辰没错，可没说是一天数次。这样下去，皇上断不会让臣带兵。王爷，臣这兵权万万不能丢。那是自然。可眼下有个坏消息，瑞王送往军中的物资，连臣麾下的将士都收到了。王爷，将士们会怎么想？你的将士都收到了，连王爷从前麾下的也有，只是比起旁人，送到咱们这边的少了许多，只有药材、伤药。虽说是保命之物，可他们只会更恨本王。凭什么本王不像瑞王那样送新衣新被送肉？好一个瑞王，在这儿等着本王。他想坑我，算盘打错了。他不是要争吗？那本王就让父皇看看本王的实力，不输他。魏国公，你安心备孙女的婚事，绝不会落了魏国公府的面子。是。有的鱼非要上赶着咬饵，能怪谁？吴王真是大义，只可惜被人暗算了。早备好了物资，却被人抢了先，倒显得他落了下朝。那么多物资，岂是一朝一夕备得出的？吴王早备下了，只因东西太多，整理得慢，才慢了一步。唉，如今军中只知瑞王送了东西，倒把吴王盖了过去。就这点定力，真没用。
郡主，真巧啊！不巧，你们跟了我一路，隔着雅间拉踩我爹半天，这会儿见我不理，才特意追出来找茬，扯什么巧不巧？有意思吗？郡主，不是找茬，是我们替吴王不值。他早备好物资要送将士，偏被瑞王抢了先，倒像是学瑞王落了下策。落了下策，先送后送，送多送少，受益的都是将士，这有什么上称下称，有什么好比？难不成吴王送物资还存着攀比之心，不跟我爹比，他就不送了？也真奇了，吴王手握兵权这么多年，怎么从没想过给麾下将士送点东西？偏赶在我爹今年手头宽裕送物资的时候，他也恰好想到一块儿了。这是存心跟我爹比，还是丢了太子之位，才想起拉拢人心？郡主，我们不过随外头的议论说说罢了。哦，是外头人说的，跟你们没关系。魏将军，你这人云亦云的毛病，上了战场没问题吗？被旁人三言两语一带就偏，到时候跟着你的将士，性命谁负责？齐之玉，你是故意的，故意引我们去茶馆，就为给瑞王证明。对啊，这么快就想明白了，不错。齐之玉，你害我！废话，你是吴王的人，我不害你，还帮你。魏一峰，别自己脑子有病，就当天下人都跟你一样有病。齐之玉，你太过分了！过分怎么了？有本事打我呀！哦对，你们打不过，骂我，哎，也骂不过，打不过又骂不赢，你俩活着真是浪费粮食。你不就仗着瑞王府给你撑腰？对啊，有人撑腰我就能得意，怎的？羡慕嫉妒啊？你不要脸！论不要脸，跟你们比，我可甘拜下风。齐之玉，别得意，吴王岂是你们能轻易扳倒的？短短时间调动这么多物资，这份人脉财力，瑞王比不了。吴王好厉害哟！吴王的能耐不是你能想象的。确实想象不到，看来我家也得努力赚钱了。现在才赚，再赚也比不过吴王多年的积累。哼，我不与你多说，你且看着我的婚事，吴王会替我办得风风光光，是你从没见过的排场。吴王替你办，那是自然，魏家终究是德妃娘娘的娘家。好呀，那你成亲那天，我一定去好好看看是怎样的风光，我很期待呢。追过来放了狠话，不仅没有出口恶气，反倒越发的笃信了。我的一切举动全在他的算计之内。你先回去，我要去找一下吴王。好。祖父，我跟魏一峰今天……你跟魏一峰出去是干什么的？是为了成亲的。对，你们见面是为了成亲的事情，你们专心准备成亲便是了。见到齐之云，为何非要跟着他？我们只是想要坐实外面的流言。荒唐！齐之玉武功之高，你们跟着他会不知道？他明知道你们跟着，还故意去茶馆那样热闹的地方，那就是挖好了坑任你们跳。你们倒好，还真的巴巴的跳进去了。你现在怎么做事，如此欠考虑？祖父，罢了，外面的言论不重要，只要吴王有实力，能压住瑞王便可。你以后成亲了，一定要拿捏住魏一峰。咱家以后只能是依靠魏家，依靠吴王了。我们蒋家一向风光无限，如今却举步维艰，这一切都是因为齐之玉。自从他回来，瑞王一家就变了。祖父，您的蛊虫发作。你爹在军中的威望终究是差了一些，可若是跟魏一峰一起联手，倒是能保住军中地位。你嫁过去，关系的是蒋家的未来。你若是争气，就让魏家多给蒋家一些支持。祖父放心，我会争取的。你放心，吴王帮着魏一峰把婚礼办得隆重，咱家也不会让你落了下风。你的嫁妆就是你的底气。我要让齐之玉好好看一看，我成亲时是何其风光。不要以为我们蒋家没落了，齐之玉，这笔账我们婚礼上算。我爹他们都挺忙的，爹他们真的是自找麻烦，都嘎了多省事。郡主，小厨房做了新的吃食，你要试试吗？好呀好呀。娘，一起出去走走吗？娘手里还有不少账本没有看完，你好好玩，别累着了。看好了，小姐，别让人欺负了。是。娘，干嘛这么累啊？找一些人来分担呗。人手还是不太够，得慢慢观察培养。干什么要培养？把需要用的人，他在意的人给看住了不就好了？他要是有二心，灭了他全家。有的人他无父无母，没有亲人，
没什么可以威胁他的。那就给他下毒，不听话就让他毒发身亡。哎，我爹以后也可以这样控制人啊！朝堂上的人谁不听话，就不给谁解药，这样绝对忠诚。调皮，好了，别玩笑了，快去玩吧。当个好人真是麻烦呢。敌人太甚！我来给妹妹添妆有什么问题？祖父，您就都不让我进门吗？你不要吵了，非要闹得这么难看，你才甘心吗？不是不让你进门，而是你爹早就分出去了。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添妆就不必了。蒋大哥，郡主，真巧，在这里遇到你了，是遇到麻烦了吗？郡主，这是我们的家事，就不劳烦你操心了。那可不行啊，蒋大哥跟我二哥可是好兄弟，我二哥的兄弟被欺负了，我怎么能假装看不见？郡主，我那叔叔早就被分家分出去了，而且他们家也没有多少资产，我怎么能要他们的添妆？哎呦，你还体贴啊？你是体谅他们家日子不好过呢，还是压根从心里就看不起他们呢？怎么团圆年节的时候，永远没有蒋大哥他们一家人的身影？祭祖的时候，他们甚至都不被允许进祠堂，只能在祠堂外跪着。郡主真是说笑了，这是不是有人酒后胡言？我才没有胡说，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我们一家人的！你还假装体贴为我们着想，蒋淑仪，你真虚伪，就跟你祖母你爹一样的虚伪！放肆！谁允许你一个庶出在这里诋毁祖母跟我父亲的？你整日的不学无术，你是耗尽了家中钱财，想要来诋毁我们，好换取银子。蒋大哥，你跟他掰扯这个干什么？你见谁背后做了混账事，会当着大家伙的面大大方方的承认下来？他们背后不要脸，当着人可是要那张遮羞布呢。郡主，你不知道事情如何，请不要妄下定论。妄下定论？倘若不是真的，干什么不让人进门？就算是分家了，他也是蒋家人。你们府上的小厮把他拦在门外，是几个意思？怎的？蒋家少爷连进魏国公府的资格都没有？郡主，这是我们蒋家的事情，就不劳烦郡主了。蒋大哥，我看你们过得够憋屈的，不如你们直接跟蒋家断亲吧，我来给你们做个见证。郡主，这是我们的家事。家事，这么说的确没错，但别忘了，蒋大哥的爹是被你们分出去的庶子，无权无势。你们对蒋大哥一家可没有任何帮扶。蒋大哥既然跟我二哥是好兄弟，这事儿我碰到了就不能不管。蒋大哥，我给你撑腰，绝对不会让你们再被欺负。多谢郡主。兄长，你要知道，没有了魏国公府的扶持，你们还有什么依靠？依靠？我们家依靠你们什么了？这么多年，是我的往上一步了，还是我有个好前程了？那是你们自己不争气，难道要让祖父违规提拔你们吗？如此违背原则的事情，祖父可是不会做的。现在就是要分家，你们分不分？蒋大哥，我可以替你做主吧？多谢郡主主持公道。兄长若是非要断亲，那就请叔叔过来与祖父当面谈。蒋叔爷，你是想用你祖父来压蒋大哥的父亲？蒋大哥的父亲若不是至孝，又何至于一直被你们家欺负，连进祠堂的资格都没有，团圆的日子也不能回府？你们心里有蒋大哥一家吗？郡主，这是我们家事。走，咱们去告状，让人来判你们跟魏国公断亲。好。兄长，你怎会如此天真？哪个衙门会管魏国公府的断亲？郡主说有，就一定有。郡主，你做不到的事情，就请不要乱说。郡主是一时说痛快了，但有人真的信了怎么办？这不是害人吗？那就请问郡主，谁能做得了我魏国公府的主？我皇祖父啊！蒋大哥，走，咱们进宫去，让我皇祖父为你们做主断亲。多谢郡主。站住！郡主，请留步！原来你也会好好说话呀。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的，郡主不如入府详谈。不用了，你问问你祖父，他要是同意，直接写份断亲书；不同意的话，我就去找黄爷爷，让我黄爷爷跟你爷爷谈，别让我久等，不然我直接进宫。很快。郡主，我准备了一些证据，要不要一会儿拿出来？还有证人。不用。蒋大哥，你真是个好人。好。
他一个外人干什么掺和？好歹是一家人，这陈安郡主真是多加贤士。老臣见过郡主。魏国公，你孙女跟你都说了吧，也别浪费时间了，你赶快写个断亲书，按个手印就完事儿了。郡主真是说笑了，老臣的家事，郡主非要干涉不成？怎么，我没这个能力？郡主这是要为了我直接以势压人，连累瑞王府名声可怎么办？他怎么敢？他就不怕悠悠重口？郡主说笑了，若是郡主下令，老臣不得不从。只不过，郡主为何非要老臣跟自己的儿子断亲？难不成郡主就见不得老臣一家团圆，非要拆散老臣一家才高兴？以前郡主办事都有理有据，这回太霸道了吧？谁家当爹的不偏心，做儿子孙子的就不能体谅一下？强人所难。魏国公，这么多年，你怎么对待你庶子的？你自己心里不清楚？郡主，你想说什么？是说他在魏国公府受了委屈？他有什么不满，大可以跟我直接说。是啊，郡主，我叔叔有什么觉得魏国公府对不起他的，可以说出来。庶子要主动的提出来断亲，大家都会觉得他不孝顺。区区庶子如此忤逆不孝，必然要承受千夫所指。一个庶子，好大的狗胆，竟然要跟亲爹断亲！可是换个角度想，到底是什么样的委屈，让他宁可被世间众人唾骂，也要断亲？一个被分了家出去，本来就占不到魏国公府富贵日子的人，还要断亲，这不是把自己最后的一丝可以依仗的势力全都斩断吗？到底是经历过怎样的事情，才会让他下定决心，要从自己亲生父亲这座大靠山离开？哪怕是背负骂名，哪怕是自毁前程，哪怕是万劫不复，也非要断亲，为何？魏国公，你倒是跟我说说，跟大家伙说说，你们到底是怎么逼他到如此境地？你们要是有当国公的父亲、祖父，你们就算是受了一些委屈，不得宠，被冷落，你们会想着断亲吗？郡主好口才。魏国公，你真是说笑了，我不过就是实话实说。当然，你要是觉得你对蒋大哥一家很好的话，你可以拿出来证据，让大家伙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白眼狼，或者是受了什么刺激成了疯子，非要跟你断亲。既然你父亲不喜蒋家，那我这个当父亲的就成全他。来人，准备笔墨。我给你们当见证人。郡主，你这下满意了？能让一家人脱离苦海，我自然是满意的。毕竟做好事一向都是我家的传统，我不过是向自己爹娘还有哥哥们学习罢了。蒋大哥，你们算是苦尽甘来了。走，去我府上，正好我二哥也快回家了，你们好好的喝顿酒，庆祝庆祝，逃离火坑。火坑？祖父，就这样跟叔叔断亲了，真的好吗？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会不会这是齐志宇给咱们挖的坑？能有什么坑？不过就是跟一个废物断了亲。那本来就是个没用的东西。可祖父，今天的事情太巧了，这会不会是齐静熙他们的阴谋？有什么阴谋？你也知道，你那个叔叔真是什么都不行。同样都是去边关去打仗，看看你爹奋勇杀敌，大破敌军，反观他缩在后方，连冲锋陷阵都不敢。若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他连现在的位置都保不住。祖父，按理说叔叔全都依仗着您，他为何敢断亲？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不对劲。还能是什么？无非就是他习惯了趋炎附势，他以为魏国公府要没落了，这是未雨绸缪的想要提前攀高枝。不用管他，你好好的准备婚事，嫁妆看看还有什么缺的。祖父，嫁妆已经准备好了。你打我干什么？你说我打你干什么？看什么看？不服气啊？我不知道啊，我什么都没干呀。你那么盯着我妹干什么？那眼珠子都粘我妹身上了。我那是佩服郡主，崇拜郡主，你想到哪里去了？哦，怎么个事儿？听说魏国公跟庶子断亲了？我是真没想到，我准备的那些证据一样都没用上。郡主这番做法实在是出人意料。有证人跟证物又如何？无论你父亲多惨，这么多年魏国公府怎样对待你们，只要实实在在的摆出来，让所有人看清楚，那么你们依旧不够惨。为何？
因为不会有那么多的感同身受，更多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的痛，你们的伤，他们只需要一句话就全部给抹杀，事情都过去了。凭什么过去了就可以算了？对啊，你是觉得凭什么？但不是他们受到了伤害，没有损害他们的利益，他们可以轻飘飘的一句过去了。就劝你们要大度，你们要是不依不饶，他们就会用孝道来压你们。总之，迹象的伤痛他们感受不到，他们还会弱化那些伤痛。你为什么要生气？郡主，我不该生气吗？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想？你为什么要在意他们怎么想？他们怎么想？他们是不是在意你们的伤痛？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你们要做的不就是摆脱魏国公府，然后让魏国公府后悔，狠狠地报复魏国公府吗？其他人的看法对你们来说有什么意义？是能给你们钱啊，还是能让你们的日子发生变化？凡人，见识到我妹的境界了吧？所以我觉得你弄那些证据证人都没有意义。迹象的东西大家都可以找到理由反驳，但是自我想象的就不一样了。你们什么都不说，只让旁人知道你们身为庶出，却一定要摆脱魏国公府这棵大树，这座旁人想都不敢想，无比羡慕的大山。他们自然会深想，你们到底遭受了怎样的事情？这不比你自己说来的好。所以不要自证，永远不要自证。多谢郡主。不用客气，帮你也是帮我们自己家。二哥，你们聊，我先回去了。我妹这么优秀，这小子不会惦记上我妹吧？他敢！你就是废物，不知轻重，不会审时度势。没了魏国公给他们撑腰，难不成他还指望着瑞王府？齐静熙那小子平日里看着吊儿郎当的，倒是个深藏不露的。齐静熙到底是怎么啃下来蒋兰青这关系的，还能让蒋兰青跟他交心？老大家的孩子没有一个简单的。快快，吉时快到了，赶快去接新娘子，千万不要误了吉时。娘，终究还是没有过来。小姐，该去拜别国公爷了。这场奢华的婚礼，京城谁不羡慕？就算娘被休了，外祖家给的东西也足够让我风光大嫁。烟花，放烟花！铺子放的烟花。那些铺子可是魏国公儿媳的，是新娘子的亲娘，这是当娘的给自己女儿庆贺吧？娘在用自己的方式给我庆贺。京城最赚钱的铺子，如此大的阵仗，谁人能比？我这回进魏家真的是稳了，有祖父家，还有外祖家，无论如何，我们吴国公府都不会没落。蒋家果然有可挖掘的东西。魏国公中了毒，军权早晚就入，到时候我顺理成章接手，魏家无望，这天下大局稳了。瑞王府的人今天一个没来，现在应该在家里嫉妒疯了吧？储君之位必是吴王的。这什么情况？人呢？老爷，百姓们全都去领开业礼了。啥玩意儿？开业礼？谁家铺子这个时辰开业？就是刚刚放烟花的铺子，说是全城百姓都有份，发肉汤米面油。什么？那些铺子经营得好好的，怎么重新开业？那些铺子都是瑞王府接手了，所以才重新开业的。不可能！那些怎么可能是瑞王府的铺子？那是，总之不会是他们的。注意，去什么婚礼抢几文钱？还是这边合适？瑞王真是好人，善人啊！陈安郡主。哟，新娘子怎么到我这边来了？你不应该拜堂吗？郡主，你是故意的安排在这个时间？没错。郡主，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你非要如此吗？你们大喜的日子，我家铺子就不能开业了？谁家铺子这个时辰开业？我家铺子。陈安，你这就太过分了。皇兄没有阻止你胡闹吗？还有，把人家铺子还回去，不要仗势欺人。你这样强取豪夺可不对。皇叔，首先，这铺子是我合法合规拿到的，不存在你所谓的强取豪夺。铺子给我的契书都在衙门有备案，皇叔要是觉得有问题，
可以去衙门自己查看。这不可能！我外祖家的铺子凭什么给你？那你问你外祖去。不管你如何得来的这铺子，但你在他人大喜的日子开业就不对。哪条律法规定了有人成亲就不能别人开业了？你休要顾左右而言他！你刚刚自己都承认了，就是故意选这时辰的。你是为了开业吗？你还不是为了破坏魏一峰的婚事？皇叔，你把你们想的太重要了，让我因为他们特意的选这个时辰，你也不看看他们配吗？陈安，郡主口口声声说不是因为我们，那你为何要选在这个时辰开业？郡主口口声声说不是因为我们，那你为何要选在这个时辰开业？谁家店铺选在黄昏时分？我选这个时辰完全是为了百姓，只有这个时候，百姓们才会下工，才有时间过来领东西。白天的时候啊，他们都要为了生计奔波，都要去做工，唯有此时，他们才有时间过来的领东西，同时还不耽误他们白天赚钱。郡主懂我们。皇叔，这魏将军成亲跟百姓比起来，谁重要？我选这个时辰，借着开业的由头给百姓东西，有问题？所以魏一峰跟蒋淑仪，你们不好好成亲，各位不好好的观礼，来我这边干什么？难不成也是想慷慨解囊，分一些喜气给百姓吗？那我谢谢各位了。算你狠！快接过来。皇叔，你这是……就这。来，乡亲们，咱们一起多谢吴王跟各位大人。多谢吴王，多谢各位大人。好了好了，继续领东西，早领完早回家歇着啊。陈安，你这是一个地方发东西，还是多个地方发东西？所有放烟花的点都发东西啊。陈安，如此，本王就不得不说你一句了。这么多地方一起发东西，你怎么保证所有人都能领到？要是有那投机取巧之人，去各个地方都领，那其他真正有需要的人领不到怎么办？郡主，王爷所言甚是，你可千万不要好心办坏事。明明是恶人多领了东西，最后反倒让人误会是瑞王府贪墨了善款，白白的背负这个骂名。善款？什么善款？我们自己家的，乐意给多少就给多少，谁规定要发多少？郡主，我们也给钱了。你们给的那些钱，不是你们自愿的吗？百姓们也记得你们的恩情，你们还想怎么样？丫的，戚之玉是强盗吧？太不讲理了！给百姓，我们当然没意见，但是让需要的人领不到东西，不需要的人领多了，就过分了。哦，你说这个啊？你看，这个记号明天才会消失，经来领过的人没有办法去其他地方领了。魏将军，你不需要回去拜堂吗？就算是你们关心百姓，也不用连自己拜堂成亲的吉时都不管吧？让各位见笑了，告辞。真不错，还能收点银子，谁会嫌弃银子多呢？戚之玉要干什么？他就这么见不得我好吗？蒋淑仪也太不懂规矩了，新娘子还没过门，自己就把盖头给掀开了。他们蒋家到底是怎么教的姑娘，连这些都不懂吗？闭嘴！你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外祖家根本不可能把产业给瑞王，就算是没有了魏国公府撑腰，但我外祖家的生意做得那么大，怎么会将如此家业拱手送人？这完全都不合理。会不会是瑞王他们逼迫？武王会去调查的。本王在府中这1个月，你们到底干了什么？这不可能！这么大的产业，怎么会给了蒋兰卿？你问谁？你们蒋家的事情，你反倒在这里问我？王爷，老臣这就回去调查清楚。若真是蒋兰卿那个孽超弄的，臣一定让他将产业收回来。人呢？他说他不是蒋家人，不用听您的了。他原话是怎么说的？讲。都断亲了，还往我这儿贴狗皮膏药啊！好个孽障！准备马车，我亲自过去见他。他正要出门，说是去找齐静熙听戏。哼哼，去戏楼。劳烦通禀一声。郡主的医术真是神了！郡主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活菩萨。有事？郡主，
刚刚臣莽撞了，主要是臣担心郡主的名声。魏国公，眼瞎就承认自己眼瞎，不用找借口。郡主，你这是何意？何意？刚刚就算是你不知道我在给人治病，但我二哥还有其他人都在这里，你觉得我会干什么？还是在你的心里，就认为我们都是不知礼数、行事荒诞之人？亦或者是你就是想给我泼脏水？你到底是哪种？郡主性子真是直率。就是这么优秀，没办法。郡主，臣找自己的孙儿有些事情要谈。孙儿？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我们这里可没有你的孙儿。是吗？这里没有我的孙儿。魏国公真是说笑，有没有你的孙儿你自己不清楚，你问我做甚？我跟你们魏国公府可没有半点关系。怎的？我作证的断亲不作数？魏国公，在你眼里，皇家郡主说话就是放屁？郡主说笑了，臣绝无此意。只是臣今日有一事不明，还想请郡主为臣解惑。可以。郡主这是何意？我为你解惑，你不该交钱吗？魏国公不会连这点诚意都没有吧？郡主，你很缺钱吗？缺啊，我爹要跟吴王争储君之位，当然需要大量的钱了。郡主，臣敢问，为何臣孙女外母家的产业会到你手上？哦，这个呀，因为蒋大哥送给我的呀。蒋大哥感谢我帮他断亲，摆脱了你们魏国公府。听说是因为对方喜欢蒋大哥，看他顺眼，一激动就给他了。招人喜欢，还真的挺不错的。郡主，你觉得臣信吗？你信不信重要吗？反正产业当初是给了蒋大哥，其实我还是捡漏的。当初啊，蒋大哥是想把这些产业给蒋淑仪当天庄的，他没要，这才便宜我了。到底是魏国公府大气，这样的东西都不要。我还真的庆幸你们视金钱如粪土，不然的话，我也不能占这个便宜。我特意准备的大礼都被嫌弃，果然蒋就是看不上我们这一支。魏国公，你该不会是知道蒋大哥有那些产业，所以你后悔断亲了吧？不是吧，不是吧？堂堂魏国公竟然这么见钱眼开啊！你可是魏国公啊！二哥，魏国公这承受力不太行啊，这就气得快血了，就这还想夺嫡，真废！妹啊，这么多的产业，那么多的钱，谁损失了也会想吐血的。我妹到底怎么能这么天真的同时，又心思缜密到如此恐怖的地步？她曾经到底经历过什么非人的折磨，才历练出这一身本事？她还没及第啊！你去孙家问问什么情况。你们以前是夫妻，说话也方便一些。而且他们家把产业都给了蒋兰青，这让你们女儿怎么办？是，找机会偷偷的去，不要让人发现了。你们要走？孙家闯下这么大的祸，就想一走了之？我跟你夫妻多年，你心里只有蒋家，从没有我和我娘家。我被你休了，我家生意受了多少牵连，你知道吗？没了魏国公府当靠山，你们就不会做生意了？我们孙家原本本分分做生意，可本分分赚的银子够魏国公府去拿去孝敬吴王吗？我们不择手段是为了谁？如今我被休回家，孙家跟你们再无干系，日子立马就艰难了。那都过去了，等吴王缓过来，不会不管你们。可再怎样，也不能把产业给蒋兰青，你们疯了！我那是为了女儿，我们孙家不借势，直接把产业给孩子，让他有依仗。可你们干了什么？你们跟蒋兰青断亲，连天庄是什么都不看就断了。你把东西给蒋兰青，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你若说了，哪有后面的事？我提前说，自我被休，魏国公府对孙家避如蛇蝎，远远见了都要绕道。我们孙家人见得到你们蒋家人吗？你知道我为咱们女儿费了多大劲儿才说服家里人？我想着魏国公府靠着吴王，也不能真没自己的依仗，就想拿孙家的一切给魏国公府添一份筹码，特意挑了老实好拿捏的蒋兰青，用天壮的名义送过去。可你们呢？连天壮是什么都没看，就把人给断了。那现在怎么办？我怎么知道？孙家把一切都赌上了，落得个满盘皆输，如今只能卖了宅子回老家，往后就是个破落户，你让我们怎么办？此事我跟父亲商议，你们先离开京城吧。
主，起来吧。郡主，蒋百华方才去找我了，我就按您吩咐的跟他说，那些产业本是要给我女儿添庄的。怎的，看清蒋百华的真面目了？不，你早知道蒋家是什么人，只不过从前你们是得力的，如今你和孙家成了要被牺牲的，自然就不跟他一条心了。行了，你们孙家远离京城，往后这儿的事就跟你们没关系了，别妄想做不该做的事。你知道的，我这人从不觉得杀人是什么麻烦。郡主放心，我们什么都不做，回老家本本分分过日子。郡主，您既知道魏国公府借孙家敛财，为何不拿着证据直接对付魏国公府？弄倒一个魏国公府，吴王就倒了吗？追随他的人还在，更何况魏国公府现在留着还有用。我这人从不喜欢浪费，价值没榨干净怎么能行？我啊，就是那勤俭持家的。行了，你走吧。是。瑞王府那家东西好。何事？少夫人，前头有马车，大路那边有人闹起来了，咱们才该走这条窄路，两车相遇得有一辆避让。若是不行，咱们就绕。蒋淑仪是吧？我让你先走。郡主，怎敢让郡主让行？还是我们退吧。无妨，今天是你回门的好日子，让你一让是应该的。尊卑有别，臣妇不敢逾矩。我说行就行，主要是若不是你，我也拿不下孙家那么多产业。这跟我有何关系啊？魏国公没跟你说？哦，是了，你成亲还没回门，自然不知道。算了，你回去问你祖父就清楚了。快回去吧，不耽误你。郡主，你就直说吧，不然我也不好让你为了让路步行离开。还请郡主明示。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要不是你不要蒋大哥的天庄，蒋大哥也不能把孙家的产业全送给我。孙家把产业都给了蒋大哥，蒋大哥要拿他给蒋淑仪当天庄，蒋淑仪言辞拒了，没要。好了，今天是你们回门的好日子，我不耽误了。啊，对，我还没贺你们呢，祝你们新婚喜乐，美满幸福啊！3天回门，你们这是什么脸色？对这门亲事不满，还是觉得蒋魏联姻委屈你们了？祖父，这也怪不得我，毕竟我没祖父大气，孙家产业说不要就不要了。你知道了？祖父想多了，我魏家虽没了侯爵，也是正人君子，夫人的嫁妆断不会占为己有，您完全不必防着我，白白舍了那偌大产业。你们怎么知道的？回来路上遇见陈安郡主，他给我们让路，说是感激我没收蒋兰青的天庄。祖父，为何天庄偏偏是那个？我外祖家的产业怎么会交到蒋兰青手上？咱们被瑞王他们算计了，这阴损手段多半是齐之玉想出来的。蒋兰青跟齐静熙臭味相投，齐之玉定是摸准了你娘的爱女之心，暗里做了手脚，逼你娘把整个孙家押上，交给蒋兰青，再让蒋兰青做的叫你不肯要那天庄，好断亲。桩桩件件都是齐之玉的手笔。齐之玉怎么能这样？祖父，咱们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没了就没了。你们刚成亲，别受此事影响。若夫妻离心，正中齐之玉下怀，咱们该齐心，一起对付瑞王。祖父说的是。魏以峰靠不住，最近边关有战事，你去。爹，您的意思是？立个大功，在军中有了威望，我才好把兵权交到你手里。魏以峰去一二，图的就是我这兵权，不他对魏国公府无异于引战之可，别人终究靠不住。爹，儿子明白。魏国公府的荣辱全系你一身，这回别让我失望。一切按计划走，爹，咱们全提前安排好了。没了魏国公府，吴王又失一大助力。还得是爹，当年让出太子位，却一直盯着朝局，处处留了后手。这是一方面，主要是你妹。您是说孙家那份产业？孙家跟魏国公府本已没了干系，玉儿偏叫那产业在魏国公眼前转一圈，再从他指缝里溜走。你们想，一份泼天家业，眼看要落进自家口袋，却因自己断了亲，退了天庄，白白让给了敌人，这得而复失的滋味，可比从没得到还磨人。所以魏国公、魏一峰、吴王三人的心就被这一进一出全搅乱了。正是，人就是这样，眼看天大的造化擦肩而过，哪怕从没真到手，也会陷进不甘里。魏国公一乱就沉不住气，
才会孤注一掷，全力扶蒋百华，跟魏一峰、跟吴王都离了心。玉儿要的就是这份乱，他们越乱，咱们下一步越顺。你没什么说的，吏部你更熟。吏部的事我都在办，如今侍郎换成了咱爹的人，那铁桶也裂开缝了。我办事不如玉儿，可稳妥还是有的。军中的事我没人脉，交给爹和大哥。那你脸色这么沉重干嘛？没什么，我就是想玉儿，这蒋家的事儿是当年爹埋下的一根线，玉儿就能把那些细碎的东西全串起来，还发挥到极致。他那脑子是怎么整的？主要是随我。爹，咱能别这么不要脸吗？哎呦，还不学人说实话了？少废话，吏部好好干。哎，知道了。倒是挺威风的，没白起大早，这两人之间已经生了嫌隙。破敌最省事的一招，就是从里头瓦解，进行的挺顺。郡主，你我同为女子，这世道对女子本就严苛，你又何必为难同为女子的我？蒋淑仪，你以前就爱这样没事指责旁人。哦，也是，当初你就这么站道德高地绑架我，觉得这手好用，做什么都是这一招。郡主在说什么？臣妇只是觉得你我同为女子，该体谅彼此的艰难。魏国公平日就教你这个，不教点正经的，尽教这种拿道德感捆人的下作手段，你不觉得太低劣？郡主，我在跟你说正经事，你为何要羞辱我？你这一直都是后宅妇人的路数，你祖父没告诉过你，别来招惹我。郡主，臣妇只是想……你不用想了，你不就是想道德绑架我，勾我愧疚？可你认识我这么久，我到底做了什么给你这错觉？郡主可不是好欺负的。不是欺负不欺负，你怎么会觉得我这人有道德？愧疚这种东西，你觉得会长在我身上？你在我手上栽了这么多回，怎么还没学聪明？那套哭哭啼啼博同情的招，在我这儿没用啊！你怎么做到屡败屡战，还一点教训不长的？首先，我跟你压根不是什么女子男神，是两家对立，你死我活。这种时候，你跟我扯女子为难女子，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有多惨？你多惨，跟我有什么关系？要不是你，我怎会落到这一步？你误会了，你多惨对我毫无意义，甚至你越惨我越高兴。哪有同情敌人盼敌人过得好的？对手好了，不就自己不好？也没有牺牲自己成全敌人的大傻子。你自己是这种傻子，别把人人都想成这样。郡主，你不就是跟魏一峰离了心，在魏家不好过就怨上我了？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想藏着掖着的是你祖父，想要利益的是你们蒋家。魏一峰、吴王防着你们，是你们同盟里的事。你跑来指责我，还想让我替你们解决，成全你的姻缘和娘家。你这脑子得多大病，才冒得出这种荒谬念头？郡主，你真是……行了，我是什么人，不用你评价，也不用你定义。有这功夫，回去想想你自己往后的路怎么走吧。郡主，你这样就不怕被孤立？没人会跟你这样心狠的人交朋友。交朋友？我倒想问，你哪来那么大的脸，敢说跟我交朋友？好好过你的日子，在我面前阴阳怪气，你真是找错对象。你还知道哭？你要真心疼自己男人，还让他上战场？你祖父那么大本事，提拔提拔你男人啊！女人嫁了人，能靠的只有自己男人，男人好了，女人才好。亏你这还是千金大小姐，连这道理都不懂。母亲，话不是这么说。武将靠战功立身，没战功硬提拔，难以服众。本来夫君有个好前程，可惜上回的战功白白浪费了，才不得不再上战场拼杀。蒋淑仪，你这是在怪我跟你公公？儿媳不敢，不过实话实说罢了。好，蒋家真养了个好女儿，我头疼，你到我房里伺候着。少夫人，不用去夫人屋里了。老爷说您早起送少爷太劳累，请您回自己院子歇着。好。你什么意思？我想问你什么意思？她是魏国公的孙女，你叫她伺候干什么？收起你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江淑仪不是寻常儿媳，她是蒋家人。你老实单分待着，敢作妖害了风儿，你最后的靠山就没了。我现在没用了，你就嫌弃我？你算算多久没进我的屋了？那几个狐妹子就这么勾着你？不必被追杀，不必日日修炼，不必去争天珍地宝。果然是个平和的世界。说什么呢？进来说。奴婢该死，惊扰郡主。京城女眷要办一场法事。为边关将士祈福。是啊，他们做法术却不请您，这不明摆着孤立您吗？郡主您不生气？我参加，他们请得动我吗？一群蝼蚁，说什么重要吗？对，他们说他们的，郡主才不屑参加那什么法事。不，我要参加。啊？可他们没请您啊。没请，我就不能去了。可您自己去，岂不太给他们脸面？我确实要给他们点脸面，毕竟他们可都是金主。
你干什么？想勒死我啊？别冲动，那些人凭什么孤立咱妹？我也生气，但对付女眷不能贸然出手，得商议，别让人抓把柄。等会儿，哥，你以为我是去揍人？我是去办正事儿。咱妹交代的祈福怎能没有符纸？咱妹又弄了一批，卖给他们正好。卖符纸？他们新城要为将士祈福，能不买？给自家买了，那些普通士兵的家眷买不起，这些女眷好意思不给？难不成普通士兵在他们眼中就不算人？你快去吧，别耽误赚钱。要不是你拽我，我早走了。怎么，又在玉儿那儿受刺激了？我回去缓缓就好。郡主，唐静柔求见。他脑子真没病吗？他说是为法事的事，事关边关将士，不好直接回绝。让他进来，爹要跟吴王争，正缺钱，有人巴巴送上门，我也不好拒绝不是？见过郡主。怎的，行个礼还不甘心？郡主说哪里话？起来吧。我让你坐了。郡主，不管怎样，我也是你的小姨。坐吧，何事找我？如今各家夫人小姐都在筹备边关将士祈福的法事，郡主跟王妃可有想法？没什么想法。郡主跟王妃难道不想为边关将士祈福？怎么，我们不去你很开心啊？你过来干什么的？就为问这一句，还是想邀我们母女过去？这邀郡主跟王妃，民妇做不了主，其他夫人不同意，民妇说了不算。以前也没见谁为将士做法事，怎的？以前你们都不关心，现在突然关心起来了？还是说以前将士随便死，现在不能死？郡主，哦，以前吴王是太子，那些将士死活不用管，如今他不是太子了，想要那位子就得收买人心，你们才一起做法事祈福。吴王可真势利，你们也是真狗腿。郡主别胡乱揣测，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是哪样？那你说，为何以前不做，如今就做了？怎么就这么巧？吴王亦不是太子，你们就这么积极，还说不是为了让百姓看见吴王仁慈，让将士感念他惜才？不是的。你说，要是他们知道这心思泄露出去是因为你来找我造成的，你会是个什么下场？这牵扯可不小哦。郡主，民妇还有事，既然郡主不参与，那民妇就先……唐静柔，你不觉得太晚了吗？从你大摇大摆自正门进来那刻刻起，你来找我的消息，该知道的人全知道了。你故意开正门引我进来，郡主，你到底想怎样？也不想怎样。威远侯府侯爵虽没了，底蕴还在，可怜我们瑞王府无权无势，过得凄苦无比，拿点银子花花。我没钱。你没有，魏国公有啊，毕竟牵头的可是蒋淑仪，你的好儿媳，魏国公的好孙女。郡主，你是早就打算好的，要讹我们一笔银子是吧？这还真没有，主要是你要来见我，我才来的灵感，这还要多谢你，毕竟主动送银子的真不多见。郡主，你好狠的心！你跟我什么关系？我对你狠心不是正常的。下次这种没脑子的话就别往外说了，丢人。郡主，你让我去找魏国公要钱，我会死的。不会的，你好歹也是魏一峰的亲娘，看在魏一峰的面子上，你死不了。可就算是不死，我也不会好过。你不好过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只要给我银子就好了。你给我银子，我就可以闭嘴，不把你们的目的说出去。这买卖挺划算的话，吴王的声誉跟银子比起来，还是吴王声誉更值钱一些吧。今天傍晚之前，我要见到银子。要是见不到，时间紧迫，你还不抓紧去办？我要见王爷！王爷，求求你出来见我一面！让开！我们王爷不是谁想见就见的。王爷，是我啊！你忘了以前你有多照顾我吗？没有了你的照顾，我在魏家过得有多惨，魏成家对我有多冷漠。其实我一直心悦的人是王爷您啊。你过来。王爷，你心悦本王？是。那你为何还要嫁给魏成江？你若有心，完全可以当本王的妾室。那是因为魏成江是吴王的人，我是想在他身边打听消息给王爷啊。王爷那个时候落难，我担心吴王对王爷不利，这才委身魏成江。难道不是因为你看到我落难，不想吃苦，才嫁给魏成江的？现在如此说，是因为看到吴王示弱，魏家没落，你才又想给自己这条出路？唐静柔，你这样两面三刀，实在是无耻至极。不是的，我真的心悦你啊。是吗？今天这瓜保熟。魏成江，你自己的夫人，你还是管好。贱人！老四啊，你也不容易，要不你先处理你们家事，那边的事情我跟张阁老可以处理。多谢皇兄体谅。
若是有可能，我早就拔剑把你剁成肉泥了。你我兄弟之间不用如此客气。让阁老见笑了，谁家都有这糟心事儿，老四也不容易。瑞王殿下，老臣若是没记错的话，是殿下邀请老臣还有吴王一起去办事。是，正好有件事情，本王拿不准。本王毕竟不接触核心政事太多年，生怕自己生疏弄错了，让百姓遭殃就不好了。老臣看瑞王没有丝毫生疏之意，反倒比以前愈发的娴熟啊！能得阁老如此评价，本王之幸。幸好没有丢了父皇的脸面。王爷，您大事必成。住手！先回去再说。还不快把马车赶来！是。给我跪好了！王爷，这样的贱人不打等什么？他就是贪慕虚荣。他应该是有理由的，就算是如今形势对本王不利，但还不到他如此明目张胆站队的时候。老爷，我是权宜之计啊！我是为了魏家，为了吴王好才那样做的。我想着，只要抓住瑞王做下不轨之事的把柄，陈安郡主也不能再要钱，所以……你们是疯了吗？祈福就祈福，牵扯陈安做什么？孤立有什么好孤立的？他什么时候跟你们掺和在一起了？同样都是女人，为何那瑞王妃跟陈安就是个正常人？你们这帮蠢货竟干这等糊涂事儿！王爷息怒，以后不要自作主张。我在前面部署，这帮猪队友在后面疯狂拖我后腿，他们难道是瑞王派来的细作吗？王爷，此事要如何处置？给钱。王爷，我府上没这么多钱了。找魏国公要，不是他孙女牵头的。妹啊，你可真是貔貅啊，在家里坐着都能有人送钱来，厉害了。爹也薅了吴王一笔。碰巧，没想到吴王正好跟魏成江在一起，效果变好了不少。这是老天都在帮咱们啊！家里人的气运确实回来不少了。天地规则限制，这边的天道也不能太过分，一切都在回归正轨。妹啊，过几天就是法师祈福的那天了，你要去吗？当然，我不去的话，他们怎么能祈福成功呢？为何？天命所归之人才能感动上枪降下福瑞，不是吗？蒋淑仪他们忙了这么一场，最后还是给咱们做嫁衣，那不是应该的，让他们针对咱们家，活该。娘还没回来呢。你娘想打通相关的其他买卖，源头你娘也要抓一把。孙家的铺子也是有粮行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是吴王想引起内乱，我就先要了他的命。真壮观，只可惜真心祈福的也就只有那些普通将士的家眷。妹啊，你看什么呢？这么认真？我在算咱们这回能赚多少钱。这么多人都用许愿符的话，那些人为了体现自己的大度，肯定是他们买单。到时候咱们又赚了。你放心，我都让人准备好了，他们买多少咱们都有。做戏做得还挺认真，幸好没邀请我，我可没有跪天地的爱好。这回的法事真是圆满，京城人该知道我们的厉害了。这香怎么灭了？不应该啊！难不成是有人心不成？这恐怕是上天的考验，不如夫人再点燃一次。上天不允许祈福，这是告诉我们出征凶多吉少啊！主旨，这是怎么回事？贫僧从未见过此事。一定是你们的香有问题。夫人若是觉得香有问题，那就请点燃之后放到一旁，看看是否还会熄灭。烧得很好，没问题，千万不能再灭了。不，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肯定是香炉有问题。各位，一个一个来，不要乱。去找个香炉过来，还有香。老天爷到底为什么不同意啊？是他们回不来了吧？各位夫人，快让你们的人控制一下现场！都给我安静！你们乱什么？你们的家人在前方拼命，你们在后面还不让他们省心是吗？是想等你们家人回来，见不到你们？郡主怎么来了？蒋淑仪，你有心情问这个问题，还不如想想如何收场。这怎么可能？一定是你动了手脚！这不是烧得挺好的，估计是心诚不诚的问题吧。不如你让百姓上来试试看。着的，没灭
是找的。看来这是没问题，老天会保佑各位在边关的家人。只是你们上香怎么就不行呢？不会的，我爹不会嘎的。哎，这香不着也并不太人就会有事，你们不要多想嘛。是不是因为你们有什么私心，没有全心全意为你们家人祈福啊？这祈福也得心诚啊！你们到底是为了将士们祈福，还是为了什么？你们自己心里确定吗？郡主真是说笑了，我们来这里祈福，自然是为了将士们，怎么可能有其他的心思？而且没有人会白白的花大笔银子做无用功。齐之玉，我可是给钱了的，收了我们10万两银子。你要是再敢乱说话，就是不讲信用，你还要不要瑞王的名声了？我只是提醒一下，我又没说什么。魏夫人，你这么紧张干什么？郡主此言差矣，大家来这里祈福，自然是心诚的。那为何你们点的香会灭？我再试试。没灭，这是怎么回事？你刚刚想什么了？心诚。众位施主，吉时已过，众位施主无需担忧。各位若是心诚，想要为将士们祈福，可以请祈愿符回家。回去之后贴身佩戴，心心念念想着自己惦念之人，祈求平安也是一样的。主持，我要请祈愿符，不知道寺中祈愿符可还够？夫人若是需要的话，应该是够的。咱们不能自己请，也为百姓们请一张。齐之玉，你也不过如此，想毁了这场祈福，还不是被我控制住了场面，最后自己灰溜溜的走了。这回是我赢了，花点银子算什么？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妹啊，咱们发了，几万张啊，全都卖出去了。咱们卖的又不贵，1两银子一张，很便宜了。而且这个祈愿符是真的管用，只要他们家人诚心祈福，确实是可以为出征的人挡灾的。妹啊，你弄出来这个祈愿符对你有啥影响吗？没有啊，不过就是联动天地规则，达到真的祈福作用，很简单的。那就好。怎么联动天地规则？这种我不懂的领域，我还是不应容了。妹啊，那一张祈愿符朱砂加上黄纸也没几文钱。此消彼长，吴王他们花的银子进了咱们口袋，那都是咱爹以后的资本。其实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我知道，兵权嘛，这回边关战事不就是为了……那是爹跟你们做的事情，我刚刚也做了一件事情，为爹拉拢人心。妹，你干什么了？拉拢人心，那不是蒋淑仪他们做的事情吗？这回可是蒋淑仪他们露脸，咱们不就是卖了一些祈愿符赚钱吗？二哥，你猜为什么后来有些人能上香成功，有些人却不能？对啊，为什么？你在香上做了手脚？不对啊，后来的香跟香炉不是他们弄来的吗？你也没法提前准备，总不能把附近所有的香跟香炉全都清理一遍吧？香那边不过就是小板戏罢了。我现在势力是大不如前，但要是连控制香灭不灭都做不到，我可以去嘎了。有些人已经开始动摇了，让咱爹跟大哥注意一下，该运作就运作一番。妹啊，请明示，我真听不懂。有一些人聪明的已经知道反思自己跟错主子了，只要他们脑海中不想吴王，不想为吴王扬名，而是想着咱爹，那么他们的香自然不会灭。不是妹啊，你怎么知道他们那么想的？看气，想法发生变化，气运也会随之改变。二哥，我会观气运，你不是早就知道了？你观气运我不惊讶，我惊讶的是你竟然利用蒋淑仪带头弄的这个祈福法事来撬吴王那边的人。二哥，既然可以达到多个目的，咱们为什么只做一件事儿？撬吴王那边的人跟咱们赚钱不冲突吧？顺手的事儿，我这个人懒，能省事就省事。好想哭，以前我还觉得自己挺不错的，自从妹回来之后，突然觉得自己好废物。二哥，后面的事情你自己弄吧，我回去了。玉儿呢？去听曲了。今天祈福会可热闹了，我跟你讲，还得是玉儿，让蒋淑仪他们花了钱，还损失了人。后面的事情要控制好，那些人总有关系好的，他们的香没有灭，那些灭了的，难道不会去找他们打听消息？里面的关键一说出来，就算是暗中流传开，早晚也会传到吴王耳中。我要好好的运作一下。天命所归啊！老大，你们家最近的日子富裕不少，够吃够喝的，勉强度日。勉强度日，用不用朕给你算笔账？爹，我不这么弄银子，难道让爹为难，挪用自己的私库不成？儿子可不是老四，总是给爹出难题。老大，你真是大了，一边踩着老四来表现你的孝心，一边还转移话题，真是出息了。都是爹教的好，这脸皮厚度，就算是我也偶尔会不适应。你们打算动手了？那香灭了是怎么回事？不过是点小手段。你确实是天命所归，不然
也不会有这么个好女儿。这也是朝廷之幸，百姓之幸。上天不过是借着儿子的手护一方太平罢了。你脸上那嘚瑟劲儿要是收一收，朕倒是能信你几分。儿子就是命好，爹，你这羡慕不来。这小子真是3天不打上房揭瓦。爹，打疼了。得瑟什么？陈安也是朕的孙女，朕都没得意，你得意什么？那能一样吗？那是我闺女。你都是我的，更何况你闺女。爹，你这也太不讲理了，怎么还抢闺女呢？有本事你自己生啊，抢我的干什么？哼，等你坐到这个位置就知道了。坐在这里从来不需要讲道理。你爹，我不要脸，真的是随了您。哎呦，眼前这一幕怎么如此熟悉？老二好像也经常被我这么揍。我们家就这传承，那以后我是不是少打老二几次？不行，老二欠打，倒是父皇不该打我了。爹，我都这么大年纪了，你80了，在我跟前也是儿子。爹，我刚才看到这里面说，只要有陈安在，这江山至少可以稳固100年。老四拿什么跟老大斗？老四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吃了个暗亏。若不是老大不想用太激烈的手段，老四估计早嘎的不能再嘎了。姐姐，为何你点的香就不会熄灭，我的怎么都不行？你也知道，我家夫君若是出事了，我们一家老的小的小，以后可怎么办啊？你挺好。竟然是想，真的是这样？真的这样。我若是想着吴王就不行，但想着瑞王，那香就不会灭。瑞王真的是天命所归。瑞王，夫人，前方请勿过去。承安郡主在前方赏花，还请几位绕路。魏夫人，还是算了吧，咱们去其他地方。是啊，这么多地方，何必非要过去？我祈福法事花了大价钱，如今声望正高，难得我采了齐之玉一次，我怎么能不去嘚瑟嘚瑟？既然是承安郡主在，那正好，我也去拜见一下。劳烦你通传一声吧。夫人，请稍后。郡主在此，咱们既然都到了，不去见个礼，会被说不懂礼数的。这有什么不懂礼数的？人家郡主都安排人拦着了，不就是为了不让人打扰吗？这么大的地方，干什么非要往活阎王跟前凑？蒋淑仪是不是故意的？这魏国公养出来的孙女就这脑子，吴王真的能成事吗？回去之后得跟家里人说一说了，实在不行赶紧断尾求生吧。各位夫人小姐，请。臣父臣女见过郡主，免礼。郡主，你这是……齐之玉果然是太狂了，竟然不顾世俗礼法，把风月之人带到大庭广众之下。回去之后，我要让京城的人都知道他名声烂大街了。郡主年纪还小，不要去那些不该去的场所。郡主马上就要及笄，以后要说亲、找婆家的。若是让人知道郡主如此，恐怕对郡主的婚事有碍。说亲？本郡主需要说亲？本郡主想要什么人没有？婆家？谁敢当本郡主的婆家？本郡主看上了谁，那是谁家烧了高香，谁敢跟本郡主摆公婆的谱？郡主，你这样不合规矩，你不能仗着自己郡主的身份就……郡主的身份，本郡主依仗的从来不是这个身份。臣妇知道，陛下很偏疼郡主，可那也不是郡主狂妄的资本。本郡主的资本从来就是自己。蒋淑仪，你从小依靠的就是你祖父的身份，还有你未来夫君的名头吧。郡主，臣妇也是贤良淑德的典范，在京中提起臣妇，谁不称赞？贤良淑德，那不就是在娘家听话，以后嫁到婆家也是个好摆布的。你所谓的好名声，不过都是为了给别人提供价值。你除了能给别人提供用处之外，你自己还有什么价值？郡主，你这是何意？女子本就该如此。郡主，你这是看不起天下间的女子吗？我没看不起任何人。女子在家乖巧懂事，出嫁相夫教子是个人的选择，这么做本没有错，错就错在你用这一套往我身上按。谁给你的底气，让你觉得我也要走这样的路？还不走这样的路就不对，就是犯了滔天大罪。你如何，本郡主不管，本郡主怎样，需要你来指手画脚。是啊，郡主如何跟蒋淑仪有什么关系？我没有什么资格来评断郡主。郡主，你说我依仗娘家婆家，郡主呢？郡主依仗的不是陛下的疼爱跟瑞王的势力吗？我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我这样的实力有这个资本过我想过的日子，我喜欢怎样就怎样。蒋淑仪，你觉得嫁人是女子最体面的荣耀吗？那是你以为的，别往我身上套。而且你信不信，只要我放出风声去，
说我想要嫁人，我家门槛都能被求亲的人给踏破了。蒋淑仪，不能因为你婆家人对你不好，你就想着给我弄一个莫须有的婆家。你要知道，我跟你是不一样的。郡主，臣妇只不过是规劝一句，郡主既然有自己的主意，那是臣妇多嘴了。知道自己多嘴就行。我会让人去魏家问问你公婆平日里是怎么教你的。身为人妇，连基本的规矩都不懂，他们魏家就这么管教儿媳的吗？郡主，齐之玉怎么还要把这件事告诉公婆？唐静柔本来就喜欢端婆婆架子，前段时间她挨打还怪我，刚刚的事要是被她知道了，她又有理由拿捏我了。魏国公绝不会为了我这点小事去得罪德妃的娘家。蒋淑仪，你不是贤惠媳妇吗？既然如此，那你做出这样遇鬼的事情，肯定是要让你婆家知道啊。如今你代表的可是你婆家的脸面，你那样贤良淑德，怎么能做出那种出格的事情呢？郡主，你知道最近边关的事情吗？边关战事相当顺利，几次都是逢凶化吉，有如神助。郡主有没有想过，那是因为我们祈福法事起了作用，而且啊，还有那么多人一起用祈愿符，感动了上天，这才保佑着将士们。对不住，没忍住啊！郡主为何发笑？难道臣妇说的事情很可笑？还是郡主觉得将士们顺顺利利是场笑话？蒋淑仪，你不用这么急着往我身上按罪名，我笑完全是理解不了你为何要得意。那场法事除了是你牵头之外，那祈福跟你有什么关系吗？难道你忘了，你一上香就灭，一上香就灭，老天都感受不到你的诚意，你有给将士们祈福吗？郡主此言差矣，上香会灭的又不仅仅是我，是不知道为何上香会灭，但我的诚心天地可见。确实，别人上香最开始也灭，但是后来有的夫人可成功了，更别说上去上香的几个百姓，可全都没有问题。我只能说，有的人心诚，有的人啊，心里想的事情太多。郡主，你这是何意？他人想的什么，郡主如何得知？看来魏夫人对你们同盟之人关心不够啊，需要的时候拿来用，用完就扔到一边不管了。魏夫人，这样可不太好啊！郡主切勿胡乱揣测，臣妇不是那样薄情寡义之人。是不是？你去打听打听就是了。我也真是奇怪，有人可以上香，有人不可以，你就不好奇为什么吗？还是说，从寺庙祈福回来之后，魏夫人就再也没有上过香，所以你也不知道自己上香是灭还是着？魏一峰可是也出征了，蒋淑仪作为他新婚夫人，竟然没有在家中为他祈福。他们两家不是标榜青梅竹马、情比孤酣吗？如果这感情都是演出来的，那魏家跟蒋家也太可怕了，竟然可以虚伪至此。那他们追随吴王，吴王所表现出来的一切，还有几分是可信的？蒋淑仪真是个好人，总是上赶着往我跟前送机会。我要是不好好的利用一下，真的是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啊！我自然是上香了。那正好，我这边也有祈愿符，你现在上个香，我看看是不是着的。郡主真是说笑了，臣妇给自己夫君祈福，哪里能随随便便在外面上香？臣妇等人不过是听闻郡主在此，特意过来见礼，如此也就不打扰郡主雅兴了。臣妇告退。陈安郡主脾气真不好，再说下去也是无益。郡主肆意所为惯了，如此败坏女子名节的事情，谁劝也无用。避重就轻，祈福法事之后，你再也没有为魏一峰上过香。这蒋魏两家的联姻水深着呢，不能再跟着他们作死了。回去必须告诉父亲和夫君，这吴王的船得重新考虑考虑了。简直是荒唐！奴婢打听过了，说是不想吴王心里念着瑞王，这香就不会灭。什么意思？不想吴王，想瑞王？没听说这香着不着的，还要看心里想的是什么，可笑！在外面，别人都尊称我魏夫人，可偏偏在这个家里，下人们还叫夫君少爷。明明没了爵位，整个魏家都靠我夫君撑着，我才是当家主母。可这家里还是那个疯婆子说了算，太憋屈了。知道了。父亲、母亲，蒋淑仪，你做的好事！儿媳做了什么事儿，惹母亲如此动怒？你当我是聋子还是傻子？要祈福就要念着瑞王，一念着吴王，香都点不着。你这祈福是为了吴王造势，还是要把吴王给拖下水？这消息你以为瞒得住吴王？父亲，你怎么看？我在这儿呢，你直接问你公公是几个意思？小小年纪就这么不安分，真是个狐妹子，就知道跟男人说话。母亲慎言，自己做出来这种丑事还不许人说了。别我儿子不在家，你就开始勾三搭四的。母亲，我蒋家女儿没有这么不要脸，母亲休要以己度人。蒋淑仪，你说我是吗？你一个儿媳妇就这么说婆婆吗？你的规矩呢？是母亲言语过分的，我蒋家女做不出来母亲口中说的那种事情。好了，闭嘴！现在是吵这些的时候吗？
武王恐怕也快听到风声了。祈福的事情是你牵头，后面如何应对，你自己想个章法出来。他这是想什么都不管，让我自己去收拾残局。魏家人真是没有半点担当。要不是为了吴王的势力，我何必嫁进这个火坑？我这样的实力，有这个资本过我想过的日子。不，我跟他不一样，他不过是个只知享乐的废物，而我要为蒋家分忧，要为家族出力，只有这样团结，才是一家人。父亲，我去家中找祖父商量一下。事不宜迟，你快些去吧。你打我干什么？祖父，您这是怎么了？无妨，不过就是蛊毒时不时的发作，太难受了，整天提心吊胆，早朝都去不了了。我必须撑住，只要百花这回在边关立下大功，蒋家的一切就都稳了，军中我都安顿好了，绝不会有意外。你怎么突然回来？是魏家出了什么事儿？是祈福法会出了一些岔子。又是齐之瑜，这个陈安郡主真是不简单。现在说他是怎么做到的，没有任何意义。齐之瑜出招了，咱们就要拆招。祖父，咱们要怎么挽回？挽回？咱们不需要挽回，咱们要反击。战场上刀剑无眼，将士总会有伤亡，不是想着瑞王就能祈求平安了吗？那么那些将士若是出现了伤亡，对，那样的话，如今的流言蜚语全都不攻自破了。不仅如此，还可以让人参瑞王一本，妖言惑众，蛊惑民心。祖父，魏家真是太欺负人了。女人嫁人了都是这样的，而且你是做儿媳的，做事自然要多思虑一些。你若是不让唐静荣抓到错处，他怎么能发难？平日里家中没少教导你，你做事怎会还有诸多不到位的地方？要是齐之玉，齐之玉绝对不会受这个委屈，哪怕捅破了天，瑞王府也会给他撑腰。凭什么我这个国公府千金要受这种窝囊气？齐之玉，你给我等着！大军班师回朝那天，就是你坠落神坛的时候。祖父，我会休息。吉吉那天一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你看这珠花多漂亮！这两个，那天你喜欢戴哪个？要不都戴？娘，差不多就行了，我不打扮也好看。毕竟我就是天下第一美，我要是把这些都戴上，那天我就是一个行走的首饰货架。你这丫头，好了好了，知道你不耐烦了，我自己挑，你去玩吧。好嘞，不停的换衣服试首饰，麻烦死了。果然还是当条咸鱼最适合我。瑞王府大办集击礼，甚至连请帖的名单都传出来了，唯独没有魏家和您。齐之玉的集击礼准备这么充分又怎样？边关已经传来消息，大军打了胜仗，正在回来的路上。算算时间，绝对会在他集击礼之前到境，到时候死伤无数。齐之玉故弄玄虚的那些东西就会不攻自破，瑞王被弹劾，瑞王府大乱，还集袭礼。齐之玉，到时候你别哭就行。瘦了，结实了。怎的，受伤了？伤到哪里了？没事，爹，小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战场上刀剑无眼，你要小心。你要知道，蒋家以后还需要你来撑着，你断然不能有事。他不是在战场上，怎的还会让你受伤？爹，他终究是我弟弟，我总不好。总不好什么？不识抬举的东西，能给你挡刀剑，已经是他的荣幸。这么多年，若不是有魏国公府给他撑腰，他以为他在军中能有什么成就？也就是蒋家赏给他一碗饭吃，养不熟的白眼狼还不如一条狗，狗还知道看家护院。蒋家只需要一个有本事的继承人就好了，庶出的只能辅佐这个嫡子，能成为我的踏脚石，是那个庶子的荣幸。罢了，不提了。你呀，就是太重感情，那样的孽障没必要。好了，收拾收拾，咱们进宫。这个还有这个，给我多弄点，我带走。是。哥，你看咱妹真可爱。玉儿是什么都喜欢吃，倒是不挑嘴。不，她不吃苦的。小气。为了口腹之欲丢了体面，正常人都不会这么做。齐之玉真是没规矩，简直丢尽了皇家的脸面。皇帝驾到！此次将士们伤亡最少，可见众将用兵如神。江拜华，听闻你在战场极其勇猛，很多战术都是你提出来的，陛下谬赞。这些本是末将该做的。末将听闻，是末将的女儿为将士们祈福，这是这份诚心以及陛下庇护，才让将士们损伤降到最低。朕倒是听说了祈福的法事，听闻众女眷还请了祈愿符回去，日夜祈求将士们的平安。此事做得好，蒋氏不错。陛下，这是臣父本分。臣父的父亲夫君全都去了战场，还有那千万的将士。
臣妇一想到他们要面对的危险，就夜不能寐，这才去做了法事，希望臣妇等人的诚心可以感动上苍。我赢了，在陛下面前，这功劳是我的。齐之玉，你那些故弄玄虚的把戏，在绝对的功勋面前一文不值。看来你们祈福真的管用了。陛下，祈福真的管用了。末将就亲眼看到，明明应该是必死的杀招，可总是有巧合发生，让将士们避开了。这种事情在战场上发生了不是一次两次，几次都与死亡擦肩而过。哦，这祈愿符这么有效？陈安弄出来的果然都是好东西啊。是，主持说了，祈福的时候越是心诚，效果越强。不见得吧？要是祈愿符这么灵验的话，怎么还有人受伤？这个齐之玉怎么这么多废话？我特意提到祈愿符，就是为了让陛下记住我女儿的功劳。齐之玉这个时候捣什么乱？此次出征没有一名将士阵亡，这已经是奇迹。虽有受伤，但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若是按照以前的情况，那些受伤的将士早就没有命了。哦，这祈愿符竟然这么管用？自然。那你们可够勇猛的，你跟你女婿都受伤了，看来这心不诚啊。郡主没有上过战场，自然不清楚战场上的凶险，其他人不见得。但是末将可是一直冲锋在最前方，承受的危险也是最多的。蒋百华，你上战场的时候会戴着面具是吧？郡主，那不是面具，那是一种护器，防护用的。也就是说，在你冲锋陷阵的时候，别人都看不到你的脸，那你怎么能证明冲在最前方、奋勇杀敌的人是你呢？郡主，你这是何意？我的意思就是，你占了别人这么多年的功劳，到现在你还在装，你要脸吗？陛下，末将冤枉，末将在战场杀敌，九死一生，回来还要被郡主如此羞辱。陛下，老臣一家一直忠心耿耿，在战场上宁可战死，也不会后退一步。如今郡主如此说，老臣不服。百华若不是奋勇杀敌，又怎会受伤？老臣不得不替自己叫一声冤。既然陈安开口了，主场就是他的，朕静静吃瓜就行。二哥，念一下。张三李四王麻子，为何能把伤亡情况知道得如此清楚？这兵权到底在谁手里？魏国公听到了吗？蒋伯华受伤，完全是因为他在军营中作饵，让敌军以为有机可乘，攻入军营之时，他才受的伤。那又如何？你不觉得奇怪吗？这是提前部署好的诱饵战术，还有其他将士配合，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受伤？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受伤不是很正常？受伤就不正常。在战场上，他面对的情况比这些凶险的多得多，他都没有受伤，可为什么在这种准备完全的情况下受伤了？一边是武艺高强、有勇有谋，一边是做足准备依旧受伤。这其中唯一的差别就是，一个戴着面具，一个不戴。难不成这里面真的有猫腻？郡主，你无凭无据，切莫信口雌黄。来人，准备2套笔墨。蒋百华，你不是说我冤枉你了吗？现在就给你一个揭穿我阴谋的机会。你把你立功的几次战役全都写下来，当时你是如何部署，其中遇到了什么，所有细节都写下来。这种事情对你来说很容易吧？毕竟是你亲自参与其中，不过就是回忆一遍，你不会写不出来吧？郡主说笑了，末将亲身经历之事，又怎么会写不出来？战场上的细节也要写哦，不仅仅是最开始的战术部署。战场上的事情变化多端，怎么可能记得那么清楚？蠢货！蒋百华，你真上过战场吗？但凡上过的人都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生死关头凶险万分，那样所有的细节都被深深烙印在脑海里，至死不忘。怎的？就你这么特殊，还能记不清楚？郡主可能是不理解战场上的危机，生死一线间，很多时候自己做了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你就是不写了？郡主非要逼迫末将，就为了针对蒋家。皇祖父，蒋百华，末将在。写。是。就写凶险的以少胜多的那场，毕竟那可是你的成名之战。别的你记不清了，对你这么有意义的一场，你总不会记不清吧？自然不会。陈安，另外一个谁来写？蒋忠明，你去写。蒋忠明，那不是魏国公那个刚断亲的庶子吗？我的天！想想郡主刚才说的话，难不成蒋百华所有的功劳全都是顶替蒋忠明的？战场上大家都是真刀真枪拼杀出来的功劳，
蒋百华竟然不劳而获，太无耻了！瑞王是什么意思？为何这么平静？难道蒋兰青断亲，蒋忠明站出来指认蒋百华冒领战功？这一切全都是瑞王他们提前部署好的，为的就是魏国公手中的兵权。瑞王到底是从多久之前开始部署的？从始至终，瑞王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在他跟前就是一个跳梁小丑。装不下去了，他绝对是冒领军功。看样子，蒋百华做的事情连魏国公都不知道，这胆子也是真大。难怪蒋忠明要断亲，这种压榨谁受得了？蒋忠明有了瑞王做靠山，自然不怕魏国公和吴王。瑞王这是要釜底抽薪，把魏国公的兵权全部收入囊中吗？或者说，从一开始，吴王的一切对瑞王来说都不过是囊中之物。我想起夫人回家说的那个神迹，想着吴王香就点不着，想着瑞王香就不灭，这绝对是老天爷的意思。瑞王要都不是天命所归，那谁才是？完了，全完了！大晚上的不吃饭，难不成饿着肚子等你们吗？这种让自己遭罪的事情，我才不干。那汤一定很美味，可是现在是喝汤的时候吗？齐之玉，你到底有没有心？蒋百华闹了这么一出，谁敢在这个时候吃东西？太折磨人了。这丫头倒是自在，把局势搅得天翻地覆，文武百官个个心里七上八下的，她自己跟没事人似的。也是，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能有什么事？陛下，末将已经写完了。陛下，末将也写完了。蠢货！我平日里看好的儿子，竟然是如此蠢货！念第一份蒋百华的，虽然写了战术，但极其空洞粗糙。第二份蒋忠明的，细节极其丰满，每一次绝境逢生，每一次战术转折，都写得如同身临其境。那么有本事的庶子断亲了，养着一个冒领功劳的小偷，魏国公在家中就一点端倪都没发现，还是说他根本就是偏心到眼瞎？众卿，你们有何感想？魏国公，你有何话说？陛下，臣有罪！爹，荒唐！你做的这是什么荒唐事儿？自己没本事，连找个傀儡都找不明白。庶子托举嫡子天经地义，为了家族出力，难道不应该吗？名声落在谁身上有什么区别？愚蠢的东西，连随机应变都不会。罢了，好歹也都是蒋家的功劳。皇祖父，他们断亲了。郡主不戳魏国公的心窝子，他就难受是吧？太狠了！你这孩子，虽说他们现在断亲了，可以前终究是一家人。以前那些功劳怎么也应该补偿给蒋忠明。皇祖父，要是赏罚不明的话，可是会让将士们寒心。若是战功都可以冒领，那以后还有普通将士的出头之日吗？上升的路被毒死，那下面的普通士兵上战场还有什么动力？就算是拼死立了功，却全都为他人做嫁衣，那在战场上谁还会出力？最后军中全都是一群混吃等死的，那江山社稷黎民百姓还有谁来守护？魏国公，朕是想偏袒你几分的，只可惜这关乎江山社稷跟黎民百姓，朕也没法顾着你了。故意的，陛下这话完全是故意的，就是为了引出齐之玉后面的话。今天这事根本就是陛下跟瑞王早就设好的局。蒋百华，你在军中多年，一直都是如此夺他人功劳的。让蒋忠明说吧，他才是受害者。陛下，此事住口！你做了什么？如实向陛下禀报。从末将进入军营开始，就一直代替蒋百华。他的战术是末将提前跟他说的，战场杀敌是末将去的，他所有的战功都是末将的。这么多年，你为何不说？你若是早说的话……魏国公，你这也太假了，都是你儿子，他们在魏国公府习武读书，怎的？你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你是不关心自己儿子啊，还是这么容易被糊弄？谁学的怎么样，你不清楚？哎，都这个时候了，你再遮脸也没有用啊！你都没脸了，遮个什么劲儿？皇祖父，现在魏国公的身体情况也不允许，蒋百华根本就是个废物，那军中总得有个管事服众的。我看蒋忠明就不错。当然，我只是提议。今天是庆功宴，虽说有一个人是冒牌货，
但是其他将士可是实打实的战功，别为了这点小事扰了兴致。陈安所言甚是，别打扰了大家的兴致，继续。瑞王，老臣想要跟犬子说2句话。魏国公，这里有你儿子吗？你把本王女儿作为见证人的断亲当儿戏，还是说你觉得皇室郡主无足轻重？是老臣失言，老臣想要跟蒋忠明蒋将军谈一谈，还请瑞王行个方便。不行哦，蒋忠明如今是我罩着的，我可不允许有人欺负他。郡主，就算是蒋忠明投靠了你，你也不能这样控制他，连他跟什么人说话都要管吧？蒋忠明是个人，不是那看门的狗，还请郡主给他作为人的尊严。哎，你可以啊，有进步哦。明明你们蒋家不把蒋忠明当人，现在反倒赖到我身上了，不错不错。郡主，我们从未如此想过。得了吧，魏国公但凡把蒋忠明当个人，就不会如此忽略他。他在战场上拼死拼活的，最后功劳全都被蒋百华给抢了去，这样的委屈谁受得了？你为何从来不说？说啊！你怎么不说话？要是你早说，我怎么会不培养你？魏国公，你看看你现在这模样，明明做错事情的人是蒋百华，忽略蒋忠明的人是你，你却一直在指责蒋忠明，把问题全都怪在他身上。现在你还有脸让他说？你好好的想一想，从小到大，他有没有向你求助过？你有帮过他一次吗？尤其是他亲娘过世之后，你还记得你有这么个儿子吗？郡主，你应该知道，老臣我很忙。忙到其他孩子都能照顾到，就照顾不到蒋忠明。你忙得还挺有选择性的。你真的追随瑞王了？若是没有瑞王，我早就没命了。什么没命？你好歹是我的儿子，谁敢杀你？蒋百华，还有你夫人。你少胡说八道！谁要杀你？从小我就学会了藏拙，当年从学认字开始，我若是比蒋百华认得快，你知道你夫人的眼里已经有了杀意。在魏国公府，我一直都是比蒋百华笨的，不然我早就没命了。一个庶子，生场病出个意外就没了命，不是很正常？既然你藏拙，在军中为何你不藏了？魏国公，你真虚伪！你若是真的心疼蒋忠明，真的把他当成你儿子，听到他的话，你不应该问一问当年都发生了什么吗？你一点都不关心他是怎么长大的，在魏国公府是怎么艰难生存，你在意的是为何他在军中展露本事，为何让蒋百华冒领功劳。你可真是利益至上，自私虚伪又冷血，虎毒不食子，你真是畜生不如！陈安郡主，张嘴！没规矩的东西，尊卑不分。你给我安排到军中，这才是要了我的命。上战场，我怎么能留余地？留很有可能倒在敌军之手，不留就会让蒋百华看到我的能力，他依旧会找机会除掉我。幸好那个时候我遇到了瑞王，瑞王教给如何让蒋百华发现我的能力，同时引导他贪图我的战功。如此一来，我才得以保住性命。你当时是装的，你装懦弱，你装想要得到父亲的认可，你装在意亲情，你骗了我，你实在是无耻！蒋百华，你真的很蠢。一个搓磨我的母亲，一个漠视我的父亲，捧高踩低的下人，这样的日子我熬了10几年，我怎么会想要这样无情冷血的家人？瑞王说的对，只要我有了实打实的战功，就算是当时功劳不是我的，早晚有一天会回到我身上。我信瑞王。蒋忠明，你太能装了，真是心机深沉的无耻小人！说谁无耻小人？主意是我爹出的。你骂谁？蒋百华，你本事了，敢当众辱骂当朝王爷！来人，蒋百华冒领战功，辱骂王爷，给我拿下，关进大牢！郡主，你为何抓我？蒋百华，你脑子真的没问题吗？你冒领蒋忠明的战功，你以为你还能跟个没事人似的？就是皇祖父念在你父亲当年的功劳上，才给你们蒋家留下最后一丝体面。当时你父亲就应该直接恳请我皇祖父将你拿下。魏国公，你辜负了我皇祖父待你的一片赤诚之心。郡主误会老臣了，老臣是想将他带回去，让他仔仔细细的交代这么多年到底做了多少欺上瞒下的事情。
明日老臣必然会将他五花大绑的送到陛下面前。是吗？还不压下去？孽障，住口！是老臣考虑不周了。毕竟魏国公功劳多嘛，能理解。魏国公，你还有事吗？要是没事，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臣恭送王爷、王妃、郡主。娘，回家了，我都困了，吃饱了就犯困，我回去就睡。你这孩子吃多了就睡，对身子不好。回去让他们给你熬个消食的汤，喝了再睡。好呀好呀，我要甜甜的。妹啊，你不是吃撑了吗？吃撑了，跟我喝汤有什么关系吗？你就多余说话。哎，啥意思啊？祖父，郡主实在是太过分，他明知道你劳苦功高，还这样对你，真是……闭嘴！劳苦功高？难道你不知道还有一个词叫功高盖主吗？刚刚若是把你爹直接留下，其他大臣不会觉得我仗着曾经的战功恃宠而骄，最好的机会错过了。陈安这丫头啊，让朕怎么能不偏宠她？如此小事还需要提前商议，陈安最会拿捏分寸。陈安郡主可不会拿捏分寸嘛，事情全都办到了陛下的心坎里。陛下大度的给魏国公留个脸面，魏国公竟然不知道借坡下驴。陛下跟郡主这配合的真是默契，说一句狼狈为奸毫不为过。瑞王的能力也好，手段也罢，真的是一骑绝尘。以后瑞王继位，何愁这江山社稷不稳？我部署了这么久，还特意的把魏一峰送到了边关，就为了让他在此战事上立功，好接手魏国公的部分兵权。我不担心，我知道魏国公的打算。魏国公就是为了把自己手中的兵权交给蒋百华，我让魏一峰过去，就是要分一杯羹。我知道以魏一峰的资历是拿不走所有，我都已经退让到这个地步了。瑞王竟然还如此过分，别人吃肉尚且留一口汤，瑞王倒好，这是直接把锅给端走了。好一个瑞王，要逼死我是吧？那咱们就看看谁先死。祖父，这么大的事你一点都没看出来，这分明是瑞王的阴谋，就为不让我拿兵权，不让魏家重新崛起。现在看没看出来已经不重要了，蒋家已经付出了该有的代价。祖父，你就没个办法想一想，那些将士不少可是你的老部下。什么老部下？那都是朝廷的将士，怎么就成了我的？魏一峰，这话你关起门说说也就罢了，若在外头让人听了去，还当你有不臣之心。你自己倒霉不要紧，若连累了旁人，那后果你可担不起。本来我还想着，祖父若有别的办法，我帮衬一把，好歹让蒋家不至于没落。如今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告辞。夫君，有什么事咱们坐下来好好谈，都是一家人，何必闹得这么僵？一家人？你们蒋家什么时候把我当过一家人？此次战事，你缅家为何非安排人去边关？到了战场，一次次抢功的时候，可又把我当一家人？那战功又不是我爹抢的，是蒋忠明。蒋忠明什么时候出战，还不是你爹安排的？只不过你爹蠢，自以为掌控蒋忠明，反被蒋忠明利用了去。怎么就摊上这么个蠢货岳丈？如今还多了个被流放的老丈人，丢人！祖父，真的就没办法了吗？当年跟您在战场拼杀的将士那么多，怎么就没几个忠心的？你想让那些人去帮魏一峰，我剩下的人脉在军中照顾一下你叔叔不好吗？我不是只有你爹一个儿子。祖父，难道就这么放弃我爹？我爹也是您儿子。他浪费了家里多少资源，断了他亲弟弟多少条路。他若没那能力，早该表现出来，我也不会给他砸各种资源。他是蒋家的罪人。祖父，我父亲他……行了，你别想这么多，回去吧。祖父，您不能真的不管我爹呀，他只是流放，又不是死了。蒋家被他连累的还不够吗？蒋淑仪，你到底是担心你爹，还是担心你自己？你娘被休的时候，你都没这么难受。这不一样，我娘只是被休，还有外祖家可回，没有性命之忧。哼，一个被休回娘家，还连累了整个家族的女人，没有性命之忧。蒋淑仪，我以前倒没看出来你的心这么狠。是我就是担心自己，我也是女人，没有娘家依靠，在魏家要怎么办？尤其魏一峰没了战功，得不到封赏，这都是蒋家的错。魏家怎么会不把这账算在我头上？祖父，你有没有想过我该怎么办？蒋家都这样了，你还只想着自己，你可真是你爹的好女儿。想家族利益时你觉得理所当然，家族没落了你还要敲骨离髓。蒋淑仪，你给我滚！一个嫁出去的姑娘，少回娘家来打秋风。老爷，大事不好了，陈安郡主在门口呢。他来做什么？看蒋家的笑话，这么点小事值得他跑一趟？他还敢来？拦住他！祖父，让他们放开！我去问齐志宇，他为什么要害咱们家？你再惹事，以后就别回来了。祖父，好可怕！把人请进来。请。不知郡主大驾光临，是有何要事？魏国公不用客气，
来坐吧，也没什么事儿，主要是替人拿回去一些该拿的东西。还请郡主明示。蒋忠明这些年立的战功，陛下的封赏，朝廷的俸禄，这些该还给他了吧？当然，你放心，蒋忠明是个厚道人，这些年他的吃穿用度，你花在他身上的每一文钱，他都记得清清楚楚。那些费用是要减去的，剩下该属于他的，我替他拿回去。郡主真是说笑，父亲养儿子天经地义，那些东西不用减。这些年确实是蒋百华做的不对，老臣也失察，没有尽心，那些东西应该还给他。哎，魏国公，你曾经好歹也是他父亲。什么叫曾经？我本来就是。既然断亲了，那就断得干干净净。蒋忠明就是不想欠蒋家的，所以他只拿回属于自己的。来，这是账本，魏国公，你看看。你要是对这账本有怀疑，可以把你家当年的下人都叫来，当面对质。为公平起见，也可以送他们去衙门好好审一审。当然，你可以一直在旁边看着，省得说什么屈打成招。郡主，一时之间，老臣手里的银子恐怕不够。那没事，铺子、庄子、田地、药材、珠宝首饰，什么都能拿来抵。以后蒋忠明要往上走，人情往来也是要的，那些东西正好送人。那请郡主稍后，老臣这就去准备。祖父说过，那是关键时刻走动，送我爹更进一步用的。方才祖父还没半点松口，齐之玉一来就……齐之玉，这是齐之玉上门勒索掏诈。臣父见过郡主，起来吧。郡主来家中可是有事？臣父见祖父在备金银珠宝，是郡主要吗？郡主是在嘲笑臣父吗？臣父做了何事需要郡主嘲笑？嘲笑还需要不需要？这说法我头回听。蒋淑仪，你这话还真有意思。郡主为何要我家银子？难不成是看我蒋家落难，想趁机搜刮一笔？放肆！蒋淑仪，给我住口！祖父，蒋家本就不好了，郡主为何还落井下石？您好歹为朝廷效力这么多年，郡主怎么也不能逼死您啊！此事若让陛下知道，郡主都是老臣教导无方。祖父，我是在为咱家着想啊！郡主无缘故上门勒索钱财，住口！来人，把蒋淑仪给我轰出去！魏国公，你看你孙女真是一心为你啊！郡主说笑，蒋淑仪是出嫁女，与老臣的魏国公府没半点关系。她是出嫁了，又不是出家。魏国公，你可真有意思。来人，准备笔墨。逐出家门！祖父，你要把我逐出蒋家！明日我就开祠堂，把你的名字从族谱划去。为什么？蒋家虽没落，好歹祖父还有爵位，叔叔们还在朝为官，也是我的靠山。若不再是蒋家女，跟魏国公府没半点关系，我在婆家还怎么活？蒋淑仪，平心而论，你何曾想过这个家？祖父，我怎么不在意这个家？我要不在意，怎么会冒着得罪郡主的风险来说这些？你娘被休的时候，你何曾这么激动？我当时也很难过，但没这么疯，因为你知道你还有依靠，不能因小失大。这次你为何如此激动？那是因为我父亲。你一直关心的是你父亲还是蒋家？你是见蒋家钱财外流才冲过来找郡主。但凡你是为你父亲求情，我也能高看你一眼。从小费心教导的孩子，怎么变成了这样？不是的，祖父，不是那样。蒋淑仪，其实你可以说一句，你知道你父亲罪无可恕，陛下已经法外开恩，所以你才不敢奢求其他，这也算个理由吗？对，郡主说的对，我就是这么想的。祖父，蠢死了，拖出去！祖父，郡主，东西已经准备好了。好，那我就不打扰了。从小到大，才花了这么点银子。这些年你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务国公是何意？这么多年你是如何练字的？树枝，我的院子里树枝还是不少的，在地上写便可以了。这些年是我对不起你，是我疏忽了。你就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我有一封信想要念给你听。什么信？你写给我的？你这是有什么不好意思说，所以才写信的？我说了，我要念给你听。你念吧。少在这儿装了。蒋忠明，你这是何意？这不是我写的。不是你写的，那是何人？陈安郡主。我继续念。不用了，我知道陈安郡主在信上写的是什么。妹啊，还是你厉害，一句话就让魏国公自己滚了。因为他知道我写的信不会有好话，只会把他臭骂一顿，同时把他的遮羞布彻底的给撕了。当年他贪图蒋忠明娘的美色，新鲜劲儿过去就不管了。他看清楚吴王没有什么胜算，立马就开始想要投靠我爹。这样的我才不要。妹啊，你要不提前跟蒋忠明揭开魏国公可能会做的事情，以后蒋忠明帮着魏国公吧，至少在蒋家真的生死存亡时，
蒋忠明会出手拉一把。你这么把魏国公的心思给分析个透彻，你是丝毫余地不给魏国公留啊！蒋忠明追随咱爹，怎么能摇摆不定？我最不喜欢的就是留有背刺的隐患，一点都不行。为了最后不闹出那样大家都不痛快的局面，还是提前把危险源头给按死。困了，回去睡觉了。你说说你们两个，就不能多想想，非要让你们妹妹这小小年纪如此费精力？不是爹，怪我们干什么？你自己都没妹妹想得快，你还好意思骂我们？哎，干什么又打我？我是你老子，老子打儿子需要理由。那也不能这么不讲理吧？爹，你确实是没想到啊！你承认自己疏忽就承认呗，反正咱们都是一家人，又不丢人。老二自己作死，为什么要带上我？大哥，你说对吧？确实是我考虑不周，需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此事，妹妹给我提了个醒，我以后做事应该更加严谨，不要再有纰漏。隐患，尽早清除。大哥，你没事吧？你才有事儿！你大哥的应付方式才是对的。遇到事情先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自己做的有什么不足？三省吾身的道理不懂吗？懂。我妹说了，人贵在自省，反省一下对方是不是找抽，是不是还有东西没炸出来，是不是自己下手不够狠？行吧，确实像是我妹的思维方式。那是你妹有那个本事，你有吗？那个好像我没有。哼，没有就跟你哥似的，先反省反省自己有什么不足。你要真跟你妹似的，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哦，时间不早了，你们也快回去歇着吧。唉，到底是咱爹啊，自己没想到事情，他自己不反省，还骂了咱们一顿。咱爹这脸皮咋就这么厚？你啊，你非要跟爹呛什么？我就是不服气，爹也没提前干这事儿啊，又不是只有咱们两个没想到。以后这种明知道自己占不到便宜的事情就别说了，你可以忍着，等你有实力了再做。爹也没觉得你说的有什么问题，打你是因为你不会反思，不知审时度势。爹就是让你知道，在形势对你不利的情况下，你就是手握真理也没用，该被打还是会被打。所以刚刚你跟爹是特意演给我看的，要不哥你以后能继承那个位置呢？果然是一肚子花花肠子，弯弯绕太多了，真是啊！哥，你怎么也打我？你挨打，真是一点都不冤。跟老二在一起，怕控制不住自己。我可是君子，不喜欢斗力。都怎么了？在家里还不能说个实话了？在外面我当然不会这么干，在家都不行啊！我被赶出蒋家，族谱除名，祖父怎么能这么绝情？我不过就是想要维护蒋家的东西，他这是想让我死啊！我没有靠山了，没钱没权，在魏家的日子一眼看到了头。你个小偷，拿着我家的东西要干什么去？母亲，我去给我爹送行。一个罪人，还送什么送？很光彩吗？爹做丑事，却要我承受耻辱，早发现异心，早处理啊，何至于此？母亲，我爹要被流放，一路艰辛，我就是想尽尽孝心。让他去。老爷说的是，这是你父亲体恤，你去吧。老爷，你干什么非要让他去？现在家里的日子不如以前，他的嫁妆不该拿出来贴补家用吗？他这就是在挖咱们魏家的肉。你还嫌魏家名声不够坏是吗？当初怎么会娶这么个蠢货？要不是因为牵制瑞王，何至于让这么一个废物进门？爹，一路小心，到了地方，一切都要靠您自己了。你祖父应该会在当地打点一二，你不用担心为父。倒是你以后在魏家要多加小心。如今蒋家跟吴王的情况，我跟蒋家已经没有关系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祖父已经把我赶出蒋家，族谱除名了，我已经不是蒋家人。为何如此？你被赶出蒋家以后，在魏家如何自处？爹，因为你的事情，整个蒋家都受了牵连，祖父又怎么会为我着想？今日一别，以后我们父女恐怕是再无相见之日。爹，你一定要好好保重。好歹我也是武将，也是在战场上杀过人的，蒋家竟敢如此欺辱我父女！精彩，真是精彩！我可是在你们之前来的，你们父女说话还打扰我们看风景了呢。偷听，郡主，你的皇家教养呢？等等，你们，爹，祖父，我要是不在这里，都不知道蒋淑仪你这么有本事。祖父，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不过是来送一送爹。爹，你不要误会。我误会什么？你以前在我面前实在是太会装了，我怎么没发现你竟然这么蠢？你还不服气？你还看不出来，蒋淑仪是利用你，要让你来报复我。呵呵，蒋百华，我的儿，你真是我的好儿子。蒋淑仪挑拨两句，你就要半路杀了官差回去报复我是吗？
报复我没有救你，报复我把蒋淑仪给赶出蒋家。爹，你装什么？你刚刚说的那些不就是为了激起他的火气？别叫我祖父，我没你这样冷血无情的孙女。你来送行，跟他说你被赶出去，不就是为了让他觉得被家族抛弃，流放艰难？你激起他的恨意，让他半路回来报仇，抢了银子浪迹天涯，这不就是你的目的？不是的，魏国公，我真的没这么想过。说，你是不是那么想的？江淑仪觉得日子没盼头，她不好过，就不想让别人好过。你若回来伏击我，我不死也重伤。他利用你给我出气。至于你以后是不是东躲闲藏，他根本不在意。你把她当女儿，他可没把你当爹。我确实有了那个念头，与其窝囊，不如痛快干一场抢银子。可是我女儿真的这么狠，连亲爹都算计？爹，我真的没这么想过。你要是没这么想过，为何要告诉你爹你被蒋家除名？你完全可以只送金银，让他安心赶路。我说的话，我爹到了流放之地，没有人照顾我，爹要怎么办？那样的苦寒贫困之地，长途跋涉，一路千难万险，到了地方没有个人关照，我爹这一路全都是靠着一个念头撑着，就算是再苦也有个盼头。可是到了之后呢，什么都没有，这种希望破灭的感觉，我爹怎么承受？哼哼，你不可以打点，非要指着蒋家。我没有人脉。你没有，魏家没有。魏家的人脉为何会给我用？魏家蒋家关系到了如今这个地步，魏国公，你怎么会觉得他们还会帮我？有钱能使鬼推磨，你不会用你的嫁妆买魏家的打点。魏家现在没有爵位，正是需要钱的时候，你给了，他们也不会在这种事情上为难你。说来说去，你就是舍不得自己手里的嫁妆。蒋百华，你现在看清楚你这个好女儿的真面目了吗？爹，不是的，我真的没有这么想过，你不能听魏国公的片面之词。而且我还来送你，给你银子了，他们都不来送你的。我不来送的话，又怎么会站在这里？魏国公，你既然是来送我爹的，为何又要藏起来？哦，这个是我跟魏国公建议的，我请他看一场好戏。江淑仪，你还真的跟我想的一样，报复心重到连你亲爹都算计。你果然是够自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为了自己痛快，不管你爹你祖父的死活，你办事比我狠多了。齐之玉，你害我！你说的那些话可不是我逼着你说的，我不过就是让魏国公出现罢了。你若是没有那个心思，蒋家人出现不出现，你也不会挑唆你爹。郡主，你真是说笑了，我挑唆什么了？我爹做什么了？难道就凭着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来给他们定罪吗？江淑仪，你还是太年轻。爹，魏国公，你干了什么？蒋家培养你是为了撑起家族，哪怕是撑不起，也能托举其他人。就算是这都做不到，至少不要给家里招灾惹祸。我培养你，不是让你回来对付蒋家，害蒋家被灭门的。以后你好自为之吧。爹，你怎么了？这都看不出来吗？你爹武功废了。江淑仪是真的在利用我，真是我的好女儿啊！郡主好手段，还行，基本操作。郡主，我蒋家得罪过你吗？你非要我蒋家家破人亡？你拥护吴王，当初我爹被废了太子，你没少帮着吴王打压我们一家。我爹的不少势力，不都是你给毁掉的？我爹就算不是太子了，该属于我爹的也应该有。可是，魏国公，你做了什么？若不是有你这个好帮手，吴王又怎么能快速的把我爹势力打碎？这就跟废了文人的手，毁了厨子的舌，戳瞎神射手的眼，以及武将的武功一样。我刚刚亲手废了自己儿子的武功。当年我爹为了保住那些将士不遭受你跟吴王的迫害，不得不亲自遣散他们。那都是当年我爹一手提拔出生入死的兄弟，你让我爹忍痛将他们驱逐。现在你亲手废了你儿子的武功，感觉怎么样？瑞王知道郡主心机如此深深吗？看你这话说的，我爹知道不知道有什么关系？我始终是我爹的女儿，而且我们父女也不会反目成仇。是吗？那是因为还不到抉择的时候。若是真的到了生死抉择的时候，郡主还能这么自信吗？魏国公，你始终没有弄明白一点，你会亲手废了你儿子的武功，那是因为你需要保全蒋家。蒋百华若是半路逃跑，你们蒋家才是真的完了。在蒋家整体利益面前，你选择了家族，舍弃了亲儿子。郡主，你说这些有什么意义？这种摆在明面上的问题，谁不知道？换成其他人也会这么选择。我想说的是，我们家就不会面对这种抉择问题啊。有我在，
我怎么可能让人这么欺负我家里人？你该不会到现在还没看明白吧？难道你看不出来？若不是我爹他们顾念着江山社稷，你以为吴王现在还能活得好好的？你可知道追随吴王的有多少人？若是吴王不在了，你以为他们会安分的跪迎你爹上位？他们会闹起来，会让朝堂动荡。没事啊，大不了全都嘎了，乱一阵就行了，不会一直乱下去的。我这人办事喜欢干脆，也就是我爹他们温和。当初你们怎么欺负的我家，我会全都让你们还回来。爹，为什么非要跟着瑞王？现在咱家是不如以前了，但是我跟弟弟还能在军中拼一把，不是没机会起来的。现在贸然换主子，是里外不是人，不为吴王所用，难道吴王不想除掉我们？刚刚齐之玉叫我去城外了。陈安郡主实在是太过卑鄙无耻，他怎么能如此狠辣？他已经毁了蒋家了，现在还要做这么绝？成王败寇这些不用去想，现在的问题是，很快京城的人就会知道，蒋淑仪为了报复，连自己亲爹都会利用，而我是为了不让蒋百华做下错事，亲手废了他。如今咱们想自保，只能按着陈安郡主划下来的道去走，不然我废了蒋百华就会是另外的一个说法，到时候蒋家必然被推上风口浪尖，你们都要被牵连。陈安郡主不仅仅是要报复，他是要让蒋家跟吴王彻底的割裂，报复的同时让吴王失去蒋家。如你所言，蒋家还有重新崛起的希望，但是陈安郡主是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咱们蒋家起来，再继续为吴王做事，他不会同意的。爹，陈安郡主到底是什么人？他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咱们只能选择瑞王。爹，咱们不能中立吗？吴王跟瑞王打擂台，咱们这样算不算被主？以后就算是瑞王上位，瑞王会用咱们这样被主的臣子？哼，你以为现在咱们家还有的选吗？不帮着瑞王，你以为吴王会让咱们中立？不投靠瑞王，只是吴王就能灭了咱们蒋家。要保住蒋家，就不能中立，只能转投瑞王。至于以后，你们要努力，让自己成为有价值的人。只要你们有价值，瑞王就会继续用你们，你们就能保住性命，保持蒋家荣耀。眼光放长远一些，你看看陛下，再看看陈安郡主。陛下对陈安郡主只是长辈对晚辈的偏疼吗？陛下那么多孙子孙女，你看陛下对哪个偏疼成那样？陈安郡主为什么是独一份的宠爱？爹，我懂了。陈安郡主真是够狠，蒋家已经被折腾成这样了，最后的一点价值都不肯放过。这丫头好手段，睚眦必报。魏国公可是老四身边的一大助力，魏家魏国公全被搞掉，老四这回是左膀右臂都被砍了，想救都没得救。再过2年，朕就可以退位享清福了。滚出去！瑞王连没落蒋家都要利用，好样的！我倒要看看，我再出招，你要怎么接招？现在有一些该舍弃的东西要舍弃了，尤其是当初跟魏国公有牵扯的。娘的育儿长大了，娘仪式感还挺重的。行吧，大家都挺激动的，不过就是一个急逼礼，需要这么激动吗？我除了实力突破有感觉之外，对这种东西真的没感觉啊。你还生气了？你们蒋家真是无耻，看到好处转头就换了主子，软骨头。我已经被蒋家族谱除名，不是蒋家人了。蒋家投靠谁，跟我有什么关系？前院就有蒋家人，你若是觉得不舒服，大可以去找他们。在这里挖苦我有什么用？呸！你们蒋家人就是趋炎附势。你心里不痛快，你去找陈安郡主啊！在这里挤兑我算什么？怎的，柿子找软的捏？贱人，你还敢躲！瑞王府准备真是充分。但凡有宴会，总有这种桥段发生，不是落水，就是中药。我们总得提前准备一下，省得发生这种事情。来吧，去前面找一下吴王，就说他儿子把人推下水了，让他们看看这事情怎么办。娘，我去看看蒋淑仪。给郡主添麻烦了。不错，这回倒是聪明了。郡主这是何意？这里没有其他人，你有必要装吗？你放心吧，外面没有人偷听。你故意算计齐静红的事情，
不会被人知道。郡主慎言，臣妇绝无此意。难道不是因为魏一峰有要休妻的想法，你故意的设计齐静红推你下水，你好保住这魏夫人的位置？齐静红可是吴王的儿子，前脚推你下水，后脚魏一峰就休了你，旁人怎么看吴王？他儿子做了错事不罚，反倒受害者倒霉。吴王一家也太过嚣张跋扈了。若是以前，此事做了也就做了，但是现在吴王的情况不妙，再来这么一出，可是雪上加霜。果然是没有什么能瞒得过郡主。我之所以这么做，都是拜郡主所赐。我现在的处境，不都是你造成的吗？因为我蒋家投靠了瑞王，魏一峰又怎么还会留着我？不过，郡主，你没想到吧？就算是在绝境，我也给自己找到了一条生路。郡主不就是想逼死我，想让我不好过吗？可惜了，你失算了。我依旧可以留在魏家，当我的魏夫人。只要齐静红还活着，我就不会被休。你觉得你赢了，不被休，你的日子就会好过吗？魏一峰的心思不在你身上，纳妾是必然，到时候你都不会有个自己亲生的孩子。那又如何？只要我是正妻，小妾生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要放到我跟前教导。你教导？你还有婆婆了，你婆婆想要怎么搓磨你，你又能做什么呢？当着你孩子的面，你婆婆会告诉那孩子，你不是他们的亲生母亲，你不配当正妻。就算是魏家给你留着正妻的位置，实际上你在他们心里什么都不是。但凡在外，你要是表露出来什么，他们立刻就能抓到你的错处，休了你。以后的每一天，你都要活得战战兢兢，每天都活在勾心斗角里。你的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人，触目所及皆是敌人，可偏偏的，他们还是跟你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家人。可是，那又怎么样？你想逼死我，可我依旧保住了魏夫人的位置。你猜，为什么我们救人准备的这么充分？那是因为啊，蒋家不是个东西，魏家更是我的敌人。魏成江恨死唐静肉了，可是没法休妻；魏一峰同样也恨死你，依旧没法休妻。你们一家人彼此厌恶，却不得不生活在一起，都不需要我出手，你们就能互相折磨。这不比让你们嘎了还好玩吗？